冷若雪，你这个贱人，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陆晨疼得从床上坐起，口中发出低吼，向前扑去，但随之发现这只是一场梦。不，这不是梦，这是我前世的记忆。陆晨很快就意识过来，前世他是炎黄界灵域7大域主之一剑域之主，一身剑道，举世无双。炎黄界第一美人冰域之主冷若雪乃是他一生挚爱。但新婚之夜，就在二人进行鱼水之欢时，他的挚爱妻子冷若雪却突然对他痛下杀手。陆晨当时对冷若雪毫无防备，当场被杀死。再次醒来，发现自己重生成了魔域的一名魔灵。炎界共有5域，东黑暗禁忌之地，无人敢踏足；南魔域被结界牢笼所困，这里生存着嗜杀的魔灵；西鬼灵横行，亦称冥域；北妖灵盘踞，人族同盟；中人族生活修行之地，曰灵域；东晋南魔西冥，北妖中灵。当今炎界以灵域为尊。冷若雪，我视你为挚爱，为何杀我？陆晨在痛恨冷若雪的同时，心中也充满迷雾，但这个答案无人能告诉他。吱呀，房门在这时突然被推开，一名身着修身低胸紫裙的美貌女子出现在眼前。陆晨，你休息好了吗？今天事情可是轮到本小姐了哦。女子性感妖娆，声音妩媚多情，她美眸盯着陆晨，充满了炙热。听到对方的话，陆晨神色一变，此刻他方想起自己当下的处境。他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魔域9幽国4大宗门之一的魔女宗。魔女宗这片地方极其神异，但凡外人踏入魔女宗范围，女的会渐渐失去功力，男的则会顷刻间化成一具干尸，因此魔女宗上下皆为女人，无一男子。但原主陆晨是个例外，他本是天魔药宫的一名采药魔役，跟随天魔药宫的采药团无意间闯入魔女宗的地界，结果其余的男性采药魔役瞬间化成一具具干尸，唯他安然无恙。随后被魔女宗第9峰的第1巡逻队的8名女弟子发现，众女在震惊的同时也如获至宝，将原主陆晨绑了回去，且并没有上报。8女商议轮流享用陆晨，原主陆晨连续7天几乎不眠不休，最后由于操劳过度而猝死。剑域之主陆晨也因此得以借体觉醒众生。灵音师姐，弟子尚需，可否缓个1-2天？陆晨此时脸色微变的应道。对于这具新身体，他还有些陌生，不太适应。前世作为灵域7大域主之一的剑域之主，陆晨不仅剑道无双，肉身也极为强大，但眼下这具新身体太虚弱了，修为仅是小魔翼境。魔修境界可分魔翼、魔士、魔师、魔将、魔帅、魔君、魔王、魔皇等境界，每个境界又分小、大、巅峰3小境。陆晨众生的这具身体只是魔修中最弱的小魔翼境，也难怪受不起这般的折腾，最后操劳致死。不行师弟，我已经等了7天，这7天你知道师姐是怎么过来的吗？听着你们的声音，师姐我足足受了7天的煎熬，现在终于轮到了，我一刻都不想等，而且这次我要你助我一举冲破魔师境。林英此时急不可耐地走来，他们之所以如此疯狂，绝不仅仅只是垂涎陆晨的身体，更因为他们发现和陆晨在一起还能促进他们修为的突破。这7天，7位师姐通过陆晨都突破了一个境界。要知道，他们仅仅和陆晨待了1天而已，1天1境，他们以往想都不敢想。这里是魔域，魔灵是杀，他们用完之后，待我再无价值时，定会毫不留情地杀掉。何况现在女强男弱，我现在反抗也没有任何意义，必须想办法自救。陆晨心中快速地思考起来。此时他已经被林英扑倒，甚至用丹药助陆晨再次恢复精力，但这种丹药是何泽而渔，提前透支。原主陆晨就是这样被透支身亡的。陆晨，你竟然真的可以助我快速提升修为！林英发出惊叹，陆晨心中却是万分焦急，他能感觉到自己生命力、精气都在不断流失，这样下去，我恐怕刚重生就又要领盒饭了。陆晨脑子快速运转，回想起前世的诸多功法手段，是了，此法或许可以助我摆脱眼前困境，甚至能反客为主。陆晨灵光一闪，想起了前世在闯灵域一处禁地时所获的一门双修功法9节阴阳功，这是一本一灵一魔的功典，人魔皆可修。当时他本打算与冷若雪结为夫妻后在一起修炼，所以有过研究，功法口诀早在脑中。可谁能想到结婚当夜自己就被冷若雪杀死了，来不及感慨，眼下最重要的将功法练成，进行自保。阴阳为激道始生，乾坤道转引双行，男踏离火招阳气，女极坎水纳阴精。陆晨默念9节阴阳功初节篇，开始运转功法。此法需引天地间的阴阳2气入体，在体内形成9重阴阳循环，每完成1重循环，
修为便会大幅提升，且身体机能、灵魂力量等都会得到强化。有效！很快，陆晨感觉到有气流在经脉流转，他的生命力和气机不仅停止了流失，反而开始壮大起来。不同于之前众女的单方面索取，现在是阴阳互补。有此功法，我只要双修便可变强。这魔女宗或许能成为我的福地。陆晨心中惊喜，开始主动修行起来。林英师姐也感觉到自己的气息在不断变强，终于她发出一阵尖叫，修为成功突破到了小魔将境。陆晨则半眯着眼仔细品味。咔嚓！突然他仿佛听到一道壁垒被打破的声音，随之他的魔海丹田处魔气变得浑厚起来，魔海也扩大了1倍，竟然突破了。陆晨睁开眼，眼中有金芒闪过，仅一次双修就有如此成效，从小魔意境突破到了大魔意境。天不亡我，冷若雪，未来我将是你的噩梦。陆晨神色冰冷，开始和林英师姐进行下一轮的修行。陆晨房间，林英师姐早已晕死一旁，她身上的气息隐隐有突破大魔将之境，而陆晨此时已将9节阴阳功完成一个大周天的运转，凝气收功，巅峰魔意境了。此法当真玄妙，不过到后面效果明显打了折扣。按此功法的介绍，需和不同女子双修，而对方修为越高，效果就会越好。另外，对方若是第一次，效果更佳。显然这里不同，修为第一次才是重点。林英师姐实力低微，第一轮时效果最好，但多双修几轮后，后面效果明显在减弱。不过短短几个时辰，我就达到了巅峰魔意境，未来可期。陆晨微微一笑，内心充满了斗志。可在此时，陆晨肚子传来一阵咕噜声音，随之饥饿感汹涌袭来。好饿，太饿了。我现在只是小小的巅峰魔意境，根本做不到辟谷，想做到不吃不喝，直接吞噬天地灵气而活，至少需要达到魔宗境。先想办法找吃的。陆晨轻轻自语。这8天他不吃不喝，日夜操劳，仅靠丹药维持生命和精力，但丹药并不能消除饥饿感，更不可能完全替代食物。他本打算叫醒林英师姐，看能不能弄点吃的，但看着晕睡无力的师姐，陆晨也不指望了。他起身穿上衣服，随之看到桌子上有一把生锈断剑，这是原主陆晨生前唯一的武器。陆晨本不愿拿的，但聊胜于无，于是顺手就拿了起来。咦，此剑很不凡。前世身为灵域7大域之一的剑域之主，陆晨在碰触到生锈断剑的一瞬间，便知其不凡。此剑虽断，但剑意依旧凌厉无匹，只是被上面的诅咒锈迹所封印，无法发挥出此剑的真正威力。若能解除掉上面的诅咒锈迹，便可爆发出非同寻常的力量。以我对剑的了解，上面锈咒唯有以血洗之。陆晨把玩这生锈断剑，开始研究起来。前世他除了挚爱冷若雪，最爱的便是剑，所以世人也称他为剑痴。整个炎黄界，若说对剑的理解，他陆晨说第2，就没人敢说第1。好剑，但需以滴血运养。陆晨满意收起了锈断剑，走出房间。一出门，陆晨就被眼前的景色惊住，山峦叠嶂，云雾缭绕，宛若仙境。魔域并非如传言中那般黑气缭绕，怨灵冲天，环境其实和灵域并无多大差别，甚至魔灵的外形和人族也一般无二，只是魔灵修的是魔道功法，大多都与人族大道相背而驰。其实魔和人的最大区别是理念不同而已。大道之争便是理念之争，而且魔域被结界牢笼所困，虽然强大，却也很难走出魔域，前往灵域兴风作乱。即便有，最后也会被灵域强势镇杀东晋南魔西闽北妖中灵。当今炎黄界以灵域为尊，这句话并非是随便说说的，而是灵域是真的强。但魔域若没有结界牢笼的话，也确实有跟灵域叫板的实力和底蕴。陆晨身为剑域之主时，也没少镇杀过通过结界漏洞降临灵域的魔域高手。既然老天再给我活一次，那就好好珍惜。这一世不会再为谁而活，只为自己活。陆晨凝望四周，发现这里是一处山中小院，位置极为隐秘。八女将自己雪藏在此，显然不想被魔女宗的人发现，尤其是发现陆晨还能促进他们修行后，更不可能将他交出去。这8天以来，八女轮流来与自己修行，今天轮到林英师姐，其余7女则执行巡逻任务去了。所以陆晨现在完全是自由之身。他找了一遍小院，结果发现小院根本没吃的，连食材都没有。显然这些魔女平时的心思都在修行上，对吃食根本没放在心上。太饿了，这样下去我真的会被活活饿死，得想办法去搞点野味。陆晨已经太久没有过饥饿的感觉了，前世他早早登临绝顶，修为境界登峰造极，身体可以自主吞食天地灵气，自然不会有饥饿感。但此刻他只不过是一名小小的魔役，8天不进食，又没日没夜的操劳，再加上刚刚连着突破2小境，陆晨现在只饿得头眼昏花。
我要吃，我要吃！陆晨此时快速地冲下山去，但这里是魔女宗第9峰的边缘地带，由于地域的特殊性，极少见到有猎物。魔女宗共有9峰，范围极其巨大，单是陆晨所在的第9峰，方圆就有100里，主峰高耸入云端，四周有小峰环绕。陆晨现在所处的就是第9峰边缘地带，也是与外界的交接区域，只能离开魔女宗范围找吃的。陆晨忍着饥饿，冲出了魔女宗地狱。这里不是原主之前来采药的地方，这片树林有不少魔兽。陆晨手持袖断剑，快速冲入树林。这片树林其实很危险的，但现在陆晨管不了那么多，他快要饿疯了。陆晨，你竟然没死！但这时一阵娇呼声响起，陆晨看到有一行人竟然藏在这片树林中，为首是一个大美女，胸口肿胀，大魔士境修为，身旁还有8名女魔役。陆晨认得此女叫李玉，天魔药宫第9女宫的一个采药团小领头，平时没少欺负原主。天魔药宫与魔女宗相邻。李玉，有吃的吗？我要吃的。陆晨看到熟人，心中大喜，有现成吃的，他就没有必要急着去搞野味，先垫垫肚子。陆晨，你这小废物，胆子竟然这么大，敢向我要吃的，不会是饿疯了吧？李玉此时也从吃惊中回过神来，嘲笑道：不管是不是，李师姐，这次我们发了。长老有令，找到陆晨并带回袖断剑者赏1000万铜钱。悬赏通告上说，陆晨偷到天魔药宫的袖断剑，罪不恕，我们可以将他的人头和袖断剑带回，亦可领赏。这次我们守在这里6天，原本不抱任何希望，毕竟外人踏入魔女宗地狱，要么失去功力，要么化成人干，可谁曾想到陆晨不仅活着，还自己送上门来。李师姐，此子看着还挺俊俏的，可否交给姐妹们玩一圈再杀？其余8名女魔役将陆晨围起来，一脸淫笑的叫道。可陆晨根本不理会他们，看到地上有还在烤的魔兽肉，直接一把抓过，也不管有没有熟透，就如恶鬼投胎一般吃了起来。哈哈哈，妙哉！但一会我要先玩。陆晨，你就吃吧，尽情的吃，你让我们赚了1000万钱，我们就让你当个饱死鬼又何妨？李玉大笑起来，声音娇媚无比。魔女宗第9峰边界小树林处，陆晨很快就将所有的兽肉都吃完了，可他还是觉得非常的他感觉到自己刚刚吞下的兽肉竟然快速的被分解，化成能量涌入魔海丹田，流转全身，定是身体出了问题。此刻陆晨已经意识过来，但不管是什么问题，先填饱肚子再说。李师姐，还有吃的吗？都给我拿出来！陆晨叫道。李玉等人没想到曾经的废物小魔役竟敢跟他们这般说话，同时也被陆晨的吃相吓了一跳。刚刚那兽肉可是他们9个人的食量，结果3两下的就被陆晨吃个精光，肚子也没有被撑饱。疑惑归疑惑，但李玉众女依旧是陆晨为一只随脚可以踩死的蚂蚁，可肆意的玩弄。陆晨给脸不要脸，我决定不玩了，直接动手杀了他，只取人头和袖断剑。李玉冷喝道。闻言，3名女魔役随从狞笑着，举起包裹着魔力的拳头轰向陆晨。这3人都是巅峰魔役，一拳之力拥有数百斤，拳风扑面，刚猛有力。砰砰砰！但下一刻，出手的3名巅峰女魔役被打飞，身体撞在巨树上，而后滑落倒地，随后又喷出一口鲜血。怎么回事？这……李玉等人傻眼，他们都没看到陆晨出手，3位巅峰女魔役就被打残了，此时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陆晨，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李玉一行人满脑子疑问。李玉，你虽然要杀我，但我陆晨心善，暂时饶你们一命。不过，为防你们逃走，得把你们的腿打断。陆晨淡淡的说道。随后，咔嚓咔嚓咔嚓，一道道腿骨断裂的声音响起，伴随着还有一阵阵惨叫。李玉看到自己的手下一个个被陆晨踩断双腿，倒在地上发出哀嚎。陆晨，你什么时候达到了巅峰魔役境的？而且巅峰魔役怎么可能这么强？李玉声音颤抖，哪怕他是巅峰大魔士，可也做不到这么快的废掉8位巅峰魔役啊！你的问题太多了。陆晨摇摇头，走向李玉。我娘叫李倩，天魔药宫第9女宫的执事，你敢？咔嚓！然而李玉话未说完，陆晨已手握袖断剑，随手将巅峰大魔士境的李玉双腿敲断。啊！李玉抱着双腿在地上打滚，发出惨叫。巅峰魔士面对巅峰魔役，竟不堪一击。这个世界怎么了？李玉此刻已经在怀疑人生，却不知陆晨前世是剑狱之主，魔宗之下，
跨一个大境界秒杀对手乃是理所当然之事。陆晨打断所有魔女的腿后，将她们身上的衣服全部扒光，丢入篝火中烧了个一干二净，接着又将她们身上的财物搜刮一空，最后用搜刮来的几颗魔兽晶核在四周布局了一番。做完这些才开口道：李玉，你们想活命就给我听好了，这段时间就在这里好好给我烤肉。我在四周布置了禁制，生灵可进不可出，一旦强行走出，后果如他。说着，陆晨一脚将一名光溜溜的女魔翼踹飞出去。噗！这名女魔翼在离开一定范围之后，直接爆成一片血雾，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碾碎了。我现在很饿啊，心情不好，千万别惹我。陆晨认真的说道。我出去一趟，回来后必须有熟肉吃。最后，陆晨留下这句话就走了出去。陆晨走出禁制之地，却没有发生任何事，但李玉一行人却不敢赌，而且他们现在身上光溜溜，没有篝火驱寒，根本活不过一个晚上。这片地方温差极大，晚上可达0下的温度，魔将境下不穿衣服，没有取暖物，一个晚上绝对僵了。快烤肉，等这个煞星回来，吃不到熟肉，我们都得死。求生本能驱使下，李玉快速收拾情绪道：李解师，陆晨变得如此可怕，难道这段时间有了奇遇？我看他完全像是变了个人，好可怕，只能先按他的要求去做，保住性命，等其他队伍也找到这里，我们就有救了。但是陆晨怎么变得这么能吃？一群光有的秀丽魔灵女修围着篝火，拖着断腿，一脸不情愿地烤着肉。这一幕看起来极其香艳，但对于被8女轮流折磨了8天并饿到极点的陆晨来说，提不起半分兴趣。而才过去一炷香，砰！一头巨大的魔蛛被丢了进来，落在李玉众女面前。这是一头2阶巅封禁的魔蛛，以防御著称，但它却是被一剑割喉，放光了血。李玉惊呼，随之看到陆晨走来。处理好，继续给我烤。陆晨将烤架上的肉取来，一边吃一边命令道。陆晨此时感觉自己的魔海丹田就像是一个无底洞，之前应该是被封印着，但在修炼了9节阴阳功后，这个封印像是被打开了，需要无尽的能量来填充。现在无论陆晨吃多少都会觉得饿，因为吃下的食物瞬间就会分解成能量，被魔海丹田吞掉。如果我不能持续保持进食，这魔海丹田恐怕很快就会吞噬我本身的血气，原主这具身体肯定被人动过手脚。陆晨神色有些凝重，以他这种情况，按理说以一些特殊顶级的丹药可以快速填满魔海丹田异变的需求，但陆晨现在处境，先不说弄不到顶级丹药，以他现在的境界修为，也根本无法吞服顶级丹药，唯一的办法只能通过不断的进食给魔海丹田输送能量。陆晨只能吃，他很快就将李玉众女之前烤好的肉吃光，但也仅是让饥饿感没那么强烈而已。我出去继续猎杀魔兽。陆晨看都没看这些秀丽裸女一眼，留下这句话，再次离开。接下来的时间，陆晨不断地将一头头魔兽猎杀回来，李玉众女只能光着身子疯狂烤肉。而让他们无比绝望是，他们确实等来了别的寻找陆晨的队伍，但最后这些人也变成他们这样，光着身子拖着断腿围着篝火给陆晨烤肉。这些人不仅救不了他们，还让他们的烤肉队伍不断壮大，且这些人都是来自天魔药宫第9女宫，宫中全是女人。终于不饿了，足足进食了1天，陆晨体内的饥饿感才消失。轰！与此同时，他的魔海丹田突然震荡，开始迎来了他的变化。陆晨盘腿坐在一座小湖旁，运转着9节阴阳功，体内的魔海丹田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仿佛某种封印枷锁突然被解开了一般。魔海中有无数魔影浮现，各种异象纷呈，但很快无数魔影被一道漩涡所吞噬，最后这些魔影汇聚成一点，化成了漩涡最中心的一个黑点。黑点此时在以极其疯狂的速度吞噬着魔灵之力。小魔士进了，陆晨发现自己竟在不知不觉间又突破了。这是魔眼，魔灵之力产生的地方，一切魔灵之力被漩涡吞噬，再经魔灵之眼吐出，便可成为自己可驱使的力量。境界越高，魔眼就会不断的壮大蜕变，据说到达极高的境界后，黑点还能化作魔丹、魔鹰。目前这魔眼还是魔气化，代表着小魔士境，只是我这魔眼有些不一样，似乎可以吞噬一切属性的力量。陆晨运转功法时，竟然将周围一切属性的能量吞噬过来，身前3米直接就化成了真空。而陆晨本身就像是一个吞噬一切存在的黑洞，原主陆晨的记忆似乎有缺失啊，10岁前的记忆竟是一片空白。陆晨心中满腹疑问，他突然发现自己重生后，无论是前世的自己还是园区，都充满了解不开的谜团。前世自己为何毫无征兆地被挚爱心妻杀死？为何会重生在魔域的这具同样叫陆晨的魔灵身上？这一世原主陆晨的魔海丹田为何有封印？
10岁前记忆为何缺失？绣断剑到底是什么来历？天魔药宫为何要夺取？陆晨知道现在多想无益，当下最紧要的还是想办法尽快提升实力。这个世界无论身在何处，拳头硬才是道理，弱者只能任人鱼肉，被主宰生死。陆晨起身就要离开。陆晨，他果然在这里。看来李玉那小贱人传来的消息不假。一阵兴奋的声音传来，陆晨看到一行女子飞身过来，将他团团包围。那是绣断剑，出手斩下他脑袋，夺取绣断剑便可得1000万钱，这可是踩10辈子药都赚不到的钱。16个魔女，修为境界最弱为小魔士，最高为小魔师。原主陆晨也是出身天魔药宫，自然认得眼前这些女子乃是终极采药团的人，来自天魔药宫第9女宫，实力远在那些初级采药团上。这些女子一发现陆晨，便急不可耐地出手，要斩下他的脑袋。1000万铜钱的悬赏，对于他们来说，诱惑实在是太大了。看来我的位置已经暴露。天魔药宫看上绣断剑，只怕也是发现了此剑不凡。原主陆晨的记忆中，绣断剑似乎是祖传的。陆晨握住了绣断剑，面对四面八方扑杀过来的魔女，眼神早已变得冰冷。前世他身为剑域之主，修法无数，但这些功法并不适合魔修者，所以他只能修习原主记忆中的魔功。但原主陆晨记忆中只有可怜的3门基础魔功，分别是飘雪剑法、追风步、黑虎拳。通过1天的猎杀魔兽后，陆晨已将3门基础魔功融会贯通，修至究极。此时绣断剑在手，功法运转，陆晨发现自己与绣断剑之间有种血脉相连的感觉。魔海漩涡中的魔眼快速旋转，释放出庞大的魔灵之力，涌入绣断剑，绣断剑散发白蒙蒙的寒气。雪飘人间，陆晨出剑配合追风步法，身影如同风中飘絮，飘忽无定，神鬼莫测。剑芒破空，方圆10米，仿佛瞬间化成了极寒世界，一道道身影被冻结定格，只有陆晨的身影还在闪动。他手中的绣断剑拍击在这些女子身上，随之砰砰砰，这些女子全部爆开，化成一地的血色冰渣。一行16人的终极采药团团灭，陆晨感觉到绣断剑似在吸收着这些陨落魔灵的血气，变得有些许不一样了。李玉将消息传了出去，是时候做个收尾了。陆晨快速地清理战场，收取他们的储物袋，然后迅速返回李玉众女所在的烤肉点。与此同时，烤肉点处，李玉一众裸女还在疯狂的烤肉。陆晨这个煞星猎杀的这些魔兽，我们平时都需要多人围攻，即使如此，都有人受伤，他却丝毫无损。还有他的胃口也太大了，吃这么多肉都没饱，他是恶魔转世吗？嘘，小声点，你们不想活命了吗？这次我们也确实倒霉，没想到陆晨已变得如此的强大可怕，我们偷鸡不成蚀把米。李玉，都怪你，传来的消息误导了我们。篝火旁，一群裸女白花花的围成一圈，此时都在责怪李玉。李玉很想反驳，是你们受不住诱惑，都想拿1000万悬赏，怪得了谁呢？诸位莫急，我早已经动用秘密手段，将消息和定位传出去，很快就有我们天魔药宫的真正大手高赶到。而且我娘叫李倩，她会亲自前来救我。李玉赶忙说道，生怕这些人太过激动，忍不住将自己群殴致死。什么？你娘叫李倩？若是女宫的李倩只是亲自前来，我们就有救了。李师姐，刚才是我们唐突了，竟不知你娘是李倩，若能活着出去，必当面向您赔礼道歉。天魔药女宫众女此时大吃一惊道，我娘到了。李玉这时狂喜叫道，他声音落下，一阵狂风吹过，篝火摇曳，随之一名娇艳的中年妇人飘然入场。同时陆晨布局的禁制也在瞬间崩溃。陆晨返回到烤肉点，一群裸女还在烤肉，表面一切如常。好了，我陆晨心善，你们可以走了。陆晨从储物袋中丢出一堆衣服道，陆晨，你想让我们留就留，走就走，你把我们当什么了？陆晨，你打断我们双腿，让我们脱光衣服，如此羞辱我等，这是你以为这么容易过去吗？然而这些女人不仅没走，反而硬气地叫道，这么说你们不愿意走了？陆晨淡淡地道，不仅不走，我们还要你项上的人头和断剑。动手！一群本来被打断双腿的女修，此刻竟突然腾空飞起，从雪白的大屁股下抽出武器，杀向陆晨。陆晨，你想不到吧？我娘李倩来了，用续骨丹，为我们续上了断腿。现在你的死期到了。李玉完全不顾硕大胸口的颤动，在旁得意的大笑道。在他背后，一个娇艳妇人缓缓走出，她身上散发出巅峰魔师境的气息。陆晨发现自己所布的禁制被破坏后，便知道这是一个陷阱，但这又如何？曾经的剑域之主，
只要手中有剑，便可一战面对四周扑杀过来的众裸女。陆晨踏出追风步伐，飘忽而逝，众女的攻击全部落。噗！而此时，陆晨出现在一名巅峰魔视境的裸女身后，一拳轰出。黑虎掏心，拳头之上如有一头黑虎啸山林，充满刚猛无匹的拳劲。砰！这名巅峰魔视境的女修前胸心窝一突，心脏炸成一片血雾，胸口瞬间出现一个拳头大的血洞，当场身陨。陆晨，他不是天魔药宫有名的废物吗？为何变得这么强？中年妇人李倩站在一旁，冷冷低语道。陆晨表现出来的冷静、杀伐果决以及强大实力，着实让身为天魔药宫女宫低等执事的李倩有些意外。娘，陆晨出来前明明只是小魔一境，现在却已经是小魔视境，而战力远超同阶，他定是得到了某种奇遇，也许与那把绣断剑有关。李煜说道。别打那绣断剑的主意，无论陆晨是不是因此变强，绣断剑是天魔药宫志在必得之物，不是我们所能直染的。能斩下此子脑袋，夺取绣断剑，领取1000万铜钱悬赏，已经是我们身份实力所能获取的极限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看陆晨这样的废物，他配拥有绣断剑吗？在天魔药宫这样的庞然大物前，他就是一只蝼蚁。李倩负手而立，淡淡开口，一副指点江山的样子。他并没有急着出手，而是在观察陆晨。陆晨此时身影飘忽，每一次断剑斩出，便有一颗美艳的脑袋滚落。好高明的身法，但怎么看着有些眼熟？李煜有些疑惑地道：“这是我们天魔药宫的基础身法追风步。”陆晨此子竟将此法修至了究极大成境。李倩此时的脸上已经没有了初时的轻松，神情开始变得凝重起来。追风步，究极大成，这怎么可能？传说中只有创造此法的魔祖可以做到。可陆晨，他是个废物啊！李煜难以置信，他甚至有些怀疑人生了。难道废物的是我们自己？也许那把绣断剑与那个人有关，陆晨因此才有些感悟。但不管什么原因，我们与他之间已是死敌，趁他还是一个小魔士，必须扼杀，若不然待他成长，将来定不会放过我们。李倩沉声说道，一步一步踏入场中。恐怖的巅峰魔师静气息在蔓延。李倩，他要出手了。而场中，陆晨脚走追风步，每次飘忽就有一名裸女被斩杀，50多人围杀，愣是连陆晨一片衣角都没碰到。现在已经被斩杀20多人，愚者无不胆颤心寒。李倩执事，还请出手诛杀陆晨，救救我们！悬赏和绣断剑，我们绝不敢只染分毫。余下30名赤裸女魔修开始向李倩求救。陆晨感受到了来自李倩这位巅峰魔师境的威压，但李倩却迟迟没有出手。李倩大人，救命啊！场中的女魔师们急了，你们口上虽说不会与我争绣断剑和悬赏，但我还是对死人比较放心。何况由你们来消耗陆晨的力量，我又何乐而不为？李倩的神念已经锁定陆晨，但就是没有出手。李玉兴奋叫道：“娘，就该这样，等这些贱人死光再出手。”噗噗！就在李玉说话的时候，又有2女被陆晨斩杀。陆晨，别杀我！你刚才说过你心善，可以放我们走。现在我们改变主意了，我们现在就走，绝不与你为敌。我们甚至可以做您的女奴，只求放过。见李倩迟迟不出手相救，众女修只能苦苦哀求起陆晨。陆晨笑了，可是我现在也改变主意了，我要杀光你们，一个不留。说话间，剑势陡然变得凌厉起来，神色也是万分冰冷。我是心善，但不是做慈善，机会给过你们了，你们却没一人珍惜。既然开始不走，那便统统留下。陆晨全身散发着寒气，手中绣断剑在颤动着。随后陆晨一剑划出，雪漫千山，此为飘雪剑法中的第2招。正常情况下，作为基础剑法，此招威力有限，但此时在陆晨这位灵域昔日的剑域之主手中，发挥出究极大成的威力。只见剑势铺开，如同漫天飞雪席卷群山，看似轻柔，却暗藏无数细碎如雪的剑气，笼罩身前20米。噗噗噗！余下近30名女魔士瞬间被飘雪剑气射成筛子，身死当场。雪漫千山这招基础剑法我也会啊，但这威力和范围怎么是我10倍都不止？这还是雪漫千山剑招吗？如果自己的雪漫千山是1级，那陆晨的就是10级。李煜此刻被打击的再次怀疑人生。以前他天天喊陆晨为废物，更是见一次羞辱一次，现在才发现原来废物是自己。不止如此，这等群杀技能如此大范围的释放，他竟然还有余力。陆晨魔灵之力的浑雄程度有些超乎想象。李倩神情越发凝重，李煜也没了初时的嚣张。这处地方满地女尸，陆晨踩着裸尸
脸色虽然苍白，但散发着凌厉的杀气，宛如一柄锋芒毕露的宝剑。趁他病要他命，娘，趁陆晨虚弱，赶紧出手解决他。李煜此时有些慌，不由得催促起自己的老娘。他娘李倩乃是天魔药宫女宫一名低等执事，巅峰魔师境的存在，管理着一座药园。平时在一众魔役前，他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但此刻面对陆晨，即使有他娘李倩在，李煜依旧感到了不安。小女莫慌，陆晨虽强，但不过强弩之末，区区小魔士，你老娘我手到擒来。李倩开始装不对，应该是终于出手了。她一步踏出，四周残叶卷起，气势如同江海叠浪，层层升高。身后片片魔刃浮现，足有18把魔刃，千层浪斩。李倩一挥手，身后18把魔刃如同飞羽般射向陆晨。不得不说，李倩此时打斗的逼格很高，以气御刃，动作漂亮。18把魔刃飞出，断去陆晨所有退路，避无可避。娘亲威武！陆晨一死，绣断剑到手，我们家就发达了。娘亲加油！李煜此刻已经在做富二代的梦了，毕竟只要他老娘斩杀掉陆晨，就能得到绣断剑，领取1000万铜钱的悬赏。1000万铜钱对于他们家来说也是一笔惊天巨款了。小玉看好了，御刃术乃是我们李家的家传绝学，以气御刃，隔空杀敌。将来你继承此术，更要发扬光大。李倩此时还秀了起来，把杀陆晨的过程变成了教学局。陆晨刚才表现的实力超绝，显然远胜一众巅峰魔师，但李倩乃是巅峰魔师，自认为动用家传绝学斩杀陆晨还不是手到擒来。娘亲的御刃术出神入化，登峰造极，女儿佩服啊！李煜忍不住吹捧道。陆晨身处其中，踏出追风步，快速闪避，但18把魔刃像是锁定他一般，紧追不舍。陆晨，没用的，你可知刚刚我为何迟迟不出手，就是因为我以魔翼标记你，一旦被标记，18把魔刃不斩你，誓不罢休。这就是我李家的御刃术，不取敌命，不回鞘。李倩隔空操控着18把魔刃，显得轻松惬意，更有一种居高临下，以审视的姿态看着陆晨这只蝼蚁，仿佛随手可以主宰其生死。陆晨深陷其中，神色却未见一丝慌乱。前世身为剑域之主时，修行无数功法，如今众生成魔，虽无法使用，但那种意识感悟都在。仅看一眼李倩的御刃术，他便已看出一些门道，再通过对战稍加研究，就已了然于胸。以魔翼蕴养魔刃，达到心意相通，便可以气御刃。若我以更强的魔翼抹去魔刃上的魔翼，便可反客为主。但如此做，前提是要拥有极其强大的神魂之力。恰好我重生过来，什么都弱，就灵魂异常强大，远超他人。陆晨估计自己的神魂之力水平，目前至少也巅峰魔将级别，而李倩只是巅峰魔师。御刃术吗？我也会。此时，陆晨突然停了下来，不闪不避，任由18把魔刃射向自己。陆晨，我李家御刃术从不外传，你若会，本美女表演倒立吃屎喝尿给你看。李煜大声嘲笑道，完全不顾自己是一个美女的形象，甚至不顾自己现在还光着身子。玉儿所言甚是，陆晨死！李倩双手捏动手诀，18把魔刃竟然聚合在一起，化成一把巨大的魔刃，斩向陆晨的脖子。定！但这时陆晨淡淡吐出一字，那魔刃堪堪在距离他1毫米处停了下来。这什么情况？李倩此刻俏脸变色，随后在他惊骇的目光中，魔刃竟然缓缓掉头，指向了他。他努力尝试着与18把魔刃沟通，却发现意识如泥入海，毫无反应。抹除！陆晨却淡淡开口。李倩身体猛然一震，一口鲜血喷出，脸色变得苍白如纸。不，我的魔翼烙印被抹除了。这怎么可能？陆晨，你究竟对我的魔刃做了什么？李倩惊恐尖叫。此时此刻，她哪里还有初时的居高临下，只有无尽的恐惧和绝望。面对陆晨，如同见到了从远古走来的洪荒猛兽。但陆晨终究没有回答他，双指并拢，指着李倩轻轻一划，18把聚集在一起的魔刃便如流星破空，从李倩的脖子上错身划过。噗！一颗好大的脑袋掉落，滚到李煜脚下。此刻李煜低头，恰好看到娘亲圆瞪的双眼，脸上还凝固死前恐惧和绝望的表情。接着一股热流涌动，李煜他被吓尿了。无需道理，他也尿了。你李家的御刃术确实不错，若有强大的神魂支撑，此术有无限潜能。你们所习应该只是残法，看来你李家祖上应该也风光过。直到此时，陆晨的声音响起：陆晨，你是魔是鬼？你怎会我李家的御刃术？李煜双腿发抖，声音发颤地质问道。
此刻他看向陆晨的目光完全不同了，因为对方说的一字不差，他娘亲也告诉过他，他们李家祖上无比强大，以一手御刃术横扫四方，称霸百万里，鲜有敌手。只是后来李家没落，李家族人也散落魔域四处，御刃术也被拆分为很多部分，变得残缺，威力大减。他们一家是曾经霸主李家的其中一个分支，可陆晨一个外人竟然也了解这些，他难道真的可以通晓鬼神之道？这有何难？略加研究便可通其原理。不过若想真正发挥出御刃术的威力，还是得寻得完整的。你们李家还有没有别的知族亲戚？陆晨随口问道。你想做什么？李煜此时很想逃，但对方已经掌握了他的家传绝学御刃术，甚至境界还远在他之上，连娘亲都被陆晨以他们李家的家传绝学反杀了，他若逃跑只会死得更快。我觉得此术不错，自然是想凑集出完整的御刃术。至于你要表演倒立吃屎喝尿，我毫无兴趣。陆晨淡淡的说道。我不知道。李煜艰难的应道。然而他声音未落，魔刃飞过，一刀将他劈成两半。不知道，留你何用？陆晨摇摇头。咦，我怎么发觉我自己越来越像魔了？陆晨这时才反应过来，他发觉在自己貌似还挺适应当魔的。要尽快离开这里，往外走就是天魔药宫地盘，那绝对是自投罗网，返回魔女宗财是唯一生路。陆晨一边清理战场一边思索，但此刻他汗毛炸开，急速踏出追风步，闪离原地。砰！在他闪离瞬间，原来所立之地被一股可怕的剑气斩出一道深深的沟壑。刚刚他如果反应稍稍慢一丝，此刻必定已被斩成两半。嘻嘻，反应挺快的嘛，竟让奴家万无一失的一击落空了。这时一道娇媚入骨的声音响起，陆晨眼前一花，便看到一位绝绝尤物飘立在眼前。杨嫣，天魔药宫内门弟子，亦号称天魔药宫年轻一代三美之一。她长得确实很美，一袭水蓝色的轻纱薄裙勾勒出极美的身材，肌肤若雪，气质妩媚。此时正用一双勾魂的目光盯着陆晨。杨嫣内心确实有些小震撼，作为天魔药宫内门弟子，她身份尊贵，自然不会听说过陆晨这个低等若蝼蚁的小魔蚁了。若非是上面出了这等超级悬赏，他也许永远都不会与这样低等的小魔蚁有交集。而1000万钱的悬赏，即使是身为天魔药宫最得宠的内门弟子之一，那也绝不是一笔小数目。修行亦需钱，有钱便可以买到绝大部分的修行资源。杨嫣前来自是为悬赏而来，其实他来的不算迟，紧随李倩之后，只是他修为在李倩之上，且擅长隐匿，蛰伏暗中，根本无人能发现。杨嫣看了陆晨斩杀一众魔女和李倩母女的整个过程，但他并没有出手。魔域的世界，利益永远是第一位，悬赏只有一份。如果这些人不死，按天魔药宫规则，这些人发现追捕传递消息有功，都需要分取奖励，这奖励就从这份悬赏中细分出来。但若人死掉，那就什么也没了。在杨嫣眼中，哪怕是李倩都是低等的蝼蚁，死了就死了，他毫不在意。不过陆晨能够反杀李倩众人，还能避开他必杀的一剑，当真让杨嫣刮目相看。师姐也是为悬赏而来杀我的吗？陆晨看清女子的容颜后，神情变得前所未有的凝重。他自然认得杨嫣，或者说天魔药宫的魔翼人人都认得杨嫣，此女还是原主陆晨的心中女神。当然杨嫣也是天魔药宫所有年轻人心中的女神。原主陆晨平时自己解决时，心中想的对象就是她，可此刻的陆晨从原主记忆中了解到，此女修为高绝，乃是天魔药宫年轻一辈的佼佼者。而且从刚才那一剑看，杨嫣此女更是心狠手辣。你人头值200万钱，绣断剑800万，师姐最近手头紧，你要是能凑出这1000万钱，师姐也不是不可以饶你性命。毕竟长得这么俊的师弟，师姐可舍不得杀。杨嫣口口声声说舍不得杀陆晨，语气更是妩媚动人。但魔翼早已将陆晨锁定，每个细微的动作都蕴藏着惊人杀机。只要自己现在稍有一丝破绽，便遭受对方必杀的攻击。师姐，你也知道，师弟我只是天魔药宫一名小小魔翼，怎可能有1000万钱？陆晨一脸为难地道：师弟既然没钱，那就休怪师姐无情了。杨嫣说完便要出手。且慢，师姐，师弟钱没有，但可以卖身给您，绝对价值1000万钱10倍，不100倍都不止。陆晨叫道。这一次他是真的遇到了生死危机。陆晨现在完全可以确定，杨嫣至少达到巅峰凌军境，自己没有一丝胜算，甚至连逃命都没有机会。之前能避开那一剑，全是前世身为剑域之主的直觉本能，再来一次必死无疑。尤其是正面对抗，杨嫣一出手自己就得死。就你！
比1000万钱的100倍还值钱。师弟，你看师姐像个傻子吗？杨烟摇摇头，继续出手。师姐难道不好奇师弟我为何能在短短几天内就从小魔意境达到小魔师境吗？怎会拥有反杀李倩等人的实力吗？我可以告诉师姐，绝不是因为绣断剑，而是因为我有办法能让师姐在1天的时间内提升一个大境界。陆晨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语不惊人死不休，先唬住杨烟，保命再说。果然，听到陆晨的话，杨烟停下了手。他好奇地看着陆晨道：听你这么一说，我确实很好奇，如果不是靠你手中这把绣断剑，你是如何做到的？而且你说1天的时间能让我提升一大境界，1天一大境界，杨烟除了吃惊难以置信，更多是充满诱惑。师姐杀我，夺取绣断剑，得到悬赏，无非就是为了修行，可1000万钱恐怕也没办法让师姐快速突破，踏入魔王境吧。但我能。这一次我进入魔女宗地界范围没死，被他们掳走，然后你懂的，被魔女宗掳走的男人有多惨，我被他们轮流折磨了8天8夜。一般的男人被魔女宗享受后都是被杀死的，可他们不仅没杀我，还将我雪藏于一座山中别院，打算长期占有，一切只因他们在享用我后修为都有巨大的突破，1天时间从魔师境踏入魔将境。当然我知道师姐肯定是不会信我的话，那师姐完全可以将我丢入到魔女宗的地盘，看我能否安然无事。陆晨巧舌如簧，快速地说道：你走过去，此地本就是天魔药宫和魔女宗的交界处，出了树林就能踏入魔女宗地界。杨烟是不相信陆晨的，他之所言实是太过匪夷所思，但1天1境的诱惑又实在太大了。反正陆晨已逃不掉，可手到擒来，倒不如验证一下又何妨。杨烟心中暗道，有关魔女宗的行事作风以及魔女宗地狱的特殊，他倒是了解的。陆晨能被众女轮流8天8夜都没死，他有这么强？不是，我的关注点有些歪了，应该说陆晨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没死，还变强了，这就不是那个方面强的这么简单了。绣断剑入魔女宗地狱而不死，还能让人变强，如果都属实，那陆晨此子还真是有些让人看不透啊。杨烟越是深想，越觉得事情的神秘和复杂，而且他还有一个疑惑，天魔药宫悬赏1000万，主要是为了要陆晨的脑袋，还是绣断剑，或者是二者缺一不可？以前陆晨在天魔药宫时没对陆晨出手，显然也是突然得到的隐秘消息才发出这样的悬赏。杨烟这时已经和陆晨来到了魔女宗第9峰地狱边界处。师姐且看，我入此狱毫发无伤，但你看此男尸一入此时便化作干尸。陆晨这时竟然还从储物袋中丢出一具无头男体，细节感做得满满，尸体落地仿佛瞬间被大地吞噬干了血气水分等，变成了一具干脆面一样的干尸。而陆晨站在那里毫发无损，没受任何影响。师姐打生打死，辛苦修行，还不如与在下双修一场。师弟定助师姐破境。陆晨情真意切地说道。陆晨发现自己已渐渐融入魔灵这个身份，抛开了往日身为正道灵修者的枷锁，开始带入魔灵的思维模式。魔之行事需肆意妄为，随心所欲，行事张扬，狡诈多变，按前世那正派的思想，休想在这魔道乱世中活下去。就比如刚刚前世正派的陆晨定然是做不出卖身给杨烟之事，更不会为了活命自我推荐。而现在的陆晨刚刚若不这样做，早就成为了杨烟的剑下亡魂。当然这一套放在灵域那也绝对是行不通的，可在这里必须放飞自我，圆滑变通，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手段去存活，然后变强。在魔域唯有足够强大才有话语权，要不然永远就是别人脚下一只可以随脚踩死的蚂蚁。陆晨刚刚的话，如果是在灵域对一位大宗门的师姐说这样的话，换来的定是一箭穿心。可在魔域，杨烟嫣然一笑，并没有生气，反而似乎还真在考虑陆晨所说之事。你确定能助我1天破境？其实到了这一刻，杨烟已经信了一半，而且盯着陆晨的目光充满审视观察之意。她不同于灵音师姐众女，杨烟的身份背景更加高贵，所知的秘闻传说比八女多太多了。杨烟此时想起一本古籍提到过的10大宝体，其中真的有一种叫做阴阳无极的体质，为男子可拥有，此体玄妙莫测，任何与之欢好的女子都能获得惊人好处，最直接的就是可以助女修快速提升修为，突破境界。除此以外，若能长期与阴阳无极体的男子欢好，还能美容、驻颜，甚至延长寿元，壮大生机。若陆晨真是这样的宝体，那对他而言确实比他的脑袋价值100倍、1000倍都不止。师弟向师姐保证，若1天时间还不能助师姐破境，师弟就任由师姐处置，再无怨言。想必师姐也不在乎多等1天，若师弟真的没做到，再砍下在下的脑袋，
拿绣断剑去领赏即可。陆晨立刻保证道。这个时候能不能做到都必须做到，要不然就是死。既然如此，那我就给一次活命的机会。杨烟并没有扭扭捏捏，在魔域修行大于一切，何况杨烟此刻有些兴奋，似乎他比陆晨还急不可耐。若我短时间内能突破到魔王境，那天魔药宫第一传承弟子的身份未必不能争上一争。幽姬，我从小到大无论是美貌还是修行都从没赢过你，争什么都败于你，但这一次我有阴阳无极体相助，定可赢你。此刻杨烟心中暗暗自语，他的脑海中浮现的是一张高冷甚至比他还要美上几分的脸。师姐，此地动静不小，只怕魔女宗的人很快就会赶到。至于外面天魔药宫的人，应该也正有人过来。陆晨提醒道。天魔药宫地盘不能去，现在整个天魔药宫的人都在找你，要不是那些长老好面子，他们恐怕都忍不住亲自出手，但最终还是发布悬赏通告，以此历练门下弟子。至于这魔女宗地狱，倒是一处妙地，完全杜绝天魔药宫的男弟子进来的可能，所以我们要在边界寻找一处隐秘山洞隐藏起来，想必短时间内没人能发现的了。我有定修珠，在家处于魔女界边缘地界，功力所受影响应该不大。杨烟此时主动拉起陆晨的手，快速离开。魔女宗地界，山峰林立，他们很快在魔女宗边界寻到一处隐秘山洞，稍作布置后，杨烟突然出手制住了陆晨。此时陆晨穴位被封，动弹不得。师姐，你这是何意？陆晨问道。我不能完全信任你，防止你在修行过程中使手段。这男女之事，我虽是第一次，但我们魔域女子从来都是无师自通，这次我自己来。杨烟淡淡的说道。陆晨惊叹于魔域女子奔放，在灵域那是绝不可能的。前世他在和冷若雪结婚前还是一个雏呢，在交往过程他们之间也都只限于牵牵手拥抱一下这些亲昵动作，一切交往都发乎情止于礼。成为魔后，陆晨只想说一句，去他妈的。陆晨，我们开始吧。杨烟此刻竟然比陆晨还急不可耐，已经主动上手了。这一刻陆晨竟突然有一丝莫名的悲伤，他躺下来，一滴泪珠从左眼角滑落，心中只有一道叹息，再也回不去了。卢某人说过，很多时候如果无法改变被残酷现实强奸的命运，那就学着去享受吧。与此同时，一名绝美的白裙女子带着8位魔女宗弟子巡逻赶到事发地，林英也在女巡逻队中。除了绝美白裙女子，其余就是轮流折磨了陆晨8天8夜的8位魔女宗第9峰女弟子。林英师妹，你说陆晨突然变得生龙活虎起来，还把你撞击得晕死过去，难道这就是陆晨体质的特殊之处？但他不过是一个小魔役，能跑到哪里去？一名黑色劲装的成熟丰满女子暗中传音给林英道，她是9峰第1巡逻队队长李思思，也是当时第一个享用陆晨之人。此时李师姐还在回味无穷。李师姐，师妹可没骗你，你有没有发觉，我们8人中就我境界提升的最多，明显是陆晨在我身上最卖力了。林英此时暗中还不忘炫耀一番，像极了后宫争宠的妃子。可在这时，绝美白裙女子突然暴喝，天魔药宫的人，你们竟敢出现在这里，死！声音落下，剑光如同一道劈链斩向远处。噗，一道血光闪过，一名黑衣青年凭空出现，胸口多了一道伤口，但下一瞬间魔气流转，其伤口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瞬间愈合。魔女宗第9峰青瑶圣女的白炼剑气果然名不虚传。黑衣青年惊叹说道，天魔药宫第7药子罗杰，你的魔体再生功也确实不凡，但恐怕不如我的惊鸿锋利。青瑶持剑走出，便要继续出手。青瑶圣女且慢，我们只是找一个人，听说入了你们魔女宗地界。罗杰赶紧解释道，他倒是不惧青瑶此女，但这里是魔女宗边界，一旦魔女宗第9峰的高手赶到，他想走也走不了。男的女的？青瑶淡淡问道。男的。男人那就不必找了，入我魔女宗地界，皆成干事。但消息传回，此子未死，他是我天魔药宫悬赏之人。什么？未死？是，我认为他就藏在魔女宗地界某处。那你也可以滚了，因为这是我魔女宗的事了。如果圣女能找到此人，只需交出其首级和绣断剑，我愿出高于悬赏10倍的价格交易。这是传讯时，告辞。罗杰走的倒也干脆，待他一走，青瑶的目光如电般落在林英、李思思等8女身上。如实招来吧，罗杰口中的那个男人是谁？他在哪里？林英、李思思8位女巡逻此时皆是脸色惨变，他们很清楚，在魔女宗私藏男人，隐瞒不报那是极重之罪。我观你们气色，甚至身上还散发着男人遗留的味道，便可知定是你们将他藏了起来，并私自享用。但这些
又岂能骗得过我？青瑶继续说道。事情败露，林英和李思思众女知道，再也隐瞒不下去。于是李思思主动交代到，此人名叫陆晨，原是被我们藏在那处山中别院。那日我们巡逻，看到一队天魔药宫的采药人闯入我们魔女宗地界，我们都来不及提醒警告，那些采药人就都变成了一具具干尸。可唯独这陆晨竟安然无恙，丝毫无损。于是我们便出手将他拿下，带回山中别院。原本打算我们姐妹享受一番后再上报的，但没曾想，享用陆晨后，我们的修为大增。和陆晨在一起，一天至少可以提升一个小境界。李思思本来还想讲下去的，但青瑶也被震惊到了。难怪你们的修为短短时间内整体提升了一个小境界，正常情况下，你们要提升到小魔将境，至少还需2个月的时间。尤其是林英，你竟然连破2个小境界，达到了终极魔将境。青瑶盯着林英道，其实他早就发现了众女的异常，只是想不到竟是因为一个可以在魔女宗地界正常存活的男人而发生的变化。林英脸色羞红地道，圣女，我只是被那陆晨特殊照顾了，最后我晕死过去，醒来后修为就达到了终极魔将境，但陆晨也不知所踪。不过他一个小小魔翼应该逃不到哪里去，外面天魔药宫的人在通缉他，都对他虎视眈眈，唯有待在我们魔女宗地界才是安全的，所以他现在必然是藏在魔女宗地界某处。林英在8位女巡逻中年纪最小，但也是最聪明的，此时分析道。青瑶圣女很快平静了下来，此事我需亲自向封主汇报，你们想尽一切办法寻到陆晨，但切记绝不可声张。青瑶快速地做出安排道。是，圣女。这片地界我们最熟，陆晨他逃不掉。李思思保证道，他必须抓到陆晨，好将功抵罪，若不然事后定会被责罚。有消息立刻传讯我。去吧。青瑶圣女挥挥手，随后向此地最高一座山峰飞去。魔女宗地界隐秘山洞中，陆晨此时已经完全放弃了抵抗，任由杨烟去折腾，而他则默默运转9节阴阳功，快速提升修为。这种功法第一次效果最好，陆晨几乎是瞬间冲破了小魔士境，达到了大魔士境，而突破还在继续，最后达到巅峰魔士境，甚至冲击小魔士境也未必不可。陆晨，没想到你真的还有如此妙用。快了，我马上就要突破，踏入小魔王境。这个境界壁垒正常情况下至少要困住我1年，没想到现在3天就要成功了。幽姬，这般下去用不了多久，我定有与你一战之力。杨烟虽是第一次，但他无师自通，然而他却不知自己的修为在快速提升的同时，陆晨的修为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在提升。师姐，只要你满意就好，我都行。陆晨已经适应了当下的情况后，师弟我要突破了。杨烟这时突然尖叫一声，随之他身上魔力滚滚，恐怖的气息的弥漫，仿佛有什么强大的存在在杨烟的魔海丹田处凝闭结。是魔王丹，达到魔王境的标志就是凝聚出魔王级魔丹。此时魔气凝丹，密度体积更大，可以容纳的魔气量就更加惊人，而魔丹的密度越高，说明境界越高深。杨烟表现出的状态表明，他已从巅峰魔君境突破到小魔王境，而陆晨此刻也得到惊人好处，一举将境界推到了巅峰魔士境。他们在这隐秘山洞已经3天3夜了，杨烟也整整折磨了陆晨3天3夜，但阴阳无极体和9节阴阳功的逆天就体现出来了。陆晨精气神越来越饱满，生龙活虎，杨烟则早已不行，进入短暂的闲者时间。陆晨，我需要在此闭关修行，此地4周我下了禁制，你切莫乱走，你只可以活动在附近1里范围之内。杨烟提醒道。师姐放心，师弟明白现在的处境，出去只有死路一条罢了。陆晨认真地道。陆晨，你知道就好，以后跟着师姐，你助我修炼，提升修为，我便护你周全。杨烟说罢就进入修行状态中，他要趁热打铁，一举冲击大魔王境。陆晨此时也不急着离开山洞，也在一旁运转功法。突破了，达到了小魔士境。感觉到魔海丹田处气窝中心的黑色魔眼扩大了10倍不止，像一个黑洞一样吞噬着涌入魔海丹田处的魔灵之气。而陆晨运转功法，黑洞震颤，比以前往强大10倍的魔灵之气涌出的速度也快了数倍不止，短短3天就达到了小魔师境。看来这魔女宗确实是我的福地，但还是太弱了，需要更快的变强。陆晨依旧有一种紧迫感，他起步太低，要追上那些高手，真正在魔域拥有一席之地，能够做到自保，就必须不断的双修。魔女宗皆是女子，而且高手众多，若将来能与封主级的人物修行，我的实力定可突飞猛进。陆晨思索起来，他现在完全是以魔道的思维进行思考，灵域那套在这里行不通。看着杨烟在闭关，陆晨觉得
自己不应该在这里浪费时间，而是应该主动去找魔女宗。他们定然不舍得杀自己，反而因为自己的特殊性会暗中将自己供起来。杨烟暂时不行了，自己必须寻找更多的修行对象。想罢，陆晨便悄悄地离开了山洞。你就是陆晨。然而陆晨刚走不远，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洞中闭关的杨烟娇躯猛然一震，一口鲜血喷出，脸色苍白如纸。第九峰峰主赵婉月，他怎么寻到这里来了？杨烟惊恐异常，如果被对方发现，定不会放过他。陆晨的眼前飘立着一名蒙着面纱的高贵宫庄妇人，对方并没有刻意散发出强大的气息，但恐怖的气场已经笼罩这方天地，方圆10里皆在他的领域之中。这至少是魔尊级的人物，整个第九峰能达到魔尊的，除了峰主，别无他人。但是这样的人物怎会知道自己的存在？难道是林英他们？陆晨心转如电，弟子正是陆晨。听对方口气，似在寻找自己，而且在这样大人物面前逃命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彰显自己的价值才是唯一的活路。我乃魔女宗第9峰峰主赵婉月，你可愿随我上山？赵婉月开门见山地问道。当然他也在观察审视着陆晨，若真如青瑶说的这么特殊，陆晨是亿万无一的阴阳无极体，那我将至的魔圣大劫或许可渡。赵婉月心中暗道，弟子正被天魔药宫悬赏追杀，无处可去，峰主若愿收留弟子，自是求之不得。陆晨应道，我魔女宗自立宗以来皆为女子，没男子可踏入此地界，你是第一个。但我魔女宗并没有规定说不允许男弟子入宗，所以你若随我上山，便需加入我魔女宗，成为我第9峰的弟子。从此以后，以我魔女宗利益为出发点，生是我魔女宗的人，死是我魔女宗的鬼，你可想好了？赵婉月又问道。山洞中，杨烟此时瑟瑟发抖，他确实达到了魔王境，算是魔域中的佼佼者了。可在一位魔尊级的峰主面前，那便是一只随手可捏死的蚂蚁。这个时候，他生怕陆晨会泄露自己的藏身地。此时，杨烟想的已经不是如何占有陆晨，提升修为了，他现在只想保命，祈祷自己千万不要被赵婉月发现。我想好了，我愿加入魔女宗地。陆晨神色坚定地道，能成为魔女宗正式弟子，以后背靠魔女宗，何乐而不为？在魔域，单靠一个人，没有背景势力，很难走远。以前他在天魔药宫只是一名低贱的魔剑，根本没有身份地位可言，但成为魔女峰第9峰正式弟子可不同，而且由峰主亲自带入门，其身份自是不同寻常。陆晨大概也能猜到峰主的目的，想必自己的存在对他有价值。有价值就对了，没价值还想别人对你无私奉献无私爱啊？那就随我走吧。赵婉月拂袖一卷，陆晨的身体就不受控制的飘飞，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向第9主峰飞去。隐秘山洞中感应到赵婉月离去，杨烟松了一口气。虽然陆晨被带走，他感到有些可惜，但好在赵婉月没发现自己，保住了性命。今日看在陆晨面子上，饶你一命。现在立刻马上滚出魔女宗地界。然而就在杨烟暗感庆幸之际，赵婉月冰冷的声音在他的识海中炸开，差点让他当场歇菜逃。杨烟冲出山洞，急速向外逃走。这一刻他才明白魔尊大能究竟有多可怕，自己在对方的领域之内完全就是无所遁形。可笑自己还以为对方没有发现自己。赵婉月说是看在陆晨的面子上，饶自己这一次。那我是不是还得感谢陆晨？确实该谢谢他，短短3天我就完成了突破，提前1年踏入魔王境。而且陆晨那方面真的好强，希望将来还有机会再见。杨烟此刻回想着之前的快乐，心中有些复杂。感受过陆晨的好后，其他男人从今往后再也入不了他的眼。杨烟眼看着就要冲出魔女宗地界，但这时一道身影拦在了他的前方，9峰圣女青瑶。杨烟脸色微变，你想干什么？峰主已让我走，难道你要拦我？杨烟此时并不想和青瑶对上，这毕竟是魔女宗地界，他没有一丁点的优势。青瑶圣女高冷地开口道，峰主让你走，并不代表不付出一点代价就能离开，我魔女宗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杨烟自知不打一场，休想离开了。天魔药宫内宫弟子杨烟，请指教。杨烟此时气势已变，手中剑未出鞘，便已鸣颤，欲饮滴血。早曾听闻天魔药宫3美之一的离人类可断手无血，唯手离颈，一滴泪落。魔女宫第9峰圣女青瑶，领教。青瑶手中的惊鸿也出现手中，落叶之秋，剑出惊鸿，好一把惊鸿剑。咻！杨烟说话间已出手，他知道唯有如此，他才有些许主动权。青瑶也没有留手，
剑走游龙，惊鸿若梦。离人剑诀 vs 惊鸿剑诀，二人身影快到极致，剑影瞬间交击千万下，最终分开。杨烟身影如飞鸟归林般冲入边界树林。以领教青瑶圣女的惊鸿剑诀，果然名不虚传。下次再见，定还今日这一剑之礼。杨烟声音很快远去，直至消失。他果然突破了。短短3天时间，陆晨竟能助杨烟突破到小魔王境。若如此，我未必不能让陆晨助我踏入剑心通魔之境。青瑶圣女看着杨烟离去的方向，轻轻自语：刚才一战，自己确实稍胜一筹，但也仅伤到对方，却不能留下或者击杀，因为对方竟然短短3天的时间从巅峰魔君境踏入小魔王境，这种境界太恐怖了。而且看刚才杨烟出手并没有根基不稳，反而气息更加凝实。陆晨，你竟如此的神奇，那本圣女高低都要测量一下你的长短。青瑶女圣低语罢，转身也向第9主峰飞去。而这时候，因为第9峰峰主赵婉月带回一个男人，震动了整个魔女宗。其余8位峰主，除了尚在闭关的第1峰主和第5峰主，其余6位也相继赶到第9峰。婉月师妹，听说你要收一名男弟子。第7峰主莫彩衣率先降临第9峰主大殿，开口质问道。这是一个成熟妩媚的贵妇，一言一行都充满了别样的韵味。众所周知，我魔女宗地界乃男人禁地，一旦踏足就会化成人干，他怎可能存活？到底是不是男的？你有没有验明真身？第5峰主柳诗晴也飘然而至，看着赵婉月道：他就是你要收的男弟子。随之其余4位峰主也赶至。这些峰主皆是9幽国的大能人物，皆为魔尊级人物，但一个个却都长得妖娆美丽，各具风姿。此时6位峰主的目光都落陆晨身上，打量审视着。啧，还挺帅的。但婉月师妹就不怕他是女扮男装的？我们这魔女宗不比其他地方，自建宗以来从没男人能在这片地界存活，要不然就让师叔来代劳师妹，帮你验明正身。几位峰主对着陆晨点头，平足地道。陆晨此时就被安排在大殿的中心，此时成为所有在场魔女宗女子们的目光焦点，她们眼中难掩炙热之色。这魔女宗就像是一个女儿国一样，太缺男人了，阴气太重，需要阳气。诸位师姐师叔，既然已经知道了，并都到了这里来，那我也就免了一一通知。陆晨是不是男的，我门下也有弟子验证过，他体质特殊，想必几位师姐师叔都能看得出来。陆晨，在这里我也没有必要对你隐瞒什么，便开门见山的告诉你吧。你之所以能够在我魔女宗存活，皆是因为你拥有传说中的阴阳无极体。赵婉月毫无隐瞒的开口道。什么？竟是阴阳无极体？若是真的，那真的是天眷我魔女宗。婉月师妹，那我便没有任何意见，但有一点我必须说明，陆晨虽然拜于你第9峰，但他是魔女宗的弟子，所以每隔一段时间他需到各峰轮流待1个月，我们会亲自调教，可不能让你们第9峰独享。第3峰主蓝心怡娇媚的说道。是啊，婉月师妹，陆晨既然是我们魔女宗唯一的男弟子，那以后1年时间4个月待你第9峰，其余8峰各待1个月，你没意见吧？莫彩衣等峰主也开口道。赵婉月点点头道。各位师姐师叔，婉月自无意见，但还需问问陆晨的意愿。陆晨，意下如何？陆晨站在大殿中心，一直没有开口，而是在听着他们的对话，观察着魔女宗几大峰主。由此他对这魔女宗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看这些峰主都挺好说话，且对我没有任何敌意，这样看来，我选择加入魔女宗是对的。陆晨自知现在还弱小，做出所有选择都必基于对自己有利的，其余的他现在没法多考虑。在魔域，弱者是没有选择权的，如果连这一点都认识不到，真的是怎么死都不知道。陆晨拱手行礼道。一切听凭师尊做主。既已入门，陆晨现在自然要改口，叫赵婉月为师尊的了。赵婉月似乎很是满意陆晨的表现，面纱下的嘴角牵起一丝笑意道。这几位师叔师祖皆是魔尊大能，手脚通天的人物，由他们亲自调教，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之事。陆晨，这只对你有好处，绝无坏处，所以为师就代替你答应了。陆晨一一向各位峰主行礼道。有劳各位师叔师祖，陆晨受宠若惊，今日拜入魔女宗，可谓是魔女宗100年来未有过的大事。一切指陆晨是魔女宗建宗以来唯一的男弟子，更因是诸位峰主同志见证这一盛事。青瑶圣女看着陆晨，心中也有波澜涌动。之前杨烟的突破带给了她一定的压力，在魔域同辈之争不仅在宗门之内，也在宗门之外，若是失败，宗门难逃走向衰落，最终会被取代的命运。赵婉月这时取出一杆黑色的魂幡道。陆晨，这一面万魂幡等虽不高，
但此番用的是生魂铁，噬魂蚕丝炼制而成的，是我斩杀一位魂修魔宗的高手所获。我境界太高，此番对我已无用，就送给你，当做见面礼吧。此番其实还只是半成品，你若有机缘，或许还可以补全，让其更强。有此番在手，面对巅峰魔帅，亦可自保。陆晨赶紧行礼，接过万魂幡道：多谢师尊。在场的第9风女弟子们见到万魂幡，一个个的眼中都露出了羡慕之色。几位师姐、师叔，初次见面，你们也应该有所表示吧？赵婉月这时看向几位风主道。陆晨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种错觉，他觉得赵婉月的眼神有一丝调皮。几位风主看到赵婉月送出万魂幡时，就觉得要糟。果然，坑在这呢。他们身为长辈，送给小辈的见面礼自不能太过寒碜。这一刻，6风主才想到消息是怎么传出来的，明显是赵婉月故意放出来的，就是等着他们上门的，自然是要有的。6位风主虽不情愿，但也得咬牙送出。陆晨，是你七师叔送你的见面礼，此为天心玉佩，可受巅峰魔王境一击而无恙，送你了。这是一枚剑符，可能释放3次，秒杀大魔君不在话下。碧水珠可入水而身不湿，更能自由呼吸。3品回元丹3颗，可让你在魔帅境下瞬间恢复所有魔灵之力。终极储物袋送你了。秘法孤本我究竟不透，或许对你有用。6位风姿动人的风主相继送出了自己的见面礼。陆晨一行礼道谢，同时心中乐开了花，因为这些可都是好东西。对于魔尊境的各位风主无用，但对他却至关重要，至少算是有保命底牌傍身。不过最终还是要靠自身实力，外物只能注意时，不能注意事。这时赵婉月神情突然变得凝重起来，声音响起：陆晨，从今往后，魔女宗将成为你的靠山，只要你不背叛魔女宗，魔女宗永远与你同在。但同理，魔女宗若有难，你需尽力守护。宗在人在，宗亡人亡，互不辜负。你可愿意？此时整个魔女宗的人都神情严肃，一脸敬畏。我愿意。似受到某种情绪的感染，陆晨目光坚定地开口应道：陆晨，你也不必紧张，这只是入门仪式的必问一关。你出来魔女宗，自不可能真心对魔女宗有归属感，但未来的日子，你或许会慢慢融入。还有宗门危机什么的，这些你也不用担心，就算真到那一天，也只会有我们这些高个的顶住。你们是宗门的香火延续，我们拼死亦会护你等周全。但真到了我们也无法保护你们的时候，那便是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只有拼死力战了。赵婉月看着陆晨，声音温和道：师尊所言，弟子谨记在心。陆晨心中触动，恭敬地道：师侄，你是阴阳无极体，我们将来确实需要你相助。第5风主柳诗情笑道：各位师叔师祖，将来但凡有用到陆晨的地方，陆晨定然尽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陆晨认真地应道。只是此言让各位风姿卓越的风主丽人有一丝羞赧之意，但陆晨并未觉察有什么不妥。好了，今日入门礼就到此为止。6位师姐师叔难得集聚于此，我有事与他们相商。青瑶，你带陆晨去居住处，就安排他住在圆形小院，离你近，好有个照应。赵婉月说道。但这一刻，陆晨明显能感觉到众女听到圆形小院时，神情变得有些怪异。青瑶圣女也是微微一愣，但最终行礼道：是，师尊。陆晨师弟，随我来。青瑶圣女往外走去，陆晨紧随跟上。大殿中，众女很快散去，只剩下赵婉月等7位风主。婉月，陆晨的来历恐怕不简单，我听说天魔要公正在高价悬赏他，我们魔女宗收下他，日后宗门恐怕难以平静。第2风主云溪道：他比赵婉月等人都高1倍，但年纪不大，而且祝融有术，依旧青春靓丽。我明白师叔担心的是什么，但你们不觉得我们魔女宗平静得太久了吗？自建宗以来，一直屈居此地，且因为功法使然，我们背负着诅咒，一旦离开魔女宗地界，修为就会不断的消散，直至化作凡灵。天变将至，这个诅咒我们应该主动去打破，而不是坐以待毙。而陆晨将会是我们破除诅咒的唯一希望。天魔药宫突然悬赏陆晨首级和绣断剑，显然也是后知所觉，发现了陆晨身份的不凡，尤其是绣断剑定然隐藏有秘密，但这些我们都不要去打听，让陆晨去解决。如果天魔药宫的人敢来我魔女宗要人，杀便是。赵婉月平静地说道。陆晨，绣断剑，天魔药宫，有意思。再加天变将至，确实有种风雨欲来之感。婉月说的没错，我们该动起来了，让陆晨修为尽快提升上去，只有等他达到巅峰魔宗境，才能真正帮助到我们。第7风主墨彩衣柔美一笑道：我听青瑶、李思思他们说过，陆晨能让他们一天破1境，而如果陆晨卖力主动的话，
效果更佳，比如林英一天破了2境。另外，天魔药宫的内门弟子杨嫣与陆晨一场双修，3天便从巅峰魔君突破入了小魔王境，而且余韵未绝。此女回去闭关后，恐怕很快就能冲破到巅峰魔王境。赵婉月对6位封主也毫无隐瞒，如实相告。不愧是传说中的阴阳无极体。不过陆晨现在境界确实低，只适合与门下弟子双修。婉月师妹，你让青瑶等女尽快与陆晨一起修行，还有其余各封的圣女也尽快和陆晨一起，如此我们魔女宗年轻一辈的修为定可更上一层楼。这些应该不用担心，那杨嫣都能无师自通，身为我魔女宗弟子，嫣能不如宗外女子？各封主此时讨论道。婉月，你将陆晨安排在圆心小院，不会想今晚就让青瑶和他一起修行吧？青瑶现在已经是大魔君境，若有陆晨鼎力相助，短时间内恐怕就可以踏入魔王境了。那得赶紧，我要让我封的圣女尽快准备好，我得走了。不过婉月，圆心当年若选择留下，她应该才是我魔女宗万年来最天资卓越之人吧？可惜一名明封主离开，最后就剩下了赵婉月一人。她身影孤独，遥望天穹明月，轻轻自语：圆心，当年你为他而离开魔女宗，说愿做一凡人，也不愿留在这个牢笼中。你也许没有错，但那个男人真值得你这么做吗？那个神魔一般的男人已成为了魔域巨擘，你却卑微如尘，自绝于无尽之渊。若有一天为师能达通天魔境，定会让他为你陪葬。以前为师不敢想，但现在有了陆晨，那便有了机会。前往圆心小院的路上，陆晨看着青瑶圣女纠结的神情，便主动开口问道：师姐，有什么是师弟可以帮到你的吗？陆晨很清楚，现在自己必须主动，想等着魔女宗的众女弟子主动送上门来，那就太没效率了。自己的阴阳无极体对他们有惊人好处，但对自己的好处只会更大。陆晨认为这是互惠互利之事，浪费时间是可耻的，应该争分夺秒去双修。从刚刚的观察中，他大概能猜到自己能帮助到各位封主，但显然是因为自己的境界太低，还没资格，所以他迫切需要提升境界。师弟师姐确实有一事相求，却不知怎么开口。在师尊带你上山前，我在魔女宗边界处结下了杨嫣，我看到她的修为竟然在短短3天突破到了小魔王境。你也知道，门外相争关乎宗门存亡，我为此而心急。她和你修行3天便可破境，想必师弟也定能助师姐破境吧？青瑶鼓起极大的勇气开口道。果然是为了此事。陆晨压下心中的激动道：师姐原来是为了此事苦恼。师姐莫急，师弟3天内能让杨嫣突破至小魔王境，那1周之内定能让师姐达到小魔王境，半个月内定然入大魔王境。这时他压低声音在青瑶耳边低语：师姐，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从没告诉别人的秘密。那天和杨嫣修行，师弟完全是被逼的，我过于被动，所以那效果已经是大打折扣了。若和师姐一起，师弟定是心甘情愿，尽心尽力，效果必然翻倍。青瑶感受陆晨呼出的热气，听着他说的话，耳根瞬间一片羞红，而陆晨却看呆了。此时的青瑶圣女美艳不可方物，身上散发着一种奇异的气息。师姐，你好美！陆晨发自内心的赞叹道。青瑶此时内心酥酥的，走路都飘了。那师弟，请随师姐去修行吧。青瑶颤声道。遵命，师姐。陆晨拦腰抱起青瑶，向圆心小院走去。圆心小院无比安静，此刻只有陆晨和青瑶2个。陆晨此刻正在卖力地帮助师姐修行。这一次不同于与林英等8位巡逻女时的虚弱，也不同于和杨嫣修行时的被动，陆晨这一次占据绝对的修行主动权，而且引导青瑶与他配合，利用9节阴阳功让青瑶更快地进入状态，以此获得更加惊人的好处。所以仅仅3天时间，这位表面高冷的青瑶师姐便彻底沦陷。师弟，你的阴阳无极体太玄妙了，短短3天我便已达到了小魔王境，接下来我要闭关冲击大魔王境。青瑶一脸崇拜地看着陆晨道。在没遇到陆晨前，他从不知道这世间竟然还有如此美妙的事，以及能如此快地提升修为境界。不过青瑶已达到了当下的极限，需要通过闭关来冲关。本来他想要踏入大魔王境，至少还需1年以上的时间，但现在他有信心半个月内破境成功。师姐满意就好，能帮助到师姐，师弟由衷的开心。陆晨笑道。到目前为止，青瑶已经达到了当下的极限，下一轮修行可等他达到巅峰魔王境后再开启，毕竟这一次双修的余韵还在如若不然，继续双修效果也不大。当然如果女方也修行了9节阴阳功，那便不会有这种情况，但此法目前是他唯一的依仗，自不可能泄露给第二人。有阴阳无极体再配合9节阴阳功，
只要给他时间，定可登临绝顶，到时甚至可破开玉界壁垒，再回灵域。冷若雪，你想不到我陆晨还能重活一世吧？今世的陆晨对你只有恨，而再无一丝爱。陆晨心中轻轻自语，这一次与青瑶修行，他获得好处也非常惊人，从小魔师境突破到了巅峰魔师境，距离踏入小魔将境仅是一步之遥。他体内的魔眼扩大了数倍，轻轻颤动，便是有无比庞大的魔灵之气涌出。青瑶闭关后，陆晨也顺便让今儿放个假，但他并没有闲着，而是取出一本秘法孤本，这是四封主送的见面礼。连四封主这样的魔尊大能都看不懂的孤本，换做别人一般也看不懂。但陆晨身为灵域的剑域之主，眼光超绝，绝不是四封主可比的。我现在只有3门基础功法，远远不够用，而魔女宗的功法基本都是适合女子修行，未必适合我。看看这秘法孤本对我有无帮助？陆晨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翻阅起秘法孤本。圆形小院，环境清幽安静。陆晨认真地阅读起秘法孤本，竟是一本剑谱残法，没有名字，深奥难懂，即使以我的眼光，竟然只能推演出第一招。这也难怪四封主看不懂了，简直就是天书。陆晨感叹之余，一阵无语。姑且就叫你无名剑法。这第一招怎么感觉也是残法，但是却很适合断剑。陆晨全心感悟，最终他进入一种玄妙之境。随后袖断剑斩出，魔断黄泉。陆晨冷喝一声，只见袖断剑散发出幽冥死气，剑光所过，如有亡魂哀嚎，方圆10米内的植物生机尽灭，瞬间枯萎。呼，好可怕的一剑，几乎将我的魔海丹田中的魔灵之力瞬间抽干。这是绝招，不到生死时刻不可轻易动用。陆晨身体有些发软，这一剑可比与青瑶无休无止修行3天还累。陆晨赶紧调息恢复，但没过多久，便见赵婉月带着林英、李思思几女前来，见过师尊。陆晨行礼。3天时间，你便突破到了巅峰魔师境，青瑶也在冲击大魔王境。陆晨，你的阴阳无极体确实玄妙，辛苦你了。赵婉月打量了一回陆晨，满意的开口道。只是陆晨听到师尊说自己辛苦了，他心中有种种怪怪的感觉。不过自己帮第9峰的圣女修行突破境界，身为第9峰主的赵婉月表示慰问，也确实可以理解。不辛苦，这是弟子分内之事。陆晨觉悟很高的应道他很清楚，赵婉月绝不可能无缘无故出现在这里，来找自己定然有事。林英和李思思众女看着陆晨的目光也是热情似火。不得不说，陆晨现在身为魔女宗的唯一男弟子，他实在是太受欢迎了。陆晨，你应该看出来我这次来找你是有事的。你可知我们魔女宗为何被困在这方特殊地界，无法离开吗？赵婉月问道。弟子略有耳闻，但具体的并不清楚。陆晨应道。我们魔女宗其实是一片诅咒之地，男人进来会瞬间化为人干，女人在此若没有修我魔女宗功法，会功力会流失，但若修我魔女宗功法，会事半功倍，但也因此受到诅咒，无法离开魔女宗地界。一旦离开过久过远，那修为就会转瞬下跌，化作凡灵，且不可逆转。所以若我魔女宗的女子，基本今世都只能永困于此，无法踏出半步，包括你师尊我都未曾踏出魔女宗半步。但是我魔女宗立足于魔域，也不可能完全与外界隔绝，依旧需要外界物资的保障。同时我们也有他们没有材料、药材、矿石进行交易，所以我们就建立了一个背靠魔女宗的外宗。这个外宗山门位于第2峰边界，一直都是由第2峰来负责。这些年你云溪师祖闭关，为破境做准备，所以外宗事宜都交给了第2峰圣女玉素来打理。第2峰为此牺牲很大，我们一直以来都算是亏欠第2峰的，因为他们冒着修为下跌的风险，为我们魔女宗提供保障。所以玉素也因此是9峰圣女中修为最低的，并不是她天赋不行或者不够努力，恰恰相反，她天赋超绝，修行努力，但只要走出魔女宗，前往外宗1天的时间，1个月的苦修就没了。这便是我们魔女宗最大的悲哀，被困于牢笼，无法走出去。但同时这个牢笼也算保护了我们，在一次次魔域大乱中，我们魔女宗始终能屹立不倒。赵婉月将魔女宗的秘辛娓娓道来。陆晨听得认真，这时主动开口道：师尊跟我说这些，想必有事需陆晨去办，但凡有用得到弟子的地方，还请师尊吩咐。现在赵婉月就是他的大腿，陆晨自然要紧紧抱住了。圆月小院中，赵婉月看到陆晨表现出来的态度，很是满意。其实一直以来，外宗的处境并不好，因为我们能够援手的地方不多，魔女宗的弟子一旦出去，轻则修为暴跌，重则生死道消。所以外宗的人并非是修我魔女宗的功法，都算是从外招来的人手，然后由2峰掌管。以往外宗那些诸多烂事，我们都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哪怕我们魔女宗吃点亏，但只要能保障魔女宗的物资供给，我们也就当作没看见。
但这一次外宗的情况有些不容乐观。二封圣女玉素因为外宗之事与人发生冲突，虽然她当场击杀了那人，但回宗后自己也身受重伤，修为甚至还在不断倒退中。我们动用诸多办法都无济于事，所以各位封主商量，看能不能试一下你的阴阳无极体，能不能帮助到玉素。当然有无效果，我们也都不抱太大的希望，所以陆晨你不必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只需尽力即可。另外，我们也打算将外宗交给你来打理，因为你是我们魔女宗唯一可以自由出入不受影响之人。就这2件事，你自己考虑一下。直到此时，赵婉月才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目的。救玉素师姐，弟子自是义不容辞。不过师尊说的掌管外宗，弟子目前修为低微，恐怕还难以胜任。陆晨应道，掌管外宗应该是好处多多的。陆晨内心深处是愿意的，但他的修为有些尴尬。魔王之上，我们会亲自出手；魔王之下，你想办法解决。天变将至，时间紧迫，陆晨，这是我们所有封主的决定，我们相信你很快就能独当一面。你且放心，外宗就背靠我们魔女宗二凤，若真正会危及到你的生死，自会有人出手。还有，这是一颗玄武珠，你只要捏碎便可生成玄武护罩，可护你300息时间不受任何伤害，而这时间足够我们赶到。赵婉月准备充分，考虑周到，此时还将一颗玄武珠交给陆晨。弟子遵命，定不负所托。既然赵婉月他们都做到这一步，陆晨已经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了。很好，这是林英、李斯他们，想必你们已见过面，以后他们将是你的侍女和护卫，接下来也由他们带你去第二峰，到了那里自会有人安排好一切。你放心，玉素那边我们也已经沟通过。赵婉月把一切安排的可谓面面俱到。陆晨，去吧，放开手脚，做你所做之事，一切犹为师给你托底。赵婉月说罢，飘然离去。看着赵婉月离去，陆晨感叹遇到了个好师尊。无论怎么说，这魔女宗确实非常适合我发育，在外面打不过，直接回魔女宗一躲，待和众女修炼得更强时再杀出去，简直完美。陆晨心中暗道，陆师弟，之前我们多有得罪，还请见谅。李思思率先赔罪道，林英等女也是满脸不安之色，生怕陆晨怪罪他们之前的所作所为。要知道，现在陆晨在魔女宗的地位绝对年轻一辈的第一人，连9封圣女都不如他。各位师姐太见外了，之前是不打不相识，我初来乍到，以后还请诸位师姐多多照顾。陆晨笑着应道，而他所说的打自然是打针的意思。对于林英和李思思等8女，陆晨算不上怨恨，毕竟没他们没日没夜的折磨原主，他就没有机会获得这次重生的机会。陆师弟没怪罪我们，终于让姐妹们松了一口气。此刻起，我们就是陆师弟的人了，以后就称您为公子吧。公子，现在我们就带您去第二峰。林英此时也开口道，好，你们带路。陆晨点点头，既然师尊将众女交给了自己，显然也是由自己来处置他们的意思。他在魔女宗没有手下随从，李思思和林英他们算是熟识，倒也不错，至少坦诚相待过。在李思思和林英他们的带路下，陆晨很快就来到了魔女宗第二峰。第二峰的气氛此时有些压抑沉闷，他们圣女处境不佳，显然没有谁能有好心情。最主要，现在根本就是束手无策，只能眼睁地看着玉素圣女生死道消。峰主，陆晨师弟来了。这时，一道传报声传遍第二峰，在那里，我亲自迎接。峰主云溪飞身而来，她是玉素为亲生女儿一般，最是忧心她的生死。本在闭关中的她，不顾反噬之痛，提前中断修行出关。云溪比赵婉月大上一辈，算是陆晨的师祖辈。陆晨拜见师祖。陆晨行礼道：陆晨失职，时间紧迫，礼数就都免了。你随我来看看能否救玉素。云溪拉着陆晨飞入宫中。第二峰主峰笼罩在云雾之中，就连宫殿也是被淡雾笼罩，如同仙宫一般。宫中有诸多魔女宗的长老大能，他们的神识都扫在陆晨的身上，陆晨能够感受到他们惊人的威压。不过他们并无恶意，所以陆晨也没有感到什么压力。很快，陆晨就被云溪带到了玉素的寝宫。这里布着巨生大阵，生机都向玉素汇聚，想要补充她的生机，但玉素的生机就像被无尽的黑洞吞噬了一般，根本补不满，只能勉强维持生机，而且修为一直在消退，只怕无需太久就会生死道消。陆晨此时看到了玉素圣女，长得很美，此时更有一种柔弱的美，脸色苍白，她微微睁开美眸。师尊，你来了。玉素轻语，有些许吃力，同时她挣扎着想起身行礼。玉素莫动，我找来了陆晨，他是阴阳无极体，或许可以救你。好了，该说的我都跟你说过了，现在不能浪费时间了，我在寝宫外守着，有情况叫我。陆晨失职，玉素交给你了。
云溪说罢，便出了寝宫，关上了门。很快，寝宫中就剩下了陆晨和玉素两人。陆师弟，不必白费力气了，我知道自己的情况，反正都要死了。陆师弟，你陪我聊聊天吧。我这几天都听说关于你的事，说你是魔女宗剑宗以来唯一的男弟子，是我们魔女宗的希望。真好啊，但可惜我应该看不到那天了。玉素轻轻开口道，看着这个柔弱的女子，陆晨能看到她的生的渴望，对这个世界的不舍，但也能看出她的洒脱和豁达。玉素师姐，我们虽是第一次见面，但师姐把我当成魔女宗未来的希望，那师弟我又怎能令你失望？请师姐宽衣，师弟这就来救你。陆晨说罢，走向玉素。寝宫内，空气突然变得安静起来。玉素圣女在此之前自然听云溪说过陆晨的情况，并告诉他陆晨会试着通过双修来救他，可自身的情况他本人最清楚，已伤及本源，触动了诅咒，根本无力回天，所以玉素本身已经放弃了。可此刻这位初次见面的师弟似乎极有信心，言行之间都透着自信和霸道。师弟既然非要尝试，师姐又怎能不配合？玉素师姐是一个外柔内刚之人，对自己人向来温柔，但对外却极为强硬。看到陆晨师弟如此尽心尽意要救他，他也不好再拒绝。陆晨此时也能感觉到玉素身体正在恶化，体内某种神秘的诅咒正在吞噬着他的修为和生机。但面对这种诅咒，陆晨感觉到自己的阴阳无极体似有所异动。师姐，师弟来了。时间宝贵，陆晨此时也是争分夺秒。师弟来吧，师姐准备好了。玉素娇弱的回应。一个时辰后，一道惊喜的声音响起，师弟竟然真的有效。这是玉素的声音，但明显比之前中气十足多了，不再那么的娇弱。开始他是不抱任何希望的，但随着打针治疗进行，他发现自己体内的生命力流失在变缓，诅咒之力在变弱，并被某种力量慢慢封印中。也就是说，他正在快速的恢复着，只要继续这般治疗下去，完全恢复也只是时间问题。师姐，别分心，继续。陆晨道。此时陆晨也感觉与以往不同，那股诅咒之力似乎与他的阴阳无极体有某种特殊的联系，自己可以克制它，而且修为越强大，克制越明显，并且通过和玉素修行，陆晨一举突破了巅峰魔师境，达到了小魔将境。陆晨明显感觉修炼的效果在减弱，哪怕有阴阳无极体和9节阴阳功，他认为这应该是自己的修为提升了，还想要暴力提升修为境界，只怕需要与更高修为的女子修行，比如魔女宗的长老级人物，甚至更高级别的封主级人物。而且首次效果最好，玉素的修为还不如青瑶，陆晨这次也只是勉强突破到小魔将境而已。可短短不到10天，陆晨从一个小魔翼突破到小魔将境，这样的速度进境已经足够的逆天吓人了。师弟，你太厉害了。师姐，你也深不可测。寝宫外，云溪终于松了一口气，听到陆晨和玉素的对话，他便已知道玉素得救了。当然他的脸色也有些异样，偷听2年轻后辈修行，实是有些不妥。不过陆晨师侄这阴阳无极体实是霸道，连激活的诅咒都能镇压回去，并修复玉素的生命源泉。若是如此，待本座踏入巅峰魔尊境，便可让陆晨助我一举破境，想想就期待。想到这里，云溪感觉心有些慌，赶紧逃似的离开了这里。而陆晨这场救治行动足足进行了7天7夜，其实治疗只需3天3夜即可。但陆晨好人做到底，送佛送西，也顺便帮助玉素恢复了修为，甚至更进一步。圣女好了，而且修为更进一步，这太神奇了。陆晨师弟太棒了，我也想和他修行。谁能告诉我怎样能和陆师弟修行？很快，圣女被陆晨治好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第二峰。第二峰的女弟子都八卦起来，一个个把陆晨传得神乎其技，并表示无论出什么价格都行，只要能与陆师弟一起修行。此时陆晨正与云溪、玉素在一起。陆晨，你现在可是受我2峰弟子的万分追棒，你治好了圣女，现在人人都想和你修行，价格都炒上天去了。云溪虽然辈分极高，但她大多时候完全就是小女孩心态。此时看着陆晨，不由得打趣起来。还有这事，我倒不知，不过我陆晨铁骨铮铮，定不会为钱财折腰的。陆晨摇摇头道，一脸正气地道：我有一位极其有钱的师姐，她愿意出300万钱，只希望能修行1夜。玉素圣女现在已完全恢复，容光焕发地笑着道：师姐，你说300万1夜？陆晨声音有些打结，他没想过自己这么值钱。陆晨记得前世灵域顶级青楼的头牌也不过100万钱1晚，自己竟然不对，自己怎能打这种比喻？
陆晨赶紧收敛心思，没错哦，就是300万，而且如果包周的话，可以达到3000万钱。玉素笑道：3000万。陆晨呼吸都加重了，但下一刻，陆晨觉得这样有失稳重，于是他神色一沉，义正言辞地道：圣女，你告诉那位师姐，师弟我不是这样的人。但紧接着，陆晨口气一变，不过师弟倒是对这位师姐很是好奇，竟如此看重在下，圣女可否将她的传讯阵马告知于我，我可以私底下跟这位师姐深入交流一下。云溪和玉素都有些无语，不过这些都是插曲。这时云溪道：陆晨，你师尊应该也和你说过，外宗接下将由你掌管，你现在是最合适的人选，到时玉素会带你前去交接。在外宗势力复杂，但以你的聪慧，必能应对自如，至少比我们这些女子更适合。陆晨点点头道：师祖放心，若真是遇到应付不来的事，我逃回宗内就是。云溪赞赏地道：没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打不过就不跑回来，等修炼到足够强大再杀回去就是。好了，玉素，你带陆晨去吧。遵命，师尊。陆晨，我们走。此时玉素主动拉起陆晨的手向外飞去。经历过7天7夜的修行，他和陆晨之间已然没有一丝的生分感。很快他们2人就飞出第2峰山门，开始出现在外宗地界。外界虽然距离魔女宗很近，但对我们魔女宗弟子依旧影响巨大，一出魔女宗范围，修为会自动消减，距离魔女宗范围越远，消散的越快。玉素圣女这时解释道。但下一刻，玉素圣女发出惊呼：怎么回事？我感觉我在这里受到的影响比之前小了足足10倍不止，诅咒对我的效果似乎变弱了，难道是因为和师弟你在一起？玉素似想到了什么，双眼发亮地看着陆晨道。陆晨知道魔女宗一直受神秘诅咒所困扰，此时玉素由此发现，也难怪会这么兴奋。师姐若是想验证，可以试着远离我，看看体内诅咒之力的变化。陆晨给出建议道。师弟真聪明。玉素叹赞一声，随后开始慢慢与陆晨拉开距离。竟然真是如此。陆师弟，我现在只能待在3米范围之内，超出这个范围，我的修为流失就会瞬间加快，不过却依旧比以往慢很多。难道这是因为我和师弟修行过的原因？另外，师弟净化诅咒的覆盖范围应该与你的修为有关，你的修为越强，能覆盖的范围越大。天哪，陆师弟你真的是太神奇了，怪师尊会说你将是整个魔女宗的未来和希望，现在玉素对此深信不疑。玉素研究了一会后，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激动地开口，这个消息若是传回魔女宗，绝对要炸。陆晨所受的欢迎程度更将是难以想象。其实陆晨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的阴阳无极体还有这样的效果。如此看来，我还需尽快提升境界修为，这样就能帮助各位师姐了。陆晨也为此感到高兴，这样的发现只会更加凸显自己的作用，魔女宗上下自然就更加的看重自己。在任何地方，你唯有体现出对应的价值，才被别人看重，为你付出，尤其是在魔域更是如此。师弟，将来你定能成为庇护我们魔女宗的存在。我们去外宗，尽快交等工作，回头我要将这样的好消息尽快的告诉师尊，也许用不多久，我们就能和你一起走出魔女宗，看看外面的世界了。玉素此刻由衷的开心，异常的兴奋。魔女宗的弟子一直被困在这里，自然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师姐放心，待将来我足够强大，定然可以带你们跃进人间无尽山河。陆晨认真地道。师姐相信陆师弟定能做到。我们快去外宗吧，这段时间我不在，他们恐怕无法无天了。哼，这次有师弟在旁，我受到诅咒的影响不大，可以放心出手了。玉素拉着陆晨的手向外宗飞去，一边说道。师姐刚刚恢复，且有诅咒在身，尽量少出手。师门既然把外宗交给我，师弟我定能管理好。若真到了师弟我撑不住的时候，师姐再出手也不迟。陆晨说道。在他看来，赵婉月和各位宗主将外宗交给自己，恐怕也是对自己能力的一种考核。既然如此，他自然要好好表现，如此才能得到魔女宗的全力支持。在魔域藏着掖着没有任何意义，只会让人觉得你弱小垃圾。唯有展现自己的能力，才能让人畏惧，尤其是对外必须强硬。小人畏威而不畏德，说1000道10000，到最后都是谁的拳头硬谁就有理。还是师弟考虑的周全。既然如此，师姐就和你说说外宗现在的大体情况。玉素对这位刚入门没多久的小师弟越发的佩服，眼中有一丝迷恋之色。当然，很大程度还是因为在这7天中被陆晨说服了。外宗主要是我们魔女宗对外的渠道，我们魔女宗其实在魔域各大城市都有商铺，在附近也有种植区等等，但皆是让外面的人打理。
由于我们无法外出，也难以在外宗久居，所以他们私吞财物已是最寻常不过之事。其中以墨家为首，他们一直以来就是代理我们魔女宗在外事宜，一家独大，外面的人基本都只能听墨家的。现在整个外宗基本都是墨家爪牙。往时我在时，他们还稍稍规矩一些，但我一走，他们便肆无忌惮。这些年，他们不知侵吞了魔女宗多少的财物，但我们也无可奈何，因为你灭了墨家，就要再寻另一家的来替代，更不划算。我们魔女宗在本地界内无敌，在外实是鞭长莫及。玉素将外宗的情况娓娓道来，不知不觉便来到了外宗山门。呵呵，你家圣女虽然斩杀来犯者，但自身恐怕也引发诅咒，想必自身都难保，如何能保你？识相的就立刻答应本公子的替婚，那这外宗就完全的属于我墨家的了。还没走进大殿，陆晨和玉素就听到这样的声音传来：莫姑，你休想，我楚柔宁死也不从。而且魔女宗一旦清算，你们墨家一个都逃不掉。一道女声愤然说道：魔女宗根本就离不开我墨家，只要我墨家还愿意给魔女宗提供一切资源，他们就舍不得灭我墨家。倒是你们楚家，反而是我墨家一统外宗的最大绊脚石。你们楚家对魔女宗忠心耿耿有何意义？他们根本走不出那片充满诅咒的地界。总之，今日一切都由不得你，我现在就强上你，把生米煮成熟饭，到时你们楚家想不同意联姻都不行。莫谷冷笑声传来，同时莫谷开始将楚柔强行拖到床上去。外面有很多外宗弟子，但他们都像是没有听到一般。在房门口处还守着4人，一脸凶煞之意，修为在小魔师境与巅峰魔师境之间。来的路上，玉素已经介绍过外宗的情况。这莫谷乃是墨家的第2少主，据说他还有一个大哥拜入魔域高门，所以墨家的地位极其不凡。楚柔是玉素在外的代言人，也就是楚家小姐。最早的时候，楚家才是魔女宗的第1代理人，只是后面被墨家取而代之，屈居第2。这莫谷在找死，玉素便要冲进去，却被陆晨拉住。师姐，我来处理。陆晨低声道。玉素这才冷静下来，他刚才也只是一时冲动，因为他还真不能对莫谷怎样。我倒要看看陆师弟是怎么处理的，师尊让我暗中考察他，这倒是一个机会。玉素心中暗道。而这时陆晨已向大殿房间走去。站住，擅闯者死！然而陆晨刚靠近，4位守门者便已凶狠的出手，要当场击杀陆晨。但他们才刚有所动作，18把魔刃已经划过他们的脖子。噗噗噗噗，4颗脑袋滚落，4具无头尸体倒下。小魔将近的陆晨看也没看一眼，从容走入大殿内，出现在莫谷的面前。煮成熟饭，要煮也是我来煮，何时轮到你了？陆晨冷漠地看着莫谷，淡淡的开口道。听到陆晨的声音，正欲墙上楚柔的莫谷微微一愣。毕竟整个外宗，他莫谷是横着走的存在，谁敢管他的事？可以说他想杀谁就杀谁，想强奸哪个就强奸哪个，哪怕对方是个男的，都得乖乖的把裤子脱掉，将屁股奉上。因此陆晨的出现并阻止，让莫谷微微一愣。楚柔却趁机挣脱了出来。你是陆晨，天魔药宫通缉悬赏之人，你竟敢坏我好事！莫谷好不容易才反应过来。陆晨倒有些意外，没想到对方还认识自己。看来这天魔药宫的悬赏通告一出，我倒成了名人。陆晨淡淡笑道。之前他只是天魔药宫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魔役，世间根本无人认得他，可通过天魔药宫的这么一宣传，陆晨之名在九幽国这片区域几乎是无人不知了。哼，通告上说你是天魔药宫的一名小魔役，废物中的废物，若不是悬赏金额一提再提，现在已经提升到了惊人的5000万铜钱，谁人会认得你这种小垃圾？今天你竟会主动送到本少主面前，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5000万赏钱我莫谷要了。来人，拿下他，斩其手，夺断剑。莫谷此时还不知道，给他守门的4个手下已经身首异处，倒在门外。他以为是因为玉素在，陆晨才得以进来。莫谷，你越来越过了，你们墨家这是要反了吗？你可知陆晨现在是我魔女宗弟子，而且各位宗主已同意，从此外宗将由陆晨接手。玉素将楚柔护在身后，冷冷开口道。原来他成你魔女宗的弟子，还将外宗交给他掌管，难怪敢在本公子面前叫嚣。玉素圣女，别人怕你，我莫谷可不怕。没有我们墨家，你们魔女宗的生活都难有保障吧？玉素圣女，今日我莫谷可以给你一个面子，楚柔我先不动他，你可带走。但陆晨，你必须交给我。莫谷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确实没把玉素圣女放在眼里，仿佛他才是真正掌管魔女宗外宗的人。陆晨算是看明白了，平时玉素等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事的，想必无比憋屈，但又无可奈何。
正如刚刚莫谷所言，魔女宗情况特殊，离不开墨家，这也是魔女宗在外受制于墨家的原因。师姐不必插手，一切交给我即可。陆晨对玉素道，既然是他来接手外宗，那自然是要立威的。玉素听话的拉着楚柔退到一边，但楚柔心中却感到万分惊讶。陆晨之名他也听过，悬赏上写着是天魔药宫的一个小魔役，算是废物中的废物。楚柔有些想不通，哪怕陆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魔女宗的一名弟子，但二封圣女玉素为何要听他的？而且一副无比乖巧的样子。以楚柔对玉素圣女的了解，她向来对男人不假辞色的，这让楚柔对陆晨生出了好奇之心。况且刚才陆晨说的话让他记深刻，说要煮熟饭也是他来煮，轮不到莫谷。莫非说这是一个好色之徒，对自己也不怀好意？楚柔心思万转时，这边的莫谷已经大笑起来。这一刻他仿佛是听到最可笑的笑话。陆晨，你以为换个身份就能改变你是垃圾废物的事实吗？狗改不了吃屎，蝼蚁也永远翻不了这天。还真以为自己成了魔女宗弟子就可以在这里指手画脚？来人，人呢？你们都死了吗？快给我进来，拿下陆晨，我要亲手斩下他的脑袋。莫谷再次对外喊道。你说的没错，他们确实都死了，所以就算你喊破喉咙都不会有人应的。陆晨淡淡一笑道。什么？怎么可？莫谷听到陆晨的话感到难以置信，只是他话未说完，陆晨已经一拳轰出，直捣黄龙。这是黑虎拳中的第二招，陆晨以修治究极大成，哪怕只是一门最基础的拳法，在陆晨这里也能发挥出惊人的威力。砰！巅峰魔将境的莫谷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打倒在地。不过陆晨并没有当场杀他，而是抬脚踩在他的四肢上，咔嚓咔嚓，莫谷四肢接连被踩断，宛如一条死狗躺在地上，奄奄一息。放心，我现在不杀你。陆晨此时才淡淡的开口道。痛苦哀嚎中的莫谷内心的震撼早已难以形容。悬赏通告明明说陆晨只是天魔药宫最低等级的一个小魔役，是废物中的废物，他怎会拥有秒杀自己的能力？不过他心中也松了一口气，至少陆晨没有当场杀了他。只是刚感到庆幸，陆晨下一句话便让他如陷当狱。等会我会明中集合，当着外宗所有人的面将你处决。陆晨的话说得极为淡然平静，却让人感到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杀伐之气，宛如一道最凌厉锋锐的剑芒，带着摧枯拉朽之势。楚柔初时还以为太将这个天魔药宫通缉悬赏的小魔役放在眼里，甚至刚才对玉素圣女所说将外宗交给陆晨，还觉得有些太过儿戏。事后他还打算反对的，直到此刻他才知道自己有多无知。尤其是陆晨说出那句明中集合，要当着外宗所有人之面处决莫谷时，他的芳心剧烈的跳动。太霸气了，这难道不是他梦想中的男人吗？很多时候女人对男人不感兴趣，那是因为还没有遇到令他们真正心动，真正可以征服他们的男人。至于玉素，早被陆晨从身体到心里都征服了，此刻满眼星星，充满崇拜。反正无论陆晨要做什么，他都无条件去支持。女人有时候你只要满足她的一些最重要需求，她就会很无脑的不顾一切的追随你。玉师姐，明中集合，今日谁若不来便视为叛宗，杀无赦。陆晨淡淡的下令道。此时陆晨偶尔间流露出一丝前世身为剑狱之主的霸气，便令在场二女心荡神迷。至于莫谷，嘴巴都被打烂了，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脸上只有恐惧和绝望的表情。楚柔，随我去明中。玉素拉上楚柔飞向谷中所在处，陆晨则提着四肢尽断的莫谷向外宗刑罚台一步一步走去。当当当，钟声响起，传遍整个魔女宗外宗。这是大集合钟声，听到钟声不前往集合就会被视为叛宗。发生了什么大事？到底是谁要全员集合？这种钟声已经10年没有响过了。快，赶紧前往集合广场，虽不知是何事，但肯定是要出大事。众人听到钟声音后纷纷发出惊呼，同时放下手中之事，不敢有任何耽搁，快速向广场汇聚。外宗莫府议事厅，钟声自然也传到了这里，但莫府并没有太过慌乱，有莫家族长莫言坐镇，这里稳如泰山。莫府独占一峰。他们听到钟声后，家主莫言并没有急着赶往广场，而是召集家族中人。我很好奇是谁敲响了大集合钟。要知道现在整个外宗只有玉素圣女和我们莫家有这样的权利，可我们之前收到消息，玉素圣女击杀来犯者后自身也伤重，按理说根本无法出现在外宗才是。所以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我们莫家要不要现在过去集合？莫言大马金刀的坐在家主宝座上，淡淡的开口。底下都是莫家的长老或是外宗的重要人物，
现在也都臣服于墨家，为墨家做事情太过突然，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莫谷少主去了外宗主峰，而且他是为楚柔小姐去的，说这一次定要生米煮成熟饭。这时，负责墨家情报的墨统汇报道，楚家以不足为惧，莫谷就算完了楚柔又如何？楚家若想借此威胁我，那绝对是找错了对象。钟声随他敲，我们稳坐钓鱼台即可。在外宗，有我墨家托底，莫谷横着走又何妨？莫言最终有了决定，让墨家之人不去集合，观望即可。但就在此时，一道朗朗之音回荡外宗：诸位，无名陆晨，日后掌管外宗一切事宜。此人莫谷以下犯上，罪不可恕，现当众斩首，以儆效尤。什么？莫谷？莫言疼得站了起来，哪里还有刚才稳坐钓鱼台的气定神闲？陆晨，你若敢动我儿一根毫毛，我定将你碎尸万段！莫言怒吼，发出警告。同时，莫言身上巅峰魔君境的气息爆发，身影如电般的冲向外宗主峰。快！墨家所有子弟集合外宗主峰！墨家大长老下令道。一瞬间，墨家中飞出一道道气息极为恐怖的身影，都向外宗主峰冲去。也直到这一刻，整个外宗的人才终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竟然是新来的外宗宗主要当众处决莫谷，进行立威。陆晨这名字听着怎么有些耳熟？何止耳熟，还眼熟呢？这是天魔药宫选赏榜第1人，只是他不是天魔药宫的一个小魔役吗？怎么现在一跃成为了魔女宗外宗主？而且一来竟然就敢拿莫谷少主开刀，难道他不知道这外宗是姓莫的吗？莫言来到集合广场的时候，听到外宗的众人都在议论纷纷，而他自然也知道陆晨，但他从没想过，一只连入他眼资格都没有的蚂蚁，现在竟敢与他墨家为敌。外宗主峰集合广场上，人头攒动，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盯着刑罚台的那个年轻人，此时一手提着被断掉4肢的莫谷，神情冷然自若。玉素、楚柔分立陆晨身后左右，竟然真的是莫谷！天哪，陆晨真是胆大包天！众人看到被陆晨提在手中宛如死狗一样的莫谷时，差点失声音惊叫，一个个都感到难以置信。整个外宗苦莫谷久矣，莫谷仗着墨家这些年来横行外宗，稍有不顺他意就会被当场斩杀，这些死在他手上的无辜者不计其数，更有外宗众女遭他强行玷污，就连楚柔这样身份不凡的女子，若不是陆晨及时出现，都要遭莫谷凌辱，更不用说那些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的下女了。但对此，整个外宗上下无人敢反抗，谁敢出头就会被墨家直接碾死。正是墨家和莫言的纵容，才造成了莫谷这般肆无忌惮的性格，现在陆晨竟然当众处决莫谷，也难怪会令外宗上下无不震动了。陆晨，立刻放了我，他若有什么3长2短，我要你们所有人陪葬。莫言降临，巅峰魔君境的气息笼罩全场，外宗众人惊醒过来，想到这些年被墨家支配的恐惧，一个个都不由得瑟瑟发抖起来。陆宗主，放过莫谷吧，我们可不想陪葬啊！求求你放过莫谷少主吧，要不然他死我们也都活不了。外宗众人此刻竟然开始为莫谷少主求情起来，显然对于墨家的恐惧已经深刻到他们的骨子里。陆晨，看到没有？要说有罪，你才是真正的有罪，违背全宗意愿，处决我儿，这里不是一言堂，不是你说了算。莫言冷然大喝道。此时他恨极陆晨，但并不敢贸然出手，他儿子莫谷还在对方手中。家主，我们来了。与此同时，墨家大批高手赶到，很快集聚在广场上，一个个散发出惊人的杀伐气息，令外宗众人心底恐惧更甚。陆晨，听墨家主的吧，先放了莫谷，有什么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外宗大长老是一名巅峰魔帅，此时也劝说陆晨。此刻台上的楚柔也有些慌，他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大场面，墨家家主和整个墨家都出动了，他不知陆晨会怎么做。一般年轻人遇到这等阵仗，恐怕都只有屈服的份。玉素则是心潮起伏，这是他一直以来都想做的事，只是没有这种勇气和魄力。没想到陆晨当天接手外宗，就立刻就做了他做梦才敢做之事。但现在莫言都来了，所有人都在反对，如果是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所有的目光都在盯着陆晨。莫言和墨家之人满脸嘲笑和不屑，皆认定了陆晨不敢动手。噗！但下一刻，他们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因为陆晨手起剑落，一剑斩下了莫谷的脑袋。陆晨提着莫谷死不瞑目的脑袋，霸气无双地开口道：莫谷，其罪当诛。砰！陆晨随手将莫谷的脑袋一扔，咕噜噜地滚落到莫言脚下，全场一片死寂。所有的人都不敢置信地看着陆晨，他们恐怕做梦都不会想到，
陆晨会当着莫言和莫家一众高手的面斩下莫谷的脑袋，这和光着身子去捅马蜂窝有何区别？完了完了，陆晨杀了莫谷，我们岂不是都得陪葬？陆晨年轻气盛，太过冲动了。柔儿，你快点下来，和陆晨切割关系，划清界限。台下的楚雄一脸焦急，暗中传音给楚柔。楚雄乃楚家之主，亦是楚柔之父，此刻我要和陆晨在一起。父亲，不能再退了，再退，楚家在外宗将再无立足之地，何况莫家下一个要灭的定是我们楚家。楚柔暗中回应道。刚刚他看到陆晨斩下莫谷脑袋，说出那句话的时候，他何尝不感到震惊，何尝不是热血沸腾？陆晨那霸气无双的身影让他看到了一丝希望，尤其是他明白一件事，莫谷生死与他楚柔有关，莫家定然会抓住这点，一举灭掉他们楚家。柔儿，你疯了吗？竟然赌这么大！陆晨一个小小魔将根本不可能是莫家的对手，哪怕有魔女宗支持也必败无疑，一旦他败了，那些支持他的人就要跟着陪葬。你难道不知道莫家的可怕吗？我们楚家若支持他，恐有亡族危机。楚雄焦急地暗中传音。父亲，难道不支持陆晨，我们楚家就能逃过亡族危机吗？你可知今日若无陆晨，你女儿已被莫尘那禽兽玷污了，现在莫谷已死，我们楚家又岂能独善其身？莫家定会趁机灭我楚家。楚柔有些恨铁不成钢地道，想曾经楚家才是外宗的掌管者，结果却因楚雄的一再退让，沦落到今日几乎要亡族的境地。什么？莫谷那畜生竟敢这般对我女儿，该死！我与莫家势不两立。好，柔儿，父亲一切都听你的。楚雄虽然性格软弱，但却是一个护女狂魔，听到女儿差点被莫谷玷污，而他这个做父亲竟还毫不知情，这让他感到无比自责和愤怒。此刻他也豁出去了。与此同时，台下的人已经从震撼中惊醒过来，他们心情万分复杂。从内心深处来讲，他们被莫家压迫欺辱，自然是对莫家恨之入骨的，可这种恨意又被恐惧所压制。莫家的强大与可怕，在这些外宗之人心中已根深蒂固，难以撼动，他们不敢反抗，更不敢与之为敌。在他们潜意识中，这样做就只有死路一条。固然陆晨今日当着莫言和莫家所有人的面霸气处决莫谷，深深震撼到了他们，可他们依旧没觉得陆晨不会有一丝赢的机会。因此在震撼过后，他们并不是拍手称快，反而是感到恐慌，甚至开始责怪陆晨。陆晨，你竟敢杀了莫尘，你简直罪大恶极啊！莫家主，你可看清楚了，此事与我等无关，完全是陆晨个人的行为，可不能让我等陪葬啊！我们可是站在莫家主这边的。这一刻，外宗大长老第一时间与陆晨切割，生怕沾上一丁点关系，事后被莫言清算。可见这些人对莫家已恐惧到了骨子里。大长老，你……玉素此时都看不下去，想要开口，却被陆晨拦下。他目扫全场，最后目光落在大长老身上，淡淡的开口道：我乃外宗之主，你身为外宗大长老，竟说与我毫无关系。我依法依规处决莫谷，你却站在莫家一边，莫非这外宗姓莫的不成？好，既然今日都集聚在此，我就借此给大家一个机会，今日愿战我陆晨的，走左边；若愿随莫家的，就归到莫家队伍去；若保持中立，可以站于原地。重新选择的机会已在诸位手中，我可以保证一件事，选择我陆晨者，我定会保他性命无忧。陆晨知道这些人在莫家的威压下害怕莫家，情有可原，但害怕到给他们机会选择时，依旧要选择莫家，宁愿继续受莫家的压迫欺辱，也不愿鼓起勇气反抗一次，那死亡的结局就是他们应得的。陆晨，你既然要以卵击石，那我便成全你。总之今日我要让你看看，在这外宗到底是谁说了算。今日战我莫家者，往后便是我莫家人，今日之责，我莫家不会再追究，但保持中立，或是战陆晨者，那日后便要遭受我莫家无穷无尽的报复。莫言直接光明正大的威胁，让一些本来想保持中立的人都脸色一变，还有楚雄也是脸色发白，他没想到莫言竟要赶尽杀绝，逼所有的人站他那一边，要不然就是他的敌人。莫言家主说了，不会再追究我们，这还需要考虑吗？还不速速站到莫家一边？外宗大长老叫道。同时他第一个飞到莫家阵营这边，仿佛莫家不追究今日之事就是一种莫大的恩赐一般。多谢莫家主不责之恩，诸位跟莫家可活，战陆晨死，这还需要考虑吗？傻子都知道怎么选了。外宗众人纷纷叫道，他们一个个对莫家表现的感恩戴德，视之如再生父母一般。行完大礼后，都退到莫家一边的阵营。台上的楚柔和王素看到这一幕，心中一阵叹息，但这种结果似乎又在他们的意料之中。陆晨，在外宗，我莫家就是天。
我莫言所言便是天言，天威浩荡，岂是你能反抗的？跪下向我失手忏悔，我或许会让你死得没那么痛苦。莫言冷酷一笑，傲然开口道：狂妄，小小墨家也敢妄称为天？你墨家若是天，那今日我陆晨就逆天而行，把你这天踩在脚下，砸个稀巴烂。陆晨针锋相对，毫不退缩。听到陆晨的话，莫言已忍不住摇头大笑起来。陆晨，现在整个外宗之人皆站我墨家，你区区一人，拿什么和我斗？但凡若是有一人站你这边，你这个新宗主也不至于这么实。然而莫言的话未有说完，就被一道声音打断。哼，莫言，你这些年为非作歹，现在终于有新宗主站出来收拾你了。我楚雄代表楚家，坚决站在新宗主一边，与墨家势不两立。在莫言看着外宗第一窝囊废楚雄带着楚家的人走到另一边，不由愣在当场。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也惊呆了所有人，外宗所有人对楚雄的印象，他就是一个软蛋，胆小怕事的无能之辈，号称外宗第一窝囊废。曾经的楚家在外宗也是无限风光的存在，但那只是曾经，现在早已没落，被墨家取而代之。这些年楚雄都是靠着讨好莫言和墨家才得以在外宗艰难生存。按理说为了家族存亡，今天这种需要站队的事，楚雄这个外宗第一窝囊废应该是第一个站出来与陆晨划清界限，站在墨家一边的人才是。但今日一反常态，竟然站在墨家的对立面。楚雄，我没有看错，听错吧？你竟然站在陆晨一边，还说要与我势不两立。莫言冷视着楚雄，脸色阴沉。楚雄，你确定你是认真的吗？莫言冷视着楚雄，再次问道。被莫言盯着，楚雄心底有些发怵，但想到自己的女儿差点被墨骨玷污，他一咬牙道：比珍珠还真。莫言，若无你平日里的娇宠放纵，墨骨又怎会犯下如此罪行？一切罪责皆源于你莫言和墨家。楚雄如此硬气的回应，着实出乎众人的意料。不得不说，楚雄确实是一个护女狂魔。听说女儿差点被墨骨玷污，他立刻豁出去了。不过未等莫言开口，就有人做了他的嘴替，纷纷指责楚雄不懂知恩图报，完全是自寻死路。楚雄，关键时刻你竟做出这等错误的选择，你疯了吗？我虽曾是你的挚友，但从此刻起，我将和你划清界限，从此势不两立。这时那些平日里和楚雄有关系走得比较近的人，现在立刻跳出来呵斥楚雄，并与之划清界限。陆晨看着楚雄带着楚家人站到左边，心底有些意外。原本以为应该不会有一个人站在他这边的，却没想到楚家人站在了自己这边。陆晨不由得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楚柔，但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目光扫落在那些与墨家站在一起的人，冷冷地开口道：这么说来，诸位都不认我这个新宗主，那么我是否可以认为诸位已经叛出宗门？既已叛宗，便滚出本宗，从此莫要踏入此地半步。至于站在左边的，从此将会随本宗主开创一个新未来。陆晨曾经毕竟是剑域之主，一身大宗师的气度让人惊叹。陆晨叛不叛宗，可不是由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儿说了算，在这里墨家说了才算，你根本没资格赶我们。外宗大长老冷喝道：老家伙，你这么跪舔墨家和莫言，真以为墨家能庇护你？一条狗而已，墨家都自身难保，怎能护得了你？陆晨摇摇头，对这个外宗大长老有些无语。废话少说，我等一致认为陆晨你德不配位，没有资格当新宗主，滚下来！外宗大长老冷喝道。老家伙现在完全跪舔墨家，号召众人废除陆晨这位新宗主队，我们同意。陆晨没资格，必须下台，同时接受惩罚。陆晨下台，陆晨下台！外宗众人纷纷叫道，不断给陆晨施压，要迫其下台。谁说一致认为的？我楚雄和楚家就挺陆晨宗主，你们这是叛宗，行为罪不可恕。而且这里背靠魔女宗，封主降临，百息不用，若是某位封主不顾一切的出手，诸位谁能逃得了？但楚雄这时大叫道。其实楚雄此刻也很慌，生怕现在起冲突，这样的话墨家势大，外宗的人都站他们一边，真要打起来，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机会。所以他搬出身后的魔女宗，希望能暂时震慑住莫言等人。果然楚雄的话一出，外宗众人顿时噤声，不敢再叫。莫言眼中也露出一丝忌惮，他怕的自然不是陆晨，而是陆晨身后的魔女宗。无论怎么说，陆晨都是魔女宗指定的新宗主，如果上任第一天就杀了，魔女宗内部恐怕会震怒，真的会不惜一切代价出手，那就得不偿失了。但经此一闹，形势已经非常明了，整个外宗就真的是姓莫的了。从此以后，陆晨和楚家都将会被孤立。何况我只需将陆晨的消息放出去，天魔药宫的人甚至其他大势力的人都会杀上外宗吧，根本不需要我出手就能取陆晨之命。一番衡量得失后，
莫言最终选择暂时隐忍。他道：陆晨，今日我给魔女宗一个面子，暂且放过你，但杀子之仇不共戴天，你且等着。我们走。莫言说罢，一挥手便要带着墨家以及所有站在墨家这边的人走，说白了就几乎是将全宗之人都带走。我有说过让你们走了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们还真没把我这个新宗主放在眼里啊。然而就在莫言要转身离开时，陆晨却冷冷地开口道。楚雄本来看到莫言要离去，心底松了一口气，结果陆晨却突然来这么一出，他此时万分焦急，很想说：陆晨小祖宗，你看不清眼下形势吗？敌强我弱，要暂避锋芒，从长计议啊，人家莫言都要走了，你干嘛还非得要招惹人家呢？其实就连玉素和楚柔也是这样的想法，形势现在对陆晨非常不妙。莫言停下，皮笑肉不笑的地道：陆晨，我确实没把你放在眼里，我本来就是给魔女宗面子，但你竟然给脸不要脸，而且我想走就走，你区区一个小魔将还能阻我不成？说罢他再没看陆晨一眼，转身离去。哈哈，自不量力的新宗主，我们墨家主不认可，你这个新宗主就连屁都不是。外宗大长老等人也无所顾忌地嘲笑道，同时也跟着莫言转身离去。墨家以下犯上，背叛宗门，当灭！于追随墨家者，亦一视同仁，视为叛宗，杀无赦！然而就在此时，陆晨的霸气声音传来，响彻天地间。玉素，启动封宗大阵，今日叛宗者一个不留。陆晨对身边还在发愣的玉素和楚柔下令道：是，宗主。楚柔被陆晨的气势所慑，此时才反应过来，立刻开启护山大阵，玉素也出手。阵法一启动，整个外宗都被封禁，短时间内谁都进不来，也出不去。疯了！陆晨绝对是疯了。无论是楚雄还是莫言，以及其余外宗之人，都认为陆晨疯了。即使他身为新上任宗主，但区区一个小魔将也敢强行留下他们，这简直是自不量力到极致，犹如一只蚂蚁欲将乾坤扭转。陆晨，你也太自不量力了。原本我还打算看在魔女宗的面子上，慢慢玩死你，但现在你既然完全撕破了脸皮，那今日我便将你葬杀。事后即使魔女宗问罪，那也是你咎由自取，怨不得我。莫言冷酷一笑道，他没想到陆晨竟然如此不知死活，这样正好，自己给足了魔女宗面子，但陆晨一心找死，到时魔女宗就算要追究，也追究不到他头上来。陆晨，你区区一个小魔将，竟然还想对我们杀无赦？没错，我们就追随墨家，你又能奈我何？外宗众人不屑地开口，完全没将陆晨之言放在心上。陆晨光靠嘴巴说是没用的，有本事你就来杀我们试试。外宗大长老甚至直接开口嘲笑调侃。噗！只是外宗大长老笑声未落，18把魔刃已同时划过他的身体，瞬间将他大切8块，连惨叫都发不出一声，人就没了。天地一片死寂。这一刻，所有人都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刚刚是陆晨出手了吗？瞬间秒杀巅峰魔帅境的大长老，这一定是我眼花了。陆晨，他只是一名小魔将啊，他怎么可能做得到？这一幕对众人来说太过震撼，太过不可思议。尤其是刚刚一名巅峰魔帅被瞬间大切8块，这画面太具有冲击力了。光靠嘴巴确实没用，还是得动手。既然你这么想求死，那就如你所愿。陆晨淡淡的说道。此刻众人才蓦然惊醒，仅是陆晨刚刚录的那一手，在场便再也无人敢小觑。莫言神色也凝重了一分，他虽然是巅峰魔君，也能做到秒杀巅峰魔帅，但也做不到如陆晨这般的轻描淡写，而对方还仅仅只是一名小魔将，这委实有些逆天了。诸位还要走吗？陆晨斩杀了外宗大长老，却像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此刻还在调侃着众人。陆晨，我得承认你确实有些实力，但就凭你一人想留下我等，你是在做梦吗？而且堂堂外宗大长老一言不合，不经刑罚堂讨论就被你斩杀，你这个新宗主可废。莫言冷冷的开口。初时对于陆晨能秒杀巅峰魔帅境的外宗大长老，他还是无比震撼的，可震撼之后却是狂喜，因为现在他也有足够的理由出手击杀陆晨，而魔女宗却无法追责于他。新宗主可废，新宗主可废。墨家和站在墨家这边的外宗之人这一刻也都反应过来，此时再次齐声高呼，为大长老报仇，杀！墨家有人带头大喊，同时冲向台上的陆晨。杀！为大长老报仇！其余外宗之人在有人带头的作用下，也一起冲杀向陆晨。父亲，保护陆晨！
楚柔喊道。楚雄此时慌得一逼，他本来想偷偷溜走的，没想到被楚柔这么一喊，他也想溜也溜不掉，何况他也才想起自家的宝贝女儿还在台上。于是楚雄一咬牙大喝道：所有楚家弟子听令，随我楚雄杀台去，保护新宗主。楚雄一马当先，领着楚家弟子也向台上冲来。噗噗噗！可下一刻，他的身体僵住，停在原地，不敢移动。其余楚家弟子也难以置信地看着台上，只见18把魔刃在快速穿梭，每一次滑动都带起一片血花，同时有一颗脑袋滚落。这正是陆晨从李倩手上解析来的御刃术。如今这门残术在陆晨手中发挥出更加惊人的威力，魔军境下基本都会被魔刃隔空秒杀，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很快，陆晨面前被清空，地上皆是尸首分离的尸体，血水染红地面。其余的外宗和墨家这人根本不敢向前，已经完全被吓傻了。这陆晨他是魔是鬼啊？一名外宗弟子颤声说道。正要往前冲的楚雄目瞪口呆，此刻他才明白，原来陆晨根本不需要他保护，人家敢这样叫板莫言，原来是有绝对的底蕴和实力。看来无知的不是新宗主，而是他们所有人。莫言神色也无比凝重起来，显然这样的情况他未曾料到。他们从一开始都低估了这个新上任的新宗主，以为对方区区一个小魔将，只是靠着身后的魔女宗才能成为新宗主。可现在看来并非如此。玉素、楚柔、楚雄听令，你们负责截杀所有欲逃跑之人，今日叛宗者一个不留。陆晨冷冷下令道。宗主放心，楚雄绝不会让他们有一个漏网之鱼。楚雄惊醒过来后大喜应道。他现在暗中庆幸没有逃，听从女儿的，若今日陆晨真的借此灭掉墨家，那他们楚家护主有功，必然起飞，将墨家取代，重新成为外宗第一家族。是，宗主。楚柔和玉素也领命道。此刻二女也兴奋起来，他们现在也终于意识到，陆晨的可怕绝不是他们所能想象的。怕什么？陆晨再强，他也只有一个人，耗都能耗死他。随我杀！莫言此时亲自杀出，他是巅峰魔军境，这些年号称外宗第一高手。此时由他带领墨家和外宗之人杀向陆晨。砰砰砰！莫言出手极为强势，竟然将陆晨的18魔刃同时击碎。从李倩身上夺来的魔刃材质还是差了一些，面对巅峰魔军的攻击根本扛不住，下次找机会打造更高级的魔刃才行。陆晨对于18把魔刃被莫言击碎并不感到心疼，而是随手抽出了绣断剑。陆晨的魔刃已经被墨家主击碎，诸位随我一起杀！众人又兴奋了起来。这一刻他们认为吃定了陆晨，而陆晨脸上露出一丝冷酷的笑意。杀戮现在才正式开始。雪飘人间！陆晨手中绣断剑斩出，天地间仿佛瞬间进入寒冰世界，一切都被冻结了一般。冲杀过来的外宗和墨家之人动作也跟着一僵。而这时候陆晨动了，踏出追风步，身影在人群中穿梭，绣断剑不断地拍击在一道道身影上。砰砰砰！一具具身体爆开，化作血色的冰渣散落在地，仅仅10数息便有数十人变成碎冰渣。这简直是一场一面倒的屠杀。陆晨这剑术有些眼熟。楚雄这时道，是魔域最基础的飘雪剑法，但陆晨已将之修至究极境，所以才能发挥出如此恐怕的威力。不仅如此，他动用的追风步也是基础步法，同样达到了究极境，两门基础法都达到了究极大成境，这也太可怕了吧！楚柔惊声叫道。无论多低级的功法，一旦修至究极境，那都将可怕到极点。一直以来，他以为能将功法修至究极的只是一个传说，没想到今日却能亲眼所见。玉素圣女，新宗主竟然这么强！楚柔惊叹地道。玉素只感受过陆晨一起双修时那一方面的强大，还真没想到他本身的实力竟也如此可怕。他的强可不仅仅只是这方面，陆晨另一方面更强。玉素微笑低语道。什么？新宗主还有更强的地方？那小女子真想见识一番。楚柔惊声道。而另一边，墨家和外宗之人早就吓傻了。莫言也是惊悚地看着陆晨出手。究极基础功法，他是怎么修炼出来的？此人绝不能留，若再给他一些时间，我们更无机会。杀！莫言爆发，巅峰魔军境的实力无比可怕。他手中一把魔剑横斩而至，断影剑斩。墨家最强绝学断影剑，一剑斩影，封侯夺命。随家主一起杀！墨家愚者重燃斗志，再次攻杀向陆晨。此时恐怖的剑影已经将陆晨所在的一方空间全部笼罩，即使是究极级的追风步也避无可避。
陆晨也并没有打算避。他一名小魔将，正常情况下此刻绝对是毫无还手之力，但陆晨可是剑域之主重生，越境杀敌并非难事，哪怕越2大境也能一战。只是陆晨却难以抵消对方的攻击和伤害，必须要先扛住对方的一波攻击，他才有机会。陆晨死！莫言以一剑斩下，冷然大喝：“这是巅峰魔君的一击，陆晨抵挡不了。”但这时他捏碎了一枚玉佩，这是第7封主送他的见面礼，叫天心玉佩，可受巅峰魔王境一击而无恙。莫言巅峰魔君一击，再加上一众墨家和外宗联手一击，加起来也相当于魔王一击了。轰！这一击落下，捏碎的天心玉佩绽发一阵耀眼的光芒，瞬间消融掉所有的攻击。陆晨安然无恙。该死的，陆晨身上竟还有这等秘宝！大家攻击不要停，他只能抵挡我们一击，随我一起再杀！莫言一击无功，脸色大变，但随之冷静地大叫道。于是他和众人正欲再次出击，但陆晨却没再给他们任何的机会。一枚剑符出现手中，陆晨立刻催动，这是其中一位风主送的见面礼，这枚剑符可释放3次，拥有斩杀大魔君的威力。陆晨今日可算是下了血本。咻咻咻，3道恐怖的剑气横扫而出，冲杀上来的墨家和外宗高手瞬间死伤大半，包括莫言都被剑气斩飞出去，身受重伤。他毕竟是巅峰魔君境，剑气未能第一时间将他杀死，可这样的结果也足够骇然了。陆晨一人几乎将墨家和外宗灭了大半，就连号称外宗第1人的莫言都被重创的。陆晨，我没想到你竟然还有这等手段，看来魔女宗对你真的是照顾有加啊。但一切到此为止，你手段用尽没能杀我，那接下来就是你的死期。莫言也是一个狠人，拖着重伤之躯带领愚者第3次出手，而陆晨该用的外手段也基本都用完了。一个重伤的巅峰魔君，我何须再借外力？以我自身之力足可斩你。陆晨手握袖断剑，此刻他与袖断剑产生了一种血脉共鸣感，瞬间让他进入到一种极其玄妙的境界。魔断黄泉！陆晨冷喝一声，只见袖断剑散发出幽冥死气，剑光所过，如有亡魂哀嚎，方圆10米内的一切生机都被他抽尽。不，这是什么邪法？家主，救命啊！对陆晨出手的外宗和墨家高手，生命瞬间流失，本来鲜活的身体快速干枯，最终都变成一具具枯骨。莫言较强，第一时间感到不妙，就急速后退，但依旧被剑气扫中，生机瞬间被斩掉大半。此时奄奄一息，惊恐无比地看着陆晨。楚雄、楚柔、玉素等人更是目瞪口呆，陆晨表现出来的战力简直强得离谱。莫言，巅峰魔君啊，现在竟然被虐成这副惨样。剩下的外宗和墨家之人早就被吓破了胆，一个个瑟瑟发抖，看着陆晨，如在看着一尊将要索走他们生命的死神。陆晨，天魔药宫的悬赏通告，竟说你是一个小小魔役，是废物中的废物，我们都被骗了。天魔药宫骗了所有人的，我莫言不甘啊！莫言嘶吼，突然暴起，身影一闪，扑向楚柔。女儿，小心！楚雄大叫。砰！但即使重伤之下，巅峰魔君境的莫言依旧可怕，一掌拍飞楚雄，随手捏住了楚柔的脖子。放我离开，否则他死！莫言此刻还在做垂死的挣扎。宗主，别管我，我宁死也不会成为您的累赘。然而楚柔却无比刚烈决绝，竟然毫不在意自己的生死，此时还手攻击莫言。疯女人！莫言本想找一个人质威胁陆晨，让其放自己离开，却没想到抓了一个疯女人。砰！莫言一掌拍飞楚柔，玉素第一时间出手接住，并卸掉大部力量，但即使如此，楚柔依旧重伤，奄奄一息。也在这一瞬间，陆晨出手了。他刚刚一剑，本来已耗尽力量，但陆晨第一时间吞服下一颗3品回元丹，状态瞬间回归巅峰。魔断黄泉！陆晨再次出剑，噗！这一次，莫言连反应的机会都没，就失手分离，瞬间化作干尸，身陨当场。这一次，陆晨可谓下足了血本。各位封主的见面礼，他一下动用了剑符、回元丹、天心玉佩，这些可都是一次性消耗品，用了就没了。当然，回元丹有3颗，他只用了1颗，但好在达到了陆晨想要的效果，灭了墨家，对外宗进行了大清洗。以后外宗一切他说了算。其实自己守外宗，了解了外宗情况那一刻，陆晨心中已经有了决定。像外宗这种情况，唯有从根源上来一次大清洗，方可重新掌握手中。此时的陆晨手握袖断剑，宛如一尊天魔，可怕的威压让外宗愚者瑟瑟发抖。宗主，我等愿臣服。
宗主，饶命啊！我们都是被逼的，都怪墨家。从此我等与墨家势不两立。刚刚那些要誓死追随墨家，放眼与陆晨势不两立之人，此时立刻见风使舵的表示要与墨家划清界限。墨家完了。墨家余下的弟子看到家主身孕，一个个失魂落魄，他们已完全失去了斗志。刚刚他们嘲笑陆晨这个新宗主有多狠，现在就有多绝望与恐惧。你们这些吃里扒外的垃圾，刚刚还说誓死追随墨家，与宗主势不两立，现在看到墨家完了，立刻又表示要追随宗主，一群墙头草，能不能像我一样有点骨气？还有你们平日里和我称兄道弟，我也没少给你们好处，结果刚刚第一时间就与划清界限，无耻！楚雄大声呵斥道，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事实却是，刚刚若无他女儿楚柔坚持，他早就跑路。陆晨师弟，楚柔重伤，快要不行了。这时玉素道，宗主，还请救救我家小女。楚雄这时跪下道。陆晨飞身过去查看了一下楚柔的情况，发现果然糟糕，但相对来说其实算好了。刚刚若不是莫言本身已经重伤，对方一掌绝对可以将楚柔当场拍死，现在还能留有一口气在，算是不错的结果了。陆师弟，或许只有用救我的那种方法才能救楚柔。玉素低声道，他一脸担忧之色。楚柔虽是他的下属，但也是他最好的闺蜜，我倒无所谓，但需征得当事人的同意。陆晨说道。此时楚柔的生命之火极其虚弱，只怕不出一炷香就会香消玉殒，我有办法和他进行沟通。陆师弟，你稍等。玉素这时伸出一根纤纤玉指点在楚柔眉心处，此为神印术，只要神识未灭，便可通过神识进行交流。玉素解释了一句，随后便闭上双眼，似与楚柔的神识交流起来。陆晨则在这时候对楚雄道，楚雄，你女儿若同意，我自有办法救她，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将这些人全部处决，一个不留。陆晨的话让愚者神色惨白。宗主为何要赶尽杀绝？我们已经投降归顺了啊！这些人惊恐地叫道。我说过，叛宗者杀无赦，机会我早就给过你们了，但你们都没有珍惜。说话间，陆晨手握绣断剑，一剑横扫，血漫千山。此剑一出，愚者皆被剑气所伤，失去战斗力。而这时玉素睁开了眼，他脸上露出了一丝喜色。陆师弟，楚柔不仅同意治疗，还表示对你感谢。玉素开心说道。既然如此，那师姐立刻将她送到房间，我随后便到。陆晨道。其实陆晨倒无所谓，楚柔修为有些低，但好在是第一次，效果应该还是不错的，现在能变强一点是一点。好的，我就在楚柔的房间等你。玉素抱着楚柔先一步离开。而楚雄听说陆晨愿意救自己的女儿，他也松了一口气，放下心来。楚雄，他们已经被我废了，你处理干净，还有墨家你去灭掉，但东西不要动，等我出来，我现在去救你女儿。陆晨说道。多谢宗主，救女之恩楚雄永世不忘，以后但凡宗主有令，我楚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楚雄此时感恩戴德地道，他是真心的感激。不过他若知道陆晨救他女儿的方式，恐怕就不是现在的心情了。陆晨交代好楚雄后，便飞身向楚柔所在处。玉素早就将楚柔带到他的房间。陆晨来的时候，玉素已经非常善解人意的帮楚柔脱去衣裙，平躺在床上。陆晨师弟，辛苦你了，我在外面守着，不会让任何人打扰你救楚柔的。玉素将房门关上，房间内就只剩下陆晨以及躺在床上的楚柔。楚柔很美，身材修长，肌肤如雪，身上散发着幽香，她此刻就像是安静的睡着了一般，但生命之火正在不断衰弱，若不及时阻止，只怕很快就会香消玉殒。楚小姐得罪了。陆晨也不是拖泥带水之人，此时走向床去。现在楚柔是沉睡状态，一切都要陆晨自己主动。好在经过这一段时间与众女双修，陆晨也算是熟门熟路了，所以他很快就与楚柔进入了双修状态中。楚柔只是一名巅峰魔师，此时生命之火微弱无比，需要先激活他的生命之火。陆晨运转起9节阴阳功，将自己的生命之力渡送过去，很快就激起了对方的反应。渐渐的，楚柔的生命气息开始变得浓郁起来。不久之后，楚柔终于醒了过来。宗主，谢谢你救了我。楚柔醒来第一句话就是表示感谢，现在只是暂时稳住你的伤势罢了，若想完好，还需进一步的治疗以及你的配合。陆晨一本正经地说道。这个我懂，玉素姐姐和我说过，她告诉我，你不仅救了她，还让她的修为暴涨。我还听说魔女宗的众弟子人人都想和宗主修行，楚柔何德何能，得宗主垂怜。楚柔娇然说道。楚小姐，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们还是专心修炼吧。
陆晨看到楚柔已经恢复的差不多，应该经得起他的折腾了。于是他将楚柔的身体翻过去，开始猛烈的修炼起来。玉素守在门外，陆晨和楚柔的修炼，以他的神念自然能感应得一清二楚。这么说，那几天师尊守在门外，必然也能将陆晨师弟救我的过程感知得清清楚楚。难怪我觉得师尊有些怪怪的，想来师尊也是寂寞太久，也想和陆师弟修行了。哎，陆师神太优秀了，谁不想呢？可陆师弟终究只有一个。玉素听着房间内传出来的声音，心中也在胡思乱想起来。房间内，陆晨和楚柔修炼的动静太大了，好在玉素安排周到，早就在四周布下了隔音结界，除了他自己，外人根本听不到房间内的动静。这时楚雄过来，他已将那些人处理干净了。时间也过去了一天，所以他打算过来向陆晨汇报一下情况，顺便打听一下自己女儿被救治的怎样了。楚长老，止步！玉素让楚雄在5米外停下。圣女，那些人我已处置干净，一个不留，墨家也被我们包围着，里面的东西没人敢动。另外，我是想打听一下我小女治疗的如何了。我本来还想等等，可属下实在太过担忧小女了。楚雄在5米外停下，向玉素行礼道：楚长老放心，楚柔已无性命之忧，但想要完全恢复，那就需要宗主全心全力的去治疗，非一朝一夕可完成。玉素很笃定地道：真的吗？太好了，小女性命无忧，属下就放心了。宗主真的是妙心圣手啊，此乃我魔女宗之幸。那属下告退，就不打扰宗主治疗小女了。等宗主完全治好小女后，属下再登门拜谢。楚雄心情大悦，想到新宗主如此操劳，费心费力的治自己的女儿，楚雄心底发誓，以后一定要忠心追随新宗主。楚雄喜滋滋的离去，而陆晨继续在房间内日夜操劳，为楚柔疗伤。宗主，柔儿完全恢复了，而且实力在增长，要破了，马上就要突破到魔将境了。楚柔兴奋的叫声，看来玉素姐姐说的都是真的，只要和宗主在一起就能变强。宗主，柔儿好喜欢和你一起修行。楚柔此时有些忘乎所以，但陆晨却异常冷静。楚柔的修为在提升，他也同样是如此，还差一点无法达到大魔将境，但也不错了。近段时间陆晨修为突飞猛进，现在这一次修行还能差点破境，已经不错了。楚柔还差点就能突破到小魔将境，也罢，好人做到底，我就助他一臂之力，一起破境。陆晨开始进行最后的修行冲刺，只要突破某个临界点，楚柔便可成功突破。啊！楚柔尖叫一声，终于成功破境，从巅峰魔师境正式踏足小魔将境。如果是按正常修行节奏，没有半年时间休想成功。结果现在只与陆晨修行了一场，不仅伤势痊愈，还修为暴涨，成功破境。若在以往，这对楚柔来说想都不敢想，可现在如此轻易就做到了。最妙的是，只需要配合好陆晨的修炼姿势即可，然后自然而然的就破境了。好了，你刚刚破境，要好好休息感悟。陆晨这时起身道，他们已经修行了2天2夜，楚柔也到了极限。是，宗主。楚柔乖巧的应道。陆晨打开房间门，走了出去。他刚来外宗，虽然一出手就灭了墨家，但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外宗是他在魔域重生掌控的第一个势力，他必须要好好经营。陆师弟，楚柔完全好了吗？一打开房门，就看到在门外守了2天2夜，有些憔悴的玉素圣女。事实上，玉素不仅仅只是要守在这里，更因为她深受诅咒，不能远离陆晨。若不然，她大可远离一点房间，也不至于在这里听床听了2天2夜。完全好了，玉素师姐应该知道师弟的能耐。陆晨看到玉素有些局促的样子，忍不住调侃了一句：玉素自是晓得的，不过这次玉素出来有些久，现在楚柔没事了，我也该回门内汇报了。陆师弟，玉素知道你能力强，但千万要注意安全。天魔药宫若知道你在这里，定然不会善罢甘休。若是势头不对，你要记住，魔女宗永远是你的后盾。玉素絮絮叨叨地交代了一些事宜，然后便飞回了魔女宗第2峰。他在外，即使待在陆晨身边，也不能离开魔女宗地界太久。不过他现在状态比以往好太多了。待了2天，因为在陆晨身边的缘故，他现在修为只有些许倒退，身体变得虚弱些，其他并无太大问题。玉素相信，当各峰主知道陆晨还有这等能力后，只会更加看重陆晨。毕竟陆晨现在可是魔女宗的未来，能不能走出这一片地界，全靠陆晨了。玉素离去后，陆晨在宗主大厅叫来了楚雄，拜见宗主。宗主，小女现在如何了？楚雄心系女儿安危，心急地问道。已无大碍，只需休息一阵，到时楚柔醒后会自己来找你的。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陆晨道。楚雄认真地道，感谢宗主操劳，救了小女，
无论宗主吩咐属下什么事，属下都必尽心尽力。陆晨道：外宗以大清洗，现在外宗人手稀缺，但各项工作也必须有人要做，你来接管，先抄了墨家，重整资源，同时对外的交易从此都将以我魔女宗为主，不再是他们想怎么定价就怎么定价，想交换什么就交换什么。这段时间魔女宗的资源都不外售，等他们自己找上门来再说。陆晨淡淡地道：抄了墨家，可以支撑魔女宗极长一段时间的物资，无需担心物资短缺的问题。宗主英明，我们立刻去办。楚雄大喜道。陆晨自然也前往，他独自来到墨家的宝库。墨家称霸外宗这么多年，好东西必然不少，他需要找一些材料，打造18把更加高级的魔刃。墨家宝库，陆晨惊叹于墨家的富有，但想想墨家这些年称霸外宗，中饱私囊，魔女宗这些年的收入恐怕近半都入了墨家之手，所以墨家富有也是必然的。陆晨不是一个贪婪的人，这里大部分他还是选择上交给魔女宗的，他只选择一些对自己当下有用的东西。玉刃术确实好用，可以远程格杀，我若能打造出更高级的魔刃，威力必定更强。陆晨前世不仅是剑域之主，也是一位铸造大师，魔气和灵气的原理其实是一样的，陆晨稍加研究更已通透，现在只需要寻找到合适的材料，便可炼制新魔刃。千淬寒铁、黑魔晶、凌空石、恶龙血，陆晨运气不错，很快就集齐了炼制新魔刃的材料。不过他并不急着炼制，而是继续在墨家宝库中寻找，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东西。东西不少，但高级的不多。陆晨眼光刁钻，好与坏能一眼看出。当然，这是对他而言，事实上这些东西放在外面都是不俗的宝物，可以卖上不少钱。陆晨现在需要的是能尽快提升自己实力的东西。修为方面，只需通过加强双修就能提升，陆晨倒不担心。他现在需要的是一些强大的功法，还有秘器手段作为底牌。这是什么？陆晨终于发现一样感兴趣的东西，这是一本书，材质很奇怪，似金非金，似铂非铂，看起来非常古老，但却很完整，并没有一丝破损。陆晨翻开，空的，里面竟是一片空白，就像是一本无字天书。陆晨仔细查看，结果没有任何发现，无字书也没有任何反应。想想也是，如果这么容易有反应，墨家想必也不会丢在这里。陆晨之所以对此他感兴趣，除了看不出此书来历，更因为是他的体内血脉竟然与此书有一种微弱的感应。不如试试我的血液。陆晨看到上面有血迹，恐怕早就有人这样试过，但自己阴阳无极体的血液或许会有些与众不同。陆晨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咬破手指，挤出一滴血滴在无字书上。嗡，竟然没有任何悬念，无字天书竟然被激活了，绽放无比耀眼的光芒，将陆晨笼罩。然后咻，陆晨消失在原地，被吸进了书中。这是哪里？书中世界。陆晨站在一片粉雾飘渺的空间中，这是一块巨大的圆台，四周有神秘古老的符文闪烁，并且天穹之上不断有闪电落下，但被符文之力隔绝在外。阴阳无极体，终于让奴家等到了。呵呵呵，一道柔媚入骨的声音突然响起，随之陆晨看到粉色迷雾凝聚，最后凝成一个绝色尤物，身后有9根虎尾，身上披着透明纱衣，散发着无比惊人的魅惑之力，一般人看到绝对会瞬间沉沦。陆晨拥有的是剑域之主的意志，倒也没那么容易沉沦，但也依旧被迷得心神动荡。这个九尾狐女太美了，而且散发的魅惑气息让人难以抵挡。阁下是？陆晨极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缓缓开口道：咦，你竟然没有被我所魅惑，还能保持清醒的本我意识，有趣。九尾狐女听到陆晨的话，不由得惊讶地开口。陆晨能感受到对方体内蕴藏着极其强大的能量，但他并没生出危险的感觉，反而对这个九尾狐女生出一种亲切感。我乃九尾魅狐，魔域传说中排名第1的魔兽，而我幽莹乃魔域九尾魅狐之祖。九尾狐女摇动着9根狐尾，媚然地说道：魔域九尾魅狐之祖如此强大，却为何被封印于此？陆晨冷静地问道。聪明的小家伙，实话告诉你吧，我是被天魔女帝封印于此的。当年与她争夺魔域的统治权，我败她赢，然后就被封印了。我也不知道自己被封印了多久，魔域今夕是何年？幽莹问道。天魔女历99999年。原主记忆中有这些信息，陆晨便随口应道。这么说，我被封印至少10万年。魔域有关天魔女帝的传说是怎样的？幽莹先是一阵感叹，随后又问道。陆晨正搜索原主的记忆，此时应道：天魔女历8000年，天魔女帝破碎虚空，得到飞升。飞升了。幽莹有些意外，
随之露出一丝怪笑。有趣，天魔女飞升，那她的万道无疆术真的完美了吗？幽莹最终没有深想下去，美目落在了陆晨身上。你叫什么名字？幽莹问道。晚辈陆晨。陆晨有礼的道。幽莹飘来，香风阵阵，无比迷人。他动人的声音响起：陆晨，你既然能进到这里来，说明我们之间有缘分。你的阴阳无极体能助我破开封印，离开这无字古书的空间。陆晨现在对此倒是早已习以为常，毕竟该遇到的事他在魔女宗都遇到过了。反而听到幽莹说需要自己时，他彻底放下心来。只要自己有价值，那安全就会有保障。请前辈明示，只要能帮到前辈，陆晨定然鞠躬尽瘁。陆晨认真地道：阴阳无极体最适合双修，可解女子一切诅咒和封印。当然，效果与阴阳无极体者的修为以及诅咒封印的强弱境界息息相关。你现在境界尚低，但不要紧，我们有的是时间，且这封印太强横，本就不可能一时半会能解开的，但每解一丝，我的实力就能增强一分。以后你每半个月就进来与我双修一次。陆晨，你可愿意助我？幽莹很直接地问道。陆晨很清楚，以幽莹的手段，自己的意愿根本不重要，问他是因为给予他足够的尊重。陆晨愿意。陆晨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应道。很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幽莹一摆手，眼前就多了一张粉色的大床。他主动走到床上，身后九尾摆动，声音媚然地道：陆公子，过来和小女子一起双修吧。陆晨走过去，心中有种异样的感觉。如九尾魅狐这样的尤物，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公子，奴家虽然活了如此漫长岁月，但这可是奴家的第一次。修炼的时候，你可要温柔些哦。九尾魅狐声音诱惑地道。以陆晨的经验来说，女人向来喜欢说反话。他叫你温柔些，可实际他可能喜欢你的粗暴。陆晨道。前辈放心，在下晓得怎么做。九尾魅狐道。什么前辈的，叫得多生分，就叫奴家银儿吧。银儿，我们开始修行吧。陆晨从善如流地道。公子，教我。幽莹道。幽莹话虽如此，但她却比魔女宗的众女还要无师自通很快。陆晨和幽莹进入了修行状态中。我体内的力量被封印，你的阴阳无极气息，每一次冲击都能让封印减弱一丝，但我也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些释放出来的力量。总之就是通过与你的阴阳无极体双修，我会一次比一次强大，直到我完全解封。幽莹一边修炼一边指导陆晨动作道。陆晨此时感觉无比玄妙，他没想到幽莹即使处于封印状态，但与他双修的效果却无比惊人，竟然比青瑶和玉素两位圣女的双修效果还要好。无法想象，若幽莹完全解封出来再与他修炼，那效果恐怕要比各位封主效果还要强大。不愧是阴阳无极体，公子竟然从小魔将境界突破到了大魔将境，而且有冲入巅峰魔将境之势。既然如此，今日银儿救助公子一臂之力，一举破境。幽莹不愧是九尾魅狐之祖，一眼看出陆晨的境界变化，但他也没有看出陆晨还修炼了9节阴阳功。他把一切作用归于阴阳无极体的特殊。多谢银儿，我要突破到巅峰魔将境，恐怕还需3天3夜的时间，你受得住吗？陆晨问道。公子放心，我乃是九尾魅狐体质，公子放心修炼就是。另外，这本无字书空间的时间几乎是静止的，也就是说，哪怕我们在这里修炼个10天半个月，外面恐怕也只是不过百息。所以平日里我基本都是处于沉睡状态。幽莹又说出了一个惊人秘密，看来这本无名书绝对是一件无上的至宝之物。那我便放心修炼了。陆晨还担心自己在书内空间待太久，楚雄他们会闯进来。现在听银幽这么一说，他就不急了。3天3夜后，陆晨如愿以偿地踏入巅峰魔将境，强大的能量充斥着陆晨身体的每一颗细胞。魔海丹田处，魔眼幽深如渊，吞噬之力越发恐怖。公子，这片空间你不能待太久，待久了会被抹除记忆，彻底同化在这里。我倒是不受影响，因为我和他几乎成为一体了，所以这也是我让你半个月进来一次的原因。现在你该离开了。幽莹说道。以后我怎么进来？陆晨问道。总不能每次都滴血吧？你只需心中默念我名字即可。我九尾魅狐的魅心通在通过与你双修后已经建立了感应，你凝神静心默念我名字，我即可感应将你接引进来。其实你滴血也是因为我感应到你的阴阳无极体才将你接引进来的。幽莹说道。此刻陆晨终于知道为以前那些人滴血没有任何作用了，能不能进来完全是幽莹说了算。而且他基本都是在沉睡中，恐怕也就只有阴阳无极体的血气才有让他感应到并觉醒过来。当陆晨再次睁眼时，发现自己就站在墨家宝库中，手中正拿着无字天书。
刚刚发生的一切感觉就像是一场梦，太过不真实了。可是陆晨知道这绝不是梦，因为他现在是巅峰魔将境。现实中，过去短短不到百息时间，自己竟然已经突破到了巅峰魔将境，这是说出去只怕都能吓死人。巅峰魔将境了，即使面对魔君，我现在不动用底牌的情况下，亦有一战之力。至于魔君境下，我现在皆可秒杀。陆晨此刻充满了强大的自信，他将无名书贴身收入怀中，以此书的材质，他感觉可以挡住任何攻击，可以当作护心镜来使用。随后，陆晨取了材料，开始炼制魔刃。魔域炼制魔器，只要通过炼器炉来溶解淬炼材料，然后再通过特殊手法将这些材料融合，制造魔器的胚形，接着就是刻铭文。陆晨将灵域和魔域的炼器手法融合，镌刻的铭文独树一帜。陆晨将清点墨家财产的事交给楚雄，他则安心炼器。3天之后，18把全新魔刃炼成，而且为陆晨亲手所炼制，所以与陆晨心意相通，简直就是如臂使指。刃击千重浪，陆晨神念一动，18把全新的魔刃飞出，斩在一块巨石上，没有声响，咔嚓。但当18把魔刃飞回陆晨的袖子中时，那块巨石轻轻一颤，然后瞬间散成无数碎片。魔君境下，我可隔空瞬间将对手切成碎片。陆晨很满意当下魔刃的效果。宗主，大事不好了！各方势力见我们不出货交易，现在纷纷上门来了。他们还威胁我们，若不再出货，以后他们的商盟将禁止一切魔女宗的东西进行交易。而且，他们带领了大批的高手，围堵住我们外宗山门，不让我们进出。楚雄急急忙忙前来汇报，魔女宗有些东西只有魔女宗地界特有，他们无法找到替代品，看来急了。无需理会，我们先闭门，让他们以为我们怕了，等那些人聚集的差不多，再一网打尽。你去忙，一切我自有安排。陆晨淡淡一笑道。楚雄刚领命离去，一道声音响起：陆公子的心机手段当真让人佩服。小女子幽姬拜见新宗主。随之一道身影飘然降临，这是一个清冷绝美的女子，但稍显狼狈。幽姬，你找我何事？对方能够无声无息出现在这里，实力修为定然可怕。陆晨警惕地看着这个突然出现的女子。你助杨嫣打败了我，这个账我是否该跟你算？幽姬开口道。杨嫣，陆晨似想明白了什么，此女与杨嫣恐怕是死对头。杨嫣因为和他双修，实力暴涨，因而击败了此女。此女得知原因后，便找了过来，看到陆公子已清楚我来的原因。幽姬微微一笑道：你意欲何为？对方很强，恐怕达到了小魔王境，能不动手尽量不动，和我双修，助我踏入大魔王境，我要击败杨嫣，一雪前耻。幽姬认真地说出了自己的目的。陆晨看着美丽高冷的幽姬，说实话，他不介意助对方破境，毕竟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事，但陆晨却不想表现出过于情愿的样子。你们天魔药宫不是在悬赏要取我人头和绣断剑吗？我怎么相信你在双修的时候不会给我一下，或是双修之后顺手斩下我的脑袋？陆晨淡淡的说道。其实对于这种事，他心里还是有一点的阴影，有时甚至会影响他的发挥。毕竟前世他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被冷若雪杀死的。天魔药宫确实悬赏你的人头和绣断剑，但与我何关？我看不上那几千万钱，我更在意的是你能否助我提升实力。至于你的人头和绣断剑，自会有天魔药宫其他人来取，但在你帮我提升修为前，我不会让他们伤害你分毫。另外，我听说你和杨嫣那个贱人修炼时，你完全是被动的。既然如此，这次我完全由你主动，如此你便可放心了吧？此时为了提升修为，幽姬可谓将姿态放到了最低。按你这么说也不是不行，但你需替我做一件事，这也算是你付我的酬劳。陆晨平静地道。这里是外宗，而且他现在已是巅峰大魔将，已非任人拿捏的对象。当时他与杨嫣是女强男弱，自己的小命握在对方手中，所以没有谈条件的资格，能保命都不错了。可现在不同，平等条件下自是要谈酬劳的，很公平。那你说说你的酬劳？幽姬认可了陆晨的实力，这里是外宗之地，陆晨更是新任宗主，幽姬也不敢出手杀掉陆晨。毕竟魔女宗的强大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受限于地域。可如果他们不顾一切出手，谁都挡不住。外面来了一群找本宗麻烦的人，你去给我全部打出去，做完后再来找我，到时我自会助你提升境界。陆晨说道。你这是把我当作使唤的丫头啊？幽姬有些气呼呼的道。条件就这个，你自己决定要不要。陆晨淡淡地道。好，为了踏入大魔王境，为了击败杨嫣这个贱人，一雪前耻，我去。幽姬说道。他去前还在为自己打气。去吧，我在这里等你。
陆晨淡然自若地道。他现在发现自己的阴阳无极体是真的好，可以以各种形式的收取报酬，而且通过双修，他本身也能获得好处，这相当于他得到双倍的报酬。外宗山门此时聚集了上百人，都是各商会势力的人。以往他们都是与墨家打交道，现在墨家没了，竟然还在放言只与墨家打交道，不与楚家，除非价格降低一半。但在陆晨的命令下，根本没人鸟他们，于是他们就等不及了，只能亲自登门，还威胁外宗说再不交易，以后将会禁止一切魔女宗之物。现在他们还在端着姿态在外面闹事，根本分不清大小王。这种态度陆晨都懒得和他们谈。这个新宗主到底什么来头？管他什么来头，他们魔女宗少不了我们。哼，没有我们，他们魔女宗早就饿死了。就是能跟他们交易，已是给足他们面子了，竟然还想提条件，可笑。他们再不出来谈，我们就直接打进去。这些商盟的人个个嚣张无比，都是被以前的墨家惯的。你们说要直接打进去？幽姬县身外宗山门前，这些人最强是巅峰魔君境，幽姬根本没将他们放在眼里。你是谁？能代表外宗吗？这些人并不认识幽姬，自是幽姬平时正式外出时都是蒙着面纱，现在不蒙面纱了，反而没有一个人认识。小娘子长得真标致啊，离开外宗来跟爷吧，天天让你吃香喝辣的。甚至还有人开始调戏起了幽姬，他们并没有看到幽姬眼中冰冷的杀意，问他干啥，直接打进去，顺便将这外宗小娘子绑了，晚上一起玩，哈哈哈。有人大笑道，此人并不知已经惹了大祸，这一次恐怕不需要陆晨提报酬，幽姬都会主动出手。你们既然这么喜欢玩，那本姑娘就陪你们玩玩。幽姬说话间已经出手，小魔王镜的气息毫无保留。不好，他竟然是小魔王镜。感受到幽姬身上散发的气息，终于有人脸色惨变起来。只是他们话未说完，就被一掌扇飞。很快，魔女宗外宗的山门外传来一阵阵惨叫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陆晨在院内喝着茶，自有一种惬意感。看来以后我也不需这么焦急，心态要放平。其实这个世界可以换个角度都看待。我的实力现在确实不够强，在那些真正强者面前根本不入流，但我身边的人强啊，他们都需要我。陆晨心中暗道。而没过多久，幽姬进来。陆晨，搞定了，现在可以了吧？幽姬急急忙忙地赶来道。当然可以，但幽姬小姐，你刚才运动量稍大，可否沐浴后我们再修行？陆晨认真地道。陆晨，你这是在嫌弃本小姐？你可知本小姐在天魔药宫是3美之一，有无数追求者，而且我乃小魔王，收拾一群小垃圾根本不花什么力气，我全身还是香香的，不信你闻闻我的腋窝。你，幽姬此刻很生气，她竟然被一个男人嫌弃了，不可饶恕啊！看到幽姬要发飙，无比激动的样子，陆晨赶忙劝说到幽姬小姐误会了，即使是美女也需要吃饭拉屎呢，何况沐浴焚香可以静心凝神，更有利于修炼。也许这一次我还能助幽姬小姐一举达到巅峰大魔王境也说不定。当然，如果你不想沐浴，在下也不强求。幽姬听到陆晨的话微微一愣，然后有些难以置信再问道：你说有可能助我突破到巅峰大魔王？陆晨认真地点点头道：是的。贤，那必须要洗的，我要洗得全身超级香香的再修炼。此时幽姬也不生气，立刻改口道：看来是个修炼狂人，为了修行可以不惜一切代价。陆晨之所以有这样的自信，自是看得出来幽姬本身已经是小魔王极境，距离大魔王仅是一丝之隔。这点哪怕没有与陆晨双修，想必无需太久，幽姬自己也能突破。若是与陆晨双修，冲入巅峰魔王境也未尝不可。当然，让幽姬去洗澡并不能提升修行效果，这只是陆晨的恶趣味罢了。但说实话，洗过香香当然会更让人心情愉悦，毕竟陆晨向来不是一个重口之人。和幽姬修行完之后，时间应该刚刚好，那些人也应该被磨得差不多了。陆晨心中暗道，他一边喝茶一边等着幽姬洗澡。陆晨，我洗好了。许久之后，房间内传来幽姬的声音：我来了。陆晨起身走向房间，这一进去就是3天之后才得出来。陆晨出来时，他的境界已经是半步小魔帅境。至于幽姬，他正在闭关冲击巅峰魔王境，不出7天定然成功。这就是阴阳无极体的逆天之处。陆晨现在有些担心，以后自己体质的消息传出去，天下女修恐怕都会为他疯狂。淡定，只要我足够强大，没人能抢我。陆晨心中暗道，他现在变强不仅是为了保命，还要争取选择权，要不然以后谁来都要与他双修，
那还得了。宗主，那些人又来了，不过这一次他们是来求见，不敢再像上次那般嚣张。楚雄来通报道。行，那我便去见一见他们。陆晨点点头。很快，陆晨与这些商盟的人见面。当他们看到这位新宗主时，一个个愣住。如果我没有看错，他应该是陆晨吧？天魔运功悬赏之人，其首级荷香断剑已经提到了7000万钱了。这些人做梦都没想到，魔女宗新宗主竟然是陆晨。此事传出，恐怕将会是一场席卷这片区域的大风暴。天魔要攻的人岂会善罢甘休？我是陆晨，外宗新宗主，诸位应该在悬赏令上见到过我。如果诸位想要赏钱，可以现在对我出手。陆晨淡淡的说道。不敢，陆宗主，我们只是来谈合作的，以后贸易我们决定不改，还是按以前的规矩即可，如何？一名商盟代表站出来道。砰！然而他刚说完，陆晨以一拳轰出，将他砸在地上，随后一脚踩在他的身上道：你们想继续和我们魔女宗合作，可以先把以前侵吞我魔女宗的东西都给我吐出来，在此基础上我们再重新谈合作。陆晨强势的开口道。陆晨，你这也太过。此时又有商盟的人跳出指责，吃进嘴里的还想让他们吐出，简直比杀了他们还要难受。噗！陆晨神念一动，一把魔刃飞出，划在他的脖子处，一颗脑袋滚落在地，此人死不明指。全场也瞬间变得死一般的安静。过分！我要的只是一个公平罢了。想和我合作，公平是基础，反正没了你们，我完全可以换一批。这片区域之外还有更大的商盟，我魔女宗的资源想必整个魔域的商盟都抢着要，给你们时间考虑。楚雄，计时！陆晨此时无比霸道。楚雄狞笑着走出，此时他是全身心的舒爽。以前外宗面对这些人，那绝对是无比的憋屈，像孙子一样被训斥。无论是他们楚家时代还是墨家时代，外宗从来都不具有主导权，但现在新宗主却像狗一样训斥这些商盟之人，而且这些人大气都不敢喘一样。新宗主霸气无双，实力惊人，此刻已经完全镇住了这些商盟之人，将他们彻底踩在脚下。这才是魔域的真正生存法则，弱者只有被欺凌的份，唯有强者才能让人敬畏。10、9、8，楚雄开始数数。一众商盟的人早被陆晨的强势手段吓坏了，尤其是被魔刃架在脖子上的那个人，更是脸色惨白。我同意，我完全没有意见，一切按陆宗主您说的算。众人未等楚雄数完，便已经焦急开口道。前几天他们已经被幽姬揍过一次了，一个个都很惨，没想到眼前这个新宗主更狠。刚刚如果他敢说不，恐怕魔刃就会直接切下他的脑袋。还有人不同意吗？陆晨问道。一切按陆宗主的规定。众商盟之人此刻畏惧的开口。很好，楚雄，余下的交给你了。陆晨说罢便潇洒离去，完美做了一个甩手掌柜。刚出议事大厅，陆晨就看到了楚柔，他显然专门在那里等陆晨的。通过和陆晨双修后，楚柔不仅完全恢复，实力更上一层楼。公子，楚柔恭敬的行礼道。楚柔，何事？陆晨问道。玉素圣女传讯，让您回一次魔女宗，据说是有关天魔圣地历练之事。楚柔说道。天魔圣地历练，给我说说是怎么回事。陆晨的原主记忆中并没有天魔圣地历练的信息，显然是高层次的消息，原主一直处于低层，所以并不知道这些信息。天魔圣地历练是九幽国极其高级的一场历练，一般只有超一流的势力才能派出精英参加，比如天魔药宫、炼魔宗、血影教、秘宝宗这些九幽国前10的势力，每次都会派天才参加。我们魔女宗一直都有名额，但因为我们魔女宗的特殊性，所以每次都没有人能够参加。这一次有宗主您在，各位封主恐怕打算让您参加。天魔圣地历练好处无穷，巅峰魔皇境下的修为皆可参加，据说里面有天魔女帝留下的机缘，总之往借进去，但凡能活着出来，至少都能提升一个小境界。楚柔随后又和陆晨说了天魔圣地历练的各种信息。公子，如果您要参加天魔圣地历练，可否带上我？最后楚柔问道。若我确定参加，我会带上你的。陆晨点点头。楚柔相随可以打点一切，省得他操心，反正有事女干，没事干。侍女，对此陆晨还是乐意的。当陆晨回到魔女宗2峰时，发现师尊赵婉月、青瑶、玉素都在等他。魔女宗第2峰议事大厅，拜见师尊。陆晨向赵婉月行礼道。陆晨，你在外宗的事我听说了，做得非常好，我们果然没有看错你。外宗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难以解决的软肋，结果你才接手半个月不到，就将墨家这个毒瘤彻底清除，
更是将各商盟代表收得服服帖帖。这些为师都看在眼里，尤其是跟在你身边可以减弱甚至抵消诅咒的这个消息传回，我们各封主都震撼且惊喜。想想，如果将来你彻底强大起来，那我们魔女宗走出这片地界，行走世间，绝不是梦。陆晨，你对我们魔女宗太重要，是我们的希望与未来，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束缚你，你也应该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路要走。有关天魔圣地历练，要不要参加，我们由你自己决定。赵婉月声音温和地对陆晨说道。大厅中，二封主云溪没在，他在闭关中，来的只有师尊赵婉月。来之前，楚柔和说过了天魔圣地历练的情况了。路上我也想了一下，决定参加。魔皇境下，我还是拥有自保之力的，而且我唯有尽快变强，才能帮到师尊师伯和各位师姐。陆晨认真地道。其实陆晨真正想参加天魔圣地历练的原因，是因为楚柔提到那片历练之地可能与天魔女帝有关。陆晨想到无字书中的那位九尾魅狐之祖幽莹与天魔女帝之间的恩怨，陆晨对此生出了兴趣。另外，天魔圣地的机缘也极为不凡，尤其是传说中的终极机缘，有可能与天魔女帝有关，但历代历练者从未有人获得过。陆晨听到你这么说，为师欣慰，说明你渐渐开始接纳魔女宗。天魔圣地就在1000里外的落魔山谷中，半个月后开放。你既然决定参加，那我魔女宗就给你最大的支持。我知道你的阴阳无极体与众女一起修行也能提升修为，而且第一次效果最好，所以这一次为了节省时间，我打算让9封圣女与你一起修炼10天。10天之后，无论你达到什么境界，都该出发前往落魔谷。赵婉月说道。陆晨听后都差点吓了一跳，以为听错了。这可是与魔女宗9位圣女一起修炼啊！先不说收获的好处，单说这艳福，只怕世间都无人能及。要知道，魔女宗的9位圣女绝对是世间当代有数的美人，看青瑶和玉素便可知。任何男人能拥有1位，便已是无边艳福。现在，陆晨竟然同时要拥有9位，这绝对是世间所有男人梦寐以求之事。不过，陆晨倒很快平复了心态。他连9尾魅狐之祖都一起修炼过，这么说来，同时和9位圣女修炼也算不得什么了。一切遵从师尊安排，陆晨没有拒绝。他怕伤了9位圣女的心，必他们都是迫不及待的想和自己修行。除了青瑶、玉素，其余7位都是第一次。若如此，10天时间，9位圣女，那绝对可以让我达到魔帅境。陆晨心中盘算着。既然如此，你和玉素、青瑶也不是第一次了，熟门熟路的，就由他们带你过去吧。赵婉月说道。魔女宗中就陆晨一个男弟子，所以众女说话也不需要避着他。要不是有赵婉月等封主在上面压着，陆晨恐怕早就被魔女宗中长老级的人物掳走，然后强行与陆晨一起修炼。但陆晨现在境界还低，并不适合跟魔女宗长老级人物修炼，至少需要达到魔皇境才能和魔女宗长老级的人物修炼。陆晨现在还只是半步小魔帅境，要达到魔皇境还有一段路要走，毕竟境界越是往后越难提升。若是之前陆晨能同时与9位圣女一起修炼10天，那提升过2个大境界都不是问题。可现在他最多能冲破当下境，达到魔帅境。至于是小魔帅还是大魔帅，便看到时和9位圣女修炼的情况了。师尊放心，我和玉素还有其余圣女都商量过，会好好照顾陆师弟的。青瑶对赵婉月道，随后对陆晨道：师弟请随我来，诸位圣女都修炼房中等着呢，我们现在过去吧，别让他们等得太急了。陆晨点点头道：是，师姐。跟青瑶和玉素，陆晨已知2女深浅了。2位圣女对陆晨也是知根知底，所以相互之间也有默契。赵婉月看着陆晨和青瑶、玉素离去，心底竟有一丝丝羡慕。婉月不能急，心境更不能乱，心急吃不了熟香蕉，心境乱了对修行不利。看着陆晨一步一步成长，到时修行起来才会更有感觉，如此破境的几率才会更大。赵婉月刚刚心思出现一丝动摇，此刻便立刻稳住，暗中告诫自己。一间极其巨大的修炼房，魔女宗7位绝美的圣女在焦急地等待着。她们分别是第1封方灵月，第3封沈碧瑶，第4封林雪琪，第5封古轩儿，第6封那嫣然，第7封陆婉容，第8封唐小舞。7位圣女虽没见过陆晨，但在魔女宗中谁人不知其名，更是人人都想和陆晨修行。各位师姐更是报出天价，希望陆晨能和他们一起修行。7位圣女鉴于身份没有下场，但心中也是无比期望这一天。没想到真让他们等来了。虽然不能独自与陆晨修行，但即使这样也很让满足了。他们可是亲眼看着玉素得救，修为暴涨。还有青瑶，修为本是低于他们，
现在却已遥遥领先。更让他们嫉妒的是，玉素、青瑶他们和陆晨修炼过后，肤肌越发嫩白光滑，容颜更加美丽动人，这也是7位圣女如此期盼与陆晨修炼的原因。来了，来了，陆晨师弟，他来了。当看到陆晨进来时，7位圣女再也难以保持矜持，一个个都激动的娇躯颤抖起来。陆晨在魔女宗受欢迎的程度确实超乎想象，这还是上面压着没把陆晨拥有解除诅咒能力对外公开的情况下，要不然众女只会更加疯狂。陆晨一进入修炼房间，7位圣女便过来兴奋的自我介绍。不得不说，这魔女宗的每一位圣女是真的美啊，而且各有风姿。此时9女同时站在一起，更是让陆晨看得眼花缭乱。青瑶道：各位师姐，陆晨师弟时间宝贵，我们要抓紧时间，毕竟师弟只有1位，而我们可是有9个，所以要合理的安排时间。身为魔女宗弟子，常识的东西想必也不用多说了，但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在这里一切都要听陆师弟的，无论是什么要求，我们都要配合。各位师姐，可还有问题？第一峰的方灵月师姐道：青瑶师妹，虽然你和陆晨师弟已经修行过了，但我们懂得可未必比你少哦，毕竟我们怎么说也是你师姐，有些招式你可不知。第三峰的沈碧瑶圣女道：别废话浪费时间了，师弟，我们还是开始修行吧。此女表现得迫不及待，显然这7位圣女个个都是理论知识无比丰富，奈何以前一直都没有机会实践，现在有全宗唯一个男弟子在面前，他们都想在陆晨身上立刻实践一番。玉素道：既然如此，那便让师弟先挑选一个修炼吧，我们其余在旁协助配合，如何？9位圣女热情似火，陆晨从未遇到过这等修炼场面，差点有些招架不住。途中虽有一些插曲和波折，但好在并不影响修炼进度。陆晨和9位圣女修行只能日夜操劳，期间因为过去了半个月，陆晨还找机会进入了无字书空间，与9尾魅狐之祖幽莹也修炼了一场。与上次相比，幽莹确实变强了，这是因为封印开始出现一丝松动，他可以动用一些力量了。趁此机会，陆晨向幽莹问了有关天魔圣地历练之事，而幽莹在无字书空间中沉睡太久，对外的情况了解有限，但通过陆晨的描述后，他陷入了沉思。以本组对天魔女的了解，天魔圣地既然是他曾经逗留修行过的地方，那只要找到他真正的修行之处，便可获得他所留下的机缘。不过此女心计诡变，你要小心她会留有什么陷阱。9尾魅狐沉睡前如此提醒陆晨道。以9尾魅狐的位格，显然不会无故放矢，所以陆晨将对方的话牢牢记在心里。10天时间，陆晨都是在和9位圣女修炼中度过。修行过程中，他发现各位圣女师姐并没有骗他，各有绝招，非同凡响，所以修行的效果惊人的好。除了玉素和青瑶因为不是第一次，效果稍差一些外，但提升也是很惊人。其余7位圣女师姐方灵月、沈碧瑶、林雪琪、古萱儿、那嫣然、陆婉容、唐小舞他们修为都暴涨，陆晨也踏入了大魔帅境。这样的收获，双方都很满意。事后9位圣女都进入闭关修行状态，陆晨则开始准备前往落魔谷参加天魔圣地的历练。进入天魔圣地历练需要手持天魔令，我们魔女宗因为历年无法参加，这天魔令倒是累积了不少。这些天魔令与我们无用，你都拿着吧。离开魔女宗前，赵婉月前来送别，将上百枚天魔令交给陆晨。像魔女宗这样的势力，每年至少能获得1枚的天魔令，历届累积下来也有100枚了，超过100年的天魔令会自行失效。这10天时间，赵婉月一直都在关注着陆晨和9位圣女的修炼情况。虽然这也会让赵婉月有些难受，但身为一峰之主，必须观察门下弟子和陆晨一起修行的变化，以进行研究，好为将来自己与陆晨修行时做准备。赵婉月看到9位圣女的修为变化，无比吃惊。可以说，有陆晨在，他们的修行之路将会变得无比顺坦。本来需要100年内才能达到的境界，有陆晨相助，也许10年便可达到。还有陆晨本身修为也提升惊人。记得刚带陆晨入门时，对方还只是一名小魔师境，现在不到1个月，他已经达到了大魔帅境。如果追溯得更远些，陆晨上天魔药宫的悬赏榜时，他还只是一名小小的魔役，但觉醒阴阳无极体后，却给他带来了无比逆天的改变。虽然陆晨到后面通过双修提升境界会变得缓慢，但比起正常修炼，依旧快了100倍1000倍。陆晨起步虽晚，但定能后来居上，横扫一切同辈。赵婉月越是了解陆晨，越是看好他，自然也将魔女宗的未来寄托在了陆晨身上。多谢师尊。陆晨并不知道，这10天他与9位修圣女修炼的情况，都竟被这位美女师尊尽收眼底。但抛开其他一切，赵婉月对他是真的好，拳拳之心可向日月。陆晨也是真心感激赵婉月，若无他将自己带上魔女宗，那他现在恐怕已经被天魔药宫的人
或者那些未拿悬赏之人斩下了脑袋，夺走了袖剑。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陆晨发现自己已经融入了魔女宗，也真正的将魔女宗视为自己的师门。也就是说，他现在真正的承认了自己是魔女宗唯一男弟子的这个身份。起初是为了应付，为了活命，但现在陆晨他是真心的。陆晨，为师知道你为灭墨家消耗了各封主送你的保命手段，这里有一张遁空符，若有生死危机，你以气机催动，便可瞬息传送10里外，暂时助你摆脱困境。切记，无论何时，保命第一。我们魔女宗的宗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赵婉月取出一张黄色的古符交给陆晨，并交代道：弟子谨记。陆晨行礼道：去吧。赵婉月一挥袖，将陆晨送出了第2封。很快，陆晨回到外宗，却见幽姬远远在等他，在幽姬身后还跟着楚柔。陆宗主，10天不见，你竟然达到了大魔帅境。已是巅峰魔王境的幽姬看到陆晨时感到无比吃惊。幽姬这段时间一直在外宗闭关，几天前入院冲击到了巅峰魔王境。他出关后本来打算当面答谢一下陆晨，结果陆晨不在，于是他并不急着离开，而是留在了外宗。其实幽姬的本意还是想见到陆晨，再进行一场离别修，那样的话他将来冲击魔皇境会更加的轻松。当然幽姬都觉得自己有些贪心了，毕竟和陆晨一场修行，短短半个月他便从小魔王境达到了巅峰魔王境。正常修行没有3年，休想达到。这样的修行速度让幽姬还想再体验一次与陆晨一起修行。当然抛去修行速度不说，幽姬其实是怀念和陆晨一起修行的快乐时光。事实上，任何与陆晨修行过的女子，其实对他都会有些欲罢不能。留在外宗这几天，幽姬还和楚柔处成了好朋友，并得知陆晨有可能参加天魔圣地历练，于是就留下来一直等。你也达到了巅峰魔王境，我也算不负所托，你我之间已算两清，幽姬小姐没必要再留在此。陆晨淡淡地道，他和幽姬之间完全是一场交易，可不像他和魔女宗众师姐之间算是你情我愿的修炼。所以对于幽姬，陆晨的态度还是比较冷淡的。幽姬并不在意，他笑道，我听说陆宗主要前去天魔圣地历练，所以我在此等你，想和你一起去。我知道你们魔女宗最不缺的就是天魔令，所以我在此厚着脸皮向你求要一块，当然我会付出价值相当的钱。陆晨皱眉道，你是天魔药宫的内门弟子，不至于连一块天魔令都没有吧？幽姬摇摇头道，天魔药宫不同于你们魔女宗，我们每次也只有3块天魔令，这一次我若不是败于杨烟，我自然也能得到1枚天魔令，但现在这枚天魔令属于杨烟了。任何宗门竞争都无比残酷，败者是没有话语权的。陆晨没想到天魔令竟然是这么珍贵之物，也就只有魔女宗看不上了，随手就能给陆晨上100枚。1枚天魔令价值几何？陆晨问道。天魔令向来都是有市无价，不过之前有过交易记录，1枚天魔令可价值10亿钱。幽姬道。陆晨倒吸一口凉气，我的悬赏最开始才价值1000万钱，就被众人争破了头，争相来杀我。你说现在1枚天魔令就价值10亿钱？陆晨难得有些失态，要知道赵婉月可是给了他上百枚的天魔令啊，直接打包给，像是扔垃圾一样扔给他。没错，天魔令向来都不会出售，可遇不可求，所以才珍贵。幽姬道，如果我有100枚呢，能卖多？陆晨问道。在陆晨看来，这天魔令对别人来说价值无双，但除了自己持有1枚，楚柔1枚，多出来的根本没用。这些年天魔圣地历练一直都还有这么多人进，主因还是传说中有关天魔女帝的终极机缘没人得到过，所以每次开放，各门各宗都会挤破脑袋的想进去。100枚？幽姬以及一旁的楚柔都吓了一跳。陆晨也不废话，直接取出来丢到幽姬面前。不愧是魔女宗，别的宗门拼死才得到的天魔令，魔女宗随手就是一大堆。幽姬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发出一阵感叹，随后又接着道，如果数量少，价格肯定可以值10亿钱的，但数量多的话，价格会下去一些，但也不会下太多，毕竟巅峰魔皇境下的修者挤破脑袋都想进，整个9幽国这样的人不计其数，所以保守估计平均1枚天魔令至少也能卖到8亿钱，100枚就是800亿。幽姬快速计算起来，最后给出一个估值。幽姬，我可以免费给你1枚天魔令，但其余你帮我处理掉。陆晨取出2枚天魔令，1枚自己拿着，1枚交给楚柔，其余都交给幽姬。幽姬压抑着激动道，陆宗主，你就这么信任我？这样的钱财，就算我看到都会心动，就不怕将钱全部卷走？陆晨淡淡地道，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另外
我不是信任你，而是根本不怕你卷走。1个月前，我未觉醒阴阳无极体，那时我还只是天魔药宫一个小小的魔翼，觉醒阴阳无极体后才过去1个月，我现在已经是大魔帅境。不仅如此，我还能令魔女宗的各位师姐提升实力，将来甚至能让魔女宗的各位师叔、师尊、师祖破境成功。当然，我也能让幽姬你快速突破，你显然已经领略过了，所以只要不傻，你应该知道该怎么选择的。陆晨的话让幽姬刮目相看。现在如果有人说你曾是我天魔药宫的一个小魔翼，我打死都不信。我现在只能说，天魔药宫短视且无知，竟然下此悬赏，却将你拱手相送给了魔女宗，现在搞得我都忍不住想改头门户，加入你们魔女宗。要不然将来你灭天魔药宫时，我不知该站哪边。另外，此事我答应了，我们落魔谷入口见，到时我会将卖天魔令所得的钱交给你。不过这一次天魔圣地历练一下子多了上百人，这下子就热闹了。幽姬收起天魔令，摆摆手便飞行远去。楚柔，收拾好东西，我们也准备下山前往落魔谷。幽姬远去后，陆晨对楚柔吩咐道：是，公子。楚柔确定可以和陆晨一起去天魔圣地历练，心中美滋滋，快速地收拾行当。很快，陆晨和楚柔走出了外宗地界，这是陆晨众生以来第一次行走魔域，他心中也有一丝兴奋。只是刚出外宗地界，走到一处两边环山的交叉路口时，一道道身影窜出，瞬间便将陆晨和楚柔团团包围住。陆晨，你终于出来了，兄弟们守了你1个月，终于等到你走出魔女宗地界的这一天。发了，悬赏1亿钱啊！为首的是一个光头大汉，乃是大魔君境。此时狂然大笑道：兄弟们，给我杀！光头大汉大喝一声，带人冲杀向陆晨。陆晨已被我合欢门看上，谁敢动他？噗噗噗，一道媚然声音传来，随之无数暗器飞来，光头大汉和他的一众小弟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就全部被射成为了筛子，变成一具具尸体倒在陆晨脚下。随之陆晨看到一名妖娆美丽、衣服清凉的女子，带着10几名衣裙暴露的女子飘然落在陆晨面前。陆公子，小女子合欢门大师解柳欢欢邀您到门上做客，小女子的家可是花镜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哦。柳欢欢骚媚地说道。陆晨早就料到自己下山的路恐怕不会太平，只是没想到才刚出魔女宗地界就立刻遭遇伏击。看来这段时间他藏身魔女宗安全完全只是表象，因为有魔女宗这个庞然大物在镇着，他感觉不到这些危险的存在。但外面的人其实都在对他虎视眈眈，有窥视悬赏的，也有通过秘密手段知道他觉醒了阴阳无极体想掳掠他的，甚至还有可能窥视他的首级和绣断剑想参透其中秘密的。比如眼前的柳欢欢，应该就是知道他觉醒了阴阳无极体的人。柳欢欢小姐，你家的花镜有没有客扫？蓬门要为谁开？我完全没兴趣，我要去参加天魔圣地历练，没时间去你合欢宗，请让路。陆晨神色平静，淡淡的开口道。柳欢欢看到陆晨不受自己媚术任何的影响，心中已然吃惊，此时又当面拒绝自己，也让他有些受打击。他们合欢宗皆是美女，以媚术著称，尤其是她身为合欢宗的大师姐，乃是合欢宗年轻一辈第一美人，此刻竟然对陆晨没有任何吸引力。当然，柳欢欢更多的是心底不服气。一直以来，她要勾引的男人从没有失手过那些被她勾引的人，哪个最后不都是服服帖帖，变成任她使唤的一条狗？陆晨，刚才我们可是出手救了你，哪怕作为答谢，你也不应该拒绝我们这个不算过分的请求吧？柳欢欢压下心底的怒气，依旧媚然笑道。而且她靠陆晨很近，呼吸的热气都喷到陆晨的脸上。陆晨可以闻到柳欢欢身上散发出来一种可以让男人目眩神迷的香气，但陆晨自然不会受任何的影响。此刻他并不觉得香艳，反而觉得被冒犯了。柳欢欢这个女人太没边界感了，难道没看出自己对她没有任何兴趣吗？何况区区几个毛贼，何须他们出手相救，明显就是故意挟恩图报了。不过这种情况也确实不好说，毕竟对方是真的出手帮他处理了这些毛贼。就在陆晨要开口拒绝时，一道阴邪的声音传来。陆晨是我炼魔宗看上的人，何时轮到你们合欢宗了？嘿嘿，今日这些人全部炼掉，化成我炼魔宗的尸魁。随之大地震动，就看到一头头巨大的魔兽走来，上面都坐着一个戴着鬼面具的人，为首是一个披头散发的男子，手中握着一根黝黑的骷髅魔杖。刚刚也正是他在说话。炼魔宗，炼魔子。柳欢欢看到来人后，脸色瞬间煞白。魔域9幽国10大势力中，炼魔宗排在第4，以手段残忍，以炼尸成魁的手法最为著名。合欢宗在9幽国10大势力中几乎末尾。往日
就有不少合欢宗的女弟子被猎魔宗炼成尸魁，供猎魔宗的弟子享用，手段极为邪恶。毕竟猎魔成魁的第一条件就是尸体，也就是说猎魔宗的人几乎是人均炼尸，但他们也确实强大，所以无人能奈何得了他们。也难怪柳欢欢看到猎魔宗的人会如此畏惧了。哼，竟是合欢宗的大师解柳欢欢，将您这样的美人炼成本魔子的尸魁，可一直都是本魔子的梦想啊！今日难得你落单，我夙愿终得所偿。猎魔子邪恶的开口，而且表现得无比霸道，直接就对着柳欢欢身边的合欢宗女弟子出手。只见从他们身后飞出一具巨尸魁，扑向这些合欢宗女弟子。这些合欢宗的女帝都非弱者，可面对猎魔宗的尸魁显然不够看，根本不是对手。他们的暗器打在尸魁身上没有任何作用，吐出的迷雾，尸魁也没有任何反应。说白了，这些猎魔宗的尸魁就是合欢宗众女的克星啊！不，合欢宗的女帝们发出一阵阵惨叫。前一刻她们还美丽动人，妖娆妩媚，但下一刻都变成了一具具冰冷的尸体，脸上还保留着生前的恐惧和绝望。小心点，别弄坏尸体了。坏了可就不好用了。猎魔子邪邪地说道，目光却盯着柳欢欢。柳欢欢此刻根本不敢有所异动，对方的神念已经锁定他，只要稍有异动必遭雷霆一击。柳欢欢巅峰魔君境，而猎魔子小魔王境，二者根本不是一个层次。柳欢欢此刻哪里还有一丝妩媚姿态，眼中只有恐惧和绝望。若无意外，他今日恐怕在劫难逃。想到要被猎魔子杀死，在自己的尸体炼成尸魁，天天被对方享用，他的娇躯就忍不住颤抖起来。至于陆晨，反倒是暂时成为了被忽略的存在。他境界在这些人眼中太低了，跟一只蝼蚁差不多，是盘中之肉，根本逃不了。猎魔子，你这样做就不怕合欢宗的报复吗？柳欢欢声音发颤，惊恐的开口。那最好不过了，这样就可以将整个合欢宗的美女炼成尸魁了。我对你们合欢宗宗主柳青羽尤其感兴趣。猎魔子得意的大笑，同时他身后的一尊尸魁飞出，攻击向柳欢欢。砰！柳欢欢被击飞，口中吐血，毫无还手之力。轻点，别玩坏了，就算要杀他，也要温柔的杀死。猎魔子对自己的尸魁下令道。他们从不玩活人，只喜欢玩尸体，所以死后的柳欢欢才是猎魔子的最爱。此时他的尸魁速度奇快，已经再次杀到柳欢欢面前，最后一击要取之性命。可毫无征兆，一道魔刃飞出，划过尸魁的脖子。噗！尸魁的脑袋不翼而飞。噗噗！且还未得众人反应过来，又有魔刃划过，猎魔子的这尊尸魁四肢也同时被切落。砰！最后变成一个人棍掉落在地。天地在这一瞬间变得一片死寂。一道懒散的声音缓缓响起：柳欢欢，你刚才帮我，那我也帮你一次。现在我们扯平了，以后最好不要在我面前玩谢恩图报这种事，因为我不会允许再有第二次。自然是陆晨在说话，刚才也自然是他出手。他这个刚刚被暂时忽略的人，又在这一瞬间成了所有人的焦点。陆晨出手完全是因为柳欢欢虽然讨厌，没啥边界感，但他也是唯一对陆晨没有杀意之人，应该就是单纯的想邀请他去合欢宗一起双修。可陆晨现在可不是一个随便的人，不是随便一个女的想和他双修就双修，一切主动权该握在自己手中。至于猎魔子等人，本就是要来斩自己脑袋以及夺取绣断剑的，这些人陆晨已在心底判了他们的死刑，全部杀无赦。柳欢欢死里逃生，惊魂未定。刚刚那一刻他是认定自己难逃一死了，甚至想到了自己死后尸体还要被猎魔子炼成尸魁，天天把玩就觉得很恐怖。可最后一刻他得救了，竟然是全场最不起眼的陆晨救了他。这一刻他才知道，自开始陆晨就根本不需要他救，完全是他自作多情。难怪陆晨会拒绝自己，显然认为他是在携恩图报，多谢陆公子救命之恩，小女子没齿难忘。柳欢欢反应过来后，第一时间飞身到陆晨身后寻求庇护。你竟敢毁了我的尸魁！陆晨，除了你的脑袋，其余部分我要将你碎尸万段。猎魔子声音冰冷，眼中充满杀意。陆晨所毁的乃是猎魔子收藏中最喜欢的两具女尸之一。刚刚那具尸魁身上留下了猎魔子无数的印痕，是他夜深人静寂寞空虚时的极味，可现在却被陆晨毁了。猎魔子能不发疯吗？陆晨却神色冷漠，他双手晃动，18把魔刃飞出。陆晨重新打造的18把魔刃锋利无比，坚不可摧，在御刃术的催动下划破虚空，瞬息间与一众猎魔宗的弟子错身而过。不好！猎魔子脸色一变，他抵挡住了8把魔刃的攻击，
可他身后的炼魔宗弟子却像是纸片一样，一个个被魔刃瞬间切成碎片，包括他们祭出的尸魁也四分五裂，散落一地。这些炼魔宗弟子最强不过是小魔君境，在大魔帅境的陆晨面前根本就是不堪一击。陆晨仅以10把魔刃，在短短10息之间把他们全部切成了片，一个个死的不能再死了。只有炼魔子一人此时还活着。区区一个小魔王，不知你何来的自信，想要将我碎尸万段。直到此时，陆晨才淡淡的开口。18把魔刃此时回来，在陆晨身前浮沉不止。身后的楚柔见怪不怪，他是最清楚自家公子究竟是有多强多可怕的，当时只是魔将境时就能斩杀巅峰魔君静默言，将整个墨家灭掉，现在已经是大魔帅境了，区区一个小魔王根本不可能是陆晨的对手。但柳欢欢的感受就不一样了，他所受到的震惊无法想象。1个月前，陆晨还只是天魔药宫悬赏榜上一个小小的魔裔，现在呢，他都可以将一个小魔王境的对手玩弄于股掌间，小魔王境下杀之如切菜。可笑，之前自己竟然还想通过美救英雄，让陆晨到合欢门与他们一起修炼，结果最后变成了英雄救美。炼魔子此时早已没了出场时的嚣张气焰，神情万分凝重。他发现自己一开始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严重低估了陆晨。陆晨，你的强大确实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但我炼魔子可不是谁想杀就杀的。百魁树现。炼魔子举起手中的骷髅魔杖，念动咒语，随后在他身后走出一具巨尸魁，足有100具，每个尸魁身上布满符文，穿着厚厚的铠甲，站在一起如同一支亡灵大军。陆晨小心，没想到炼魔子竟然达到了百尸境，他可以同时操控100具尸魁进行战斗。柳欢欢提醒道。陆晨此时也在观察着这100具尸魁。为了炼制尸魁，炼魔子需要斩杀100名魔君境的修者，炼魔宗修为越高者，所拥有的尸魁越多，想想这炼魔宗也有些可怕，他们无需太多人就能制造出一支亡灵大军为他们征战四方。陆晨心中暗道，与这样的宗门为敌，那他以后必须要小心，若有能力最好将他们王族灭宗，如若不然，他们就会阴魂不散地缠着你，在关键时刻给你致命一击。去，除了脑袋给我好好保存，其余部分都给我撕碎它。炼魔子冷然下令道。随之一具具尸魁同时发动攻击，杀向陆晨。陆晨手握绣断剑，轻轻一切，雪漫千山。究极大成的基础剑法一出，陆晨周围10米内的空间仿佛瞬间被冻结，100名尸魁动作也是一顿，僵在了原地。魔刃斩月，随之陆晨第一时间衔接上御刃术，噗噗噗，18魔刃飞出，精准地斩在100具尸魁身上的符文阵眼上。陆晨自开始就一直在观察研究这些尸魁，绝不是盲目的攻击，而是发现尸魁的弱点就在符文阵眼上，只要将之摧毁，这些尸魁都将会失去控制。不过这些符文阵眼可不好找，更不好摧毁，因为不仅隐藏得很隐秘，更是保护得很好，一般人很难精准地攻击到。但陆晨自然不是一般人，他乃是剑域之主重生。砰砰砰，一道道剑气在这100具尸魁身上炸开。待雪漫千山的效果消失时，100具尸魁身上的符文阵眼已经被摧毁。炼魔子反应过来时已经迟了。怎么可能？你竟能看出我尸魁的弱点，还能将基础剑法修至究极大成？难道你身上真的藏有不可言说的秘密？炼魔子脸色大变地道。雪飘人间。陆晨却懒得与之废话，踏出究极大成的追风步，配合飘雪剑法，手握绣断剑开始大开杀戒。这100具尸魁的符文阵眼被破坏后，不仅让炼魔子失去对他们的控制，也让他们身上的防御变得脆弱不堪。噗噗噗，陆晨的身影在100具尸魁中穿梭，绣断剑挥动，一颗颗尸魁脑袋滚落在地，直至所有尸魁倒地，陆晨便已杀到了炼魔子面前来。老婆，给我挡住他！炼魔子这时竟然再次召唤出一具尸魁，挡在他身前，也挡住了陆晨这一击。这是一具穿着红衣的女尸，打扮得很是艳美，身上散发的气息也极其强大可怕，竟然比炼魔子还强。原来传言是真的，炼魔子杀妻杀妹炼尸魁，他杀掉自己大魔王境的妻子，将之炼成尸魁。陆晨，他是个疯子，你一定要小心！柳欢欢失声叫道。红衣女尸魁一掌拍出，将陆晨击退，所有魔刃也倒飞而回，根本无法伤害到红衣女尸魁分毫。陆晨，你竟然能将本魔子逼到这一步，先是毁了我挚爱的女尸之一，你可知那具尸魁生前是本魔子最宠爱的妹妹，我本来将她炼成尸魁就可以永远陪在我身边的，可陆晨你却将她给毁了，最后更是逼得我将最爱的老婆尸魁也祭出。可恶啊！炼魔子站在红衣女尸魁的身后，狂怒地叫道：红衣老婆，给我杀了她，只留脑袋！
炼魔子癫狂地操控着红衣尸魁。陆晨冷冷一笑道：“杀妻杀妹，炼成尸魁，你们炼魔宗都是这般修炼的吗？若是如此，炼魔宗之人皆是死不足惜。”此刻就连陆晨都觉得炼魔宗太过邪恶与变态了，但显然是炼魔宗太过强大，在九幽国无人能奈何得了他们。我炼魔宗的宗旨是有死相生，我妹妹、我老婆被我炼成尸魁，那他们就能永恒活着，永远陪在我身边，不死不灭。可陆晨，你刚刚毁了我妹妹的尸魁，让她真正的死去，你才是那个死不足惜之人。红衣老婆，给我杀杀杀！炼魔子在红衣验尸身后癫狂地大叫着，在疯狂地操控着红衣尸魁杀向陆晨。红衣女子生前是大魔王境，没想到死后被炼成尸魁，其实力不减反增，仿佛是红衣女子和炼魔子实力的叠加。不得不说，炼魔宗的炼尸经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红衣女子手中多了一把剑，此时演化一门极为高深的剑诀，展出一道道恐怖的剑芒，瞬间将陆晨的去路全部断绝，让他退无可退，避无可避。公子小心！看到这一幕的楚柔忍不住担心的提醒。他刚刚是想出手的，但陆晨让他守在一边看着即可。楚柔只能听从命令。你家公子面对的是大魔王境尸魁，危险了。据说红衣尸魁乃是炼魔子的本命尸魁，这就像我们修行者修出本命法器一样，所以炼魔子和这红衣尸魁几乎一体，需要同时杀死。如若不然，杀死一个，另一个依旧还能复活。合欢宗与炼魔宗有世仇，所以柳欢欢对炼魔宗研究的比较深。刚刚陆晨救过他一命，此时毫不保留地把自己所了解的告诉楚柔和陆晨。当然他也希望陆晨最后能赢，虽然机会渺茫，但只有陆晨赢，他才能活。如若不然，陆晨败亡，那他和楚柔都将难逃被炼魔子炼成尸魁的命运。陆晨自然也听到了柳欢欢的话，此时神色也凝重了起来。如果柳欢欢没有告诉他这个秘密，自己只怕要白忙活一场，都没能真正杀死炼魔子。魔断黄泉。此刻陆晨也不再有任何保留，爆发最强的一招。以前陆晨还是魔将时，使用这一招都是抽空灵力，但他现在是大魔帅境，体内魔海丹田处的魔眼扩大了很多倍，使出这一剑后，自然不会再像之前一样会被瞬间抽空力量，而是使用之后，威力不仅比之前更加强大，还留有余力继续战斗。此时袖断剑在陆晨手中散发出幽冥死气，剑光所过，如有亡魂哀嚎，方圆10多米内的一切生机都被他抽尽。红衣尸魁展出的剑芒也全部破灭，化作虚无。陆晨这一剑犹如划破黑暗世界的电光，瞬息之间便已冲到红衣尸魁面前。不好，该死的，这袖断剑展出的剑招为何如此逆天可怕？炼魔子此刻已经意识到了不妙，惊恐大叫道。他操控着红衣尸魁拼命地抵挡陆晨这一剑。陆晨此时却处于一种极其玄妙的状态中，袖断剑与他血脉相通，一些本能的力量似乎开始觉醒。袖断剑上奇异的纹路散发幽幽黑光，让其瞬间变得无比锋利，无坚不摧。而且这一瞬间，陆晨的神觉在以10倍100倍的速度在提升。在这种状态下，整个世界都变得无比清晰，千米外蜘蛛吐丝、蚂蚁交配的声音他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至于眼前的红衣尸魁，陆晨的目光扫落在其身上，他就像全身脱光了一样，再无一丝秘密。原来这就是炼制操控尸魁的秘密。那我是否可以改变上面的符文，反控尸魁？陆晨此刻的状态就像是开挂了一样，而之所以能进入这种状态，似乎是因为袖断剑和自身血脉共同的作用。这种状态无法持久，目前只能维持30息，我必须要快。在这种状态下，陆晨的实力也在暴涨，他此时取得了主动权，开始牵制红衣尸魁。袖断剑没能斩杀红尸魁，但却精准地落点在符文阵眼上，将之摧毁，第一时间断掉了与炼魔子之间的联系，让其无法操控红衣尸魁。不，噗！炼魔子发出一道惨叫，随之身体巨震，当场吐血，脸色变得无比苍白。他现在的感觉就好比本命法器被人强行抹去了神识印记，断去联系而受到了反噬之伤。当然他现在是本命尸魁，被人强行断掉联系，所以也受到了反噬。陆晨，你既然夺我老婆，我与你势不两立！炼魔子疯狗一般大叫，手持骷髅魔杖亲自向陆晨杀来。然而陆晨不慌不忙，修长的手指不断地在红衣尸魁身上游走，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这叫走灵，是炼制尸魁的手法。陆晨凭借当下的玄妙状态快速地解析了出来。他现在要重新为红衣尸魁走灵，让其具备有自己的意识，反过来对付炼魔子。怎么可能？你竟然也会走灵，炼制尸魁？炼魔子看到陆晨的手指在自己老婆的尸体上快速游走，连最隐私的部位都不放过，此时忍不住发出尖叫。
只是他声音刚落，红衣尸魁本来木然的双眼竟突然绽放出2道光芒。他醒了，拥有了自己的意识。你曾被你最爱的丈夫杀死，炼制成尸魁。现在我帮短暂的恢复一丝意识，让你有怨报怨，有仇报仇，去吧。陆晨淡淡的开口道。下一刻，红衣尸魁突然转身迎向炼魔子。噗！炼魔子还没有反应过来，红衣尸魁的长剑便已从他的心脏穿过。老婆，你……炼魔子看着红衣尸魁，满脸不敢置信。由他亲手杀死炼制的红衣尸魁，竟然会失控，反过来杀他。这和本命法器是主有何区别？红衣尸魁没有说话，只是一双目光死死地盯着炼魔子，当中充满了无尽怨恨。他曾如此的信任你，视你为挚爱，你却亲手将他杀死，炼成尸魁。他现在自然是有怨报怨，有仇报仇了。你们炼魔宗的炼尸经的确不凡，以走灵之法操控尸体，但这终非是大道正途，总有反噬一天。陆晨淡淡的说道。他刚才走灵，重新炼制了红衣尸魁，但他并没有试着去控制他，而是与他沟通，还他自主权，让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此时的红衣女魁确实拥有一丝自我意识，但在不再受控制的情况下，对炼魔子出手更多的是一种本能。我把挚爱炼成我的本命尸魁，要的是生生世世的陪伴，我有什么错？人生不过数百秋，但成尸魁可永恒不灭。而且待我修至万尸境，便可以将你点化，恢复曾经的记忆，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可为什么你就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杀我，毁掉我们的心血？炼魔子发出不甘的怒吼。噗！可声音刚落，红衣尸魁抽出了剑，一剑横斩，削落了他的脑袋。即使如此，炼魔子依旧没死，脑袋滚到一边，眼睛在咕噜噜地转着。哈哈，我们是一体的，你不死，我也不会死。炼魔子的断头发出得意的声音，但下一刻，他的表情瞬间凝固，目光不可思议地看着一颗脑袋滚到他面前。原来是红衣尸魁举剑，一把将自己的脑袋砍了下来。不！炼魔子反应过来后，发出绝望和不甘的声音。随后，他的身体开始消减，包括他的脑袋，很快就化成一片飞灰，消散天地间。红衣尸魁也同样如此，最后只有一件红衣飘落在地。谢谢，让我解脱。在红衣尸魁消散那一瞬间，陆晨的神识中隐隐听到了这一句传音。一旁的柳欢欢早就惊呆在场，他从没想过陆晨竟然真的能赢，尤其是对方在战斗中学会炼尸经的走灵手法，改变红衣尸魁身上的符文阵法，反杀炼魔子，这等手段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楚柔，清理战场，然后继续赶路。陆晨对楚柔道。是，公子。楚柔看到陆晨获胜，无比的开心，兴奋地清理起战场。多谢陆公子救命之恩。陆公子手段通天，刚刚是小女子有眼无珠，但小女子还是想请陆公子前往合欢门一趟。据我所知，公子觉醒了阴阳无极体，我们合欢宗的小姐乃是太阴之体，公子若能与之修炼，定然好处无穷。当然，现在是我们合欢门需要陆公子相助，因为我们小姐虽是太阴之体，但因为修炼了我们无比霸道的玉女经，寿元锐减，生命将至，所以我们才想到了陆公子的阴阳无极体，或许能为我家小姐延元续命。柳欢欢此时言语真诚地道。太阴体，玉女经。据九尾魅狐之祖幽影所说，我的阴阳无极体与一些特殊体质双修时，可以发生一些玄妙的变化，其中便有太阴体。若对方还修炼高深的双修秘术，会让我的阴阳无极体血脉再次解封，进行新蜕变。若柳欢欢说的都是真的，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遇。陆晨心中暗道，但表面上他依旧一脸平静。我说过了，我前去身回天魔圣地历练，根本没有时间。陆晨一副毫不心动的样子道。这点陆公子完全可以放心，我们合欢门就在你前往落魔谷的途中，到时陆公子只需顺路上我落欢门即可。柳欢欢说道。既然顺路去一趟也无妨，但你们合欢门的玉女经既然会减寿，为何还要学？陆晨疑惑地问道。我们合欢门虽是九幽国10大势力之一，但却居于末尾，一切因为我们缺乏强有力的攻击手段。最初我们合欢门都是修炼玉女经的，主要是通过双修来提升实力，但这种修行方式弊端很大，修为境界是上去了，但根基虚浮，战力太弱，于是我们合欢门的一些天才弟子就开始改修玉女经，此术无比霸道，也无需通过双修来提升。我合欢门大小姐乃是历代最天才的存在，从小修炼玉女经，再加上天生太阴体，不到30岁便已是魔皇之境，但因为太阴体和玉女经都太过霸道的原因，修为是突飞猛进了，但寿元锐减。大小姐是我们合欢门的希望，我们不惜一切代价都想为她延元续命。陆公子，求你救救我家小姐吧，我柳欢欢做牛做马的报答你。柳欢欢最后恳求道。
原来如此，那你修的是玉女经还是玉女经？陆晨问道。无需双修的玉女经，但因为小女子资质愚钝，体质普通，所以减寿元的特征并不明显。只要能救我家小姐，欢欢愿意卖身给陆公子。柳欢欢三句不离救他家小姐，看来他家小姐的情况的确不容乐观。公子，清理好了。楚柔这时道。我们走吧，柳欢欢，你带路去合欢宗。陆晨说道。谢谢陆公子。我家小姐若是得救，您就是我们合欢门最大的恩人。柳欢欢激动在前带路。半日后，陆晨来到了合欢门，也同时见到了合欢门大小姐柳如烟。但此时的柳如烟已经处于沉睡状态，生命气机非常虚弱，随时都有可能彻底的沉寂，难怪柳欢欢这么急。大小姐现在太娇弱了，经不起折腾。门主让我们留下来助你一起和小姐修行。柳欢欢带着几名合欢门姿色过人的女子前来道。你留下即可，其余不用。陆晨说道。柳欢欢点点头，让其余女子都离开，当然她们皆是一脸失望的表情。至于柳欢欢则是心底窃喜。楚柔，你也进来。陆晨叫来楚柔。是，公子。楚柔喜滋滋，她觉得跟着公子出来果然没错，随时有机会一起修行，这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时候当贴身侍女比当老婆还好。合欢宗大小姐柳如烟即使是沉睡，也依旧充满美感。这一次与之修行，重点还是要先以治疗为主。如果是按以往的方式，自然是打针治疗是最好的办法。可现在的柳如烟太虚弱，经不起折腾，必须要通过更加温和的办法，先壮大其生命契机。柳欢欢，我可否一观你们的玉女经？这对我治疗你家小姐应该有帮助。陆晨这时说道。他们现在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楚柔和柳欢欢从旁协助。陆晨公子要看玉女经，自然可以。这时合欢宗门主柳青雨走进来，这是一个极其成熟美丽、具有无尽风情的妇人，一言一行尽显魅意，不愧是合欢门之主，确实不是手下这些弟子可比的。柳青雨走进来，神情自若，并不在意陆晨当下的状态。显然这种事情对于合欢门来并不算是一件尴尬和羞耻之事，柳青雨反而表现落落大门。但是时间不等人，还来得及吗？柳青雨问道。无妨，我不需要研究，看一遍即可，百息时间足够我看一遍。陆晨自信满满地道。以他剑域之主的智慧以及觉醒的奇特神诀，轻松便可上手。柳欢欢却知道陆晨没有吹牛，他是亲眼看到陆晨解析出炼尸经的走灵手法，然后反制红衣尸魁，反杀炼魔子。有这等能力，区区玉女经完全可以一变过。我将女儿交给你，我信你。柳青雨将一枚古玉简交给陆晨。陆晨神念扫过，一段内容涌入脑海。太阴始元，素心归真，一缕清辉，炼作玉魂，气沉子府，脉走冰纹，三花聚顶，不染纤尘，阴阳相济，妙化乾坤玉女经的内容并不多，却玄奥莫测，但对陆晨来说都是轻而易举。他与九节阴阳功进行印证，很快就找到了解决方案。玉女经的确玄妙，我已找到办法，现在可以开始了。门主可留下，这次需要你相助。陆晨看着柳青雨道。我吗？可以，需要做什么尽管提。为了救女儿，合欢门门主柳青雨也是豁出去了，而且他看向陆晨的眼神也是异常火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们三个与我修行，凝出阴阳之气，然后我输送给柳如烟，先助她恢复部分生命气机，待她恢复到一定程度，可以承受激烈的折腾后，我便可以与她进行修行了。陆晨将自己的救人方案一一道来。陆晨公子真乃神人也，奴家定会全力配合。柳青雨媚然一笑道。有这样一位老手坐镇，陆晨也安心不少。他们商定之后，便立刻开始按行动，开始修行。在楚柔、柳欢欢、柳青雨的努力下，阴阳之气在陆晨手中汇聚，而陆晨也算是见识到了柳青雨这位合欢宗门主的手段，确实不是青涩的楚柔和柳欢欢可比的。接下来交给我即可，你们到外面候着。陆晨一边将阴阳之气输入沉睡的柳如烟体内，一边对三女道：走吧，不要打扰陆晨公子治疗小姐。柳青雨带着楚柔和柳欢欢出了房间，房间就剩下了陆晨与沉睡中气色好了不少的柳如烟。如烟小姐，我知道你意识已经恢复，你修习玉女经到了极高深的地步的，接下来我需要你的配合，才能修复你的生命之泉，重铸寿元命格。陆晨轻轻说道。他知道柳如烟表面沉睡，但周围发生的一切他其实是能感应到，哪怕是之前陆晨与他的母亲等三女一起修行，他也是知道。此时沉睡中的柳如烟睫毛微微颤动，
表示配合。经过1个时辰的折腾后，柳如烟的生命力已经恢复过来，但想要延续续命，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的治疗。好在现在柳如烟已经醒来，二人可以进行深入浅出的交流，有助于二人更好的修行。而接下来，陆晨也终于体会到与太阴体一起修行的妙处了。再结合玉女经，我感觉这次可以再破一境，达到巅峰魔帅境。陆晨心中惊喜，他出来前可从没想过进入天魔圣地历练前还能再破一境，毕竟修为境界越是到后面越难突破，现在也算是意外的收获了。陆晨公子，你真是个天才，没想到玉女经还可以这样用。按玉女经这个修行姿势，效果确实惊人。陆晨和柳如烟一边修行一边交流心得，探讨玉女经的妙处。随着二人的深入交流，越聊越投机，有种相见恨晚感。陆公子，这次我不仅寿元恢复部分，修为也有所提升，以后若能每隔一段时与你修行，我的寿元应该很快完全恢复过来。不如以后我就跟在你身边吧，这次天魔圣地历练，我随你一起。治疗完毕后，柳如烟意犹未尽地道，自无不可。陆晨也很满意，太阴体确实玄妙，再加玉女经，每次一起修行必然都会有新的感悟和收获。而合欢门主柳青雨在外等候多时，见自己女儿已无恙，恢复部分寿元，不由得喜极而泣。陆晨公子，实在是太感谢你了。今天天色已晚，今晚就先住在合欢谷吧，明日再出发。这里到落魔谷只要2天行程，距离天魔圣地开放的时间还是充裕的。柳青雨挽留道：行，明日再启程。陆晨点点头，是夜。陆晨在楚柔符试洗术后，刚躺下，一道成熟动人的身影飘然而现。柳门主深夜造访，这是？陆晨话未说完，柳青雨已走到他面前，自然是与陆公子一起修行了。本门主今日和公子修行，境界隐有松动，我想借公子冲击巅峰魔尊境，不知公子可否助奴家？柳青雨开门见山地道：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那便修行吧。陆晨点点头。于是陆晨和合欢门主柳青雨修行了1夜后，第2天便带着楚柔、柳如烟一起启程前往落魔谷。陆公子，记得常来合欢谷修行，奴家等你。离去之际，陆晨暗中听到柳青雨柔媚不舍的传音。陆晨的承认，合欢门是一个仅次于魔女宗的好地方，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的确应该常来。昨夜由于境界的差距，陆晨和合欢门主柳青雨的修行需要有时间限制，不能超过1夜，如若不然，只会对陆晨有害而无利。只有境界相近，一起双修的效果才会最好。这也是魔女宗各宗主没有这么急着与陆晨双修的原因，而且还禁止门中长老要克制，至少要等到陆晨达到巅峰魔王境，长老级的人物方可下场与陆晨双修。陆晨与合欢门主柳青雨之所以能够跨如此大的境界还能一起双修，主因在于合欢门主柳青雨修行有双修功法玉女经，陆晨也同样有双修功法9节阴阳功，再加上对玉女经的了解，方能双修1夜，但这已经是他当下的极限了。当下境界，陆晨还是比较适合与魔宗境下的女子修行。陆公子，此地名为黑森林，整个区域皆是黑色植物，平日里就极为凶险，但修为强大者白天勉强还能通行，但到了夜间就会凶险100倍。穿过黑森林，距离落魔谷就不到1个时辰的距离，现在天色已暗，最好暂时在此过夜，白天再穿行黑森林。柳如烟身为合欢宗的大小姐，对这片地界显然极为了解的。魔域之地辽阔无边，自然分布着许多禁忌险地，而黑森林是9幽国的10大险域之一。陆晨主打就是一个听劝，点点头道：好，晚上就在这里过夜。距离天魔圣地开放还有充足的时间，陆晨并不着急。很快，他们在黑森林的一口深潭旁驻扎过夜，升起篝火，搭起帐篷，3人围篝火烤肉吃，也别有一番趣味。这时楚柔开口道：我听过一个传说，说这片禁忌黑森林是某位上古一位女魔帝身体的某个部分所化，极其凶险。据说有至宝藏于这片黑森林中，若能寻到幽谷入口，就能获得至宝。只是无尽岁月，根本没有人寻到过，反倒是进来探险的人都变成了黑森林的肥料。柳如烟点点头道：确实如此，其实黑森林很大，就连落魔谷，也就是天魔圣地，都还是属于在黑森林的区域内。二女闲聊起来，陆晨认真听着。二女聊这样的话题，显然是想让陆晨对这片黑森林有更深的了解。从二女的对话中，陆晨才知道这黑森林的可怕，一旦惊动当中某种禁忌，就会引发凶险异变，但只要在黑森林中安静待着，一般都能平安度过。所以按柳如烟的话来说，只要不作死，晚上睡上一觉就能度过了。陆公子，晚上无事，不如修行。天魔圣地历练异常凶险，
我们能提高1分实力，就多1分保障。酒足饭饱之后，柳如烟提议道：“我同意，公子，反正这地方奴婢不敢一个人睡。”楚柔也一脸怕怕地说道，言外之意就是要与陆晨一起。也好，陆晨也点点头。他现在也是一个修炼狂人，尤其是听二女说到黑森林的凶险，觉得还是修行才能安心。于是陆晨带着楚柔和柳如烟进入帐篷中一起修炼。半夜时分，就在陆晨和二女在争分夺秒的修炼时，突然一阵惨叫声打破了黑夜的宁静。陆晨被吓了一个激灵，定是黑森林发生了异变，有人碰触了禁忌，这片区域都要受影响。柳如烟神色凝重地道。陆晨也退出来，赶紧停止了修炼动作。楚柔在旁快速帮陆晨穿衣服，二女也快速整理，然后冲出帐篷。救命！救命啊！刚冲出帐篷，就有几道身影向他们这里跑来，神情恐惧，口中不断喊着救命。从服饰看，他们是秘宝宗的人，他们到底招惹了黑森林中的什么禁忌？柳如烟神情凝重地道。陆晨倒是知道，秘宝宗在九幽国排第6，极为强大，且门徒众多，亦擅长寻宝，其祖师多宝魔尊也曾是魔域的1号人物。不管招惹什么，我们快走，离开这片区域。陆晨比较冷静，此时拉着楚柔和柳如烟就要离开这里。走，今夜谁也走不了，既然惊醒我们，那就都留下来陪我们一起快活。一阵阵妖媚的声音从地底下传来。不好！陆晨拉着二女腾空飞起，离开地面。砰砰砰！刚刚飞起，地面就炸开，随之一根根黝黑的毛藤窜出，密密麻麻遍布这片区域。哇，好俊朗的小郎君，而且他的血液散发着迷人的味道。声音响起，随之陆晨就看到让他感到头皮发麻的一幕。只见在那一根根竖起的毛藤顶端忽然亮起，此刻陆晨才看清楚，那竟是一颗颗美丽的女子脑袋。刚刚也正是这些美人手在说话。此时一眼望去，满眼都是美人手，下端则是相连着一根黑色毛藤，像吉人头的头发尖端忽然长出一颗颗脑袋一般。单是看脑袋，她们异常的美丽妩媚。不，刚刚逃命的几道身影此时被黑色毛藤缠住了，只露出了一个脑袋。他们满脸惊恐，发出绝望的声音，但很快他们口鼻间涌出一道道白气，不到10息就化成一具骷髅。黑森林10大禁忌之一，美人手，没想到竟然被惊醒了。一旦被他们缠住，就会吸食精气，瞬化骷髅。柳如烟声音凝重地道：“杀出去！”陆晨声音异常冷静。前世身为剑域之主，经历过无数杀戮，眼前的场面虽然凶险，但还不足以让他慌乱，心神失守。呵呵，走不了的，这片区域的生灵都得死。我们守护的阴圣珠也敢偷，是谁给你们的胆子？美人手发出阵阵冷笑声，同时一颗颗美人手向着陆晨几人飞扑过来，他们都连着一根根黑色的毛藤。魔刃斩月，陆晨神念一动，18把魔刃飞出，凌空斩断一根根黑色的毛藤。噗噗噗，毛藤竟然像是一根根血管一样喷涌出黑色的汁水。砰砰砰，而没有了黑毛藤支撑，这些美人手像是一个个皮球一样爆开，最终化成一缕缕黑烟消散天地间。陆晨的御刃术确实算得上是美人手的克星，但美人手实在太多了，密密麻麻，杀也杀不完。走！陆晨以18把魔刃开路，往外冲出去。小郎君，别走啊！我家主人看上了你，只要你乖乖配合，跟我们回去，你就不会像他们一样化成一具骷髅哦。美人手们发出阵阵娇笑声，陆晨却不为所动，而是一边带着二女向外冲杀，一边问道：“阴圣珠是何物？”柳如烟道：“阴圣珠据说是在传说中的圣兽体内孕育而生，对于修炼者来说，阴圣珠可以用来滋养神魂，增强精神力量和灵魂的强度，有助于突破修炼瓶颈，提升修炼境界，还能提高修炼者的精神感知能力和对法术的掌控能力。使用者还可以借助阴圣珠的力量隐藏自己的气息和行踪，让他人难以察觉其存在，无论是在逃避追杀还是进行偷袭等行动中都非常有用。现在看来，是秘宝宗的人偷了美人手所守护的阴圣珠。柳如烟乃是魔皇境，异常强大。他手中长剑挥动，便斩断一根根毛藤，然后一颗颗美人手爆开，有陆晨和柳如烟开路。这些美人手暂时拦不住他们，但这里是美人手的地盘，想要离开绝非易事。美人手近乎无穷无尽，杀之不绝，最后的结果恐怕都是要被活活困死。听你这么一说，这阴圣珠确实是件难得的至宝。陆晨一边操控18把魔刃，一边说道。说话间，陆晨若有所应，一种危险感瞬间笼罩。闪避！陆晨拉着楚柔和柳如烟急速横移，他踏出的是追风步中的移形换影。
究极大成下，近乎有瞬移的功能。轰！陆晨拉着楚柔和柳如烟刚刚避开，一座无比巨大的黑塔轰然压下，方圆20米内的美人手全部被震灭。咦，好敏锐的反应，好快的身手，区区一个魔帅，竟然能避开我的黑魔塔镇压。这时，一道男声传来：“师兄，别管他们，快冲出去！若让美人手之主角醒过来，我们就麻烦了。”随之，一道女声说道。陆晨看到是一男一女，身后还跟随着30多名高手，是秘宝宗的黑魔塔。男的定是秘宝宗的大师兄黑熊，以及秘宝宗第一美人莫雪菲。柳如烟神色越发凝重起来。这么说，殷圣珠定然在他们身上了。我们本就是无妄之灾，现在遇到他们，竟然还要对我们赶尽杀绝，这秘宝宗行事不比炼魔宗好到哪里去？陆晨心中暗道，刚刚也幸好他提前感应，及时闪避，要不然就被黑魔塔阵杀成肉泥了。小子，算你们走运，我们走，顺便丢些禁制，将这3人困在这里，也好为我们争取一点时间。黑熊森然笑道：“是，大师兄。”身后相随的人浑身是宝，快速掏出一张宝符，向陆晨他们丢来。嗡嗡，禁制结界凝成，挡住陆晨他们的去路。此刻，陆晨眼中已有杀气。这些人无缘无故给他们招灾就罢了，刚刚还差点杀了他们，现在更是将他们困在这里，为他们争取逃离时间。可惜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想走，我有说过让你们走了吗？就在黑熊等人要得意离去时，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随后，魔刃与秘宝门的一众高手错身而过。噗噗，一颗颗脑袋被削落，血水喷洒而出。闻到鲜血味的美人手竟暂时放弃了攻击陆晨，全部向秘宝宗之人所在处涌去。黑熊和莫雪菲脸色一变，他们显然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变故。毕竟在他们的眼中，陆晨只是他们眼中一只随手可以碾死的蚂蚁，刚好路过就顺便对他们踩上一脚而已。结果反过来竟被蚂蚁咬了。小子，惹我秘宝宗，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黑熊怒吼一声，黑魔塔再次祭出，不断放大，将无数美人手震灭。陆晨此时手握袖断剑，轻轻一划，咔嚓，禁制光幕如同镜面一样破碎，根本阻拦不了陆晨分毫。柳如烟更是爆发出魔黄境的实力，瞬间杀到了黑熊和莫雪菲面前来。该死的黑熊，你到底招惹了什么人？莫雪菲呵斥道。管他是谁，一并镇杀。珠宝解封，魔塔阵势。黑熊大喝一声，身上一件件宝物飞出，融入黑魔塔中，让其变得更加巨大，向着陆晨镇压而来。陆公子，让我来。柳如烟飞出，他手中出现一根白色的丝绸，瞬间拉长，缠上了黑魔塔。去！接着，柳如烟一甩手，那无比巨大的黑魔塔竟硬生生地被甩飞出1000米之外。魂天魔灵，这是用天魔蚕丝所织，乃是合欢门的至宝之一。你是合欢门大小姐的柳如烟，但我们明明得到消息，你因太阴体修习玉女经，寿元耗尽，生命走到尽头，为何现在还活着？莫雪菲无比震惊地开口。雪漫千山，魔断黄泉。陆晨却强势地杀出，最基础的剑术配合最强剑法，只见整片空间瞬间被冻结。失去了宝物的黑熊身体一顿，秘宝宗弟子的强项都是借宝物之力，哪怕是身为秘宝宗大师兄的黑熊，一旦失去了本命至宝，本身其实就是一名普通的大魔王进修者。陆晨全力杀之，绝非难事。不好，雪菲师妹，救我！这一瞬间，黑熊感受到了生死的威胁，发出惊叫。此时黑熊无比后悔，不应该手剑，非要招惹他们。但陆晨根本没给他任何机会，魔断黄泉一出，袖断剑就散发出幽冥死气，剑光所过，如有亡魂哀嚎，方圆20米内的一切生机都被抽尽。黑熊更是肉眼可见的变得虚弱起来。死！而柳如烟手持宝剑突杀而至，一剑斩下了黑熊的脑袋。这一切说来话长，但整个过程不到10息。莫雪菲见势不妙，以第一时间便向外逃走，不能让他跑了。何况殷慎珠必然就在他身上。陆晨刚刚在黑熊和一众秘宝宗弟子身上并没有发现殷慎珠，所以他断定殷慎珠必然就在莫雪菲身上。陆晨原本没打算跟对方起冲突的，结果秘宝宗这些人好死不死，非要找他们麻烦，只是路过而已，就要将他们当蝼蚁一样踩死。这些人引来美人手，陷他们于险境也就罢了，竟然还歹毒到困住他们，想让他们吸引美人手，为他们争取逃走时间，这让陆晨如何能忍？而且自己既然出手，那必须要有收获，比如已经招惹了美人手，那这殷慎珠陆晨志在必得。如烟，你照顾好楚柔，我去追莫雪菲。陆晨交代一句，踏出追风步，向莫雪菲逃走的方向追去。莫雪菲作为秘宝宗的当代第一美人，修为实力虽不如他的黑熊大师兄，
但宝物方面只怕比黑熊还多。因此陆晨并不敢大意，一路斩杀美人手，一路追向莫雪飞。而美人手的区域非常大，想要逃出去绝非易事。前方的莫雪飞身上不断的有宝物飞出，斩杀美人手为他开辟出一条逃生之路。陆晨则催动御刃术，18把魔刃不断在身前四周切割，将一颗颗美人手斩爆，效率远在莫雪飞之上。该死的，这小子明明只是一名魔帅，实力竟如此恐怖，黑熊在他面前都不堪一击。都怪黑熊，为什么要手贱？拿着阴圣珠安静离开不好吗？非要装逼招惹这样难缠的人。莫雪飞现在在心里对黑熊的祖宗18代骂了个遍，要不是黑熊没事找事，他绝不会深陷这样的险境。噗噗噗，莫雪飞在逃到一处参天古树下时，终于还是被陆晨追上。18把魔刃斩飞他祭出的宝物，让他不得不停下来。阁下这么般死追不放，最后你我只会两败俱伤，而且与秘宝宗为敌并不明智。莫雪飞说道。陆晨却不慌不忙，手中出现一根根阵旗，轻轻一甩就落向四方，瞬间化成一座禁制大阵。参天古树方圆100米内，任何生灵都进不来，包括地上，此时也被禁制所封。杀！陆晨操控魔刃，将这方区域的美人手统统斩杀。很快，这片空间就只剩下他和莫雪飞。阁下为何死追不放？其实招惹你的是你已斩杀的黑熊，与我无关吧？黑雪飞说道。你是说偷走阴圣珠，引来这些美人手，将我们陷入险地，也与你无关吗？陆晨冷冷一笑道。阁下，我不知你在说什么。这里的美人手觉醒与我无关，我也是受害者。倒是公子如此英雄了得，在下秘宝门莫雨飞，不如你我交个朋友。莫雪飞此时展示自己的美色，身为秘宝宗第一美人，她对自己的美貌向来自信。莫雪飞甚至为了展现自己的诚意，还拉低了衣领，露出了2片雪白。公子，不如你我化干戈为玉帛，携手一起冲出去，然后小女子就属于公子您的，到时公子想怎么玩小女子就怎么玩，如何？莫雪飞认为以美人计，定然可以让眼前这个年轻人心神紊乱，而那时他就会有机会。毕竟莫雪飞除了可以操控一身宝物外，还修习了媚术，如此他可以先施展媚术乱对手心神，然后操控宝物突然痛下杀手。这个办法他也是屡试不爽，不知有多少男人死于他这一招下。陆晨此时完全配合的露出一丝痴迷和挣扎，眼神死死地盯着莫雪飞胸前的2片雪白。果然男人都是一路货色，稍稍展示美色便能令他们意乱情迷。这个年轻人看似不凡，实则和别的男人并无不同。莫雪飞心底冷笑，满是不屑，但脸上依旧显露着妩媚动人的笑容。慢慢靠近陆晨这一刻，他甚至能看到陆晨喉结起伏，吞口水的声音完全就是一副没见过女人的猪哥样。公子，奴家还是第一次哦，奴家要将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您。莫雪飞施展媚术，看着陆晨一脸痴迷的样子，媚然笑道。就是这时候，杀！而当他靠近陆晨一定距离时，突然暴起，身上一件件宝物同时飞出，轰杀向陆晨。轰！恐怖攻击瞬间淹没陆晨，但莫雪飞还来不及高兴，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道冷漠的声音：我身边带着2个女人，你觉我像是缺少女人的人吗？脑子这么笨，竟然还想算计别人。声音充满了无情的嘲讽。噗！莫雪飞还没反应过来，一道身影凭空出现在他身后，一剑穿透了他的心窝。莫雪飞倒在地上，一双美目圆睁，满是难以置信。虽然陆晨这一剑穿透了他的心脏，可是他还没死透，只是身体无法动弹，也不能开口说话，只能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惊恐地看着陆晨。刚刚陆晨以追风步中的幻影步制造出一道幻影，轻易就骗过了莫雪飞，而真身却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其身后。当然，这幻影步也只有达到基础步法的究极大成境方可制造出来。这阴圣珠应该在你身上吧？陆晨毫不客气在莫雪飞的身上搜起来，任何一个部位都没放过。然而除了一身宝物外，并没有发现阴圣珠。没有，摸遍了全身都没有发现阴圣珠，陆晨不由得皱起眉来。最后他索性将莫雪飞剥了个精光。莫雪飞被称为秘宝宗当代第一美人，这身材确实顶，但陆晨的注意力并不在上面，而是思索着莫雪飞究竟将阴圣珠藏在哪里。该找的地方都找了，你会将它藏在哪里呢？黑熊那些人都化成灰了，也没有发现阴圣珠，所以陆晨断定这阴圣珠定然就在莫雪飞身上。可摸了个遍，也一无所获。那处地方有不一样的气息。陆晨的阴阳无极体对某个部位感应比较敏锐，当他感觉到那里有一缕不易觉察的气息时，心中豁然开朗。原来你将阴圣珠藏在了那里。
陆晨露出一丝邪恶的笑容，莫雪飞则瞪大了眼睛，拼命地想挣扎，但换来的却是一阵空虚，仿佛有什么东西从身下被抽走。果然在这里，陆晨看着殷慎珠，眼界大开地惊叹道：莫雪飞彻底死心，而他刚刚欲以美色乱陆晨心境的做法，确实可笑且无知。先不说陆晨是剑域之主重生，心境强大，难以撼动，单是陆晨是魔女宗唯一男弟子，是合欢宗的贵客，众女弟子人人都想和他修行，他就不可能被女色所用。而且宗内比莫雪飞美的人太多了，莫雪飞色诱陆晨，完全就是自取其辱。别杀我，我愿臣服，当你女奴。终于莫雪飞恢复了一些，可以开口说话了。被陆晨找到了殷慎珠，莫雪飞知道对方绝不会放过他的。噗！但陆晨却懒得与之废话，袖断剑斩出，一剑了结莫雪飞性命，同时将其血气吸收，袖断剑明显又变强一丝。陆晨现在的注意力更多的是在殷慎珠上。陆晨将上面沾着不明液体的殷慎珠擦了一下，开始研究起来。手握殷慎珠修行神定魂安，精神力提升速度远胜从前，而且以灵力催动殷慎珠，还能屏蔽气息，隐匿行踪，甚至达到一定境界，还可以借殷慎珠制造出幻境。确实玄妙，但很多能力需要高境界才能催动，目前比较适合用来修行。陆晨将阵旗收起，四周美人手涌来，很快就将莫非吞噬成一具白骨。红粉和骷髅仅在一瞬之间，当然这些美人手也开始向陆晨发起攻击。陆晨本想和楚柔、柳如烟会合，但此时大地震动，无数美人手尖叫，发出恐惧的声音。随之陆晨看到那一棵参天巨树开始裂开，一棵比那些美人手大1000倍的美人头升起，下面系着一根如同水缸一般茎的黑毛藤。这颗巨型美人一出，所有的美人手都瑟瑟发抖。陆晨知道，恐怕是美人手之主觉醒了。主人有令，公子想带走殷慎珠，那就跟我走，须见主人一面。那巨型美人头发出的声音竟然无比温柔，但它散发出来的气息却已达到了巅峰魔宗境。面对这样的存在，陆晨任何手段都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反抗只怕死得更快。不过此时陆晨手中握住了遁空符，若是不妙，第一时间遁逃。但这样的话，楚柔和柳如烟恐怕难逃一死。跟你走也不是不可以，但我需确保我的2个女同伴安然无恙。陆晨说道。放心吧，你的2个女同伴，我们会让她们安全走出这片区域。公子，请进来吧。这时那巨大的美人手张了口，陆晨有些发懵地问：进哪里？那巨型美人手道：自然进我口啊，我口中通道可以直达主人沉睡处。陆晨看着巨型美人手2排巨大雪白的牙齿，粉色的长舌头，还有那深深的喉咙，实在没有勇气进去。但现在他似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对方要杀自己，大不必如此。陆晨心中只能如此安慰自己，毕竟一位巅峰魔宗境的存在，真要杀他，直接出手即可，何须如此麻烦。陆晨咬牙，手握袖断剑，冲向美人巨手的深渊巨口，而一旦有发现不对劲，他就第一时间劈开对方的脑袋。咦，口气竟不臭，还挺清新幽香的。陆晨以为巨型美人手的嘴巴口气会很臭，结果却是清新幽香，而且一进去就看到一条幽深的通道，那应该是巨大毛藤的内部空间。沿着通道飞到尽头，就能见到我家主人。这时美人巨手温柔的声音响起。这个时候陆晨依旧没有放弃警惕，手握袖断剑飞向幽深的通道。这种事情陆晨前世身为剑域之主也曾遇到过，所以他倒也不惊慌。只是他不知道美人手之主找他有何事，对方不杀自己，还答应他可以带走殷慎珠，但这必然是有代价。陆晨现在就是不知道自己要付出什么，思来想去，也就只有自己的阴阳无极体有关。若如此，说明我有价值。陆晨这般想后，安心不少。他不怕对方有什么要求，怕的是没有利用价值，那样的话，恐怕才是真的危险。在幽深通道中飞了大概半炷香，陆晨突然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处地宫中，墙壁上挂满夜明珠，而在尽头有一座巨大的水晶棺，一个绝美的裸体女子在里面静静地沉睡着。你说我要见的是她？陆晨通过透明的水晶棺在观察中关中裸女，他可没有什么所谓的非事勿事，而是大胆的观察。没错，你要见的就是我，我就是这里的主人。但抱歉，我意识可醒来，但身体却不行。我感应到你是阴阳无极体，所以才让阿奴带你过来。一道清冷动听的声音响起，请问阁下要我做什么？陆晨开门见山地问道。小公子，你很聪明，这10万载岁月，我的意识见过无数的男人，但没有一个符合要求的，更无你的气度。
其实我之所以被困在这里，皆是因为天魔女帝。我叫银妖，乃是天魔女帝手下4大亲信之一，但天魔女帝飞升，却将我困于此，将我的肉身与意识剥离，永困于这片区域中。天魔女帝当年只有她一人飞升，她的手下全被她以各种方式永困于魔域。我很好奇，很想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当年我们随她出生入死，甚至战9尾魅狐之祖，差点魂飞魄散，可我们依旧无怨无悔。但她为何要这样对我们？银妖的声音中充满了怨恨。银妖前辈，你和天魔女帝之间恩怨，我不感兴趣，你就说要怎么做吧。陆晨说道。这地方陆晨并不想久留，想尽快离开。很简单，你的阴阳无极体和我的肉身修行，就能助我意识回归，所以你只需和我的肉身修行1夜即可。只要我意识回归，再花100年时间，必可挣脱这里的枷锁，走出这里。银妖说道。听到对方的话，陆晨其实是有些为难的。银妖这具身体确实很美，比活体还新鲜，但没有意识的肉身，这和尸体一起修炼似乎并无区别。之前他还吐槽炼魔宗的炼魔子，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遇到了。陆晨都有些鄙视自己了，若是顺从，那就太没原则了。哦，我现在是魔，何须在意那些条条框框？陆晨心中暗道，也瞬间豁然开朗。之前他虽然接受了自己重生为魔的事实，但并没有完全融入这个身份，还受制于前世的一些道德观念。但此刻陆晨彻底放开，反而太过拘束，会限制自己修行。想通之后，陆晨走过去推开水晶棺。银妖前辈，晚辈定会尽力而为。陆晨眼神坚定地道。他走入水晶棺中，发现水晶棺内的空间极为巨大，像是一张巨床。银妖则在安静地沉睡着。小公子，此事银妖虽然没有经历过，但自知没有我的配合，你修行起来会有些困难，要不要我请一些美人手进来为你助助兴？银秋问道。不必，我可以。想到一颗颗美人手张口站在那里，陆晨心底一阵发寒。和一具验尸已是陆晨的承受极限，又来一排美人手。想到这里，陆晨赶紧拒绝了银秋的好意。那就只能有劳公子多劳多动了。不过待我醒来，我定会主动一些，不会让小公子如此操劳的。银妖的意识之音响起道。听到这样的话，陆晨觉得这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前辈。这样的话，双方修炼起来就相对会轻松很多。而且陆晨很快就发现银妖还是热的，除了没有意识，跟活人并没有区别，甚至各种反应特征都有。这样的话心里就容易接受多了。陆晨也不是第一次这样了，上次和柳如烟修行时，柳如烟也是沉睡状态的，因此他也算熟门熟路，知道怎样才能更快地进入修行状态。这种感觉确实玄妙。我的意识分离出来，却看着肉身在修炼。小公子怎么称呼？银妖的心态确实强大，在这种状态下，他的意识还在跟陆晨侃侃而谈。晚辈陆晨。银妖前辈的肉身保养得真好。陆晨一边修炼一边回应道。那是自然，在那个时代，除了天魔女帝和9尾狐媚之祖，魔域美人榜我银妖排第3。这具肉身虽然被剥离了意识，但在封印状态和永恒水晶棺下，依旧如我生前一样，各种性能都是拉满的。银妖傲然说道。陆晨却感到很是意外，没想到魔域上古年间的前3美已经有2美和他双修过了，3美就差天魔女帝了。无论是9尾魅狐之祖幽莹还是银妖，都是处于封印状态下，要不然陆晨和这等存在根本无法双修，他当下这点境界根本承受不住。银妖前辈的肉身确实完美，晚辈也受益良多。陆晨惊叹的回应。于是陆晨前半夜虽然是在与一具无意识的肉身在修行，但并不觉得寂寞。银妖的意识在一旁将情绪价值拉满。后半夜银妖意识成功回归肉身。小公子你真不错，接下来就交给我吧。银妖意识回归，心情无比愉悦，修行自然也变得无比主动。而且银妖10万年激活也在要这一夜完全释放出来。也就陆晨是阴阳无极体，换做别人也承受不住这样的陈年激活。陆晨此时也乐得轻松，任由银妖折腾，而他也在运转着9节阴阳功，不断地提升着自身的实力。咦，体内似乎发生了变化，一条隐脉显化了。阴阳无极体有9大隐脉，若进化到完全体，就是9脉同现，可天地无极，乾坤界法，成为世间至强。据说阴阳无极体的9条隐脉神秘而强大，每一条的觉醒都伴随着独特的意象与超凡的能力。我这显化第1条隐脉叫太极元脉。陆晨神念一动，便已自然而然地了解到这一条隐脉的信息，这是传承血脉中的信息。此时陆晨感觉到魔海丹田处浮现出一团黑白交织的氤氲之气，
如同微缩的太极图缓缓旋转。这团气体会逐渐扩散，沿着经脉流淌，所过之处，经脉仿佛被温水浸泡，酥麻而舒畅。太极元脉是9条引脉的根基，觉醒后能让体内的阴阳二气达到初步的平衡，并能自主吸收天地间的阴阳灵气，转化为最精纯的本源之力，滋养肉身和提升修为。妙，实在是妙！我的境界虽然没有变化，但实力大增。陆晨现在依旧还是巅峰魔帅境，但他能非常直观地感觉到自己实力的提升。毕竟诸法赋予阴阳之后，威力也会暴增。比如飘雪剑法中的雪漫千山，陆晨现在再以阴阳之力催动，那威力绝对可以比之前提升1倍。小公子，我还有100年才能挣脱，离开这里，以后有时间你可以常来。银妖一个人在此，实是寂寞。将来我若是脱困，便会常伴你左右。银妖说道。银妖前辈放心，将来若有时间，我会常回来。陆晨点点头道。这样强大的免费打手，陆晨自然要侍候好，打好关系，将来自有用到的时候。至于对方大些也没关系，正所谓女大3抱金砖，女大30送江山，女大300送仙丹，女大3000位列仙班，女大3万执掌诸天。所以陆晨不怕对方年纪大，就怕对方不够强。无论是魔女宗众女，还是9尾魅狐之祖幽莹，以及现在的银妖，将来都会成为他的助理。到时自己身边的女人都足够强，陆晨躺平就好了。一夜修行结束，银妖不舍得将陆晨送出了美人首区域，见到了楚柔和柳如烟，看到2人安然无恙，陆晨才松了一口气。而2女自然不知道是陆晨出卖了色相，才保住了性命。如若不然，银妖和那阿奴要是出手，楚柔和柳如烟定然是活不成的。公子，你终于出来了，他们让我们在此等您的。楚柔见到陆晨，松了一口气道：阴肾珠已到手，我们继续赶路，前往落魔谷。陆晨对于银妖的事不愿多说，而是带着2女继续前往落魔谷。接下来一路顺畅，再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和波折，成功来到了落魔谷入口处。幽姬，听说你最近卖了上百枚的天魔令，身上钱财无数，交出来，我可让你安然入谷。如若不然，只能杀掉你，我们亲自来取。是生是死，你自己选吧。陆晨还没靠近落魔谷，就听到这一道声音传来。陆晨没想到，刚到落魔谷就遇到了幽姬。前几天他让幽姬帮他售卖所有天魔令，自己就免费送他1枚。然后他们约好在落魔谷入口见。现在看来，幽姬的手笔太过惊人，显然被人盯上了。毕竟上百枚的天魔令卖出，所获得钱财数目太过惊人了。你们这些人，要不是我卖天魔令给你们，你们会有机会进天魔圣地历练。另外，我奉劝各位，我是天魔药宫的人，而且所卖的天魔令是属于魔女宗的。你们这是想同时得罪2大势力吗？幽姬冷冷地开口道。幽姬，你难道不知你已经被开除了宗籍，被天魔药宫驱逐出门了吗？就在这时，又一道声音响起。云师兄，你这是何意？幽姬神色一变问道。这是天魔药宫众长老和公主一致的决定。另外，你售卖天魔令所得钱财必须归属天魔药宫，如若不然，我们定然清理门户。诸位可助我天魔药宫清理门户，所获钱财出力者皆可分得。天魔药宫云逸开口道。原来如此，我不过是败给了杨烟嘛，结果一夜之间变成了人人喊打，人人都能将我踩在脚下。现在我因为售卖天魔令获钱财无数，你们眼红便随便找个借口将我驱逐，好夺取占有。呵呵，这样的垃圾宗门，我幽姬不待也罢。但这些钱财你们想要，那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幽姬的声音有些悲凉和决绝，虽说他早就看透了这些，但真正面对时依旧有些难以接受。幽姬，看来你并不知悔改，诸位一起出手将他格杀。云逸大声说道。此时落魔谷口前来的人还不多，各宗门的队伍大多其实应该还在路上。云逸这些人更像是追杀幽姬至此的，所以他们来的较早，算是第一批到达的。陆晨他们之所以这么快，自是因为银妖相送，走捷径通过美人手地界，足足节省了1天多的时间。陆晨悄然靠近，并不急着出手，而是观察起形势。幽姬只有1人，此时被一群人包围着。包围这一群人以云逸为首。云逸是天魔药宫的大师兄，终极魔皇境，实力不凡。其余大概有20多人，修为在小魔王境到巅峰魔王境之间。幽姬和陆晨双修后实力暴涨，但也只是巅峰魔王境，独自一人根本不可能是这些人的对手。总之无论怎么看都是死境。如烟一会这样，陆晨暗中向柳如烟传音，安排作战方案。现在柳如烟对陆晨也是言听计从，听着陆晨的安排，乖巧的点头。
楚柔也被安排了任务，但他不是以战斗为主，而是拿着阵旗插在四周。幽姬师妹得罪了。云逸虚伪地说了一声，随后出手杀向幽姬。想杀我，总要付出代价的。幽姬手中出现一把魔枪，这才是他的本命法器暗灭无声枪。只有死战时，幽姬才会动用此枪。此枪一出，敌无声，己亦无声，极其的霸道。师妹，看来你真的是要拼命了。看到幽姬手中的暗灭无声枪，云逸脸色微变。噗！只是他声音刚落，便有一名巅峰魔王被幽姬一枪刺爆了脑袋。当然，幽姬自己也吐出一口血，受到反噬。无声枪术果然霸道，但伤敌1000，自损800。幽姬师妹，你撑不了多久。云逸有些忌惮地开口道。无声灭世玄武。幽姬眼神决绝，根本没有与对方废话，强势爆发。他挥动暗灭无声枪，以自身为中心快速旋转起来。枪身周围会形成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漩涡中涌动着无数道暗紫色的能量刃，这些能量刃如同实质化的黑暗利刃，不断切割着周围的空间，冲杀过来。距离幽姬较近的敌人此时被强行拉扯进漩涡之中。噗噗噗！被卷入的敌人瞬间被切成碎片，化作一地碎肉散落在地。但幽姬的脸色也变得无比苍白，口中不断溢血，生命气息变得无比虚弱。但仅这一招就消灭了对方1/3的敌人。好一把暗灭无声枪，好一招灭世玄武。师妹，你死后这把枪师兄就笑纳了。云逸看到幽姬的状态，得意地笑道。他能看出幽姬现在的状态活不了，伤及本源，药师无救。师妹，师兄送你一程。云逸大笑道。幽姬此刻则露出一丝解脱的笑意。此刻他已无力再战，只能等死。可他心中并无恐惧。陆晨，我做到你要求的事，但可惜钱交不到你手上了。幽姬有些遗憾的自语。嗡！可就在这一瞬间，天地一颤，整个世界被冰封。是陆晨，他出手了。一招蕴含了阴阳之力，血漫千山，将这片空间瞬间冻结。他催动阴阳无极体的第一条引脉太极元脉，阴阳之力凝于袖断剑上，爆发出远超从前的数倍威力。混天绞杀！也在同一时间，柳如烟杀出。他手中的混天魔灵飞速旋转，不断伸展变长，化作一道巨大的猩红色漩涡，漩涡边缘闪烁着黑色的魔纹。这道漩涡带着排山倒海之势，向着云逸席卷而去。不！云逸惊恐大叫，第一时间挣脱冰封，但依旧迟了。魔灵漩涡已完全将他笼罩，仅是一瞬间，云逸就被魔灵漩涡搅成粉碎，彻底被抹杀。云逸被瞬杀，其余之人无比惊慌，惊恐向四周逃去。嗡！他们刚冲出没多远，便见一杆杆阵旗亮起，化作禁制光幕，将他们拦下。今日一个都别想走，全部都留下。楚柔霸气地叫道。而这时，陆晨已经抱住了奄奄一息的幽姬。陆晨，你终于来了，信不负所托，所卖天魔令的钱皆在此。幽姬取出一个储物袋，递给陆晨。这个不急，先疗伤要紧。陆晨道。没用的，我的暗灭无声枪一出，敌无声，我亦无声。我自己清楚自己的情况，我要死了，丹药救不了。幽姬虚弱地道。他最清楚使出此枪的后果，不是两败俱伤，而是同归于尽。丹药救不了，不代表我救不了。你难道忘了我乃阴阳无极体？就算你死了，我也能双修救活你。不过在和你双修前，我要先将他们杀光。陆晨抱着幽姬淡淡的说道。幽姬看着这个霸道且强势的男人，心中竟然有一种莫名的甜意。而且此刻他也确实想起了阴阳无极体的逆天功效。幽姬听楚柔说过，玉素圣女本来就要香消玉殒了，结果陆晨通过双修硬生生的将她救回来，不仅让玉素圣女修为生命全部恢复，还让其变得更强。另外，幽姬是亲身丈量过陆晨的阴阳无极体，自然清楚当中的惊人功效。这么看来，自己这次真的不用死了。而且通过此事，陆晨定然将我当成自己人了。幽姬心底有种重生的感觉。本来败于杨烟之手，她基本就成为了天魔药宫的弃子。即使没有此事，她在天魔药宫的日子恐怕也不会好过。而且说不定哪天就要被当成棋子一样送给别人做妾，甚至当作修炼鼎炉。真到那时，就是生不如死了。但现在他跟着陆晨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至少修行不用愁，哪怕动用暗灭无声枪也不用担心生死，只要战后与陆晨来一场双修便可。你在这里好好休息一下，等我杀完他们再回来帮你治疗。陆晨将幽姬靠在一棵大树下，至于他所说的治疗，自然是打针治疗了。幽姬心领神会的点点头。而这时那些人还在四处逃窜，却都被禁制光幕拦下。
柳如烟手中的混天魔灵轻轻一甩，就会有一人被卷杀。不过他刚刚才用大招斩杀了云翳，稍显虚弱，屠戮效率有限。但这时陆晨入场了，他一扬手，一杆古老的魂幡飞出，正是师尊赵婉月所送的见面礼万魂幡。之前陆晨境界低，从未动用过，但如今已是巅峰魔帅境，陆晨勉强可以操控万魂幡，发挥此幡的威力。呜！万魂幡一出，无数恶魂冲出，扑向那些修者，让他们方寸大乱，完全没有了方向感。不止如此，18把魔刃飞出，隔空斩向众魔。而无论是魔刃还是万魂幡，主要靠神魂控制。陆晨乃剑域之主重生，神魂异常强大，可以同时操控双气。不仅如此，陆晨这10手中还紧握住了绣断剑。陆晨这种手段可不是秘宝宗的控宝手段可比，他们控制宝器的手法单一，只能发挥出宝器的基础能力而已。但陆晨此时以法御气，发挥宝器最强的威力。雪飘人间，雪漫千山，魔断黄泉。陆晨绣断剑演化剑术，杀向众人。这些剑招如今都融入阴阳之力，威力暴增，杀伤力极为可怕。哪怕是大魔王境，陆晨都可以秒杀，甚至杀巅峰魔王境，陆晨也是不费吹灰之力。毕竟这里并没有像幽姬这种血脉天赋强大，还拥有逆天本命法器的巅峰魔王。如果像幽姬这样并且拼命，才有可能对陆晨稍稍造成一丝威胁。如若不然，那就只有被一面倒的屠戮。何况还有柳如烟在，这些魔王只有死路一条。当然，如果没有楚柔插的封禁阵旗，这么多的魔王同时向不同的方向逃走，他们还是有机会的。但现在逃生之路已被封死，他们除了等死，什么也做不了。他是陆晨，天魔药宫悬赏榜最高悬赏之人，现在赏金已达到了100亿钱。刚刚我没看错吧？他竟然配合柳如烟斩杀了云翳，更是单独拥有秒杀大魔王的能力。可1个月前的悬赏榜上说，陆晨只是天魔药宫的一个小小魔役啊，短短1个月，他怎么可能变得这么强？有魔王认出了陆晨，失声尖叫道：“陆晨，我们并没有追杀你，我们无怨无仇，求您放过我们吧。”有魔王哀求道：“他们自知战斗只有死路一条，还不如跪下求饶，或许还能让陆晨放他们一回。无怨无仇，你们可知天魔令乃是我委托幽姬帮我卖的，你们要抢夺的钱都是我的，打劫都打劫到我身上来了，竟然说与我无怨无仇。”陆晨随手斩杀一名大魔王，声音冰冷地道：“什么？天魔令竟是陆晨让幽姬卖的？如果幽姬都要对陆晨言听计从，那此子的能量太可怕了。还有刚刚出手的那名魔皇，似乎是合欢门大小姐柳如烟，她竟然也要听令于陆晨。此人还是我们要找的那个来自天魔药宫的小魔医吗？”一众魔王越想越心惊，后背生出阵阵寒意。“陆公子，我们有眼无珠，还请饶我们一回。小女子乃是眼魔宗弟子，愿当公子女奴，还请公子饶命。”此时还有女魔王想通过美色，希望陆晨能怜香惜玉，饶他一命扑。可他声音刚落，陆晨已一剑削落其手。“女奴，我需要吗？”陆晨心底冷笑，自己现在的双修对象忙都忙不过来，此魔女竟还想当我的女奴，增加她的负担，做梦吗？陆晨一听说对方要当自己的女奴，就立刻痛下杀手，根本不给此女任何的机会。不到百息时间，在场全部魔王被斩杀干净。楚柔，清理战场。如烟，立刻找一个隐秘之地，我要为幽姬疗伤。陆晨说道：“公子放心，楚柔会清理得干干净净的，绝不会留下丝毫痕迹。”楚柔领命而去，柳如烟则飞身到一边探寻起来。很快传来消息，告诉陆晨找到了一个废弃的洞府。陆晨抱起幽姬，向柳如烟定位的位置飞去。“陆晨，小女子现在弱得紧，一会修行，你可要温柔些。”幽姬在陆晨怀中虚弱地道：“放心，我心里有数，弱得紧也好，强得紧也罢，只要紧就行。”陆晨笑道。幽姬埋在陆晨的怀里，娇羞的道：“紧不紧？上次修行的时候，公子不是早就知道了吗？”陆晨点点头道：“深有体会。”很快，陆晨就抱着幽姬来到了废弃洞府。“公子，我都清扫布置过了，你安心救治幽姬，我在外面守着。”柳如烟乖巧懂事地道：“如烟，你的性命寿元也没有完全恢复，也一起来吧。我们要抓紧时间修行，在进入天魔圣地前帮你完全恢复。”陆晨却叫住了柳如烟。柳如烟听到陆晨叫他一起，心中欢喜。他现在确实没有完全恢复。那天晚上，他和陆晨双修只进行到了一半，然后就被秘宝宗的人引来美人手，修行被迫中断。当时柳如烟修行的并不尽兴，现在陆晨叫上他一起，这让柳如烟感受到了陆晨的细腻。废弃洞府不大，但被柳如烟收拾得很干净，而且细心的布局好一切，以便于双修。
三人也不是第一次了，皆是熟门熟路，很快就进入修行状态。一番治疗后，幽姬恢复了过来，然后他开始主动和陆晨修行，柳如烟也一起加入，三人修行的效果更佳。楚柔清理战场后也来一起修炼，这段时间楚柔一直跟在陆晨身边，反而获得好处最大。现在他已经是小魔王境了。四人一起修炼，陆晨忙得不可开交。2天后，天魔圣地历练即将开始，九幽国各大势力的历练队伍都陆续赶到，聚集于落魔谷入口。像天魔药宫、秘宝宗、炼魔宗、血影教、天煞盟、暗影阁等这几大势力人数最为庞大。血影教是九幽国排名第2势力，以血为尊，擅长使用血祭之法提升实力。教徒们经常在暗中进行各种血腥的祭祀仪式，以获取强大的力量。他们的势力遍布九幽国各地，与其他势力之间时常发生冲突，为了争夺资源和地盘不择手段。这次参加天魔圣地历练的人也是血影教最多。当然，这次除了本身拥有天魔令的人前来，还有很多随从相随过来，所以落魔谷入口的巨大空地上异常热闹，都在等待着落魔谷开放那一刻。这些人的修为最强达到了巅峰魔皇境，超过魔皇境的进入落魔谷后，修为境界也会被压制。不过依旧有一些魔宗级的强者，为了进天魔圣地将境界压制。目前在落魔谷入口聚集的人至少是有一半是随从，手中并无天魔令，是无法进入落魔谷的。我手上有多余的天魔令，欲进行拍卖，不知诸位可有兴趣？就在此时，一道声音突然响起，传遍整个山谷入口。众人瞬间被这道声音吸引，都安静了下来，看向声音来源处。只见在一处简易的高台上，此时有一个戴着面具的男子正在展示着手中的天魔令，而在身后相随着3个相貌平无奇的女子。这4人组合正是陆晨、楚柔、柳如烟、幽姬。4人修行完毕后，楚柔告诉陆晨回收了18枚天魔令。于是陆晨决定乔装打扮，然后在众人面前拍卖天魔令。现在聚集这么多的人，狼多肉少的情况下拍卖，必能将价格提升到极高。陆晨前世身为剑狱之主时就极有生意头脑，是众多剑狱之主中最富有的狱主。竟然真的是天魔令，小子不用拍卖，老夫愿意用10亿钱直接买下。10亿钱还想直接买下，做梦呢！我出11亿，我出12亿。他们都以为陆晨手上只有1枚多余的天魔令，竟然竞相叫价，瞬间将价格抬到了12亿。诸位莫急，我手上共有18枚天魔令，前17枚我打算暗拍，诸位将价格写在纸条上，然后展示，价高者得。陆晨说道。众人听到陆晨的话，先是倒吸一口凉气，是被陆晨手上有18天魔令震惊到，但随后又兴奋起来，因为天魔令多了，他们得到的几率就大了。没问题，这样很公平，也节约时间。很快就不断有人回应。那么现在开始暗拍第1枚天魔令，请出价。陆晨说道。很快就有了结果，最高价者13亿钱被一位满头白发的大魔皇拍走。随后继续，17枚天魔令很快就全部暗拍完，最低价13亿，最高价达到了16亿钱。这让一旁的幽姬几女惊叹不已。陆晨，你的经商手段真的让人自叹不如。幽姬感受最深，他出手上百枚的天魔令，最高价格也就10亿钱，而陆晨将回收来的天魔令直接卖到16亿，提升了60%的价格。现在还剩下最后1枚天魔令，落魔谷也马上要开放了，所以这枚天魔令进行明拍，依旧是价高者得。陆晨说道。幽姬再次震撼受教。陆晨选择在最后一刻拍卖最后1枚，这1枚只怕会被提到天价去，毕竟刚才有不少人为没有买到天魔而扼腕叹息，更有不少人刚刚才赶到。傅婆婆，这次无论如何我都要帮你拍下这枚天魔令，只有您跟着我进去，我才有把握取到那件东西，而您也才能寻找续命之物。一个蒙着面纱的女子声音坚定地对身边的一位老妪道，他们是刚刚赶到这里来的。小姐，这最后1枚天魔令太贵，小老承受不起啊。银发老妪颤声道。而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多处，很多人都对这最后的1枚天魔令志在必得，毕竟谁都想多带一个强有力的随从，如此安全更有保障，获取机缘并活着出来的机会更大些。接下来这最后1枚的天魔令竞价异常激烈，竞拍价格更是来到了惊人的20亿钱。此时幽姬、楚柔、柳如烟已对陆晨崇拜到了极点，没想到钱还能这样赚的。而这最后1枚的天魔令最终被那位蒙着面纱的女子拍卖走。幽姬说，此女有可能来自九幽国极为神秘的素女宫。当然，陆晨现在也成为了所有人关注的目标。他现在太富有了，许多人感到无比眼红，但在众目睽睽下倒也不好出手。可一旦进入落魔谷后，陆晨定会立刻成为众人猎杀的对象。
嗡！就在此时，落魔谷绽放出一阵光芒，那是入口的禁制打开了，但依旧需要手持天魔令才能通行。我们也进去吧。陆晨对三女道。他毫不在意众人虎视眈眈的目光，冲向落魔谷入口。天魔圣地历练正式开始。盯紧那小子！进去后立刻对他展开猎杀。而一众人此时也紧随陆晨冲入落魔谷。陆晨现在太富有了，拍卖了18枚天魔令的收入让人无比眼红。如果众人知道刚刚拍卖之人是陆晨，以及幽姬卖的上百枚天魔令也是出自陆晨之手，那他们只会更加疯狂，会不惜一切代价的猎杀陆晨。毕竟加上陆晨现在的首级和绣断剑，价值近300亿钱，这简直比获得天魔圣地的机缘还要有价值。去寻找机缘，还不如全力猎杀陆晨。与此同时，陆晨、柳如烟、楚柔、幽姬4人出现在落魔谷内。落魔谷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魔气，谷内景象诡异，四周隐约传来低沉的咆哮声。在这里没有必要隐藏身份了。陆晨收起了面具，柳如烟、楚柔、幽姬也恢复真容。那些人想猎杀陆晨，但陆晨又何尝不想猎杀他们？只有显露真容，以己为饵，方可让鱼儿上钩。你竟是陆晨所办，还有幽姬！天哪，天魔令竟然都是出自你们之手！这段时间，你们究竟敛了多少财？再加上陆晨你的首级和绣断剑，价值300亿钱啊！这时，一行人出现，他们恰好看到了陆晨收起面具，以及众女恢复真容，便不由得震撼失声。现在人人都想取陆晨的脑袋和绣断剑，只要看到陆晨真容，很少有人会认不出来的。这一行人，最强者是一名大魔皇，最弱也达到了大魔王境，共有10人，5男5女，皆是一队，算是一支精英强队。看来我们运气不错，紧跟其后，恰好传送到一处。陆晨，缘分让我们相遇，既然如此，我给你一个机会，交出储物袋，并以绣断剑斩下自己的脑袋，我可以考虑不杀你的3个女伴，如何？为首的是一个中年男子，他看到陆晨带着3个女伴，认为这是一个风流痴情人，愿意为自己的女人牺牲一切。陆晨，他们是日月魔宗的人，他们修行皆是一男一女，男为日，女为月，一起修炼日月魔功，也自称是魔域最痴情的宗门。那为首的中年男子是日月魔宗中清代第一天骄日晨，他身边的女子应该是他的修行女伴月英。日月魔宗虽不是9幽国10大势力，但他们山门对散修开放，吸收重散修为弟子，所以门下弟子众多，实力不容小觑。幽姬暗中向陆晨传音解释道。陆晨点点头，表示知道，但其实他根本不在乎对方的身份来历，毕竟都将是死人一个。想要我的人头和袖剑，自己来取。陆晨淡淡说道。区区一个魔帅，真不知你何来的自信。你们去，拿下他。至于那3个女人，倒是不错的修炼鼎炉，一会我们一起以日月魔功吞掉他们的修为和精气。日晨下令道。其余4对男女同时杀出，将陆晨4人包围在中间。这些男女，男的强壮无比，赤着上身，女的娇小妖娆，衣着暴露，女的完全挂在男子身上。日月宗的男女修炼日月魔功后，男女同吃同住同睡同侧，完全粘在一起，速战速决，尽量不要节外生枝。月英声音妩媚地道。杀！月英的声音刚落，4名本来挂在强壮男身上的女子同时飞出，扑向陆晨4人。至于4名男子如同4头蛮兽一般冲撞而来，男女配合，一般人还真挡不住。毕竟一边要应对鹰女飞扑，又要防守阳男冲撞，很容易让人顾此失彼。如烟，交给你了。陆晨淡淡说道。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完全没有出手的意思，只是简单的下了一个口令。下一刻，一根魔灵飞出，卷向四周，正是柳如烟的混天魔灵。经过这2天和陆晨没日没夜的双修，如烟不仅完全恢复了性命寿元，实力也有所精进。他现在已是巅峰魔皇境，目前算是陆晨身边头号打手。毕竟9尾魅狐还在沉睡，封印在无字书中，根本出不来。还有银妖也需要100年后才能出来，这最强的2号打手现在都用不了。但就目前来说，有柳如烟在身边也够了。阴阳无极体确实逆天，将来我完全可以借此打造一支可以执掌诸天的女修大军。陆晨此刻甚至还有闲情去思考这些。噗噗噗噗！就在这时，4道飞扑向陆晨的4名阴女瞬间被柳如烟扫出的混天魔灵扫爆，化成4片血雾，飘散在冲撞过来的4名强壮阳男身上。他们此时都呆愣在场，看着自己染了一身女伴的血，一时之间有些难以接受，感觉这一切太过不真实了。不好，快退！但这时还是有人反应了过来，惊恐大叫道。可未等他们有所反应，柳如烟的混天魔灵已经悄无声息地缠上了他们强壮的身体。魔灵岁月，柳如烟高冷的声音响起。
砰砰砰，随之4名强壮阳男身上一紧，身体瞬间爆开，4分5裂，身体部件散落一地。这一切只发生在短短数息间，日晨和月英都还没反应过来，他们日月魔宗的4对天骄便已全部被柳如烟手中的混天魔灵绞杀。混天魔灵，你是合欢宗大小姐柳如烟。此刻日晨和月英终于反应过来，惊恐大叫。在九幽国很少人见过柳如烟真容，但她手中的混天魔灵却是无人不知。起初他们并不认得柳如烟，只是惊叹于其美丽，直到见到对方手中的混天魔灵，以及在轻描淡写间杀死他们的同伴时，才惊觉过来。怎么可能？一个幽姬，一个柳如烟，都是九幽国当代年轻一辈最出色的女修，为何都对陆晨言听计从？日晨有些难以置信的叫道。从刚才一幕中，他明显能看出柳如烟是完全听令于陆晨的。若说心中不嫉妒，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任何一个男人都有着收天下美女为己有的梦想，行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谁不想呢？只是他们做不到而已。日晨，快走，我们根本不是柳如烟的对手。月英赶紧提醒日晨，我有说让你们走了吗？陆晨冷笑道。在他说话间，柳如烟手中的混天魔灵已经飞出，卷住了2人，只要稍动，2人就会瞬间被魔灵卷成碎片。柳如烟号称陆晨身边头号打手，那是因为他距离小魔宗近，仅是一步之遥，进入落魔谷中，除了那些境界压制者，只怕没几人是他对手。日晨和月英虽然不弱，但在柳如烟面前，真如蝼蚁差不多，随脚便可踩死。陆晨，我错了，别杀我，我愿意将我的女伴月英献出，任你把玩。其实他的处子之身还在，那是因为我看起来强壮，但我那方面不行，所以他还是完璧之身，我将之献你，只求饶我一命。日晨强壮的身体砰地跪下，拼命地求饶。日晨，你……月英倒没有像日晨这么的不堪，此刻他完全是被自己选中的男人气到了。想当初他们在选择修炼对象时，他一直认为自己选到了最好的，一直以此自傲，并向身边的姐妹炫耀。结果在真正的生死面前，自己选择的男人竟是一个软蛋孬种。为了活命，还不惜将自己献出去，我音乐真是瞎了眼。可笑，我还天真的原谅了你的无能和直不起来，无法给我那一方面的满足也就罢了，结果你不仅那方面无能，软如烂泥，连品格也如此低贱。为了活命，连自己的女伴都献出去。日晨，你难道忘了我们日月魔宗选择伴侣时的誓言吗？生当同床，死亦同穴，日月魔宫，生死与共。音乐念动咒语，很快身上升腾起阴火，将自己焚烧。不，音乐停下，你竟要选择与我同归于尽！你这个贱人！阴火蔓延，瞬间又将日晨点燃。他发出恐惧且绝望的声音。很快，这2人被阴火吞没，最终化成飞灰。这就是日月魔宫。陆晨看了都感到心底发寒。这里不愧是魔域，功法的邪恶程度确实不是灵域可比的。阴火焚烧，混天魔灵却丝毫无损。柳如烟收起，清理战场，速离此地。陆晨道。接下来陆晨在落魔谷中不断深入，这地方非常巨大，且属于黑森林区域，诡异诸多。期间陆晨遇到了几波猎杀他的人，也遇到了一些诡异事件。好在一切都是有惊无险，那些猎杀陆晨的人最后全被反杀，但陆晨的身份也因此被爆出，瞬间成为了落魔谷中全员猎杀的对象。甚至有那种压制境界的老家伙出手，就连柳如烟也难以匹敌。陆晨不得已与柳如烟他们分开潜逃，最终借助黑森林的诡异环境，陆晨才得以脱身。按九尾魅狐之祖幽莹的说法，需要找到天魔女帝曾经修炼过的地方，才能找到终极机缘。那也应该是黑森林的幽谷入口，但会在哪里呢？落魔谷无比巨大，想要找到一个幽谷入口，实在太难了。陆晨此时藏身在一株巨大古树上，盯着远处的一个洞口。此时落魔谷下着冰冷刺骨的魔雨，若是被淋久了，即使是魔王进修者都会得病，变得虚弱，最终身死。落魔谷深处环境确实恶劣，即便是魔皇境强者都难以长久待在这里。陆晨此时披着一件斗篷，可以暂时隔绝魔雨。已经有5男4女进去了，但都没有出来。这地方有些邪门啊！这洞中到底是什么生灵，竟然男女通吃？陆晨之所以守在这里，乃是看上洞中的阴阳花。阴阳花对于阴阳无极体的提升有惊人的效果，这是属于他的机缘，不愿错过。只是这阴阳花在洞穴中，里面有神秘生物守护，有5男4女进去，但最后都没有出来，成为了洞内生物的俘虏。说来那神秘生物也甚是奇特，这些男女他一个不杀，而是以一种神奇的手段控制他们，然后任由他摆布。陆晨之所以迟迟不进，是在利用落魔谷采集到的魔药炼制醒魂丹，要不然就会像之前的5男4女，一进去就会被里面的迷雾迷倒，
这洞的迷雾似乎是天然的毒障，但那神秘生物却可以免疫。地图所示，这阴阳花就在这阴阳洞中。师姐，我们进去吧。这时一道声音传来，要小心，兜口含解毒丹，然后再进去。接着一道清冷的声音回应道。陆晨发现竟然是素女宫的那个蒙面女子，正是他以20亿前拍下最后一枚天魔令，此时在他身边跟着的正是那名老妪。这老妪实力恐怖，绝对是压制境界进来的。陆晨看着素女宫一行7名女子进去，他有些担心阴阳花被他们踩走，正考虑要不要现在出手。不好，这是神魂毒物，解毒丹无效，我神魂被封住，动弹不得。不！一阵尖叫声传来，很快又恢复安静。神魂毒物，难怪。陆晨从古树上飘落下来，也向洞穴走去。他口含刚刚炼制完成的醒魂丹，动用阴阳无极体第一条引脉和阴肾珠的作用，隐匿气息踏入古洞中。古洞内空间极大，里面竖起一根根石柱，毒物在此飘渺。陆晨吸入了一些，但在醒魂丹以及自己强大的神魂作用下，并没有受到影响。有效！陆晨心中松了一口气，这样他就有把握取到阴阳花了。陆晨前行进去，很快就看到一朵阴阳花开在洞穴尽头的一口雾潭中间。只是除此之外，陆晨还看到更加震惊辣眼的一幕，在一张巨床上竟然躺着一排排女子，正是素女宫的蒙面女子等人，就连那压制境界的老妪都在。而在另外一张巨床上，则是之前进去的5男4女，这9人已经被剥了个精光，且个个都被折磨得不成人样。至于那神秘生物，陆晨终于见到了其真容，此时他也是一丝不挂。但让陆晨目瞪口呆的是，那神秘人明明带着把儿，下方却同时具有女性的特征，这竟是个阴阳人。陆晨感觉自己的脑子有些不够用了。雌雄同体的阴阳人，陆晨只听过传说，往时也只是当一闻趣事来听，结果现实中他竟然看到了。难道这种雌雄同体的阴阳人会有双倍的快乐？也由不得陆晨会这样想，因为5男4女已经被这个阴阳人折磨得奄奄一息了。此人应该是修炼了某种阴阳邪术，当他是雄体时可以吸收女子的精气元阴，当他是雌体时则能吸收男子的精气元阳，所以他应该不仅有双倍的快乐，还能拥有双倍的修行速度。陆晨不由得一阵惊叹，果然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他动用阴阳五体的第一条引脉和阴肾珠，隐匿自己，悄悄靠近，阴阳人完全发现不了他的存在。我只要取走阴阳花即可，其余之事与我无关。陆晨心中暗道。这时阴阳人已经走到了素女宫众女所在的大床处，之前的5男4女显然对他已无用，被折磨坏，吸走了精气元阴元阳，已经彻底报废阴阳人现在的注意力，此时都在以蒙面女子为首的一众素女宫女弟子身上。现在他化身为雄体，素女宫蒙面女子等人其实都还清醒着，只是中了魂毒，神魂被封，无法动弹，难以开口，此时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阴阳人靠近。妖人要折磨就来折磨老身，别动我家圣女。而这时那素女宫的老妪突然开口道，她毕竟还是强大的，即使身中魂毒之物亦能开口说话，再给她一些时间，说不定还能挣脱魂毒的封印，恢复力量。经过素女宫老妪这么一喝，阴阳人的目光落在了她身上，此刻阴阳人竟然真的露出一丝感兴趣的样子。别急，慢慢来，有道是好菜要留到最后，你这盘菜我还真没尝过，最后我要慢慢品尝。阴阳人娇声说道，竟然极有韵味。说话间，阴阳人张开性感的小嘴，对着众女各自吹出一道红色的雾气。众女在吸入红色雾气后，一个个的表情都变了。不好，圣女快闭气，这是迷情烟，一旦吸入将被欲望主宰，身不由己，若不能找男人一起修行化解掉，最后就会爆体而亡。老妪显然是见多识广，此时惊声叫道，有点见识，但又能如何？吸入此物，即使真女也要变烈女。阴阳人邪邪笑道，不要，求求你放过我家圣女，老身愿替她承受一切。老妪哀求道，圣女我所欲，而我亦所欲也，这本就不是一个选择题，二者我皆可兼得。阴阳说话间便也对着老妪吹出了一口粉色雾气，老妪瞬间也变了。阴阳人显然是一个老手，落魔谷不知开放了多少次，他也绝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那地图是他故意放出去的，而阴阳花也是真的，正是以此为诱饵，才能引这么多的人前来，结果都遭了他的毒手。阴阳人盘踞此洞多年，修为境界早就达到了魔皇巅峰境，若不是这里环境特殊，受到压制，他早就突破了。陆晨现在也在苦恼，若想取走阴阳花，就必须要解决这个阴阳人。若是发动袭杀，我是有一定把握杀之的。最近境界提升，觉醒了第一条引脉，陆晨发现绣断剑似乎也有所变化。
在他全力催动阴阳之力下，绣断剑表面涌出一层淡淡的光芒，让其变得无比锋利，可以斩断一切。陆晨试验过，可以轻松斩断一件魔王级的法器，并且将之震成碎片。也就是说，绣断剑在斩出一瞬间，可以发出一种神秘的毁灭之力，将对方内部结构震碎破坏。所以，只要陆晨能在袭杀瞬间将绣断刺入阴阳人体内，便可一击杀之。我需要等一个一击必杀的机会。陆晨心中暗道。借助隐脉的隐秘前行能力，还有阴渗珠遮蔽气息的功效，再加绣断剑，他是有机会的。而此时，素女宫众女一个个都是意乱情迷，即便是那位老妪，也与平日里截然不同。阴阳人的确讲究，他竟然真的是从左边开始，一个个开始折腾。素女宫竟然有7人，除了蒙面女子和老妪，其余5女年纪也不小，修为本身不弱。阴阳人吸取其精气和元阴，渐渐沉浸在修炼中。而每一个素女宫被阴阳人折腾过后，都变成之前那5男4女一样，奄奄一息，宛若一具僵硬的尸体，总之是活不成了。显然阴阳人修炼的是阴阳邪术，只损人利己，不像陆晨的9节阴阳功利人利己。陆晨前进，冷静地观望着，心中毫无波澜。如果他还是灵域的剑域之主，出于心中的正义感，此刻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出手阻止这一切。但陆晨在心中提醒自己，这里是魔域，他现在是魔修，一切都要站在有利于自己的情况下考虑。而且现在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出手，不仅救不了这些人，最后还要把自己搭进去。阴阳人此时已完全沉浸在修行中，第1个、第2个、第3个，直到第5个时，阴阳人吸收到了足够多的精气和元阴，要进行炼化。这个时候也是阴阳人最不能分心的时候，而一旁的素女宫圣女和老妪都在无意识扭动着。就是这个时候，终于等到了这一刻，陆晨再没有任何犹豫，瞬间抱起一剑刺向阴阳人。绣断剑上散发着灰蒙蒙的淡光，在这一瞬间，阴阳也有所感应，第一时间睁开了眼。然而陆晨还是快了一线，噗！绣断剑刺入了阴阳人的后背。阴阳人身上爆发出恐怖的力量，直接将陆晨震飞出去，绣断剑则留在了他的体内。陆晨身上准备的层层防御破开，身上一件件防御法器也瞬间爆碎，最终抵消了8成的伤害，剩下2成需要陆晨凭自己的实力扛下消化掉。噗！陆晨身体一震，当场吐血，5脏6腑瞬间移位，并出现了裂痕。仅是阴阳人临死前的爆发，陆晨在抵消了8成力量的情况下，余下的2成依旧对他造成了重创。但阴阳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挣扎着站起来，想拔出背后绣断剑，最终却砰的一声，整个身体爆成一片血雾。若非环境压制，阴阳人至少是可以达到小魔尊境的存在，但现在却爆成了一片血雾，什么都没了。阴阳人甚至到死都不知道是谁在背后给了他一剑，如果知道杀他的只是一个巅峰魔帅，那这位阴阳人绝对是死不瞑目。呼，好险！陆晨脸色苍白的低语，这次幸好准备充分，而且等待到了一个最佳的出手时机，再借隐脉、阴渗珠和绣断剑进行偷袭，才造就出这等超绝的战绩。要知道，以阴阳人真实战力，绝对可以轻松秒杀别的巅峰魔皇，即使柳如烟在其面前也是不堪一击。但就是这样的存在，被陆晨干掉了。不能浪费时间，先收取阴阳花。陆晨拖着重伤之躯飞向雾坛，伸手摘取阴阳花。咦，此雾坛暗藏乾坤，竟是一个传送洞口，难道这里就是黑森林的幽谷入口点？陆晨神识强大，再加上剑域之主的见识，此时一眼看破，换做别人是不可能发现得了的。先不管了，先炼化阴阳花。但陆晨没有继续深入研究，因为就算这一切都是真的，当下状态进去也绝对是找死，根本没有存活能力。当务之急还是恢复伤势，提升实力。陆晨取得阴阳花后，立刻感觉到血脉与之产生感应，他当即盘腿坐下，运转9节阴阳功。阴阳花可以提升阴阳无极体，自然也可以获取阴阳之力，延元益寿。阴阳人发现此花后，并不舍得炼化，而是以此为诱饵，吸引历练者。其实他是打算离开落魔谷后，再借阴阳花冲击更高的境界，结果最后都便宜了陆晨，他所有的算计和坚持变成一场梦空。这阴阳之力太庞大了，陆晨很快发现了不妙。此时状态下，炼化如此庞大的阴阳之力，似乎有些难以承受。公子，救救我！就在陆晨要停下来时，他突然感觉自己被一双手缠上，是素女宫圣女。她现在竟然可以动了，而且还保留了一丝意识，显然此女的血脉体质也有其特殊之处。陆晨心中一动，有了一个想法，通过双修，不仅可以快速炼化阴阳花，还能让自己的伤势恢复。陆晨原本打算炼化阴阳花后立刻离开的，但此刻改变了主意。也罢，我便救你一命。
陆晨对素女宫圣女道：“对方这种状态，若没有男人帮忙治疗，只怕很快就会爆体而亡。公子也救救老身吧。”然而不知何时，老妪竟然也爬了过来，哀求陆晨救他。陆晨感到一阵恶寒，他可不是阴阳人，好这一口啊！副长老他以前也是一个大美人的，只是中了秘毒，需要阴阳花来解，一旦解掉，便可能恢复青春和容颜。一旁的素女宫圣女说道：“砰！”但陆晨可不管，看着老妪也要像素女宫圣女一样缠上自己，便直接出手，将她一掌拍晕过去。若是需要阴阳之力，我自可助她恢复。不过你的状态差多了，快到爆体的临界点了，先救你吧。陆晨说道：“多谢公子操劳相救。”小女子林素素，素女宫圣女，还请公子垂怜。都这个时候，素女宫圣女竟然还如此彬彬有礼，但林素素显然也到了自己忍耐的极限。此时她已忍不住主动想和陆晨修炼起来。陆晨则一边和林素素修炼，一边炼化阴阳花之力。很快，陆晨的身体发生了玄妙的变化，阴阳无极体开始蜕变，第二条隐脉渐渐显化，隐藏在血脉中的信息也在觉醒，涌入陆晨的脑海。第二条隐脉，阴阳流转脉，此脉的能力在于掌控阴阳二气的流转与转换，在以阳气主导时，身体力量和速度增强；以阴气主导时，身体柔韧性和防御力提升。这和阴阳人貌似有些相似，只是没有阴阳的特性，但能力差不多。另外，阴阳流转脉修到极致，可以分离阴阳，凝出一具阴身，一具阳身，同时进行两种不同风格的战斗。除此之外，我不仅伤势痊愈，修为境界也达到了小魔君境。陆晨感受着身体的变化，心中一阵满足。公子，可以救救我家副长老吗？此时林素素也彻底清醒了过来，而且修为暴涨，她内心无比震撼，没想到求眼前这个男子救她，最后竟然还有这等意外收获。更让她感到心慌的是，和这个男子修行时，她有种欲罢不能的感觉。我先帮他解毒吧，陆晨说道。于是他手上阴阳之气流转，涌入其丹田。很快，副长老体内的毒被驱散。不仅如此，连多年的暗伤都治好了。不好，副长老是巅峰魔宗境，一旦被治好，恐怕就压制不住境界了。林素素赶紧起身，冲向父老，快速地在他身上种下禁制，为他压制修为。而副长老的容颜果然发生了变化，如同枯木逢春，瞬间年轻漂亮起来。虽不如林素素，但也确实是一个大美人，而且身材比林素素更加的成熟有风韵。公子，副长老恢复了，可以帮他解迷毒了吗？林素素哀求道。副长老的身体虽然变得年轻美丽起来，但迷情药效在他身上发作的更加可怕，随时都会爆体而亡。那抓紧时间吧。陆晨最终没有拒绝，他是觉得通过和副长老修行，应该可以巩固住小魔君境。另外，父老恢复容颜，他也不再那么排斥。又要让公子操劳了，素素时是有些过意不去。我尽量让长老配合公子修行。林素素充满歉意地道。公子定是阴阳无极体，您是陆晨公子吧？随着修行进行，副长老终于恢复过来，此时颤声说道：我这么出名了吗？陆晨有些惊讶。现在玉女谷、合欢宗、素女宫等这些女修门派都知公子之名，他们做梦的想和公子修行，没想到我们有幸的和公子一起修行。而公子的阴阳无极体果然名不虚传，只和公子修行一场，我便已突破了巅峰魔宗境。其实傅映月乃是素女宫上代的圣女，只是意外中毒而衰老，此时她不仅恢复了青春容貌，更是突破了境界。只是在她修为突破瞬间，第一时间进行了压制。救完林素素和傅映红后，陆晨也感觉到神清气爽，实力暴涨。二女此时则想救五位同门，却发现五女早已身陨。至于陆晨，则开始清点阴阳人的储物袋。他打开储物袋，发现阴阳人竟然无比富有，好东西更是多不胜数。但一个发着宝光的玉盒最先吸引他，陆晨取出打开，看到里面是一块宗门令牌以及一枚玉简。看到那一块宗门令牌，陆晨神情微微一凝，这是阴阳魔门的阴阳令牌。阴阳魔门不是在天魔国的吗？其令牌怎会出现在这里？现如今陆晨已非修魔小白，他之前借着在无字古书的空间中与九尾魅狐之祖幽莹双修时，顺便将魔域的相关资料都看了一遍。毕竟无字古书空间相对外面时间几乎是静止的，无需浪费到陆晨修行的时间。陆晨现在对整个魔域的情况也几乎算是了如指掌。难道这个阴阳人是出自阴阳魔门的？若是如此，我杀了此人，将来恐怕会有大麻烦。陆晨可是知道，阴阳魔门乃是天魔国四大势力之一，而天魔国乃是魔域第一国，九幽国也仅是天魔国的附属国罢了。由此可以想象，阴阳魔门的强大绝对是整个魔域最顶级的势力之一。莫说九幽国的各大势力，
整个九幽国在阴阳魔宗面前也完全不够看。将来事情将来说，现在还是想办法提升实力。只要实力足够强，即便是阴阳魔宗都能踩在脚下。陆晨心中暗道，他将阴阳令牌放下，然后取起玉盒中的那枚御景观魔。下一刻，一股庞大的信息涌入陆晨的脑海。阴阳魔功，夺天地阴阳之气，化世间阴阳之身，化阴成动，化阳为柱，阴阳双修，天下无敌。看着玉简中的信息，陆晨目瞪口呆的同时，也感到一阵头皮发麻。这是阴阳魔宗的正宗功法，阴阳魔功。这个阴阳人竟然把他偷出来了，难怪要逃到九幽国来。陆晨感觉遇到大麻烦了。阴阳魔宗的人只怕一直都在寻找此人，难怪他要一直隐藏在落魔谷的古洞中，原来是为了躲避阴阳魔宗的追杀。陆晨此时大概能猜到事情的经过，不过他现在注意力都在阴阳魔功上。这本功法无比邪异，修炼之后就会化成阴阳人，也就是说，阴阳魔宗那绝对是一门子的阴阳人，既带把子，也有女性特征，他们个个都有双倍的快乐。此法修炼最后竟然可以阴阳同化，阴阳分离，阴阳同交。看到这里，陆晨已是三观震碎，因为一个人分离出阴区和阳区，也就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然后进行双修，这就能达到阴阳同化，乾坤无敌的境界。这与陆晨的九节阴阳功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九节阴阳功在内流转阴阳之气，不会改变身体结构，更何况陆晨是阴阳无极体，是一个完美地整体，不需要阴阳魔功就能达到阴阳流转，一个完美的平衡。阴阳魔功虽然震碎三观，但也确实有借鉴的地方。融合我的九节阴阳功，可更大的发挥出阴阳无极体的潜力。陆晨心道。陆晨了解了一下阴阳魔功后，并没有继续深入研究，而是目光落在雾潭处。难道这是黑森林幽谷的入口？傅映月修为强大，眼光不凡，此时竟然也发现了雾潭的传送入口。但就在此时，外面传来追杀声，抓住这三女，拿来威胁陆晨，定能让他交出拍卖天魔令所得的钱财，还有首级和绣断剑。他们已经被包围，逃不掉的。一道道声音传来，陆晨瞬间就明白了是什么情况，是楚柔、柳如烟、幽姬三女。显然这些人找不到陆晨后，就把目标对准了三女，欲拿下他们来威胁陆晨，让陆晨就范。这段时间三女也很是狼狈，一直在追杀中度过。可这一次他们完全被包围了起来，已无路可逃。如烟，带他们进来。陆晨发出定位，并传音给柳如烟。柳如烟、楚柔、幽姬三女本来有些绝望了，听到陆晨传音，心中一喜。他们现在可以说是无条件的相信陆晨，此时毫不犹豫冲向古洞。哼，无路可逃，竟然逃入古洞，这是要自投罗网吗？追杀众人冷笑不已。师姐，这次终于抓住你了，就说你的修为为何提升这么多，原来是和陆晨在一起了。该死的，陆晨是我杨烟的，赶我和抢，自寻死路。杨烟也混在猎杀队伍中，此时看着幽姬冲入古洞。自从上次和陆晨双修后，他便闭关破境，打败了幽姬，再然后获得天魔药宫赏赐的魔皇破境丹，又加上在落魔谷中获得的不凡机缘，他现在已是巅峰魔皇境的强大存在。当杨烟得知陆晨也在落魔谷中，并和幽姬在一起时，他便动了心思，想尽一切办法要寻到陆晨，并将他拿下。想想每天若能和阴阳无极体修行，杨烟就忍不住激动的娇躯颤抖。此时古洞入口聚集了九幽国各势力的高手，足有近1000人。冲进去！古洞洞口很大，近1000人冲进去一点也不拥挤。当他们进入到洞中时，微微一愣，陆晨，竟然是陆晨！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众魔修进入到古洞中，刚好看到陆晨正在以阴阳之力为楚柔、幽姬、柳如烟三女疗伤，而林素素和傅映红二女将灵力打入一口雾潭中。众魔看到陆晨时，眼中都露出贪婪之色。那不是素女宫老小圣女林素素和傅映月吗？他们竟然也和陆晨在一起，这是老小通吃啊！陆晨怎会有这么好的艳福？一些男魔修极度的眼红，毕竟很多魔修修炼数十载还是单身，不知女人的闲谈。见到陆晨身边女子众多，而且个个都是九幽国的超级美女，若说不感到眼红，那是不可能的。这么多人怎么分？然而这时有人忽然说道。此言一出，全场静默，因为这里先不说个人，单是九幽国各大势力都有30多个，而陆晨却只有一个，这有何难？先拿下陆晨，然后再各凭本事争夺。炼魔宗的一位高手站出来，冷冷地开口道：好，一起出手，先斩下陆晨首级。一众魔修高手同时飞出，对着陆晨出手。陆公子，还差一点，给我们争取20血。林素素道：
你们都去帮忙，我来阻挡他们。陆晨对已经疗伤好的三女道。现在他们都已清楚雾潭是一个传送入口，但需要灵力激活。三女飞身过去相助，陆晨则从怀中掏出一把奇异的种子，对着前方一撒。古洞中此刻也有人认出了那雾潭是一个传送入口，难道那是黑森林的幽谷入口？传说黑森林是一位远古大能的某个隐秘部分所化，只有一个幽谷入口，藏于黑森林中，非常难寻。而天魔女帝曾在里面修行过，终极机缘亦在那里。陆晨这是想打开入口，逃离古洞，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但我们又岂能如他所愿？我们一起出手，阻止他。众魔反应过来，一个个都惊声大叫道：嘿嘿，陆晨和幽谷入口都在这里，我们运气真不错。一起出手，杀！这些强大的魔修冲杀过来，对陆晨撒出的种子不屑一顾。杨烟比较鸡贼，藏在人群后面，并不急着冲锋。以他和陆晨深入浅出的关系和交情，自然知道陆晨这么淡定的让这些人进来，恐怕不会安什么好心，还是小心为上，谨慎一些。何况现在这么多人都盯着陆晨，就算拿下陆晨，恐怕也轮不到他。必须要将竞争者一个个消灭掉，他才能单独拥有陆晨。古洞的空间很大，但近千魔修同时出手，这声势还是极其浩大的。楚柔、林素素、幽姬他们正在加速开启雾潭中的传送道，此刻看到这场面，脸色微变。可正因如此，陆晨那一道孤傲的身影，独自面对近千魔修强者的攻伐，依旧面不改色，才更让人感到钦佩。我有美人种，一撒化万手。陆晨淡淡的开口，手中的神秘种子已经飘洒落地。下一刻，惊变陡升，接触到地面的美人种竟然快速开生长，然后变成一颗颗美人手。拦住他们！陆晨对着地上密密麻麻的美人手下令道。瞬间，所有的美人手冲杀向飞来的众魔修。原来这一把美人手种子是陆晨和银秋双修后，银秋给陆晨的一个保命手段。这一把美人种一撒出来，玉帝便可化作一颗颗美人手，可以听从陆晨的号令进行战斗，但只能存在一个时辰的时间，这些美人手就会自动消散。现在陆晨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以美人手阻拦这些魔修。该死，这是美人种，是来自美人手的主人。陆晨他怎会拥有？我听说美人手的主人是一个绝世美女，难道她也是陆晨的人？有见多识广的魔修脸色大变地道。噗！与此同时，也有魔修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就被美人手卷杀，啃食成一具白骨。杀过去！他们一旦激活传送阵，再要追击他们就难了。一群魔修也发起狠来，全力出击，将一颗颗美人手斩爆。最终还是有顶级天骄人物强势的杀穿了美人手防线，杀到陆晨面前来。魔断黄泉！陆晨毫不犹豫斩出最强一剑，体内两条引脉同时运转，阴阳之气流转，使得这一杀招的威力变得更加强大。噗！一名刚冲杀到陆晨面前的巅峰魔皇被陆晨一剑斩灭，生命气血全部被抽干，成为了绣断剑的补品。陆晨哪怕达到了小魔帅境，其实也不可能是巅峰魔皇的对手。但刚刚一瞬间，陆晨下令，一群美人手突然冲出，黑色的毛藤缠住了这位巅峰魔，看得双脚双手，让他瞬间失去行动，所以才被陆晨一剑秒杀掉。马上可以了，我们去助公子。这时傅映月冲出，一起先斩一批，再进传送阵。柳如烟也飞身杀出。傅映月通过和陆晨修行后，实力变得更加恐怖，即使在压制的情况下，单打独斗在场，恐怕也没几个能敌他。柳如烟巅峰魔皇境，再加上混天魔灵，也难寻对手。要不是对方人多，傅映月和柳如烟联手，完全是拥有一战之力的。其实从一开始，他们逃走都是假象，陆晨故意示弱，以此钓鱼。他们最终的目的是杀一批，再进传送阵，要不然一直被全员猎杀也不是个事。杀一批，杀到他们疼痛，至少也能震慑一下。魔灵岁月，柳如烟卷住一名巅峰魔皇，轻轻一拉，对方便瞬间爆灭成碎片，洒落一地。素女剑心，一剑幻灭斩。傅映月手中长剑也是一划，一名巅峰魔皇当即心脏碎灭，身死当场。万魂幡炼，陆晨祭出万魂幡，炼魂入幡，增强魔气威力。血葬人间。另一边，他手持绣断剑，演化飘雪剑法的终极一招。此招陆晨之前从未动用过，他是从九尾魅狐那里了解到，飘雪剑法其实还有一招，多此一招便是顶级剑法，而非储积剑法这么简单。这一招正是血葬人间，是此剑法的升华，化基础为至强。陆晨和九尾魅狐幽莹双修后，幽莹趁着没有沉睡，也会指点陆晨一二。此招意在葬杀，威力巨大。陆晨可以把前面的招式修至究极大成，但这一招仅是小成可，威力依旧可怕。噗噗噗！
雪花化剑锋，飘落葬人间。一名本来就被美人手所困的魔修高手，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雪花剑锋葬杀。然后其血肉被美人手所噬，其气为袖断剑所吞，其魂被万魂幡所炼。短短10数息，陆晨、柳如烟、傅映月3人联手就葬杀了200多魔修高手。但他们这般高强度爆发，瞬间就变得虚弱，甚至受伤。嗡！与此同时，雾坛中的传送阵被激活，传送之光从雾坛中冲出。走！陆晨没有一丝逗留，叫上傅映月、柳如烟冲向传送阵。想走？问过我本宫了吗？然而，就在陆晨冲向传送阵那一刻，一道浩大的声音传来，随之魔息卷过，所有的美人手瞬间枯萎。一道可怕的身影由洞外冲入洞内，人位置，可怕攻击已卷杀而来。不好，是天魔药宫第9女宫副公主焦如银，她本是接近大魔尊境的存在，压制了境界，进入落魔谷。幽姬脸色惨变道：砰砰砰！陆晨他们全力抵挡，但依旧被震飞吐血，瞬间重伤。走！好在他们本就离传送阵近，此刻拖着重伤之躯冲入传送阵中，但焦如银镜也瞬间而至，紧随其后冲入传送阵中。陆晨没和本宫双修一场也想走？焦如银冰冷的声音在陆晨耳边响起，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莫大的生死危机。焦如银全盛状态，哪怕压制境界，也能爆发出无比恐怖的力量。若论进入落魔谷中最强之人，焦如银绝对是可以排在前3的存在。恐怖的威势盖压全场。他还有另一个身份，是杨嫣的母亲，这也难怪他会知道陆晨拥有阴阳无极体了，定是杨嫣告诉他的。焦如银看到自己的女儿和陆晨修行后，修为提升竟如此惊人，于是他也便动了心思，若自己也能与陆晨修行一场，那是不是也可以突破现有境界，达到大魔尊境，甚至获得更上一层楼的契机。杨嫣自然也看到了母亲的强势登场，当他看到母亲追逐陆晨而去时，脸色微微一变。母亲这是要与我争陆晨呢？若是他和陆晨修行，那岂不是要把陆晨给压榨干？以后我怎么办？不行，必须阻止母亲，即使阻止不了，也要让母亲悠着点，至少不能把陆晨给玩坏了，我还要继续用呢。杨嫣自知是争不过母亲的，大不了一起用就是。陆晨的阴阳无极体功效逆天，母亲若能更上一层楼，我在天魔药宫的地位也能水涨船高。杨嫣看着母亲的身影消失在传送阵光中，心中暗道，竟然真的是幽谷入口传送阵，快冲进去！其余人也反应了过来，跟着冲进去。即使猎杀不到陆晨，但若能在幽谷中获得别的机缘，也不枉此行。幽谷算是一处异空间，出临此地，抬头望天，恰好看到一道天穹裂缝，通向无尽虚空脚踏之地，两边是山水相连，雾气飘渺，有一条直直的阶梯通向一座漂浮在半空中的魔宫，这必是天魔女帝的修行行宫之一，终极机缘就在这玄天魔宫上。冲入此地之人发出阵阵惊呼，而这时候陆晨一行人率先出现在玄空魔宫的广场上。焦如银太强，战斗只有死路一条，分开走。陆晨说道，现在只有抓紧时间冲入玄天魔宫，若等到后面的魔修高手跟上来，他们更没机会。玄天魔宫广场尽头有10多个入口，通向不同的魔宫子殿。林素素、楚柔、傅映月、柳如烟、幽姬都明白这是唯一的办法，于是他们都冲向其中一个入口。陆晨也选择了一个。与此同时，焦如银率先追至。陆晨，自始至终，我的目标只有你。我女儿杨嫣在你身上获得的奇妙变化，本宫定要亲自体验一番。你逃不掉的。焦如银说话间已经靠近陆晨。陆晨毫不犹豫冲入大殿中。你追我逃？陆晨现在除了逃走，确实没有任何办法。也就他的追风步达到了究极大成，再加上焦如银的境界被压制在巅峰魔皇境，速度受限，要不然陆晨恐怕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焦如银和杨嫣竟然是母女关系，这2人都窥视我的阴阳无极体，真是可恶。陆晨心中暗道，他现在的情况有点像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阴阳无极体确实玄妙，可以带给他惊人的修行速度，但也会被无数女修惦记，都想和他强行修行。这也是陆晨最苦恼的事。这里进入到玄空魔殿中的一座紫殿，陆晨发现殿中竟是白骨累累，不知曾经有多少魔修葬身于此。此地凶险莫测，陆晨知道这紫殿绝对凶险，而且这种凶险是看不见的、无形的。地上那累累白骨就是证明，他们恐怕都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杀死了。从这些白骨身上可看出，他们的伤都在脚上。不好！陆晨第一时间冲天飞起，随之他原来所站之地竟然涌出一根根绿色的毒刺。焦如银紧随其后冲进来，恰他看到这一幕。陆晨，
你竟然能提前感知这地上的毒刺，可笑！我们天魔宫以前竟把你当成一个小魔医来使唤，当真是暴殄天物。焦如银毫不客气地数落起自己所在的天魔药宫，说话间，他却一脚踩在地面上，完全无视那绿色的毒刺。但在他落脚瞬间，恐怖的寒气弥漫而出，瞬间冰封地面，绿色毒刺也同样被冰封。他则从容地向陆晨走来。陆晨已见识过了焦如银的强大，他没有任何停留交手的意思，看准前方的入口，快速冲进去。焦如银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如同看着盘中之菜，完全不担心陆晨跑得掉指示，连续跑了上百座魔宫子殿，竟然都没有到达尽头。有点意思，这竟然还是一座迷宫。所以就算找到了这里，想要得到天魔女帝留下的机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反倒是陆晨你，目前才是属于本宫最大的机缘。找天魔女帝留下的机缘，还不如擒下你，和你一起修行。你至少是一块我可以先吃到口中的肉。焦如银娇笑连连地说道。陆晨急速奔行，穿梭一座座魔宫子殿。可突然他发现前方无路了，这是一处封闭的空间，四周墙壁刻满神秘的符文，地面是黑玉地板，空空无物。焦如银此时站在出入口，娇笑道：陆晨，你已无路可逃，乖乖和本宫双修吧。我很期待这一场双修能否将我的境界推到大魔尊境。陆晨此刻已经放弃逃走，既然已无路可逃，我认命便是。公主如此美丽，其实我从不排斥和公主修行，甚至可以说是心有期待，只是落入公主手中，最后恐怕难逃被天魔药宫斩首的命运。因此我也只是为了活命而已。陆晨脑子快速转动，态度也转变得很快。若是以前他身为剑域之主时，只怕会选择死战到底，但他现在是魔，若连认清眼前形势的能力都没有，那根本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合格的魔。你倒是有自知之明，天魔药宫确实发现了你血脉和绣断剑的一些秘密，需要你的首级和绣断剑。不过落入我手中，至少在回到天魔药宫前，你是活着的。前提是你要好好的和我修行，绝不能不卖力哦。焦如银走来，身上衣裙渐渐脱落，同时他一挥袖，陆晨身上的衣服瞬间破碎。公主有令，在下定然鞠躬尽瘁，竭尽全力。陆晨神情坚定地道。陆晨其实还有一张遁空符，但他早就尝试过，玄空魔宫中遁空符根本启动不了，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压制着。他现在只能想办法拖延时间，寻找机会。敌强我弱，小命还被对握在手中，陆晨现在能做的就是伺候好焦如银，让他快乐的修炼。幸好这里环境特殊，焦如银的境界被压至巅峰魔皇境，如若是在外面，以焦如银的境界与他修行，我定会被活活压榨而死，境界差距太大，就如小马拉大车，最后只有被活活累死的下场。现在对方只是魔皇境的话，我勉强还能撑一段时间。陆晨心中暗道，目前面对焦如银，他根本没得选，只有使出浑身解数让他满意。焦如银虽然有了杨嫣这么大的女儿，但保养得太好了，和少女一般紧致。而且他刚刚虽然表现得无比强势，但真到实战上却显得有些青涩。公主，您似乎不善此道。陆晨感觉火候掌握差不多，在焦如银修炼的极其顺畅之时，大着胆子问。双修的时候，这种交流反而会拉近二人距离，解除陌生感，对方也更加的容易打开心扉。这段时间陆晨已双修出了一些经验，也算是深谙此道了。陆晨如此卖力，并没有指望焦如银最后能放走自己，或者不交给天魔药宫，但至少能让他对自己欲罢不能，充满了好感。真要杀自己时，会有些舍不得便可。除了新婚之夜那次，我便再没有过。当时也是奉命成婚，抗拒的紧。那一晚后，我便一心在修行上，修为实力上来，自然就没人能强迫我。我对此道一直没任何兴趣，我只想提升修为，但没想到此道竟然还能如此快乐。焦如银有些享受地感叹道，他没想到修行原来不仅只有枯燥的苦修，竟然还有这种轻松快乐的修行方式。既然如此，那公主就交给在下吧，我的阴阳无极体定可让公主在快乐中破境。陆晨一边卖力帮焦如银修炼，一边说道，我当然是信你的。焦如银此时越看陆晨越顺眼，也越来越满意。他的女儿亲自试验过了，也亲眼看过女儿和陆晨修炼后的成效，对阴阳无极体的玄妙自然是相信的。陆晨也能猜到，焦如银必定是从他女儿杨嫣那里得到自己的相关信息。不过陆晨确实的没有提及杨嫣，那样的话只会适得其反。另外，焦如银虽然境界被压制了，但真实境界毕竟是魔尊境，连续修行下，陆晨开始有些吃不消了。阴阳魔宫中当中有阴阳会元，化为命息，这是增强生命修为、提升耐力的口诀，可融入我的九节阴阳宫中，提升耐力。陆晨心中暗自尝试着，与焦如银修行，他的修为也是有提升的，
但性命力消耗得更快。显然这种修行是不可取的，阴太强，阳太弱，最后只会将生命之火一并浇灭。这样的话，修为提升再多又有何用？不错，很不错，陆晨，看来我是对的。天魔女帝的机缘虽然无比让人心动，但要取到难如登天，还不如先吃掉你这块道口的肉。陆晨，你让我修炼得很快乐，到时即便把你交给天魔药宫，我定然也会让你死得舒服些。焦如莹此时就像身居高位的女王，陆晨是她的俘虏，给几句褒奖就是最大的施舍了。陆晨倒没有什么心里不爽的，强者为尊，谁叫对方强呢？而且陆晨更不指望让对方快乐一下就会暗中留自己一命，不交给天魔药宫。阴阳无极体虽然逆天不凡，但焦如莹不像魔女宗、素女宗、合欢谷这些女修门派功法使然，阴阳无极体对他们重要至极。可在焦如莹这里使用过后，后面的作用就没那么大了，还不如交给宗门，换取更大的利益。多谢公主。陆晨恭敬得道，并更加卖力，让焦如莹沉迷此道，欲罢不能。陆晨之所以如此操劳，自是在为自己争取时间。与九尾魅狐之祖幽莹修炼的时间快要到了，再拖一拖，自己应该就可以等到九尾魅狐醒来，将自己传送进入无字古书空间内，那时自己就有机会了。杨烟此时也进入了悬空魔殿，找到了，母亲就在那里。杨烟与他母亲焦如莹之间有定位感应，他很快就锁定位置，快速寻过去。母亲定然是拿下了陆晨，而且这么久没有移动，恐怕已经和陆晨在双修了。这么久了，陆晨会不会被折腾死了？陆晨，你可千万不要这么轻易死啊！师姐还需要你帮忙破镜呢。杨烟有些焦急，但他即使有定位，要闯到焦如莹和陆晨所在的位置，依旧需要不短的时间。他很担心，到时陆晨已经被他母亲玩坏了。3个时辰后，杨烟终于赶到。一进到刻满古老符文的神秘紫殿，杨烟就看到陆晨和母亲正在卖力的修行，但陆晨显然有些修炼过度了，脸色苍白，生命气息无比虚弱。母亲，差不多可以了，再这样下去，陆晨会死的。杨烟顾不得尴尬，直接冲进去阻止道。陆晨见到杨烟到来，以及听到他的话，心中一喜，感觉自己的机会要来了。竟是杨师姐，别来无恙。陆晨一边和焦如莹卖力的修行，一边虚弱向杨烟打招呼道。这一幕落在杨烟眼中，陆晨更像是一只被大恶魔迫逼的小绵羊，让人我见犹怜。也罢，烟儿既然来了，那便停止修炼，休息一下吧。焦如莹对于女儿的到来丝毫不奇怪，毕竟她与杨烟之间都有定位感应。公主，我不累，我还能助你修行。陆晨说道。听到陆晨的话，杨烟更是心疼，主动过去将陆晨拉了起来，扶他到一边休息。而焦如莹此时已经修炼的差不多了，一旦离开这里，他定然可以突破入大魔尊境。这阴阳无极体当真玄妙，但于我来说只有一次效果，后面作用应该没那么大了。燕儿，抓紧时间，你在这里和陆晨修炼，我为你把风。这里是你和陆晨最后的修行机会，出去后就要交给长老团了，抓紧时间吧。下一步我们还要寻找天魔女帝的终极机缘。焦如莹冷漠无情地道。焦如莹现在很有那种拔妹无情的感觉，在她眼中，陆晨只是一件可利用的道具，用完后那就可以献出去了。所以他的意思已经很明显，出了这个紫殿就会斩下陆晨首级，夺取绣断剑。在焦如莹的眼中，陆晨的阴阳无极体已经没有价值，他的首级和绣断剑价值更大。陆晨这块肉他已吃过，接下来他重点是寻找天魔女帝遗留的机缘母亲。陆晨与嫣儿还有用，可否让嫣儿用一段时间再交给魔宫？杨烟倒不是对陆晨有什么感情，而是他想利用陆晨进将突破，踏入魔宗境。嫣儿，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你想要就抓紧时间要。母亲为你护法，你最多可以和陆晨在此修行1天。1天之后，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得离开，前去寻找天魔女帝遗留机缘。焦如莹冷漠无情的应道。杨烟咬咬牙，最终选择了和陆晨在此修行。他是最明白自己母亲的性格，说一不二。如果现在不选择和陆晨双修，那后面就再没有机会，连1天都没有。陆晨，好好和我修行，事后我想办法说服我母亲。杨烟虽然对陆晨的状态有些心疼，但为了自己的修为，他也管不了那么多。反正陆晨最终难逃一死，那就要在他死前充分利用其价值，将其榨干。多谢师姐，师弟定然竭尽全力助师姐破境。陆晨一脸单纯地道。随后2人便开始修炼，他们也不是第一次了，都是熟门熟路，知根知底的。师弟，上次师姐没让你发挥，这次你可以主动尽情发挥了。杨烟说道。对于他和第一陆晨修行，陆晨不能动，杨烟还是有些遗憾的。既然这是他和陆晨最后一场修行，那他可以让陆晨主动，那样效果更好。
有母亲在一旁压阵，杨烟根本不担心陆晨出手害他。遵命师姐。师姐，师弟来了。陆晨仿佛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处险境一般，修炼得非常的认真，表现得极其卖力，这让一旁心冷如铁的焦如银都对陆晨生出了喜爱之心。若非陆晨是天魔药宫指定要的人，他还真舍不得杀，会将陆晨养在他的后院，到时他和女儿杨烟便可经常找他修炼。即使不是为了修炼，陆晨这小子也很会侍候人，倒也算是枯燥修炼中的调味剂。不过焦如银也只是想想而已，当下还是将陆晨变成人头，再取其绣断剑收入储物袋中更加保险。竟然还有这等修炼姿势，陆晨这小子对我女儿倒是比对我上心啊。焦如银一边为杨烟护法，一边观摩学习。身为魔灵，他们向来奔放。陆晨一边卖力助杨烟破境，一边则在心里默默地计算着时间。这次幸好杨烟来了，若不然撑不到幽灵觉醒。有杨烟接力拖住了焦如银，要不然修炼完起身后，他第一件事肯定就是斩下我的脑袋。陆晨心中暗暗思索。时间在陆晨卖力帮师姐修炼中度过。怎么回事？幽灵还没醒吗？然而到了算计的时间，幽灵依旧没有回应。陆晨心中焦急，但表面却不能表现出来，依旧要稳住助杨烟修炼。不急，还有近1天的时间。与杨烟修炼不同于焦如银，我不仅修为在进步，生命之力也在不断恢复中，状态越来越好。如果说和焦如银修炼是小马拉大车，那和杨烟修炼就是真正的阴阳调和。好了，时间到了，烟儿起来吧。焦如银道。杨烟不舍得离开了陆晨的身体。陆晨，对不起，我说服不了我娘。杨烟深感可惜地道。想想以后没能再和陆晨修行，实在有些可惜。阴阳无极体的玄妙，真不是一般人可比的。陆晨哪怕到了最后一刻，他也没有放弃，一边暗中不断地和无字天书内的幽灵沟通，一边淡然笑道：没关系，命运使然，我已尽力，但若依旧无法改变结果，那就只能接受了。陆晨一副坦然接受死亡的样子，心里却疯狂和幽灵沟通。倒没想到，你只是我天魔药宫的一个小小魔役，竟还拥有这等心态。放心吧，我会让你死得毫无感觉的。焦如银走来，他没有丝毫留情的出手，要直接砍下陆晨的脑袋。咻！然而在这一瞬间，陆晨却突然凭空消失了，只留一本无字古书掉落在地。而这时，陆晨终于进入到了无字古书空间内。幽灵一副刚刚醒来的慵懒模样，这次出了点意外，醒来迟了点。你外面的情况我已知晓，外面一瞬，此地数天，放心吧，我们现在有的是时间。九尾魅狐之祖幽灵说道。这倒也是，先解决逃命问题，我们再双修。幽灵前辈，你有什么办法吗？陆晨问道。这间符文子殿是出自天魔女之手，若能激活符文，你便可直接穿墙而过，进入到天魔女真正的闭关修炼之地。幽灵不愧是和天魔女同代争锋的人物，一眼就能看出天魔女帝的手段。我要如何激活这些符文？陆晨虚心求教地道。那就要看你在符文一道上的天赋如何了。我现在就教你，只要能塑其本源，世间之符，你皆可找到解法，自然也能以天地为符，画出任何功能的符文。不过激活紫殿中的符文还不需要达到那等境界，我只教你激活手法，你若学会，出去后便可第一时间激活。幽灵双手晃动，开始教陆晨激活符在文的手法，同时念动特定的咒语配合。陆晨依葫芦画瓢，一遍上手，随之又练手几遍后，便彻底的掌握了。如何？陆晨忐忑地问道。你符道天赋在魔域举世无双，万古第一。幽灵惊叹道。这样就可以了吗？陆晨虽然被幽灵所夸，但并不飘，依旧虚心地问。完全可以了，现在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双修吧。幽灵有些受到打击，不想再和陆晨谈论符道，而是迫不及待将陆晨推倒，开始修炼起来。这次和幽灵修行足足进行了2天2夜，最后幽灵身心俱爽地去沉睡。该出去了。陆晨又练习了几遍激活符文的手法，确保万无一失后，准备离开这片空间。毕竟即使外面只是刹那之间，陆晨也不能继续耗下去，一定要在焦如银没反应过来前激活符文，穿墙离去。每次进无字古书空间交完粮后，陆晨都有所收获，这一次他学会了激活符文的手法。与此同时，外面的焦如银以一剑斩向陆晨脖子，可在这一瞬间，陆晨凭空消失，接着又凭空出现，就像闪烁了一下。即使是以焦如银的眼光来看，都以为自己眼花，看错了。可在这一刻，陆晨第一时间发动了追风步的瞬移术，同时双手换动，演化激活符文的手法。嗡！毫无征兆，四周殿壁上的符文同时被激活，绽放出耀眼的浮光。这时候，
陆晨已经在急速往后退。哼，此地密闭，陆晨，你有必要做这无谓的挣扎吗？焦如莹一剑落空，冷冷笑道。同时，他身上爆发出恐怖的气息，再次出剑，不再有一丝留手。咻！他一剑划出，而陆晨已退到了墙壁，无路可退，眼看着只能被这一剑斩落脑袋了。砰！可焦如莹这一剑却斩在墙壁上，陆晨凭空消失了。他穿过了符文墙壁，在他消失瞬间，墙壁恢复原状。焦如莹此刻已呆愣在场，杨嫣更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只知道自己的母亲要斩首陆晨，结果一直听话乖巧的陆晨突然进行了反抗，然后退到墙壁处凭空消失，变化太过突然。焦如莹和杨嫣这对母女此时都愣愣地看着陆晨消失的地方，这都能跑？陆晨什么时候拥有激活这些古老符文的能力？焦如莹此时也终于反应过来，一脸难以置信。母亲，陆晨跑了，现在怎么办？杨嫣看到陆晨活着逃离，心情有些复杂。她也不知道自己希望陆晨活着还是死掉。当然，杨嫣是希望能和陆晨继续双修的，可是今日这般对待陆晨，陆晨将来定然会报复于他。这里像迷宫一样，他既已逃走，再想找到就难了。先寻找天魔女帝留下的机缘吧，若能寻到，陆晨也许也会在那里出现，到时我不会再给他任何机会。焦如莹冷酷无情地开口道，随后带着杨嫣快速离开这里。而陆晨在穿过符文墙壁后，发现来到了一间巨大寝宫中。寝宫中心是一张飘着神秘白雾的玉髓床，隐约之间，陆晨似乎看到一个女子躺在上面一动不动。陆晨顿生警惕，也不急着走过去观察，而是打量着四周。他发现这处巨大的寝宫很空，没有什么东西，但在4个角落各有一张台桌，上面都摆着遗物。陆晨走向离自己最近的一处角落，发现古桌上的是一根金色的古餐，这是万年魔灵餐，是各种大丹的主材，即使不通过炼丹，单独服用都能起到提升境界和性命修为的惊人作用，甚至还有着起死回生的功效，受再重的伤，只吞服万年魔灵餐都能救回。这种即使在高档拍卖会上也绝对是压轴品。陆晨想起古籍中提到的信息，心中惊呼不已。于是他观察了一会，试着去收取，嗡，但还没碰到万年魔灵餐，万年魔灵餐四周的禁制光幕就自动激活，果然有禁制保护。天魔女帝的禁制只怕靠蛮力是不可能破开的，陆晨心道。于是他走了一圈寝宫，发现另外3件宝物分别是玄武内甲、乾坤离火瓶、白虎追魂枪。玄武内甲主防，穿在身上可受魔尊一击而不死。乾坤离火瓶可以收取天地间各种异火，并可以倾倒而出，让天地顷刻间化作火海。白虎追魂枪，枪出如龙，白虎追魂，一枪刺出会有一头白虎之魂，将对方的神魂吞掉，乃是攻伐的大杀器，都是惊人的宝贝啊！可都有禁制守护，陆晨可望不可及。看来解除禁制的办法应该在玉髓床上。陆晨这时才开始小心地靠近玉髓床。此刻他终于看清玉髓床上的情形，上面躺着一个美得令人窒息的女子。陆晨感应不到她任何活的气息，但她就像是睡着了一样。白色雾气飘渺，让她若隐若现，宛如仙境中的仙女。魔界生灵一般应该魔气缭绕才是，怎么这个女子我觉得是仙气飘飘的？陆晨有些疑惑，他暂时还不知此女的身份信息，但大概能猜到，恐怕与天魔女帝有关。这次不会也遇到禁制阻挡吧？陆晨靠近却没有触发任何禁制，但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阻拦他，让他无法继续往前。他与女子有种咫尺天涯的感觉。试试我的血，幽莹提醒过陆晨，他的阴阳无极体之血对天魔女帝或许会有效，遇事不决就放点血试试。陆晨划破手指，一滴血滴落，瞬间雾化成一缕红雾，竟然飘向玉髓床上的女子，然后被他吸入口中。嗡！随后陆晨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股可怕的力量吸到了玉髓床上去。同时一道信息涌入他的脑海，吾乃天魔女帝，此为我的功法分身，阴阳无极体者，助我功法圆满，4件宝物为报酬。吾修功法名曰万道无降术，苍天万道，无疆无际，但都难逃阴阳2道。飞升之时，吾之功法尚有欠缺，故留下功法缺陷之身，待有缘人助我功法圆满，补全无道。既然尔之血可引起吾功法之身的反应，便说明是阴阳无极体，只需与我功法之身双修，吾便可圆满，4件宝物自可归属于你。读取完这些信息后，陆晨瞬间明白，自己最终还是难逃和女尸一起修行的命运。不过想想这是天魔女帝的尸体，似乎也不是不可以接受。更何况那4件宝物确实太诱人了，有了它们，面对被压制在巅峰魔皇境的焦如莹，
陆晨便可无惧了。女帝得罪了。陆晨做了一下心理建设，然后便开始和天魔女帝的功法之身双修起来。陆晨现在其实也是没得选，拿不到4件宝物，他现在根本不是焦如银的对手，一旦遇到，难逃一死。可一旦能得到这4件宝物，陆晨有信心面对压制境界的焦如银，甚至落魔谷中的任何一人都可无惧。因此陆晨对这4件宝物志在必得。天魔女帝的功法之身虽然如活体无异，但就是不能动，一切都需陆晨去主动。从对方所留的信息中，陆晨知道自己就是天魔女帝口中的那个怀有阴阳无极体的有缘人。按天魔女帝的说法，若是我不出现，那她的功法岂不是永远也无法补全？陆晨在心中吐槽一番，然后他开始熟门熟路和天魔女帝的功法之身修炼起来。如果天魔女帝的功法之身也能代表天魔女帝本体的话，那我岂不是与上古3美都双修过了？陆晨一边修炼一边心中暗道。从银秋那里得知，她是第3美，9尾魅狐之祖幽莹是第2美，而天魔女帝则是第1美。上古3美现在都和陆晨有过双修，产生了因果。眼前的天魔女帝功法之身并非天魔女帝本人，陆晨与之修行算是阴阳调和，并非小马拉大车，所以这样的修行对陆晨其实有惊人的好处。这是天魔女帝的功法之身，那我是否能在修行过程中窥探其功法1、2？陆晨从天魔女帝所留的信息中可知，其修行的功法叫万道无疆术。苍天万道，无疆无际，却难逃阴阳2道。我若能窥探此术，融入我的9节阴阳功，或许能将之完善。陆晨想到，就立刻开始试验起来，通过各种手法姿态去折腾刺激天魔女帝的功法之身。咦，竟然真的有效！陆晨此时体内的2条引脉颤动，竟然与天魔女帝的功法之身产生感应共鸣，万道无疆术的一些口诀信息涌入他的脑海。于是接下来的时间，陆晨一边卖力和天魔女帝的功法之身修炼，一边研究万道无疆术。时间悄然流逝，不知不觉就过去了3天。这3天，陆晨从天魔女帝的功法之身上薅下了大概1/10的万道无疆术，这已经是目前的极限了。此术当真玄妙，让我受益无穷。陆晨惊叹，仅是1/10残法，便让陆晨的9节阴阳功变得更强，开始蕴含一丝大道韵味。虽说世间苍天万道，难逃阴阳2道，但个中玄妙，唯有分解出道韵，才能真正体会到太极分2极，阴阳化万道。陆晨体内的2条引脉震动，瞬间感觉有一股澎湃的力量从身体未知的深处涌出，随之魔海丹田处的魔眼变得更加巨大深邃。陆晨知道，这是因为阴阳无极体潜能得到了更大的释放，而且这阵子连续和林素素、傅映月、焦如银、杨嫣、幽莹，再加上现在的天魔女帝功法之身进行双修，得来的力量此刻与自己身体涌出的力量交汇相融。陆晨终于感到魔海丹田一震，进行了一次剧烈的变化。轰！随之魔海丹田处巨大深邃的魔眼竟然炸了，恐怖的痛楚弥漫全身，他的意识也被冲击得一片空白。我的魔海丹田炸了吗？陆晨这个时候依旧凭本能保持着与天魔女帝功法之身修炼的姿态。这时一股阴凉之气竟然从天魔女帝的功法之身上涌出，进入陆晨体内，随着经脉流转至魔海丹田，瞬间平抚了当中的爆炸。原来这是天魔女帝的功法之身的本能反应，或者是一种保护机制。如果陆晨死了，那他补全功法就要失败，所以他是不可能让出陆晨出现意外的。这一股阴凉之气乃是天魔女帝本体留在此女身上的一缕本体元婴，这可是天魔女帝的本体元婴，哪怕只是一缕，功效也绝对是逆天惊人。陆晨体内的爆炸瞬间被抚平，随后无尽的魔灵之气凝聚化成液体，最后继续压缩凝成魔丹。魔丹，这是魔君境的标志。之前陆晨虽然说是突破到了小魔君境，但那只是伪境，并没有凝魔成丹。可这一次陆晨是彻彻底底的正式踏入魔君境，而且破境之后势如破竹，继续突破大魔君境、巅峰魔君，直至达到了小魔王境。陆晨的突破才终于结束，竟然小魔王境了！陆晨有些难以置信。而在这一瞬间，他终于彻底爆发，元阳之力喷涌，全部被天魔女帝的功法之身吸收。随后天魔女帝的功法之身散发出莹莹之光，仙气飘飘，机遇乘风而去。这哪里是修魔，明明就是在修仙啊！陆晨看到这一幕，发出一阵感叹。他很怀疑天魔女帝补全功法的真正目的。第一阶段功法已补全，有缘人，下次我们还会再见，届时希望你更加卖力，那时的宝物报酬只会更高。天魔女帝的功法之身化作一道仙光，撕破虚空，瞬间消失，恐怕是返回到天魔女帝的本体中了。
但其所留之言让陆晨知道，将来恐怕还会与其另外的功法之身相遇，要继续和他双修。这是套娃呢？陆晨一阵无语，但他也没再深想，而是内视自己的情况。此时他的魔海丹田依旧如同一个漩涡状，中心则是一颗金色的魔丹。魔丹不是黑色的吗？我的怎么是金色的？难道这是大道金丹？传闻这是最高品质的魔丹，只存于传说中。陆晨心中一震，想起一本古籍中所提及的大道金丹，没想到有一天他竟能拥有大道金丹的陆晨，现在无论是魔气品质还是魔气容量都达到一个恐怖的地步。最重要的是，他现在是小魔王境，若再加上4件宝物，横扫巅峰魔皇完全不在话下。想起4件宝物，陆晨快速穿好衣服，随手收起玉髓床，然后一招手，四周角落的4件宝物万年魔灵参、玄武内甲、乾坤离火瓶、白虎追魂枪受到无形之力牵引，自动飞到他面前。果然，天魔女帝的功法之身消失后，宝物上的禁制就自动消失了。有此4宝，再加上我小魔王境，完全可以横扫落魔谷。焦如银，再遇到我定能败你。陆晨倒没自信到现在能杀焦如银，对方和自己双修后，真实境界恐怕已经达到大魔尊境，自己可以击败将境界压制在巅峰魔皇境的他，但还杀不了。当然，现在能败，将来自然就能杀。陆晨在短短不到2个月的时间，便从一名小魔役达到了小魔王境，已经完全追上了9幽国的同辈天骄。所以目前他修为境界突破的速度跟开挂没有区别，毕竟只要双修就能变强。魔役、魔士、魔师、魔将、魔帅、魔君、魔王，这2个月他几乎是没日没夜的双修，这才造就了跨越7个大境界的奇迹。这次也是机缘巧合，没有天魔女帝的那一缕本体元婴，我只怕已经废了。陆晨感叹，双修之道也充满了凶险，要是像焦如银这样强行要与他修行，让他小马拉大车，最后只会活活累死。好在如今达到小魔王境，算是真正有了点自保资本，再加上这4件宝物，以后面对一些小魔尊也能拥有保命之力。陆晨一招手，先将万年魔灵参收起，此宝药可以用来炼制大丹，也可以用来提升修为或保命，这相当于让陆晨多了一条命。随后是乾坤离火瓶，陆晨发现当中竟然已经收集了不少异火，若能全部倾倒而出，只怕整片宫殿要化成火海。接着陆晨握住了白虎追魂枪，他一枪刺出，正是一点寒芒先到，随后枪出如龙，一头白虎之魂浮现，咆哮冲出，威震山河。好兵器，待我再修习一门枪术，便可更能发挥出其惊人威力。陆晨对白虎追魂枪甚是满意。最后他一招手，将第4件宝物玄武内甲穿在身上，此甲主防，可受魔尊一击不死，且可融入血肉，神念一动间便可浮现。此刻陆晨集攻防于一体，实力大增。天魔女帝的一缕本体元婴竟能让我有如此惊人蜕变，要是将来能够多吸收一些天魔女帝的元婴，那绝对可以起飞。陆晨惊叹不已，看来天魔女帝的机缘不是谁都能得到的，完全就是在为阴阳无极体，也即是为我而准备的，其他人根本没有机会获得。就在陆晨思考之际，却突然听到一阵打斗声以及说话声透过一道墙壁传进来。呵呵，你们逃啊？怎么不逃了？拿下你们，我就不信陆晨不乖乖就范。等等，这里是什么？这里是一座宝库，好多宝物，难道这就是天魔女帝所留的终极机缘？一道道惊呼声传来，陆晨看着墙壁上刻画的符文，心中一动，催动激活符文的手法，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墙壁上的那些符文亮起，墙壁竟变得透明起来，可以看到墙壁后面的空间，但墙壁对面却没有任何变化，也看不到陆晨这里的情况。陆晨通过透明的墙壁看到楚柔、柳如烟、林素素、傅映月、幽姬舞女都在，此刻被众魔包围着，甚至焦如银、杨烟等人也相继赶到。起初他们都是追捕楚柔、柳如烟、林素素、傅映月、幽姬舞女，但现在却都被宫殿中的宝物所吸引。陆晨也看到宫殿中眼花缭乱的宝物，宝物虽多，但毕竟不如我所获4件，更不用说还有天魔女帝的一缕本体元婴了。陆晨身上4件宝物极其不凡，除了万年魔灵参，随着境界提升，其余3件宝物的威力会越来越强，暂时不知上限在哪里。但外面的宝物魔尊级便已是极限，而且魔尊级别的只是寥寥数件。难道这是天魔女帝布置的迷障？即使寻到这里，若非有缘，也休想进入他功法之身所在之地。但他是怎么算定自己定会找到他，并助他补全功法之身的？难道是算到的？还是他能预知未来？陆晨心底越想越震惊。他身为剑域之主时，曾听说过唯有传说中的命运之女神方有这等莫测的伟力，
天魔女帝的身份很是值得玩味，而她身为剑域之主，使得未婚妻冷若雪似乎也拥有一些预知未来的能力。先拿下舞女，再分宝物。这时，外面的大殿中有人开始提议道，焦如银却冷冷地道：“都杀了，一个不留。”焦如银很强势，他的话一出，根本无人敢反对。焦如银又变强了，难道他的真实境界已经突破到大魔尊境了？这也太快了吧！一众人感受到焦如银身上散发出的恐怖威压，感到无比震惊。即使身为女儿的杨嫣也深感母亲的强大。母亲与陆晨双修后变得更可怕了，现在整个落魔谷中恐怕已无人是他的对手。杨嫣却知道这一切都是陆晨的功劳，在陆晨的一顿操劳下，母亲才能提升这么快。那便听公主的，杀！一众魔修此时出手，杀向舞女。杀之前可以擒下玩一玩。嘿，我炼魔宗最喜欢尸体，小心点，千万别玩坏，玩完了交给本师兄就行。炼魔宗的人盯着舞女流着口水，这种极品品质的女人，若是能练成他们的本命尸魁，那就天天都能爽了。楚柔、柳如烟、林素素、傅映月、幽姬舞女一路被追杀，此时他们的状态极其不好，面对众魔围杀已无力再战。姐妹们被练成尸魁，还不如拼死一战，即使魂飞魄散，也好过被炼魔宗练成尸魁。柳如烟叫道：“杀便是了，死前我绝不会留给他们一个完整的身体。”幽姬也说道。楚柔、林素素、傅映月他们也是眼神坚定，等着拼死一战。陆晨，我知道你其实就隐在暗处，再不现身，他们可就要香消玉殒了。焦如银冷冷地说道。听到这句话，众人才知道焦如银是做给陆晨看的，看陆晨出不出来救人。以修魔者的心态，绝大部分都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他们皆认为陆晨不可能现身，绝对会优先保自己的性命。既然这么想让我现身，那我便如你所愿。然而众魔的想法刚起，便听到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随后陆晨一步迈出，穿墙而过，出现在众魔面前。陆晨一现身，引发全场躁动，尤其是其穿墙而现的手段惊到了所有人。陆晨，你果然在这里，刚刚我不过是诈你一诈，你竟然真的现身了，看来英雄还是难过美人关啊。焦如银冷笑道。杨嫣跟在他母亲身旁，她没有说话，但心中却莫名地生出一股嫉妒。公主高明，把陆晨拿捏得死死的。众魔同时向焦如银拍马屁道。陆晨神色如常，目扫全场，这些都是要他死，想取他首级和袖断剑之人。如有机会，陆晨没打算放过他们任何一个。陆晨，你干嘛要现身？你看不出这是陷阱吗？我们反正已经是难逃一死了，你没必要加进来的。幽姬说道。是啊，陆公子，你保全自己，将来还有机会为我们报仇，没必要白白牺牲。柳如烟也说道。显然他们都认为这种情况下，陆晨也救不了他们，现身只是来送死。楚柔、林素素、傅映月他们本来也想说什么，但陆晨直接打断道：“此事本就与你们无关，他们是因为我才针对你们的。我陆晨虽不算什么好人，但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己的事自己扛。诸位既然想取我首级和袖断剑，现在我就站在诸位面前，想要就来取吧。”陆晨手握袖断剑，傲视群魔帝放言：“嚣张，我来斩你！”炼魔宗的一位巅峰魔皇操控着一具女尸率先杀了过去。陆晨只有一个，但我血影教也想杀。其首级和袖剑，那便各凭本事吧，谁斩下就是谁的。血影教也有几位大魔皇境的高手，杀出他们的境界看似不如巅峰魔皇境，但血影教以血为尊，擅长使用血祭之法提升实力。此时他们同时从储物袋取出一名魔修，这些魔修都还活着，他们发出惊恐绝望的尖叫。血祭天地，魔入五体，敌血为食，敌我魔躯，血河滚滚，凶威滔滔。戒！这些血影教的高手念头咒语，手上的魔灵瞬间爆开，化成血雨，淋了他们一身。随后这几位本来只是大魔皇境的血影教高手，修为境瞬间暴涨到巅峰魔皇境，而这还是在落魔谷压制的情况下，若在外界极有可能踏入小魔宗境。难怪血影教能成为九幽国第2势力，其血技术确实可怕，而且此法虽然冷血残忍，但效果惊人，实力提升的无比粗暴。既然如此，斩陆晨首级又岂能少得了我密宝宗？还有我天煞盟，也算我暗影阁一个。一个个势力的强者抢着杀出，都想率先斩下陆晨脑袋。楚柔、柳如烟、幽姬、林素素、傅映月他们此时反倒被暂时忽略了。不过姬女此时想挡在陆晨面前，与他一起并肩作战。不必，你们退到一边去，一切由我。哪怕同时被这么多大势力的高手针对，他依旧表现得无比平静。
陆晨现身，等的就是这一刻。自悬赏令出来后，人人都觉得他好杀，都想取他首级。那么借今日之机，他将向世人宣示自己的强大。他要告诉所有人，他陆晨已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魔翼。率先杀至的是炼魔宗高手，他操控的一位女尸达到了小魔皇境。陆晨手中绣断剑轻轻一划，噗，一道墨色剑光划过，这位女尸魁当即4分5裂。但炼魔宗高手毫不在意，那具女尸魁本就是用来探路的，没了就没了。陆晨，你确实不弱，但你可知我的炼尸今已修到了千尸境，千尸过境，万灵俱灭。去！炼魔宗高手此时一挥手，身后飞出千具尸魁。先不说这些尸魁强不强，单是场面就足够的吓人。炼魔宗的尸魁大军确实可怕，那些万尸境、10万尸境，甚至100万尸境的存在，不知会强到何等地步。但可惜千尸境虽强，陆晨却无惧。他早就掌握了走灵之法，手指在一具具尸体上划过，最后千具尸魁同时反水，扑杀向这名炼魔宗高手。不，怎么可能？你竟然也会我炼魔宗的走灵，还能反控尸魁？你难道是我师祖预言的？此人终究话没说完，就被自己的尸魁撕碎，啃食干净。随后千具尸魁也同时消融，化作一缕缕黑烟消失。但他们的魂魄却都便宜了陆晨，在消失前全被他收入到了炼魂幡中。灭掉炼魔宗的千尸境高手，陆晨手握绣断剑，主动迎杀向血影较强者小子。你也就只能对付一下炼魔宗这种的废物。我们血影教通过血迹提升实力的血影教高手，此时信心爆棚，言语之间对陆晨刚才的表现依旧充满不屑。噗噗噗！可他们话未说完，陆晨已与他们错身而过，绣断剑已经切下了他们的脑袋，转瞬之间统统身陨。区区通过外物提升的境界，也敢在我面前叫嚣，不知死活！陆晨直至此时才冷酷地开口。而正在冲杀过来的众势力高手看到这一幕，身影不由得一顿。他们这一次真的被吓到了，有些傻眼。陆晨如今的强大有些超出了他们的认知。焦如银盯着陆晨，神色也不由得变得有些凝重起来。杨嫣更是震撼至极，因为他是感受最深刻的。1个多月前，陆晨还只是他眼中的一只小蚂蚁，可以随意拿捏，让他乖乖和自己双修，助自己破境。结果才不到2个月，陆晨竟然已经强大到了这一步，从一只小蚂蚁变成一只他不可战胜的巨人。母亲，陆晨此人留不得。杨嫣震撼的同时也感到深深的恐惧。给陆晨2个月时间就这么强了，那如果再让他成长1年2年呢？到时谁还能压制他？自己与他对立，将来成长起来定然不会放过自己，所以他才会这么对焦如银说出这样的话。母亲，我晓得，今日若不除陆晨，他日恐怕会成为天魔药宫大患。焦如银神色凝重的应道。而远处陆晨手持绣断剑，已经大开杀戒。这就是小魔王境的力量吗？体内大道金丹一转，无边恐怖的力量涌出，让陆晨轻松的跃进斩敌。雪飘人间，雪漫千山。陆晨演化飘雪剑法，这门在别人眼中毫不起眼的基础剑法，在陆晨手中却发挥出惊人可怕的威力。飘雪剑法，陆晨，你也太看不起人了，竟用这等稚子所学的基础剑法来侮辱我等，不可饶恕。嘿，听说陆晨曾只是天魔药宫一个小小的魔翼，他能够学到的就只有这最基础的飘雪剑法了。此时各大势力的高手看到陆晨竟然动用的是基础剑法，都认为受到了羞辱，一个个忍不住的嘲笑起来。只是下一刻他们就笑不出来了。陆晨以阴阳之力驱动，赋予了这剑法不可思议的威力。只是一瞬间，整个空间被冰冻，即便是一众魔修高手，此时动作都变得迟缓起来。怎么回事？飘雪剑法有这等威力吗？即使究极大成，也不可能达到这等地步。各势力的魔修高手发出惊呼声，一个个感到难以置信，同时一股不安的情绪在他们心底蔓延，因为这一切已经超出他们的认知。有谁能将基础剑法修到究极大成？又有谁拥有阴阳之力，双引脉催动万古悠悠？唯有陆晨。雪葬人间。随后陆晨的声音宛如从幽深的地狱传来。本是基础剑法的飘雪剑法，在这一招使出后瞬间升华，从一门最基础的剑法化成世间最顶级的剑法。不，一众魔皇境的各势力高手此时终于露出了惊恐的表情，并发出绝望的声音。而一片片雪花化作最锋锐的剑气，将他们一个个的葬杀。陆晨四周的魔修高手片片倒下。这还是我们所认知的飘雪剑法吗？杨嫣惊悚无比，焦如银则神色凝重的开口：血老鬼、多宝女，你们还要看戏到何时？一起出手除掉陆晨，到时
陆晨人头和绣断剑归我们，他身上的一切归你们。除此之外，我天魔药宫送2位一株5000年份的魔灵药。焦如银并不急着出手，而是大声说道：呵呵，他们若不死，这里的宝物怎够分？对啊，人死多些才好嘛。不过我听说陆晨是阴阳无极体，老身很想和他双修一场再杀呢。焦如银，如果然没有猜错，你恐怕已经和陆晨双修过了吧？滋味如何？这时虚空一颤，2道身影凭空显化，分别是一老者一中年美妇。老者是血影教长老，号称血老鬼，真实修为是大魔尊境，在这里修为被压制在巅峰魔皇境。中年美妇应该就是多宝女，秘宝宗的有名高手。焦如银与这2人便是进入落魔谷中最强3人。此时他们一起现身，针对陆晨。3位大人，救我！这时各势力的魔修高手开始向焦如银、血老鬼、多宝女他们求救。一群废物，救之何用？血老鬼冷笑：废物确实无需救，不过我见不得陆晨嚣张的样子，一起出手，速战速决。焦如银道。于是焦如银、多宝女、血老鬼3个同时从3个方向杀向陆晨。他们一出手，全场都瑟瑟发抖，恐怖的气息压得众人都喘不过气。楚柔、林素素、幽姬他们被针对，都差点承受不住这样的威压，直接跪下。幸好柳如烟和傅映月够强，帮他们抵消掉这些威压。这3人好强，陆晨不让我们出手，旁观即可，但他能战得过这3人吗？幽姬一脸担忧地道。其实他们都知道，即使他们出手也无济于事，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只有相信陆晨了。柳如烟道。我是相信我家公子的。这些人中，楚柔是最了解陆晨的，他认为自家公子既然敢出现，必有十足把握。而这时陆晨手握绣断剑，以飘雪剑法屠戮着一众魔修高手，但焦如银、血老鬼、多宝女同时杀来，瞬间让他感到危机感爆表。仅凭当下的修为和手中的绣断剑，恐怕难敌。杀！但陆晨没有丝毫退缩，强势迎战。黑虎啸天，陆晨右拳出，一道拳印无限放大，轰向多宝女。这是黑虎拳，怎会有这等威力？多宝女大吃一惊，陆晨的拳印上似有一头黑虎之影，仰天长啸一声，向他扑杀过来。青铜宝镜，照！多宝女吃惊归吃惊，但动作丝毫不缓，随手祭出一面宝镜，对着陆晨的拳印一照，将之照灭。同时一挥手，又是几件宝物飞出，一刀黑色飞刃，一口古铜，一根银针，直指陆晨要害而来。还有血老鬼一掌拍出，便有一道无比巨大的血色手印拍落下来。焦如银双手结印，可怕的阵风手印也飞向陆晨。陆晨，结束了。焦如银一脸冰冷，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道：是该结束了。陆晨平静的回应。而这时他直接放弃了防守。陆晨这是知道必死，直接放弃抵抗了啊！四周余下的魔修高手嘲笑道。只是他们的笑容瞬间凝固，只见陆晨一招手，乾坤里火瓶出现，对着眼前四周轻轻一抖，顷刻间各种异火汹涌而出，焚烧四周，瞬间将这片打斗空间化成无尽火海。不好，他手中的难道是传说中的乾坤里火瓶？怎可能？此物不是天魔女养地的宝物之一吗？怎会在陆晨手中？啊，我的宝物！焦如银惊恐大叫，随之多宝女的宝物全部报废，焦如银的阵风之印也被焚灭，只有血老鬼的拳印落在了陆晨身上。砰！恐怖的力量落在身上，陆晨被击退3步，身体一震，嘴角溢出一丝血，但也仅是如此而已。玄武内甲为他抵消了9%的伤害。而这时陆晨手中出现一杆枪，正是白虎追魂枪，没有什么花哨的招式，对着3人各自刺出一枪。噗噗噗，3人身体一震，身上的防御宝器瞬间被洞穿，身体也被刺出一个伤口，而且白虎啸鸣差点震碎他们的神魂。退！焦如银第一时间击退，他卷起扬烟快速离去。陆晨，出了落魔谷再收拾你，你身上的宝物我多宝女看上了。多宝女也退，但放下了狠话。血老鬼则一言不发，扭头就走在这里，他们境界被压制，根本打不穿陆晨的宝甲防御，再战下去吃亏的只会是他们，所以他们选择退走。形势逆转的太快了，3大高手瞬间败退，余下一众魔修都根本没有反应过来，战斗就结束了。赢了，公子威武！楚柔最先反应过来，欢呼一声。柳如烟、幽姬、林素素、傅映月他们也都如释重负，同时他们看向陆晨的目光已充满崇拜。逃！至于其余魔修，此刻终于反应过来，惊恐地向殿门外冲去。现在想走，迟了。陆晨冷酷地开口，
手中的乾坤离火瓶对着异火一收一放。原来在四周的异火此时都落在了殿门处，将进入口封死。而有一些魔修高手被异火淹没，瞬间被焚烧成灰。陆晨，我是血影教的人，你若杀我，血影教不会放过你的。我连魔宗也不会，还有我天煞盟。这些人开始报背景，可陆晨冷酷笑道：吾与天下为敌，何在乎尔等是谁？说话间，陆晨手握绣断剑，强势杀出，魔断黄泉。此招一出，便抽干了这些魔修高手的生命，将他们彻底杀死。很快，宫殿中就只剩下了陆晨和舞女。楚柔，清理战场，还有这些宝全部收起，一件不留。陆晨对楚柔道：是，公子。楚柔修为最弱，反而受伤最轻，此时去清理战场。至于你们4个，过来吧，我帮你们疗伤。陆晨对幽姬、柳如烟、林素素、傅映月4女道。说话间，陆晨一招，玉髓床出现在殿厅中央。这张床很大，而且躺在上面非常舒服。有了这张玉髓床，还真是方便啊。陆晨当时也只是顺手收走玉髓床，没想到这么快就用上。而他所说的自然就是打针治疗。其实不仅4女有重伤在身，陆晨此时的身体状态也不是很好。刚刚大战，他消耗巨大，只有通过与4女修行，才能快速恢复到巅峰。哇，这张床好大好舒服啊！公子，柔儿也想被治疗。楚柔摸着玉髓床，惊叹地道：可以，清理战场再过来一起。陆晨倒无畏，多楚柔一个，他也能轻松应对。毕竟最多的时候，他是同时和魔女宗9位圣女一起修行的。幽姬、柳如烟、林素素、傅映月听到要被治疗，一个个娇躯轻颤。他们显然也知道打针治疗的妙处。接下来，陆晨以异火封住宫殿入口，然后便和4女进行治疗。他们都不是第一次，治疗起来配合默契。最后，楚柔也加入进来。公子的阴阳无极体当真玄妙啊！素素受这么重的伤，竟然这么快就好了，而且修为还有所精进。是啊，公子若有空，可来我们素女宫。我家公主若能与公子一起修炼，定能破境。林素素和傅映月一脸惊叹地道：陆晨公子可没空？有空也是先来我合欢谷。柳如烟道：你们吵吧，反正我要跟陆晨去魔女宗，以后我就是魔女宗外宗弟子了。幽姬笑嘻嘻地道。而正在被治疗的楚柔娇喘着道：公子是我魔女宗的唯一男弟子，现在我魔女宗的师姐们个个都想和他修行，可还轮不到你们。哼，就你嘴多，被公子治疗都不能堵住你的嘴。柳如烟调笑道。幽姬道：楚柔的嘴确实被堵住了，但只是堵住了一张，他还有一张没堵住。嘻嘻，那我来帮他堵住。柳如烟道。陆晨和舞女修炼治疗，很快就恢复到巅峰状态，而舞女也在相互调侃，气氛轻松。他们这次都在落魔谷获得不凡的机缘，修为得到惊人提升。当然，若无陆晨，他们恐怕都难逃一死。这次天魔圣地历练到此基本已算结束，现在还能活着，他们一个个都放松了下来，一边享受一边修炼。1天1夜后，陆晨和舞女都精神焕发。至此，修炼和治疗也彻底结束。陆晨收起玉髓床，准备离开这里。焦如银、血老鬼、多宝女，他们会不会守在外面，等着我们出来？柳如烟道。在落魔谷，这3人的境界被压制着，才不敌陆晨，落荒而逃。可在外面，他们不用压制境界，皆是魔尊级的恐怖人物，这绝不是陆晨现在能对付得了的。你们不必和我在一起，我先出去，引开他们后，你们再出来。放心，我有保命手段。陆晨思索了一下说道。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林素素担心地道。我有一张师尊赐我的遁空符，问题不大。为了让舞女安心，陆晨实话实说道。可是就算有遁空符，也只能遁逃一段距离，他们乃是魔尊级人物，恐怕很快就会追上来。柳如烟仍然有些不放心地道。我自有分寸。陆晨笑笑，没再说什么，而是将让楚柔将宝物均出一些给林素素、傅映月以及柳如烟、幽姬，其余都带回魔女宗。然后他便收了一伙，率先向外冲去。记住，给我传讯后，你们立刻出来。陆晨对舞女道。随后陆晨冲出了落魔谷，刚现身，陆晨就感到3股无比的威压落下。焦如银、血色老鬼、多宝女3人都狠狠地盯着陆晨。陆晨，终于等到你，这次看你还怎么逃。血老鬼直接血技爆发出大魔尊境的恐怖力量，焦如银和多宝女也没有留手，直接出手。轰！3道魔境的恐怖攻击同时轰杀向陆晨，瞬间将他淹没。但待到攻击消失时，他们却发现没了陆晨的踪影。该死的，是遁空符！他用遁空符逃了，快追！发现再次被陆晨戏耍后，3位魔尊都无比狂怒，
快速锁定陆晨所在方向，急速追去焦如银、血老鬼、多宝女三人锁定陆晨的方向后，急速追去。这小子身上怎会有如此多的至宝？到底他是多宝女，还是我是？多宝女此刻被打击得有些怀疑人生。她堂堂秘宝宗的魔尊，身上的宝物竟然还不如一名毫无出身的小魔王，她逃不掉的。拿下他，宝物都归你。焦如银说道。他逃走的方向，我怎么觉得有些问题？但这时血老鬼开口，管他有无问题，马上就能追上他，直接杀掉。焦如银冷冷地道。而这时陆晨在前面拼命的逃，即使有遁空符提前拉开一段距离，但三位大魔尊依旧能快速锁定并追上他。差不多了，陆晨心中暗道，同时向柳如烟他们传讯，让他们立刻离开落魔谷，各自回各自的门派。身后三位大魔尊已经越来越近了，但陆晨丝毫不慌，他敢引开三位大魔尊，自是有十足的把握。不对，这小子要进入美人手领域，我记得他之前撒出过一把美人手种子，此子与美人手主人也有交情。快拦住他，一旦让他冲入美人手区域，我们再无机会。焦如银反应最快，瞬间似想到了什么，不由得惊声叫道。莫慌，我记得距离美人手的区域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还赶得及。血老鬼比较冷静地说道。我来阻他。多宝女随手扔出一座迷你小山，飞到陆晨面前。轰！转瞬之间，迷你小山快速放大，竟然化成一座100米高的山体，拦在陆晨面前。杀！焦如银和血老鬼看到陆晨被拦，同时出手。他们这一刻再没有任何保留。焦如银手中出现一根骨刺魔鞭，他取名为女王鞭，鞭长可及。焦如银一甩，女王鞭竟然快速拉长，卷杀向陆晨。骨鞭划过处，虚空竟然都出现丝丝裂缝，这才是大魔尊所拥有的可怕力量。血老鬼则吐出一枚血珠，宛如一道血光射向陆晨。阴骨女王鞭，夺命魔血珠，再加上我的如意宝山，陆晨受死！多宝女诸多宝物都被陆晨毁掉了，对陆晨可谓恨之入骨。何况陆晨连着戏耍他们三大魔尊，若是他们联手都弄不死一个小魔王，让他跑了，那绝对要成为整个九幽国的笑话。这一次三人都是自信满满，认定陆晨必死无疑了。毕竟这一次他们没有受到境界压制，都是大魔尊境至强一击。然而下一刻他们都呆愣在场，他们的攻击被一颗无比巨大的美人手一口吞掉了。轰！同时那如意宝山瞬间炸开，化一地碎片，三大魔尊联手一击就此被消除，而陆晨站在那里却丝毫无损。美人手？怎么可能？美人手的地盘什么时候扩散到这里来了？来时这里明明是安全区域。血老鬼叫道。滚，或者死。然而一道声音响起，这一道声音都懒得解释，直接就给对方2个选项。这声音陆晨熟悉，是银秋的。退！焦如银想都不想，第一时间退走。血老鬼、多宝女亦是，因为他们都清楚，刚刚只要犹豫一下，那就真的会死。在美人手的地盘，若美人手主人觉醒，魔尊在其面前都是蝼蚁。公子，主人有请。而这时巨型美人手张开了口，陆晨点点头，飞身而起，进入美人口。沿着美人口下的通道，陆晨再次来到了地宫，见到银秋。小公子同时招惹3位大魔尊，你这次麻烦可不小。银秋此时气色俱佳，更加绝美，不愧是上古第3美。其实我也是借机来见银秋前辈。陆晨应道。我现在处于恢复期，不宜出手，要不然我刚才都懒得警告，直接帮你碾死他们了。当然我要是强行出手也行，就是会进入沉睡很长一段时间。不过自从和你双修后，即使沉睡应该也不会如以前那般长了。而且自从上次和你修炼后，我们能掌控的区域向四周扩大了10公里。小公子，这次既然来了，不急着走吧。银秋意有所指地道。前辈放心，在下既然来了，自然要卖力和前辈修行一场才会走。何况这次是我欠前辈人情，我只能通过和前辈双修来偿还了。另外我今给前辈带来了一件好东西。说话之间，陆晨从储物袋中取出玉髓床。银秋看到玉髓床瞬间微微一愣，天魔女帝的玉髓床上面还有她的气息，有趣。小公子，你不会把它给双修了吧？银秋很快就反应过来，开口说道。陆晨点点头，将事实经过一一道来。其实这一次陆晨是故意来这里的，除了寻求银秋的庇护外，陆晨也想通过银秋更多的了解天魔女帝这个人。毕竟银秋曾是天魔女帝手下的第一亲信，对天魔女帝了解最深，功法之深，双修补全，天魔女帝的万道无疆术并没有缺陷。但我倒是知道
他对此法并不太满意，认为魔气太重，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在修改此法。到后面，我们几乎无法从天魔女帝身上感受到魔气，反而有一股奇异的道韵。现在想来，天魔女帝有可能走向了另外一条修行路。嘿，此女心思深沉似海，连我这个亲信都从不曾了解过，最后反被她镇压在此。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她为何要镇压我。银秋说到最后，声音已经有了怨恨。前辈，将来只要你能完全恢复，挣脱枷锁封印，再飞升高位面世界，自可走到他面前，当面问答案。放心，在下将来也会常来，定会助前辈尽快脱困。陆晨言语真诚地道。小公子说的在理，与其怨天尤人，还不如好好修炼，自强不息。来吧，小公子，我们就用天魔女帝的玉髓床来双修。银秋大大方方地道。前辈，请上床。陆晨恭敬行礼道。玉髓床上，陆晨和银秋在肆意的修行。哈哈，天魔女帝恐怕做梦都不会想到，我们会用她生前最喜爱的玉髓床来双修吧。我很期待见到她，并告诉她这是时的反应。银秋这一次似乎兴致很足，显得异常的兴奋，她修炼也变得异常主动。作为上古第三美，哪怕不是为了修炼，陆晨其实也是乐意的。何况对方10万岁，绝对是一根超级大腿。将来他定然要比九尾魅狐之祖出来的早，现在陆晨卖力些，将来银秋出来后，对他自然也更上心。前辈若是喜欢，将来未必不可以将天魔女帝请来，让她在玉髓床上服侍您。得承认，陆晨是会聊天，瞬间将情绪价值拉满。和这些顶尖大佬级魔女双修，绝不能死修，还要会说话，嘴够甜，懂得对方内心的真正需求，让他们身心都得到真正的满足。陆晨现在已经渐渐融入魔修这个角色。果然，上古第三美银秋听后娇笑不止。小公子，你这个提议太好了，到时我不仅要让天魔女帝服侍我，还要她服侍你，我要你把她修得服服帖帖的。银秋兴致高涨，陆晨和他连续修行了数日，才表现得异常不舍地离开。腿有些软啊。这几日银秋恢复变快了，修着修着就变成了小马拉大车，有些吃力。还是境界太低的原因，不管为了双修，还是为了面对各势力强者，都必须尽快提升境界。陆晨走出黑森林后，心中暗自思索道，经过落魔谷一行，他的身份已经彻底暴露，各大势力都对他虎视眈眈，自己面对的对手也将会越来越强大。境界目前依旧是陆晨的硬伤，如果尽快达到魔宗境，他便可以和魔女宗各位宗主一起双修了，也不需要担心那些女修强者将他掳去，强行双修，然后小马拉大车，危及性命。这次回魔女宗后，就尽量别出来了，先和宗内师姐们修行，尤其是9位圣女，尽量和他们多修，尽快将境界突破到魔皇境，那时就可以和宗内的长老修行了。陆晨思索着接下来的打算，他的悬赏已经提升到极其夸张的地步，现在他是9幽国的名人，外面很不安全，只有苟在魔女宗，天天和师姐们修行才是最稳妥的。陆晨此时已乔装打扮，并利用阴渗珠隐匿气息，不走寻常道回魔女宗。他担心焦如银、血老鬼、多宝女他们还没死心，在半路截杀。2天后，陆晨终于靠近了魔女宗地界，这里应该安全了吧？陆晨心道。他向魔女宗地界走去，只要进入魔女宗地界，他就安全了。但即使如此，陆晨也没有放松警惕。然而，就当陆晨要冲入魔女宗地界时，2股恐怖的威压降临。他是陆晨吗？不管是不是，宁杀错也绝不放过。郑姐，这2天都杀了不下1000人，多他一个也不多，反正不能有漏网之鱼。声音传来，2道恐怖的身影显化，是血老鬼和多宝女。陆晨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没想到他们为了截杀自己，这2天杀了上千人，宁杀错也没放过。这其实才是真正的魔域修魔者的真正作风。小子，不管你是不是陆晨，你都得死。如果你不是，那你要怪就怪那个叫陆晨的家伙。多宝女手中魔剑削向陆晨的脑袋，而陆晨这才发现前方一个巨坑中已经堆了上千颗脑袋以及上千具尸体，如果没有意外，他恐怕也要变成这尸坑中的一员。我是陆晨，但你们恐怕杀不了我。陆晨冷笑说道。此时他已恢复真容，真的是陆晨。杀！血老鬼、多宝女一阵狂喜，而且毫不犹豫以雷霆之势杀来。你们要杀谁？在我魔女宗边界杀我魔女宗弟子，真是好大的口气。然而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随之一只掌印无限放大，从天而降，拍落下来。砰！血老鬼和多宝女全力抵挡，却依旧被拍飞出去，脸色惊恐地看着来人。只见一位蒙着面纱的高贵宫装妇人凌空踏步走来，正是魔女宗第9宗主赵婉月。师尊。看到赵婉月，陆晨彻底放心。
陆晨在靠近魔女宗地界时，已经第一时间传讯给师尊赵婉月了。陆晨做得很好，回来之后第一时间传讯给师尊。赵婉月飘立在空，声音清冷动地道。她并没有刻意散发出强大的气息，但恐怖的气场已经笼罩这方天地。同为魔尊境的邪老鬼和多宝女，此刻却脸色苍白如纸。赵封主，多有得罪，我们并不知陆晨是您弟子，我们立刻就走。多宝女和血老鬼此时竟瑟瑟发抖地道。明明同为魔尊，但他们对赵婉月的恐惧却是发自骨子里。陆晨看到这一幕，也是心中震惊，没想到师尊赵婉月的威势如此恐怖，看来即使同为魔尊境，却也有天地之别。陆晨第一次直观地认知到了师尊赵婉月的强大，他绝不是一般的魔尊。此时多宝女和血老鬼道歉后，立刻就往外退走。我有说让你们走了吗？动我赵婉月的弟子者死！赵婉月用最温柔的语气说着最霸气的话。此时多宝女和血老鬼还在拼命往外逃，他们脸上皆是恐惧和绝望。赵婉月，我是血影教长老，你若杀我，血影教绝不会善罢甘休。我是秘宝宗宗主之妹赵婉月，你敢！两人边逃边喊道。聒噪！然而赵婉月冷哼一声，手中出现一把白色剑鞘的古剑，轻轻拔出，随后剑光一划，剑已回鞘，仿佛就根本没有拔出过。但一道剑芒已经划破虚空，斩向血老鬼和多宝女。血祭天地，魔入五体，敌血为食，敌我魔躯，血河滚滚，凶威滔滔。戒！在这一瞬间，血老鬼显然是感到生死危机，此刻毫不犹豫动用血技术，手中一具小魔尊境的魔修祭品在他手中爆开，血水淋了他一身。随之气息不断攀升，同时在身前凝成最强防御。千宝归一，凝！多宝女也同时祭出全身宝物，在身后凝成最强的宝物防御墙。噗！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剑芒划过，轻轻的，就像是划破纸张一般。血老鬼和多宝女两位大魔尊身体同时被切成两段，掉落在地上，天地瞬间进入死寂。两位大魔尊竟然连一丝反抗之力都没有，就被赵婉月隔空秒杀了。陆晨都不由得一阵惊叹，我家的这位美女师尊强得有些过分啊！一直以来，陆晨对这位美女师尊实力的认知，只知道她是位魔尊大能，以为和焦如银、血老鬼、多宝女这样的大魔尊差不多。直到此刻，陆晨才知道根本不是差不多，而是天差地别。赵婉月必然是巅峰魔尊境的存在，而且她恐怕还是压制着境界，等待着一个契机踏入更高层次的境界。这个契机应该与我有关，待我达到巅峰魔宗境，就是和师尊双修，助他破境渡劫时。陆晨和青瑶圣女双修时有提到过这方面的情况，所以他还是有些许了解的。我家师尊这么强，那我可要努力了，尽快双修达到了巅峰魔宗境，然后再助美女师尊一举破境。那时我的靠山就更强硬了，不是？另外还有8位封主，若能助他们一并突破，那简直不要太爽。陆晨心中美滋滋地想到。而这时他们还不忘飞身过去，收取多宝女和邪老鬼的储物袋。师尊，这是2人的储物袋。陆晨选择上交，与我无用，自己留着吧。陆晨，我们回宗。赵婉月温柔说道。刚刚斩杀血老鬼和多宝女，对他来说仿佛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待陆晨和赵婉月的身影完全消失，离魔女宗地界极远处有一道身影悄然浮现，竟是焦如银。原来他也在，只是他生性更谨慎，一直躲在距离魔女宗地界极远的地方。赵婉月好恐怖的修为，刚刚幸好我忍住了没有出手，并且距离魔女宗地界足够远，要不然我现在的下场只怕和血老鬼、多宝女一样。赵婉月不愧是魔女宗9位封主中最年轻巅峰魔尊，或许只有我天魔药宫的第一公主才能与之一较高下。陆晨现在已回魔女宗，暂时奈何不了他，只能回宫禀明一切，从长计议了。赵婉月心中暗道，他很清楚，只要入门魔女宗地界，就很难奈何得了陆晨。这次陆晨斩杀了9幽国各大势力的很多弟子，在此事上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可以联合各大势力一起讨伐魔女宗。赵婉月此时只能不甘无奈地离去。而这时陆晨跟随着美女师尊赵婉月回到了第9峰。陆晨，这次天魔圣地历练之事，我已听楚柔说过了，你做得很好。这一趟天魔圣地历练之行，你竟然将修为提升到了小魔王境，楚柔说时为师都感到难以置信，但现在亲眼所见，我才彻底相信，这也让我们对你的阴阳无极体越发充满信心。这段时间你就留在宗内，与你各位师姐好好双修。我们几位封主商议过，若你能达到巅峰魔王境，我们就开启魔女宗的元阴洞窟，让你和9峰圣女一起进去。赵婉月说道。元阴洞窟，师尊，这是什么地方？
陆晨第一次听到这个地方，虚心问道。元婴洞窟乃是我魔女宗的根基之地，历代魔女宗长老、封主级、宗主级人物寿元将尽时，都会进入到元婴洞窟中，在那里作画，以己身道行，化成元婴之气。有缘者进去，可获得历代先祖的认可，融合其元婴之气，就能快速提升修为。不过，一人进去一般都只能获得一份元婴之气，至于元婴之气的强弱，就看个人机缘了。若能获得宗主级先祖元婴，那便可一举崛起，将来可成为我魔女宗宗主，补我魔女宗空缺了100年的宗主之位，但这种几率太过渺茫。九峰圣女这次进去后，哪怕只获得长老级先祖元婴，炼化融合之后，那至少也可以达到巅峰魔皇境。至于陆晨，你是我魔女宗唯一男弟子，更是阴阳无极体，进入元婴洞窟，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意外收获。赵婉月对陆晨可谓知无不言地道。陆晨也觉得魔女宗对他好得过分，倾全宗资源支持自己。他知道，这当然是因为自己体现出来的价值，但他们也是真心对自己好，这两者其实并不冲突。尤其是美女师尊对自己可谓事事上心，面面俱到。师尊，我们魔女宗主之位为何空缺了100年？陆晨问道。宗主之位比较特殊，需要得到元婴洞窟中宗主级先祖元婴，炼化融合后方踏入魔女宗最终新主峰上的宗主殿。自上一任宗主进入元婴洞窟作画后，我们再没有人获得过宗主级先祖元婴。不过本来有一人获得过，只是罢了，此事就不提了。你先回元星小院休息吧，以后你就在魔女宗安心修炼，一峰待1个月。之前和各峰主说过，每年你需要前往各峰待够1个月，和各位师姐双修，助他们突破。同时各峰长老主也会亲自调教你。赵婉月有些落寞地说道。弟子告退。陆晨识趣地告退。其实他知道，那获得宗主级先祖元婴机缘者，极有可能就是那位元星师姐，也就是现在他所住元星小院的前主人。但在魔女宗，这似乎是一个禁忌话题，大家都不愿去提起。陆晨回到元星小院，发现青瑶圣女还有李思思、林英等8女都在等他。陆师弟，你终于回来了。青瑶师姐开心笑道，哪里还有平日的高冷。青瑶师姐，你竟然突破入巅峰魔王境了。陆晨有些惊讶地道。不同于杨嫣，除了和陆晨双修，还获得天魔药宫的魔皇破境丹，后又有奇遇才达到魔皇巅峰境。青瑶只是和陆晨双修而已，短短1个多月，竟然就达到了巅峰魔王境。看来和他双修的效果确实逆天，都是师弟日夜操劳的成果。这个月师弟都是待在第9峰的，师尊嘱咐我们要助师弟好好修行。师弟刚回来，一身劳顿，我们先给师弟接风洗尘吧。青瑶为陆晨解衣，将他带入浴池。公子，我们为你按摩。林英体贴的上前，我给公子搓背。李思思也主动道，我喂公子吃水果。其余女子也都不闲着，抢着服侍陆晨。陆晨难得放松下来，安心接受众女服侍，洗去一身的风尘疲劳。而众女不知不觉间也都脱去衣裙，最后自然而然演变成一场香艳修行。而陆晨在魔女宗修行的日子也正式开启。陆晨和9女修行1夜，青瑶去闭关冲击小魔皇境了。此次双修后，大概1周内他便可突破入小魔皇境。这就是阴阳无极体的逆天之处，只要双修，男女双方皆可变强。多来几场双修，青瑶超越杨嫣也不是什么难事。青瑶昨夜为了突破修行的时候，也是异常主动，诸多修行姿势也毫不犹豫地配合陆晨。正是如此，才有这般惊人效率。至于李思思、林英等8女，修为境界仅是魔将境，低于陆晨都撑不了1个时辰，就一个个败下阵来，晕睡过去，到现在都没有醒来。不过他们即使沉睡，修为也在悄然增长，想必也用不了太久就能冲击魔帅境。本来对于他们这样的资质，要达到魔帅境没有3年休想做到，但通过与陆晨双修，大大缩短了时间，3个月内必可入魔帅。至于陆晨自己，依旧还是小魔王境。他体质特殊，体内的大道金丹进阶需要的能量无比庞大，所以他虽然是双修就能变强，但要突破就没那么容易，绝不是1、2次的双修就能做到，而是要一次又一次的双修，和不同的女子经过累积，方能突破魔女宗内几乎所有的师姐、长老、峰主都是第一次，这样的修行效果最好。如此，我和不同的师姐们双修，应该很快就能达到巅峰魔王境，到时我就能和9峰圣女一起进入元婴洞窟了。说实话，陆晨对进入元婴洞窟还是充满期待的。若能得到宗主级先祖元婴，那他便可以做出惊人的突破。至于当不当魔女宗的宗主，对陆晨来说那是次要，他现在只想尽快提升修为实力。此时的元星小院正是夜色深沉时，陆晨的把子也终于暂时得以放个假。他取出白天从邪老鬼和多宝女得来的储物袋，开始查看起来。
其实现在陆晨根本不缺钱，甚至宝物也不少，他缺少的是合适的他现境界使用的宝物。上次拍卖天魔令得到的钱财，已让陆晨成为了九幽国最富有的魔修之一。血老鬼和多宝女已死，储物袋上面的神识禁制也自动消除，成了无主之物。陆晨神念一动便可打开。先是多宝女的储物袋，此女不愧是秘宝宗主之妹，她拥有诸多不凡的宝物，但这些都远不如陆晨手中的绣断剑、白虎追魂枪、乾坤离火瓶、玄武内甲等。咦，这本残破古籍竟是一本枪术。此书封面已无，但上面介绍此枪术讲究的世界天地之势，化成枪意，刺破万道。破道，一枪破万道，正好可以利用白虎追魂枪来修习。陆晨最终从多宝女的储物袋搜刮一门适合自己的枪术，正好配套白虎追魂枪。接着陆晨又翻看血鬼老人的储物袋，这是一具残破的黄泥傀儡，上面的气息竟与我的阴阳无极体血脉有所感应。最终陆晨锁定了被丢弃在储物袋角落的一具残破黄泥傀儡。没办法，里面如此多的东西，就只有此物与他有感应。陆晨听幽莹说过，阴阳无极体其实也是最好的秘宝体质，因为天地万道都难逃阴阳二气，只要能引动阴阳无极体气机的东西都是不凡的宝物。陆晨拿起黄泥人傀儡仔细观察，发现上面刻画着无数古老残破的符文，看不出是哪个时代的产物，但从上面布满的裂缝以及沧桑的气息可以推测出那绝对是远古之物。陆晨看着上面有血迹，恐怕是血老鬼曾经用血技术血祭过，想唤醒黄泥傀儡，但显然失败了，没有任何反应，最终才被丢弃在储物袋的角落处。血老鬼的血不行，不代表我的不行。陆晨很娴熟地将自己的一滴血滴在残破黄泥傀儡上。阴阳无极体号万能宝体，若是还不行，陆晨也只能放弃。嗡，残破的黄泥傀儡突然间化作一道黄光，没入陆晨体内。随后陆晨竟然全身披上了一件黄色的古老铠甲，上面的无尽古老符文彻底被激活。陆晨瞬间感觉到自己的修为从小魔王境提升到了巅峰魔皇境，但是他大到金丹的魔气瞬间被抽空，甚至部分气血都被黄色的铠甲所吸收。此刻的陆晨变得无比强大，举手投足之间便可秒杀一切魔宗境高手。而且残破黄泥人被激活后，当中蕴藏的信息也自动涌入他的脑海中。原来这并不是一具傀儡，而是一件神秘的原始铠甲，需特殊血脉者方可激活。这里的特殊血脉者显然包括我的阴阳无极体。另外，此铠甲的能量需通过使用者的气血和力量来供应。陆晨暗暗吃惊，而仅仅过去20息，他便已感到无比虚弱，大到金丹的力量几乎被抽取一空。陆晨赶紧按照信息中提供的方法收敛气息。下一刻，黄色铠甲从陆晨身上剥离，重新化作残破黄泥人，落入手中。呼，陆晨大口喘气，同时感到无比虚弱。这铠甲好强，但驱动需要的能量也无比庞大，只能当作底牌，关键时刻才能动用。陆晨心中暗道。而陆晨这么一折腾，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陆晨师弟在吗？就在这时，圆形小院来了25位美丽的女修，她们手中都拿着一枚玉牌。我在，各位师姐，这是。陆晨知道这些都是第9峰的师姐们，我们今天过来是和师弟修炼的。由于姐妹们都争抢着想和师弟修行，于是峰主就给出一个方案，一天只发放25枚玉牌，持玉牌者便可与陆师弟修行一次。我们是第一批抢到玉牌的，所以就迫不及待就来找师弟修行。师弟现在方便吗？为首的一位丰满成熟的师姐满脸期待地问道。方便的，各位师姐请进。陆晨现在确实方便，他刚刚试验完原始铠甲，正处于虚弱状态，正好和各位师姐双修进行恢复。陆晨现在就是刚要睡觉，就有人送来枕头，真是求之不得。于是25位第9峰的师姐一起随同陆晨进入房间。陆晨心中一动，取出玉髓床，神念一动，让其变大，如此便可容纳他和25位师姐一起修炼了。师弟想得真周到啊！众师姐热情似火，个个皆是无师自通，此道高手毫无害羞之意，与陆晨修炼起来。陆晨很快就忙得不可开交，但他也乐在其中，感受着体内的修为在快速累积，不断提升。冷若雪，将来我定要将你再次压在身下，到时看你还能再杀我否？陆晨想到了将来惩罚冷若雪的方法，他斜斜一笑，充满自信与霸道。第9峰这段时间无比热闹，各位师姐都争抢着取得玉牌，一个个都迫不及待地想和陆晨修行。好在这些师姐个个都是美人，显然魔女宗收女弟子也是精挑细选的，单是美貌这一关就有着严格的要求，陆晨也不至于遇到下不了口的。宜心师姐，听说你是最早和陆晨师弟双修的，你原来不才是巅峰魔君境吗？现在竟然小魔王境了，天哪！
方一师妹，你既然踏入小魔君境了，之前不是说没有1年时间难以破境吗？啊，秋月师姐，你竟然连破2个小境界，这陆师弟也太强，太神奇了吧！整个第9峰，众位师姐都在纷纷议论，一个个满面桃花，口中都离不开陆师弟。已经和陆晨修行过的师姐，个个都是修为突飞猛进，同时回味无穷。正在排队等候的都再是急不可耐，都向已经和陆晨修行的师姐们请教，什么样姿势才能最快乐，最能提升修为。总之，魔女宗因为陆晨的存在，变得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不像之前死气沉沉，浓郁的阴气也被驱散不少。师姐们对这个师弟都爱到了骨子里，而陆晨则是隔日和众位师姐修行一次，1个月时间，他们基本都和第9峰的师姐们修行了个遍。在陆晨的不懈努力下，他的修为也终于达到了大魔王境，这自然都羡慕坏了其余8峰的众师姐。还有一众长老亦是无比眼红，陆晨师侄什么时候才能突破到魔皇境？虽然我知他的境界突破已经很快，可我已经有些等不及了。看着9峰的那些小辈们一个个桃花满面的，真恨不得自己也能立刻和陆晨小师侄一起修行。魔女宗的长老们此时都有些坐不住了，尤其是听到小辈们讨论各种滋味，他们更是难以忍耐，尤其是在夜深人静里，更是辗转难眠，浑身燥热。要是陆师弟会分身术就好了。是啊，一人一枪，终究是力有不逮。魔女宗的长老们皆是一阵感叹，枪少动多确实是个问题，但没办法，魔女宗历代都是女修，能有一把枪用都不错了。他们算是比魔女宗先辈们幸运太多了，他们一辈都等不到一个带枪的阴阳无极体。9峰殿厅中，几位峰主都集聚于此，除了闭关的云溪等几位峰主，第3峰主蓝心怡，第5峰主柳诗晴，第6峰主林可欣，第7峰主莫彩衣都来了。赵婉月坐于主座，4位峰主坐于一旁。此刻他们正在为陆晨下个月将先去哪一峰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这些峰主眼睛都是雪亮的，都能看到第9峰这段时间众弟子的实力都整体上升了一个台阶。他们都知道这是陆晨日夜操劳的结果，所以现在他们都想让陆晨先去他们峰上住1个月。几位师姐师叔都在闭关，现在这里我3峰最大，陆晨理应先去我第3峰。我峰那些弟子对陆晨师侄可是望眼欲穿啊。第3峰主蓝心怡说道。蓝师姐，照你这么说，现在陆晨师侄在9峰，那是不是应该按小的来排，先到我第7峰来？再说了，现在谁不是盼着陆晨师弟到来？第7峰主莫彩衣毫不客气地回应道。我觉得陆晨师侄先去哪一峰，该由他自己来定吧，他要先往哪一峰就往哪一峰，我没得意见。第5峰主柳诗晴道。赵师妹，你觉得呢？第6峰主林可欣则直接问赵婉月道。现在恐怕陆晨先去哪一峰，你们都会有意见。既然如此，你们8峰一次挑选3人一起到我9峰来，和陆晨一起双修，如此大家就没必要再争了。赵婉月终于开口应道。赵师妹此计甚妙，而且9峰圣女以后就常驻第9峰，毕竟9峰圣女也是我们魔女宗的未来，必须全力栽培。第3峰主蓝心怡扭着自己成熟的身体微笑道。有陆晨在，我魔女宗的实力短时间内便可再上一台阶，而且他是阴阳无极体，只要双修就能变强，恐怕不出1个月他便能突破，踏入巅峰魔王境，到时就可以进入元婴魔窟，我对此很是期待。第5峰柳诗晴道。阴阳无极体恐怕也是我魔女宗各位先祖的挚爱，很难说陆晨到时会获得怎样等级的先祖元婴，我倒觉得一切皆有可能。第6峰主林可欣那妩媚一笑道。各位师姐，那接下来时间就为开启元婴洞窟做好准备吧。赵婉月说道，随后各自散去。陆晨才刚刚补了一觉，还在睡眼朦胧中，突然感觉到怀中多一具温香软玉般的身体。师弟，该起来双修了。温柔动听的声音带着一种慵懒的魅惑。陆晨睁开眼，看到竟是除青瑶在外的8峰圣女。第1峰方灵月，第2峰玉素，第3峰沈碧瑶，第4峰林雪琪，第5峰古轩儿，第6峰那嫣然，第7峰陆婉容，第8峰唐小舞。此时8女比之前更加的艳美动人，这应该是与陆晨一起双修后的效果。而陆晨怀中的正是第2峰圣女玉素。师姐们真早啊！陆晨此时已彻底恢复元气，正是精力最充沛时。师弟若还没休息够，那就再睡一会，我们帮你按摩按摩。第7峰圣女陆婉容温柔地说道。无妨，师姐有求，师弟岂有不应之理。陆晨却不想浪费时间，和圣女修炼的效果其实要比众师姐修炼效果要好太多了，这就是所谓双修对象质量的问题了。双修对象质量越好，效果自然就会越好。既然如此，那师姐可要来喽。第5峰古轩儿异常主动地道。请君入瓮，师弟请进门。
第一封圣女方灵月更是热情似火，打开自己的门户，8位圣女师姐修炼起来，异常主动。陆晨卖力配合。1天1夜之后，8位圣女相继离去闭关，皆在冲击魔皇境。而正当陆晨在全力炼化从众女收集来的元婴时，魔女宗来了一位不速女客，吾乃天魔国天鹰宗方银梦。不速女客声音不大，但传遍整个魔女宗。随之，一个身材绝佳、穿着白色宫裙的绝美女子飘在魔女宗上空。她腰系顶级定修珠，哪怕踏入魔女宗地界，短时间内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天鹰宗，那可是天魔上国4大势力之一。上宗女使为何来此？赵婉月、蓝怡心等封主脸色皆是微微一凝。魔女宗在九幽国乃是宗内无敌的存在，但面对上国宗门，那就一切难说了。上国宗门所拥有的手段和能力超乎想象。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次上宗女使前来，事情绝不小。上宗来访，令我魔女宗蓬荜生辉。赵婉月代表魔女宗接待女使，请进。赵婉月动听的声音响起，一道彩虹光路延伸到方银梦脚下。魔气化虹桥，好高明的接引手段，不愧是魔女宗最强封主。方银月微微一笑，踏着虹桥飘然落入第9峰大殿中。此时其余封主也如临大敌，急速飞来第9峰。上使来访，敢问何事？赵婉月则是开门见山地问道。天鹰宗主有令，让陆晨前往我天鹰宗，加入我天鹰宗。方令梦也很直接地应道。听到对方的话，赵婉月眼神一凝，她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陆晨乃是我魔女宗弟子，他要不要去天宗阴，由他自己说了算。他若愿去，我们自不阻拦，但若他自己不愿，那就谁也带不走。哪怕面对上宗使者，赵婉月依旧显得无比霸气。你们魔女宗好大的口气。也罢，那你便叫陆晨前来，问问他的意见如何。方银梦声音清冷地道，身上散发出巅峰大魔尊的气息。不愧是上宗，即便只是一个女使，修为都达到了如此恐怖的地步。也好，来人，请陆晨到大殿来。赵婉月下令道。与此同时，刚刚炼化完众圣女元婴之气的陆晨接到了前往大殿的通传。他自然知道上宗女使前来，而现在指名道姓的叫自己前往，那此上宗女使定是为自己而来，实力依旧太弱了，还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陆晨心中叹息，他修炼已经够刻苦，几乎是争分夺秒的与众女双修，可毕竟起步太低，时间太短。他能在短短3个月时间从一名小小魔役突破到现在大魔王境，就已是超乎想象了，可依旧远远不够。弱者在魔域如同地上一只蚂蚁，随时都会被人一脚踩死。上宗根本不可能知道我的存在，唯一可能是天魔药宫将我的情况告知了天鹰宗，而我手级和绣断剑的秘密足可让天鹰宗都心动。我躲在魔女宗，天魔药宫奈何不了我，所以不得不请上宗前来相助要人。若是如此，我能相信魔女宗，相信师尊吗？陆晨心思如电，瞬间就想到了事情的大概。此刻他的处境极其危险，命运根本无法自己掌控。若是魔女宗不全力保自己，就危险了。但现在逃命只会死得更快。魔女宗外面定是布满天魔药宫、秘宝宗、炼魔宗、血影教等势力的高手，所以此刻陆晨只能选择相信魔女宗以及师尊赵婉月了。陆晨刚来到大殿门口，就已听到赵婉月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陆晨，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只需按自己真实想法即可。若你不愿，我赵婉月以及整个魔女宗定会全力保你。不要忘了，你现在魔女宗的人是我赵婉月的弟子。这是师尊赵婉月的意识传音。听到这些话，陆晨就像是吃了定心丸一样，他昂首挺胸地走入大殿。你就是陆晨？方如银根本不给赵婉月等人说话的机会，见到陆晨后直接喝问道。我是。陆晨淡淡应道。既见上使，为何不拜？然而下一刻方银梦身上的魔尊威压猛然爆发，压向陆晨，大声喝问。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一般魔宗境下的魔修恐怕都难以承受，神魂受摄，会被吓得当场跪下。就连陆晨都是神魂一震，感受到莫大的威压。若陆晨还是原主的神魂，此刻不止跪下那么简单，恐怕直接就是匍匐在地，瑟瑟发抖。赵婉月等封主也没想到方银梦会突然来这么一出，一时之间没能反应过来。糟了，他们一个个已是脸色大变，生怕陆晨被吓破了胆，然后对方银梦有求必应。若是陆晨回应愿意跟方银梦走，那自己这边还真不好出手了。不得不说方银梦也是心机深如海，直接先对陆晨来个先声夺人。还不跪下？方银梦又是一声冷喝。威压重重，一浪高于一浪，殿中的一些魔女宗女弟子此时已经双腿一软，不少已经跪了下来。而陆晨身处其中，是被重点针对的对象，如何能承受？阁下好大的口气，这里是魔女宗，非你天鹰宗。
区区外宗之使，有何资让我跪？然而下一刻，陆晨身体笔直，如同一株顶天立地的苍松立在那里，声音掷地有声地回应道。方银梦微微一愣，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赵完月等封主也是心中震撼，同时都松了一口气。陆晨，这是天鹰上宗女使，不得无礼。对了，他问你愿意去天鹰上宗吗？赵完月此时第一时间夺回主动权，开口问陆晨道，同时抵消抵方银梦所有的威压。我陆晨只想留在魔女宗，至于其余宗门皆无兴趣。方使者，还是请回吧。陆晨毫不犹豫的就拒绝道。呵呵，真是好大的口气，小小一只蚂蚁，以为有魔女宗庇护就敢在本使面前如此嚣张。赵婉月，我不需要问一只蚂蚁的意见，我只问你交不交出陆晨。方银梦此刻也反应了过来，迅速调整了情绪，冷冷地问道，我若不交呢？赵婉月毫不退缩，针锋相对，不交陆晨便灭女宗，这是我天鹰宗主的意思，给你10天之限，10天后若见不到陆晨的首级和绣断剑，魔女宗灭。方银梦说完句话，镜头也不回，直接拂袖离去。这就是魔域，强者灭弱者，无需任何理由，只需一句就够了。上宗要灭下宗，亦是如此，就是一句话的事。天鹰宗之所以还给魔女宗10天期限进行考虑，完全是因为魔女宗在这片地界内确实强大，即使上宗来灭，恐怕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所以说白了，还是因为魔女宗底蕴强，才让上国天鹰宗有所忌惮，给了魔女宗10天期限，想让魔女宗最后乖乖将陆晨送上门。如果是弱些的宗门，都不需要使者前来，直接出手灭宗，夺走陆晨。方银梦一走，整个魔女宗都陷入一片万分凝重的气氛中。10天，上国天鹰宗要灭魔女宗，那陆晨到底要不要交出去？此时九峰大殿上，众峰主也是神色凝重。天鹰宗要战，那便战，我魔女宗无惧，哪怕最后被灭宗，也定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不过我们也未必需要走到那一步，如果有人能从元婴洞窟中获得宗主级的先祖元婴，便可打开魔女宗主峰，到时开启魔女宗的元婴式魔阵，就能将此地的诅咒之力开启到最大。到时那些胆敢进我魔女宗的女修，即使身怀定修珠也无济于事，修为依旧会不断流失。届时胆敢入我魔女宗者，一个不留。赵婉月比较霸气，直接一锤定音地道，所以我们要提前开启元婴洞窟。蓝心怡、林可欣等峰主问道。是的，提前开启吧。陆晨进了元婴洞窟，至少安全不会有问题，他们即使灭了整个魔女宗，也无法找到陆晨。当然这是最坏的打算，如果陆晨和九峰圣女当中有人获得宗主级先祖元婴，提前出来，那就最好不过了。赵婉月说道。作为事件核心焦点的人物，陆晨一直站在一旁没有说话，听着众峰主在商议。直到此时，陆晨才终于开口问道，师尊，是不是只要获得宗主级先祖元婴，就能救魔女宗？赵婉月看着陆晨道，确实如此，但想要获得宗主级先祖元婴，机会渺茫，所以你也不用有太大的压力，我们魔女宗没那么容易被灭宗，哪怕面对上宗，也有别的自保之力。陆晨点点头，并未多说什么。他很清楚现在说什么豪言壮志，并保证一定能取到宗主级先祖元婴，那会显得很幼稚，并且没有任何意义。好了，召集九峰圣女，我们立即开启元婴洞窟，送你们进去。记住，元婴洞窟也并非没有危险，当中有很多变异元婴，化作鬼灵，易夺人精气，尤其是陆晨你这种阴阳无极体的元阳，恐怕是最受他们欢迎的。若是遇到，定要小心应对，及时退到元婴洞窟外洞，那里基本安全。赵婉月最后认真地叮嘱道。本来陆晨还想问，是不是深入元婴洞窟获得宗主级先祖元婴的几率更大，但他还是忍住没问，问了只会让师尊赵婉月等人徒增担心罢了。到时进入元婴洞窟，自己探索便是。很快9位圣女都从闭关中出，齐聚一起，他们也都知道了魔女们当下的境况。师弟莫担心，我们定能在元婴洞窟中带回宗主级先祖元婴，到时便可无惧上宗。青瑶圣女安慰道，她现在已是大魔皇境。是呀，师弟，有师姐在，你放心就是，他们带不走你。第8峰圣女唐小舞也道。总之9位圣女师姐没有一人责怪陆晨，反而纷纷安慰他。不得不说，魔女宗这些师姐不仅温柔大方，善解人意，而且还有情有义。陆晨当初选择成为魔女宗唯一男弟子，确实是最正确的决定。与此同时，几位峰主以赵婉月为首，开始双手唤动，凝结手印，沟通天地之力，打开元婴洞窟传送阵。天地混沌，洞渊三经，原始接化，武器混生，变化玄元，入引元婴。开！各位峰主念动口诀，手印汇聚，凝成一道元婴门户。就在此刻，元婴已通，快进！
赵婉月冷喝道：“师弟，我们走。”玉素拉着陆晨和其余8位圣女一起冲向出现在大殿中的一道元婴之门。此门微微开合，形似鲍鱼，门户之内一片幽深黑暗。陆晨穿过瞬间，只感觉到天旋地转，仿佛穿过了一条幽暗的山谷通道，有潮湿的气息缭绕鼻尖。当光明重现，陆晨发现自己已来到了一处陌生的世界。进来的时候，玉素师姐明明拉着他，结果现在只有他一人出现在这里。陆晨进入警戒状态，同时打量起四周。他发现自己现在处在一间白玉元婴洞厅中，洞厅里坐着一具具枯骨，这些恐怕是魔女宗作画的先辈。白玉元婴洞厅2个出口不知通往何处，在白玉元婴洞的中间还有一张玉石床，但上面并无作画枯骨，那些枯骨都是围在玉床的四周。红颜枯骨，一场梦空。若无法修到天地同寿、永恒不灭之境，任你生前风华绝代，最终都桃化做一具枯骨的命运。陆晨心中感叹，他并不急着走出洞口，而是在白玉元婴洞厅中行走，继续观察这里的一切。除了枯骨、玉床，其余皆是空无一物。这里是元婴洞窟，必有其特殊之处，绝不会是表面这么简单。陆晨暗暗思考，难道和这玉床有关？陆晨决定上玉床试试。他盘腿坐于玉床上，凝神闭目，但并无反应。试一下在此修行。陆晨运转9节阴阳功，同时阴阳无极体的气息散发出来。下一刻，玄妙的感觉来了。陆晨先是感觉到神魂一震，随之便进入到一片梦幻般的世界中。这片世界有淡雾飘渺，空间中心只有一张巨大的玉床。除此之外，陆晨看到原本是一具枯骨的魔女宗先祖，竟然白骨生肉，都活了过来，变得无比的娇艳动人。阴阳幻境，妙呀！没想到我夏青青还有意识回归、血肉再生的这一天。原来如此，你竟是阴阳无极体。生前我等从未尝过男人的滋味，小公子，你入元婴洞窟，恐怕就是为了先祖元婴而来的吧？如果你能令我们快乐，什么先祖元婴都给你。一个个娇艳动人的美女飘到玉床上，仔细端详着陆晨，她们身上的气息异常强大，最弱都是巅峰魔宗境。敢问各位前辈，小子要如何才能令你们快乐？陆晨虚心问道。元婴洞窟中所有作画的皆是一生未曾拥有过男人的女人，你只需利用阴阳无极体构建出阴阳幻境，便可见到他们，然后给他们快乐，自然就能得到你所需要的先祖元婴，要多少有多少。所以现在你只需和我们双修一场，便可获得我等元婴。小公子，我们已等不及了，快来吧！此时众魔女宗的美女先祖们主动靠近，急不可耐地和陆晨修行起来。陆晨还从未见过如此疯狂的先祖。这些先祖虽然一个个都长得娇艳如花，美丽动人，但现在一个个都像是恶鬼投胎一样。陆晨则是他们眼中一块美味至极的鲜肉。虽然陆晨现在对自己某一方面自信满满，但面对这群在某方面饿了这么久的疯狂美女先祖，心中依旧有些发虚。魔女宗待我不薄，师尊更是对我爱护有加，我定不能因为自己而让魔女宗走向灭亡。为了魔女宗，我要收集大量的元婴，哪怕做出一些牺牲也在所不惜。陆晨一咬牙便逆来顺受，配合着众美女先祖与他们一起修行起来。他从未想过进入元婴洞窟中竟是这样的开局。你说没有危险吧，但又似乎又很危险。至少陆晨觉得男人在外面要保护好自己。与美女先祖们的这一场修行，陆晨也不知道进行了多久，总之最后陆晨已经是机械麻木的重复动作了。毕竟这一次不同以往，这一次是强大的美女先祖们，过程极其的激烈，一天的双修量相当于往时10天的双修量。不过当陆晨看到美女先祖们一个个露出满足释然的笑容，最后消散，化作一道道精纯的元婴流光飘在身前四周时，陆晨亦有一种成就感。玉海无边，能帮助这些美女先祖们解脱，亦是一种无量功德吧。当陆晨疲惫地睁开眼时，竟然发现四周的枯骨早已消失不见，只有一团团精纯的元婴流光飘在自己四周，而陆晨依旧还保持着盘腿练功的姿势，根本没有动过，衣服也是整整齐齐。刚刚一切难道只是一场梦境？可它又是那么的真实。还有这些元婴光团，足可说明一切都是真的，但那都是在精神构建的阴阳幻境中进行的。觉醒后如同春梦一场。陆晨发现在阴阳幻境中明明过去了近7天，但现实中仅仅才过去了1个时辰。还好有时间差，要不然最后就算得到了宗主级先祖元婴，也来不及帮到魔女宗了。陆晨对于救魔女宗还是极其上心的。看着飘在身前的10几团魔宗级先祖元婴，陆晨开始炼化9节阴阳功运转，催动阴阳无极体的2条觉醒引脉，
随后这些元婴像是被陆晨身体所散发的气息所吸引一般，全部自动汇聚过来，涌入他的魔海丹田中。练！魔海漩涡急速旋转，可怕的吸力将十几团魔宗级先祖元婴吸纳炼化，最终化成最精纯的能量，被陆晨的大道金丹所吸收。嗡！魔海丹田漩涡中心的大道金丹震颤，散发出层层金光，竟然比之前大了一圈，且更加的紧密。这是突破了，达到了巅峰魔王境。陆晨没想到，刚进元婴洞窟不到2个时辰，他就突破了一个小境界，达到了巅峰魔王境。如果在外面，陆晨要达到此境界，至少还需要没日没夜的双修半个月以上。这元婴洞窟果然是我的福地。从刚刚那些美女仙祖们聊天中了解到，这里只算是元婴洞窟的外部，往血色越深的玉石门前进，就是往元婴洞窟深处前进。右手边的玉门血色更深，那个方向应该就是往元婴洞深处。峰主、宗主级仙祖都在里面作画，也就是说，要获得宗主级的先祖元婴，就要继续深入元婴洞窟。只是不知9位圣女师姐怎样了。陆晨心中暗暗想到，取得元婴的办法应该只有一种，便是构建出精神幻境，与那些先祖的意识产生共鸣。随后在精神幻境中要进行一场双修，只有让美女仙祖满意，方可获得其元婴。陆晨是男的，倒觉得还算正常，但9位圣女师姐就算能共鸣，构建出精神幻境，但要让美女师祖们满意，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至少仅靠磨豆腐的功夫，是极难满足这些寂寞了漫长岁月美女师祖们。这也难怪历代圣女都很难从元婴洞窟中获得宗主级的先祖元婴了。难为师姐们了。倒是师尊，听说他获得的是曾经一位最强峰主先祖的元婴，真不知他是怎么做到的。难道高冷的美女师尊也是双修道途中一位深不可测的高手？陆晨隐隐有些期待将来与师尊赵婉月之间的这场双修了。心中思索着，陆晨的脚步却没有停下，开始往元婴洞窟深处前进。接下来，陆晨花了1天的时间，穿过了10个白玉元婴洞厅，一共在阴阳幻境中双修了10场。近200位美女师祖自然都无比满意，最后都自动现出元婴。陆晨炼化这些元婴后，一举破境，踏入小魔皇境。体内的大道金丹越发的金光璀璨，开始有神秘的符文浮现。而这时，陆晨也终于来到了一间巨大的元婴大厅，9位圣女师姐竟然都在此。陆晨有些意外，他看到元婴大厅中心有一张巨大的玉床，9位圣女师姐都躺在那里，紧闭着双眼，雪白的肌肤上隐隐有血纹浮现，她们的娇躯都在颤抖着。而周围上百具峰主级先祖的枯骨上，竟然开始浮现出一缕缕血丝，这些血气都是来自玉床上的9位圣女师姐。继续下去，9位圣女师姐恐怕不用多久就会化成这里的9具枯骨。应该是这个元婴洞厅中的峰主级先祖元婴都变异了，化作了鬼灵，正在夺取9位圣女师姐的精血。而且我能感应到他们已经盯上了我。陆晨神感强大，已经感知这些鬼灵元婴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吸食他的血气。阴阳无极体的血气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顶级补品，具有无穷的诱惑力。既然你们想要，那我便给你们便是。你们想要多少，我就给多少。陆晨主动走向玉床，和9位圣女师姐躺在一起，做出同样的姿势，共鸣他们的精神幻境。很快，陆晨进入到9位圣女师姐的精神幻境中，随之他看到了极具视觉冲击力、香艳又邪恶的一幕。一片血色诡异的世界，9位圣女师姐以一种极为羞人的姿势，被一根根血色丝线绑在9根柱子上。这些血色丝皆是鬼灵元婴所化，将9女勒得紧紧的，将某些部分勾勒出奇怪的形状。没用，都没用。进来的为什么都是些女人？男人，我需的是男人。这些鬼灵元婴化成的诡异美人，此时在疯狂的嘶叫。更有鬼灵元婴化成血色的元婴长鞭，不断的抽打在9女身上，啪啪啪。每抽打一鞭，9女身上的血气就会减少1分。这是被血色元婴长鞭吸收了，然后就化成了峰主枯骨上的缕缕血丝。他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发泄自己的不满，以及吸取9女的血气。9位圣女师姐此时的处境极其危险，继续下去，她们的血气很快就会被抽干。看来9位圣女师姐也想取到宗主级先祖元婴，解救宗门，才会深入此处。结果遇到全部化作鬼灵的峰主级先祖元婴。这些变异元婴所化的鬼灵异常邪恶，不仅要吸食9女的血气，还要慢慢折磨死他们。陆晨心中暗道，9位圣女师姐如此拼命，不仅仅是为了宗主，恐怕主要还是为了救自己这位爱到骨子里的陆晨师弟。要不然他们根本没必要冒这样险深入到这里，在元婴洞窟的外洞就能获得长老级的先祖元婴，并且不会受到伤害。你们不是想要男人吗？我来了！陆晨此时大吼一声，整片血色空间震颤，四周的血色雾都被震散不少，一些鬼灵元婴皆被陆晨身上散发出来的阳刚之气所摄。是男人，
真的是男人，而且还是一个阴阳无极体。我爱死了！本来还在以血色元婴长鞭抽打九女的鬼灵元婴，瞬间化成一个个打扮妖艳的女子。她们正是魔女宗众位封主先祖生前的样子，只是此刻她们是鬼灵元婴所化，没有自己的意识，只被欲望所驱使。看到陆晨后，上百位封主级先祖都放弃了九女，化作一位位娇艳风骚的女子向陆晨飞扑过来。她们两眼放光，像极一头恶狠，恨不得将陆晨一口吞掉。陆晨深吸一口气，开始准备迎接大战。这绝对是一场硬战。陆晨若是撑不住，那就会被这些妖艳女人吸成人干，化成此地一具枯骨。玉女经、阴阳魔功、九节阴阳功，这些功法口诀在陆晨脑海中浮现。此刻他有些明悟，取三法之精华融入自己的阴阳无极体，可以让自己更加的持久强悍，可以锁住元阳之力而不泄。幸好这里是精神构建的空间，我此刻也是精神体状态，虽无法达到剑域之主时的巅峰状态，但哪怕还有1/1000也足够了。至少不是小马拉大车，算是一场公平的双修较量。陆晨打起12分精神，迎战上百位封主先祖元婴所化的鬼灵之身。其实想要降服这些妖艳的封主，睡难也不难，只需要将他们都干服就可以了。这些妖艳的封主皆为欲望所控制，只要满足了他们的欲望，就能解脱，化作最精纯的封主级先祖元婴。但前提是你能干赢他们，若是输了，就会被分食血气，化为此地一具枯骨。男人妙不可言。快让开，轮到我了。此时上百位封主争抢着，滚，我先来。一位煞气冲天的封主走来，其余哪怕被欲望所驱使的封主鬼灵，也都凭本能的纷纷让道。来不及让的，直接被这位近乎是初代的封主先祖一掌拍灭，化成一团最精纯的元婴。最后陆晨便先和他开始第一场诡异双修，阴阳无极体。很好，终于让我们等来，希望你能令我们解脱。这位疑似初代的封主异常强大，他竟然还能保留有一丝清明的意识，并没有完全被欲望所驱使。他们化作鬼灵，身不由己，其实更想得到解脱。自陆晨进来就发现这元婴洞窟诡异，似乎处处都充斥着浓郁的诅咒之力，而且越是深入越是浓郁。也幸好陆晨的阴阳无极体对此免疫，如若不然根本无法走到这里来，更休想继续深入。9位圣女师姐就是案例，难怪魔女宗众女很难获得元婴洞窟的封主级先祖元婴，原来他们大多都化作鬼灵，众女想取道难如登天。陆晨心中暗道，同时更加卖力进攻这位疑似初代的封主美人。太好了，终于得以解脱。在最后的爆发中，这位疑似初代的封主美人终于洗尽身上的诡异诅咒，她一声叹息间化作了一团最精纯的元婴能量。接下来陆晨继续卖力的干活，帮助这些鬼灵封主解脱。其实这些鬼灵封主并不可怕，只需要满足他们的欲望即可。但在这充满神秘诅咒的元婴洞中，先不说帮助他们，恐怕自己都要被同化。砰砰砰！随着时间流逝，一名封主先祖化作精纯元婴。在精神构建的空间中，陆晨也不知道过了几天，他此刻太累了，有种想闭上眼睛再不愿醒来的感觉，就像回到了出灵魔域时被8女轮流折磨的那段日子。陆晨师弟，醒醒！迷迷糊糊间，陆晨听到有人喊他，陆晨当即打了一个激灵，惊醒过来。好险！刚刚若彻底睡去，那恐怕就永远也别想醒来了。陆晨虚弱的想到，但此时他才发现自己身前四周已经空无一人，只有一团团无比精纯强大的封主级先祖元婴飘在自己的四周。远处9位圣女师姐还被绑在柱子上，但身上的血色丝线已经变成纯白，而且9位师姐也彻底的清醒了过来。刚刚也正是青瑶师姐在喊她，师姐稍等，我这就过来解救你们。陆晨站起来向9位师姐走去，只是他们此刻的姿势太羞人了，身体被一根根细丝勒着，更让人看着有一种恶趣味。师弟别看，有师姐娇羞的道，师姐害羞了，放心，你们没清醒前更羞人的样子我都见过了。陆晨此时放松下来，心情大好的为9位圣女师姐解去元婴细丝。这元婴细丝时是玄妙，陆晨倒没想到元婴之力还有这等妙用，它是阴阳无极体，即可阴阳一体，亦可阴阳分割，所以他将元婴炼化成阴阳之力后，亦可以阴阳逆转，凝出元婴之力。但元婴化丝难的并不是拥有元婴之力，而是其精密的操控手法，凝阴成丝，操控自如，这些都是封主级的人物才能做到这一步。好在陆晨前世身为剑域之主时，亦能做到操控剑意成丝，原理与操控元婴细丝应该相差不大。陆晨心中琢磨着，虽然来到魔域有3个月了，但要将剑域之主时的东西融合到魔道之中，并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他是阴阳无极体，包容万道，将来定然可以将所修的魔道与自己的灵修剑道融为一体，达到灵魔归一之境。这自然也是陆晨将来的野心。重活一世，自然要走与前世不同的修行路。我们先离开这精神幻境。陆晨这时说道。9位圣女师姐乖巧的点头。这次被陆晨所救后，他们已不知不觉间把陆晨当成了核心，以后恐怕不是师姐庇护师弟，而是要师弟来庇护他们了。当然，在生活上，师姐可以多关照师弟。很快，精神幻境在9位圣女师姐收敛精神力后自动消失，各自的神魂回归肉身，然后从玉床上相继醒来。醒来后，陆晨脸色苍白，显得极为虚弱。9位圣女师姐她们在精神幻境中被鬼灵连续折磨，状态也并不好。这些都是风主级的先祖原因，诸位师姐能吸收炼化多少就吸收炼化多少。陆晨说道。9位圣女点点头，也没和陆晨客气起来，都运转功法，开始炼化吸收这些风主级的先祖原因，进入忘我的修炼状态中。其实青瑶、玉素、唐小5众圣女心底是极度震惊的，如果是他们自己，根本不可能获得风主级先祖原因，没有陆晨，他们甚至都已葬身于此。但现在陆晨以一人之力收取了上百的风主级先祖原因，他们大概也能猜到，这或许与陆晨师弟的阴阳无极体有关系。陆晨也没有再废话，开始炼化吸收原因。3个时辰后，陆晨炼化10团风主级的先祖原因，修为恢复到了巅峰状态，还隐隐要突破入大魔皇境。陆晨没有继续修炼，而是收取了部分风主级先祖原因，到时可以给师尊赵婉月以及各位风主一些。至少9位圣女师姐，她们一人炼化2团就已经是极限，而且速度根本无法和陆晨相比。他们现在连其中1团的1/3还没炼化吸收完。陆晨没有打扰他们，而是悄然地继续深入元阴洞窟。风主级先祖元阴固然不凡，但还远远不够。要救魔女宗，必须要得到宗主级先祖元阴。一路走来，陆晨已经发现了阴阳无极体的妙用，所以现在他底气很足。连过了3个风主作化的元阴洞，又收集了200多道的风主级先祖元阴后，陆晨终于来到了元阴洞窟的深处。而在一个元阴洞厅中，陆晨看到10具金色的枯骨，他们生前是宗主级人物，从他们的坐姿来看，似乎在守护那个洞口。好浓郁的诅咒之力，里面到底是什么？陆晨看到元阴洞的景象，心中暗暗吃惊。看来元阴洞窟，甚至整个魔女宗的秘密就在尽头那个洞口里面。陆晨此时并不急着靠近，有关魔女宗的真正秘密，就连赵婉月等众宗主都不知。就算是魔女宗的历代宗主，恐怕也只有进入元阴洞窟作画时才知道，但却永远无法将秘密带出去，留在了这里。不管里面有什么秘密，先拿到宗主级先祖元阴再说。陆晨心中暗道，但宗主级的先祖元阴太过强大，可不好收取。陆晨向玉床走去，打算如法炮制，如之前般通过双修满足诸位美女先祖，然后获得他们的元阴。嗡！然而陆晨还未有所行动，10具金骨突然散发出金光，随后金骨上血肉蠕动，不消3息，这10具金骨竟然已经化成一个个风姿卓越的绝美女子。一具阴阳无极体竟然闯到了这里来，看来你要等的人就是他啊！但是我们又怎会让他靠近你呢？10名绝美无双的女子此时说着奇怪的话，陆晨听得一头雾水。对方口中指的那个人是谁？他在等自己，而眼前10女又是谁？陆晨可以肯定，他们绝不是魔女宗的宗主先辈，或许骨头身体都是，但意识绝对不是。你们到底是谁？陆晨让自己冷静下来，开口问道。其实他心底已隐隐有所猜测，因为这10具美人身体上散发出来的皆是浓郁无尽诅咒之力，换做他人，即使巅峰魔尊在这样的诅咒之力面前，只怕都会瞬间化作一堆枯骨。但陆晨乃是阴阳无极体，正好对诅咒之力免疫。我心中恐怕也有所怀疑，反正你已是我等口中之肉，告诉你也无妨。我等乃是诅咒之力所化的10道意识，我们的存在就是阻止任何人接近这最后一间元阴古洞。这10位魔女宗的宗主死后身体就被我们意识所夺了，所以他要等的阴阳无极体永远都别想进去，因为接下来我们会将你身上的阴阳之力慢慢稀释干。10位宗主级的绝色美人走来，他们浑身散发出恐怖的诅咒之力。此刻陆晨转身就想走，退出此地，但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已经动不了。在宗主级魔修面前，你不过是一只小小蝼蚁，一切挣扎都只是徒劳。一位宗主级的美人娇然笑道，她率先走到陆晨面前，伸出纤纤玉指，轻轻一点，陆晨身上的衣服便化作虚无。身材不错，阴阳之气也无比雄厚，这对我等来说可是大补之物啊。这位宗主级美人盯着陆晨的某处，
双眼放光，资本雄厚啊！在完全吞噬前，我们也可以快活一番了。另一位宗主级美人道：“要不留他一命，以后我们岂不是天天可以用他？”留不得，爽一次已是极限。若让竹一石知晓，我们就都别想存在了，绝对会被瞬间抹杀去。其余的宗主美人也纷纷开口道。最终，陆晨被移到玉床上，被动承受着10位宗主级美人的无尽折磨。10位宗主美人很美，也极有韵味，奈何全身都是诅咒之力，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就像是女尸修者，身上的死气浓郁无比，任何生机之物沾之即灭。所以，就算长得再艳美、再漂亮，活人也无福消受。现在这10位宗主美人的情况也差不多，除了陆晨这种身怀阴阳无极体的可以接近，其余之人还没靠近，就会被诅咒之力侵蚀而亡。陆晨此时一边在承受着10位宗主美人的折磨，一边思索着脱身之道。他们在把我榨干前，应该还不会杀我，所以不能急，先冷静下来。刚刚他们所说的竹意石可以瞬杀他们，这么说，这些诅咒之力的源头应该是来自一个更恐怖的存在。而10道诅咒意识不让我进最后一层元阴古洞，防止我接近里面的存在。这说明诅咒之主和最后一间元阴洞中的存在是对立关系。陆晨心中快速地分析起来，10位宗主美人此时都无比兴奋、快乐，折磨陆晨越发的起劲。此物当真玄妙啊！感受过后就不想失去，只想一直拥有。10位宗主美人感叹不已，他们此刻已有些上头，忘乎所以，彻底的放开自己。陆晨如同暴风雨中的浇花，此时已有些不堪折腾。好在他现在已是小魔黄境，已不是从前那般的娇弱，还能咬牙勉强承受。在此过程，陆晨只是防守，都没有进攻，锁住元阳，一滴未漏。但身上的气血还是不断被10位宗主美人蚕食着。陆晨一直在隐忍，等待着反击的契机。既然对方能吞噬我，我为何不能？阴阳无极体本就是诅咒的克星，再加9节阴阳功，我未必不能反客为主。若能在他们元阴之力外泄之时一举反击，或许就能逆转战局。陆晨此时心中暗道，同时咬牙极力隐忍着。此刻他们之间明明在做着极其香艳的事，但个中凶险也唯有陆晨能体会。不行啦，不行啦，这小子是真的好用啊！只可惜马上就要变成人干，化成此地一具枯骨，永远陪着我们了。10位宗主美人看到陆晨此时以奄奄一息的样子，一副完全不行的样子，一个个都放松了，甚至不惜放纵自己，直接达到极乐。这个时候正是他们最松懈、元阴之气外泄最多之时。就是这个时候，在这一瞬间，陆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爆发，进行大反攻。他体内的3条隐脉同时觉醒震动，瞬间恢复活动，掌控回身体主动权。第3条隐脉是陆晨突破小魔黄境时觉醒的。由于时间关系，陆晨之前没来得及深入研究，直到这一次被10位宗主美女折磨，他才发现第3条隐脉的妙用。阴阳无极体有9条隐脉，每一条的觉醒都伴随着独特的意象与超凡的能力。如第一隐脉太极元脉，此脉可凝聚阴阳，滋养肉身和提升修为。第2隐脉阴阳流转脉，此脉可逆转阴阳，并将阴阳之力融入诸法，增加其威力。而现在觉醒的第3隐脉叫阴阳吞噬脉，可在体内凝成阴阳漩涡，吞噬一切属性的力量。第3隐脉最适合当下的处境。陆晨体内3条隐脉同时爆发，挣脱一切枷锁，化被动为主动。阴阳吞噬，毫不犹豫将第3隐脉的能力爆发出来。一瞬之间，陆晨体内形成一道道阴阳漩涡，散发出可怕的吞噬之力。在他4周10米范围之内，一切属性力量，无论是10位宗主美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诅咒之力，还是外泄的元阴之力，都全部被吸过来，被阴阳漩涡所吞噬。不好！10位宗主美人第一时间惊醒，同时发现了不妙。他们想要做出反抗，但他们身体内的元阴之力就像是缺了滴一样，根本止不住，如同一道汹涌的洪流涌向陆晨，最后被陆晨所吞噬。糟糕！该死！元阴被吞，我们根本就维持不了人形，完全奈何不了阴阳无极体。10位宗主美女发出一阵阵尖叫，她们挣扎着，却发现身体浑身无力，彻底的失去了主动权。在陆晨的第3隐脉领域下，竟已无力反抗，甚至连神识都无法离开，被陆晨第一时出手，封在这具躯壳内，走也走不掉。接下来该我了。陆晨冰冷的声音响起，他逆来顺受了这么久，被10位宗主美人折磨得死去活来，现在终于等到翻身时刻，陆晨自然是火力全开，开始报仇。10位宗主美人此刻被陆晨折磨得死去活来。停下，快停下！我不行了，我投降，撤掉领域，放我们离开这具身体，我让你离开。求求你，不要！
10位诅咒所化的意识不断的哀求道，与他们之前得意高高在上的姿态截然不同。可他们的苦苦哀求换来的只是陆晨更加强大的火力，阴阳如渊，吞噬万灵，吞吞吞。陆晨感觉自己进入一种极其玄妙的状态中，这些宗主级的先祖元婴涌入体内，不断被他炼化，还有诅咒之力入体，最终也被炼化成阴阳之力。这10道诅咒意识完全是借了宗主级先祖的元婴方能显化，现在没了元婴，他们这10道诅咒意识就像是无根之萍，很快就会消散。小子，你若灭了我，主意识之身就会觉醒，发现你的存在，他定然不会放过你的。到最后他们发现哀求无用，就改为了威胁。但陆晨根本不吃这一套，你们的主意识若有这等能力，根本不需你们存在，他能够杀的恐怕只有你们。他定然奈何不了，至少现在不行。陆晨淡然笑道。最后10位诅咒意识在绝望中彻底消散，同时失去元婴和诅咒意识的支撑后，10名宗主级美人瞬间就化成了10具枯骨。陆晨也大口地喘着气，倒在浴床上。红粉骷髅，一瞬之间，如果不是亲自经历，只怕根本无法相信这10具枯骨刚刚还是10名宗主级美人，而陆晨相当于和10具白骨精进行了一场生死双修。这种体验陆晨实在不想再来第二遍。此时10具金色枯骨开始消散，没有了元婴之力支撑，最终尘归尘，土归土。10道诅咒意识也被灭掉，如今再没有人阻止他踏入最后一层元婴洞。现在10位宗主级先祖元婴已到手，只要离开元婴洞窟，我便可入主魔女宗主峰，掌控元婴式魔阵，便可无惧天鹰宗来犯了。那这最后一层元婴洞，我要不要进呢？陆晨此刻有些犯难，他担心进去会有未知危险。可是这最后一层元婴洞中或许又藏着元婴洞窟，甚至魔女宗的终极秘密，他心中又充满了好奇。陆晨，这是什么地方？好浓郁的诅咒之力，不过好像不属于这一届的。就在陆晨犹豫之际，陆晨的脑海中竟然传来9尾魅狐之祖幽莹的声音。幽莹竟然在这一刻醒了，陆晨有些意外，同时也心中大定，有幽莹在，自己的安全至少是有保障的。他决定进洞一关。这里是魔女宗的元婴洞窟，往前就是最后一层的元婴洞厅了。刚刚陆晨此时不忘将事情的经过以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幽莹。幽莹毕竟上古时代仅次于天魔女帝的存在，见多识广，或许能知道一些相关信息。想知道答案，进去便是。若真有危险，我就拉你进书中，与我双修完再出来。幽莹娇笑道。我也是这样的想的。陆晨点点头，然后他向前方的洞口走去。越靠近洞口，诅咒之力越庞大，若非他是阴阳无极体，根本不可能走到这里来。所以说陆晨也应该是第一个走到这里的人，马上就可以揭开魔女宗的终极秘密了。陆晨穿过洞口，进入到了最后一层的元婴洞厅，暂时没有遇到任何危险。当然这里最大的危险就是诅咒之力，但陆晨对此免疫，这种危险也便不存在了。魔女宗的诅咒之源应该就是源于此，而且这里布满镇压与隔绝阵法，能够从这里散发出去的诅咒之力只怕不足这里的1/1000。这时幽莹的声音都凝重了起来。陆晨此时也终于将最后一层元婴洞厅的景象尽收眼底。当看到最后一层元婴洞厅的景象时，陆晨愣住。他看到在洞厅的最中心有一处祭台，上面锁着一个全身近乎赤裸的女人。之所以说是近乎，那是因为重要的3点部位都贴着一张古老的黄色符纸，四肢被4根刻画满古老符文的神秘黑铁链锁着。他双眼紧闭，额心间也有一张符纸，像极了一个被符纸封住的美艳女僵尸，而无尽可怕诅咒之力正是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此女应该是受了诅咒，然后自封于此。如若不然，她身上的诅咒一旦爆发，只怕整个魔域都要化绝地。幽莹率先打破沉默，震惊地开口道。陆晨也好不容易平复情绪，现在他才知道魔女宗地界为何会如此特殊，原来皆源于此。而且散发到魔女宗外面的诅咒之力还不足此女身上所封印的1/1000。阴阳无极体，你终于来了，我在此等了你100万年。然而就此时，一道悦耳的女声响起。陆晨知道声音源自这位被符纸封印的女验尸。你说你在等我，还等了100万年？陆晨倒吸一口凉气，感到难以置信。就算是幽莹也被惊到，毕竟她算是活得够久了，从上古走来，历经10万余载岁月。可是在对方这位存了100万年以上的女验尸面前，她就是一个小妹妹。确切的是，本公主在等一位阴阳无极体出现在我面前，具体是谁，在什么时候出现，我都不知道，只能算到她会出现。其实我并非属于这一届，我叫莫离，
来自上界，乃是仙界魔域仙魔国公主。在100万年前，在仙界一次宝地历练中，我与万纣宗圣女月苍兰为争医治宝斗法，最后我身中是魔咒，并被其追杀。无奈之下，我只有动用遁天梭冲入时空裂缝逃走。结果遁天梭将我送到了炎黄下界，当时正值是魔咒发作，在下界仅凭我自己更无法解咒，于是我便只能藏身于此，将是魔咒渐渐封于体内。但此咒入体，生生不息，难以磨灭。一旦爆发，我不仅会身亡，整个炎黄魔域恐怕都要化成绝域。起初我还能通过沉睡勉强控制，但随着时推移，我发现一切无济于事，再不想办法，恐怕会有引爆咒力的一天。于是在一次觉醒时，我便凝出一道分身，然后本体所于此，并以符纸镇压，分身则建立了魔女宗。但因为我的特殊性，在这片地界只能修行我改良过的功法，方能在这片咒力笼罩的区域生存。我分身并不能修到太强，更不可能打破这片世界壁垒，寿元终有尽时，所以只能借助这里的咒力来护宗门不灭。最后渐渐发展，也就演变成了今日的魔女宗。而我所做一切，主要是将阴阳无极体招来，皆引入此地。所以修炼了魔女宗功法的众女，若想拥有男人，就必须是阴阳无极体。此体乃是魔咒的克星，也是我唯一的解药，更是我重返仙界的唯一希望。莫离将事情的经过娓娓道来，陆晨和幽莹都在消化着对方话中的信息，得知对方是来自仙界后，心中更是震撼无比。天魔女帝飞升，恐怕就是进了仙界，而炎黄界漫长岁以来，真正成功飞升者屈指可数。就算陆晨前身所在的灵域，历史上真正飞升成功的也不足3人，这也一度让人怀疑，这世上是否真的有仙。现在听莫离的话，陆晨才知道仙界是真的存在。我要怎么做？陆晨消化这些信息后问道。对方是一尊魔仙，而且还是魔女宗的创始人，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一根超级大腿，比幽莹和银秋还要大的大腿。莫离这根大腿确实够大，但想要报道，前提是能帮对方解掉诅咒，从这里解救出来。要不然，当对方体内的咒力累积到一定程度，恐怕就会自爆，到时不仅他会死，整个魔女宗甚至整个魔域都要会化成绝域。就连陆晨自己身处在一位魔仙爆体的中心点上，恐怕也难逃深远的结局。因此救莫离就是救魔女宗，更是救自己。当然，关于此事，陆晨和幽莹都已进行意识传音讨论过，就是说对方会不会骗自己。这时陆晨想了10道诅咒意识所说过的话，于是便问，那诅咒意识威胁我说主意识不会放过我，是何意？莫莹说道，万纣宗圣女月苍兰乃是鬼仙域当时的第一天骄之女，实力远在我之上，她之所以对我紧追不放，哪怕我遁逃到炎黄下界，她也没有放弃对我的追杀，就是为了我身上这件仙界至宝，只要我一死，此宝就会自动遁回仙界。所以她隔界施法，将咒力凝出10道意识，为的就是不让阴阳无极体有靠近我的机会，断去我一切解咒的可能。此女实力竟恐怖如斯。陆晨听后倒吸一口凉气，对方隔界都能施法，委实可怕到极点，而且这还是100万年前的手段。如今过去了100万年，这位叫月苍兰的鬼仙域万纣门圣女又会强到何等地步？她确实强，但相隔一界，她能做的并不多。之所以能如此，皆因我身上中着她的是魔咒，此咒若解，她便无法感应到我的存在，更休想奈何我们。莫离说道。莫离前辈，那我要怎样才能帮你解咒？陆晨问道。和我双修，你是阴阳无极体，此体乃是此咒的克星，每双修一次就能消解掉我身上一部分咒力，待消解到一定程度，我便可意识回归，觉醒过来，到时我再配合你，解咒速度会更快，而且将来随着你境界提升，卸咒效果也会越来越好，所以不出100年，我定可完全解掉此咒。至于现阶段，我的意识无法驱动身体，一切只能靠你主动了，以后这元婴洞窟会对你完全开放，你只需1年进来与我双修一次即可，但一次至少需要7天。莫离说道。陆晨看着眼前锁着4只封着黄色符纸的莫离，心中有种怪异的感觉。从某种意义来说，现在的莫离就是一具存在了100万年的验尸，所以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自己依旧的和这具100万年验尸双修。好在陆晨现在已经渐渐对此免疫了，毕竟从莫离身上的肌肤来看，是活体无异，至少还是温的。哼，陆晨，先进来我双修，交完你该交的粮后再找他。幽莹的声音在陆晨脑海中响起，此时他竟然在吃苦。不过陆晨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觉得小有成就感，至少说明自己把幽莹干得心服口服了，对自己有了感情。陆晨现在完全不相信那种纯爱，比如他和冷若雪那种交往的时候发乎情止于理，对他视为挚爱，结果新婚那夜
行房之时，他却毫不犹豫地杀死了自己。陆晨现在更相信，感情是干出来的，感情深，干得深，只有干得多了，相互之间才能知根知底，了解彼此。莫离前辈，你稍等，我去就回。于是陆晨也毫不避讳，当着莫离的面进入无字古书空间中，与幽莹修行起来。大约进行了7天7夜。这一次幽莹异常主动热烈，让陆晨感到从未有过的体验。最后出来时，陆晨都感觉到腿脚有些发软。幽莹这绝对是故意的，真以为把我榨干了就不能和莫离修行了？都10万余岁了，还这么天真？陆晨心底一阵无语，无奈地摇了摇头。而无字古书空间7天7夜，现实之中也不过是短短几瞬间。你这无字古书虽不知其来历，但极其不凡，竟是来自仙界之物。莫离的声音响起，竟是仙界之物，这天魔女帝到底什么来头？陆晨暗暗吃惊，他可是知道天魔女帝封印幽莹时还远没有达到成仙之境，更别遑论进入过仙界了。所以他为何未曾成仙便已拥有仙道宝物？这无字天书他都可以随意舍弃，用来镇封幽莹，那说明他身上绝对不止一件仙道宝物，甚至有比无字古书还要珍贵的。虽有满腹疑问，但陆晨没有继续纠结，他走对莫离道：前辈，那这锁链能否解开？看着4根铁链锁着莫离4肢，陆晨觉得这样修行的话有些怪怪的。不可，这4根锁链乃是仙道玄魔铁所铸，以镇天符文所刻，专门用来锁住我体内的诅咒之力，一旦解开，诅咒之力涌出，后果不堪设想。目前你暂时只能揭开我双下面双修之地的那张符纸，其余的话待将来多双修几次便可揭开。至于4根锁链，待火候到时我自会解开。现在你要的就是通过双修消解我身上的咒力，咒力变弱，我的意识力量就能渐渐回归。莫离耐心地解释道。既然如此，莫离公主，晚辈冒犯了。陆晨也不再婆婆妈妈，他现在只想尽快和莫离公主修行完，然后离开元婴洞窟。他担心天鹰宗提前对魔女宗发起攻击，毕竟对方说10天期限，也只是说说而已。上宗灭下宗，完全凭心情，什么时候心情来潮，根本不看时间，直接就杀过来了。因此陆晨不能在这里拖太久。虽然刚刚才和幽莹修行完，腿脚还有些软，但阴阳无极体的玄妙确实逆天，才不到一会，陆晨便已经恢复到七七八八了，可以再振雄风，继续一战。陆晨走上祭台，伸手撕开莫离下面双修处的黄符。小公子，你一旦撕开，就要立刻堵上，绝不能让诅咒之力外泄。莫离提醒道。知道。陆晨点点头，神色也凝重起来。好在4根锁链锁着莫离，将他4肢拉开，如此修行起来倒也方便。开。准备妥当后，陆晨将莫离下面那黄色纸符撕开。嗡，在黄色符纸撕开那一瞬间，宛如有一道圣光冲出，强烈至极，几乎可将人的双眼灼瞎。但陆晨却不能退，虚迎上去，第一时间堵住诅咒之力喷出的缺口。噗，严丝合缝，彻底将诅咒之力涌出的通道堵住，不让外泄一丝。呼，还好成功了。陆晨松了一口气。莫离此时声音有些颤抖地道：小公子，动起来，如此你涌出的阴阳之力就能吞噬掉诅咒之力。另外符纸不要丢，事后要第一时间贴封回去。陆晨点点，把莫离的交代记下来。而接下来陆晨听从莫离的话，快速行动起来，锁住莫离4肢的锁链哇啦啦的响个不停。莫离这具100万年的验尸原本应该是穿着衣服的，但他被锁在这里的岁月太过漫长，衣服早就化作尘灰。这样的话修行起来倒也方便。阴阳无极体果然玄妙，也不愧是我唯一的解药。我感觉体内的诅咒之力正在快速的消解，全身轻松不少。陆晨小公子，这份恩情将来我若解困定会回报。莫离此时开心又快乐。其实没有开始双修前，他心中还有些忐忑，生怕阴阳无极体无用，那他这100万年就白等了，心中唯一的希望也将彻底灭去。好在阴阳无极体真的有效，现在莫离彻底的放心了下来。莫离前辈言重了，救您也是救魔女宗，更是救我自己。陆晨一边卖力的帮助莫离消融诅咒之力，一边说道。整个双修过程起初很顺利，但随着莫离的诅咒之力在不断消解，他体内的诅咒之力竟突然之间不受控制的暴动起来，同时一道可怕精神意念降临，融入这些诅咒之力中。不好，是鬼仙域万咒门圣女月苍兰，他定是有所觉察，一缕主体意识竟通过诅咒之力隔界降临。陆晨，他是精神体状态，我立刻构建精神空间，把他拉入其中，将他困住。你继续为我解咒。莫离焦急的声音在陆晨脑海中响起。陆晨神色微凝，疯狂地为莫离解咒。
按他的说法，身上的咒力越弱，岳苍兰隔界降临的意识体就会越弱，所以陆晨现在也只能拼命了，能给莫离减轻1分压力是1分。该死的莫离，你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吗？交出藏仙图，我可以收走诅咒，放你一条生路。岳苍兰冰冷的声音响起。做梦，我都受了100万年的诅咒，现在交出去，我这100万年折磨岂不是白受了？藏仙图我交给下界之灵，也绝不会交给你。莫离毫不犹豫地拒绝道。敬酒不吃吃罚酒，真以为我奈何不了你？外面那小子立刻停下，退出他的身体，本仙尊许诺可以给你无穷好处。岳苍兰发现说服不了莫离后，转过头来诱惑起陆晨。你能给我什么好处？陆晨神识回应道，但解咒动作却丝毫没慢下。撞击的莫离构建的精神空间一阵晃动，莫离和岳苍兰的意识体都像是被狠狠撞击了一下，娇躯轻颤，心底生出一股异样的感觉。吾乃鬼仙尊，执掌乾坤万界，手段通天，至宝无穷，你区区一只小小凡尘蝼蚁，无论你有什么愿望，只要你说，本尊都能办到。我只要你立刻停下。岳苍兰的声音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俯视和自信，口气太大了。先不说那藏仙图你就拿不到，你若无所不能，就不需要求我这个凡尘蝼蚁了。所以闭上你的嘴，别打扰我为莫离前辈解咒。陆晨冷喝道。仙尊固然强大，高高在上，但陆晨在灭他10道分时时就已经与之结下了生死之仇。对方现在说的好听，但将来只要有可能就必会出手将他抹杀。有时候大人物的女人更记仇，既然已是死敌，陆晨自然无需跟他客气，更不指望对方心善，将来会放过自己。现在还不如坚定地站在莫离这边，刷这一波好感。莫离至少是摸得着的，是真正需要他的，实实在在就在自己面前，陆晨相信自己能把握住。你无知可笑的一只凡尘蝼蚁，我记住你了，本尊将来定会让你生不如死。被一个自己视为凡尘蝼蚁的人呵斥嘲笑，他快要被气爆了。呵呵，陆晨做得好，此女心胸狭隘，睚眦必报，你得罪了她，就绝不可能放过你。现在他不杀你，因为奈何不了你，只有无能的狂怒。莫离笑道，他对陆晨越发的喜爱，若在现实里，他的身体可以动，绝对会抱住陆晨亲上一口。无知，真以为我奈何不了你？咒术移魂。此时岳苍兰彻底暴怒，竟然不顾一切地发动咒术。正在为莫离解咒的陆晨突然间感到神魂一震，下一刻他解咒动作停下，因为他的神魂离体被移到了莫离所构建的精神空间中。在这里，他终于见到了岳苍兰这位鬼仙尊的真容。这是一个穿着白衣宫装的高冷女尊，容颜绝色，就是胸口确实有点狭隘，显得有些贫瘠，远不如莫离富有。小蝼蚁，无知咒术，有惊天动地之能，岂是你能想象的？现在我随时可捏死你。岳苍兰冷笑道，你恐怕忘了这里是谁的空间？你要杀陆晨，有问过本公主吗？莫离飘逸出现，冷冷笑道。此时的莫离和外面的100万年验尸一模一样，但他现在是意识体，显然更动人一些。你拦不住我。咒术灭魂。岳苍兰直接发动咒术，欲抹杀陆晨。砰！但下一刻，陆晨出现在他面前，一拳轰在他的身上，将他轰飞出去。而对方的咒术灭不了陆晨之魂，因为他的咒术作用在了原主之魂上，而陆晨却是重生入住之魂，所以对方的魂咒术对陆晨无效。怎么可能？我的魂咒术怎可能对你无用？岳苍兰有些难以置信，尖叫道：陆晨，你的阴阳魂体可以克制他，快与他双修，将他炼化吸收。莫离这时飞过来，定住岳苍兰的意识体。岳苍兰毕竟只是一缕意识降临，又被困在莫离所构建的精神空间中，一时之间竟无还手之力。不过岳苍兰乃是一缕鬼仙尊意识，正常手段根本磨灭不了他，因此莫离才想到了双修这个办法。好，为灭岳苍兰这缕主体意识，陆晨也管不了那么多，直接紧紧抱住他，不让他走。我来助你。莫离飞来，快速震碎岳苍兰身上的衣服。小小蝼蚁，竟敢亵仙！滚！岳苍兰怒喝，同时极力挣扎。他堂堂仙尊，竟会落得如此田地，简直是莫大耻辱。虽然这只是他的一缕本体意识，即使被抹灭了，对本体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可是，在意识消散前，本体意识也会感同身受。陆晨，别和他废话，今日将他这一缕本体抹杀，彻底斩断他与本体的联系。如若不然，以后我们一言一行，甚至双修过程都会在他的监视下。莫离说道。还能这样？原来仙尊也是个变态偷窥狂。陆晨此时冷冷嘲笑道。你！这一刻岳苍兰气急攻心，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
他从没见过一个凡尘蝼蚁，竟然对他无一丝惧意，还敢嘲讽、调侃、亵渎仙尊，所以令他一时失神。啊！凡人，你竟敢！岳苍兰尖叫，但话未说完，就迎来了陆晨的攻击。阴阳无极，世祖吞咒。陆晨此刻自然不忘吸收炼化岳苍兰的诅咒意识。陆晨干得好！岳苍兰小贱人的这一缕本体意识正在变弱，加油干！莫离大喜叫道。岳苍兰将他害成这样，对岳苍兰恨之入骨，看他越惨，他就越爽。不要啊！凡人，你可知亵渎仙尊的后果？还有莫离，你将是要回仙界的，那时我定会拿下你，请来街上最脏最臭的乞丐来玷污你。岳苍兰此时声音无比虚弱地道。与此同时，仙界鬼仙域万咒门的禁地中，岳苍兰仙尊的本体在闭关中。该死的！陆晨、莫离，你们！岳苍兰发出尖叫，因为他的本体能感同身受。莫离的精神空间中，岳苍兰已经极度的虚弱，意识体都变得虚幻起来，神智更是已经有些不清了。而此时他的样子也正是他本体的样子。最后岳苍兰丢了魂，也丢了，最终被陆晨顷刻炼化。陆晨、莫离，今日之辱我记下了。至于岳苍兰的本体，此时瘫软在床上，连根手指都不想动一下，只能在心中怒叫。他的一缕本体意识已经被陆晨炼化，本体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但那种剧烈的感觉依旧抽空了他一身的力气。抛去如齿不说，这种感觉，陆晨虽是小小凡人，倒毕竟是阴阳无极体，将来将他拿下，定要日日折磨，方可消我心头之恨。岳苍兰思绪飘渺，暗恨恨地想到。而在炎黄下界魔域九幽国魔女宗的最后一层元阴洞中，陆晨的意识终于回归肉身，没有了岳苍兰那小贱人打扰，感觉好多了。陆晨，你还行吗？要不要先用黄纸扶风柱？你休息一下再继续。莫离关心地问道。不用，我还行。陆晨可没有时间再浪费了，必须尽快结束这里的事，然后离开元阴洞窟。还行，不愧是阴阳无极体，是真的强啊！莫离感叹不已。于是接下来的时间，陆晨和莫离这具100万年的验尸继续修行。这一修行又是2天2夜。可以了，你爆发的元阳足可让我消化1年，用来消磨诅咒之源。陆晨，你结束后立刻用黄符柱，莫让诅咒外泄，否则整个魔女宗都会在顷刻间化成绝灵之地，哪怕修习过我改良过的功法，都无法抵挡这个层次的诅咒。莫离提醒陆晨道。陆晨照做。当黄色符纸将莫离这具100万年验尸的诅咒力出口封住时，终于感到松了一口气。莫离前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是有关主峰的元阴式魔阵。陆晨将自己进入元阴洞窟的目的一五一十地告诉莫离。莫离的分身算是魔女宗的始祖，自然不会见魔女宗灭门而不救了。原来你是为此而来。你除要炼化宗主级元阴外，若想彻底掌控此阵，还需我教你的手法，那样的可以将诅咒凝躯，为你战斗。当然，这些诅咒之力都是我正常释放出来的，一直通过阵法会居于主峰地底下，汇聚了这么多年，积少成多，也强得可怕，足够应付任何危险了。你打开元阴式魔阵后，再以我教的手法凝咒成躯，可战任何对手。莫离说道。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莫离，现在就送我离开，1年后我再来和你双修，助你解咒。陆晨说道。经过刚刚的合作后，二人现在的关系已经无比密切，不分彼此。更何况他们现在有共同的敌人岳苍兰，对于自己现在还是下界一名小小的魔皇，就得罪了一位仙尊，陆晨也很无奈。关于藏仙图，等你下次进来，我再告诉你。将来我们要一起对付岳苍兰，而且你的阴阳无极体有无限潜能，所以有些秘密我都会告诉你的。离去元阴洞窟前，莫离对陆晨说道。好。陆晨点点头，随后一阵传送之光将他笼罩。嗡！下一刻阵光闪耀，陆晨消失在原地。再出现，他已回到了魔女宗。赵婉月，若肯投降臣服，做本少宗女奴，可饶你不死。至于陆晨，立刻交出，否则灭宗就在顷刻间。与此同时，陆晨听到一道张狂的声音响起，传遍整个魔女宗。陆晨看到整个魔女宗现在一片残破，显然在此之前已经经历过了大战。果然上宗灭下宗根本不会和你讲原则，哪怕之前说好给10天期限，但他们什么时候出手，只是一句话的事。陆晨在元阴洞窟中才待了4天不到的时间，结果天阴宗下令在第3天就对魔女宗发动了攻击。昨日那次进攻主要是由9幽国各大势力联合出手对付魔女宗的，天阴宗的人尚未出手，这些参与到围攻魔女宗的9幽国势力有天魔药宫、炼魔宗、血影教、天煞盟、暗影阁、日月魔宗等。
九幽国10大势力几乎都来。上宗有令，他们只能成为炮灰打手阵。若不听令号令，对魔女宗出手的势力，事后极有可能会迎来上宗问罪。比如拒不参战的合欢门、素女宫。不过现在都出手的九幽国势力，他们本身就想灭魔女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倒也不算被强迫。何况有天阴宗托底，且第一次进攻只是立威，倒没有赶尽杀绝。但魔女宗众弟子和长老依旧受伤无数，个个身上都有伤，有些甚至已到了药石难救的地步。当然，九幽国各大势力也死伤无数。毕竟魔女宗地界的特殊，哪怕他们身带定修珠，也无法在魔女宗久留。此战让他们见识到了魔女宗的可怕底蕴，即使九幽国所有势力联合，也难以灭之，但也因此摸清了魔女宗的底细。所以今日这一次，则由天阴宗少宗主英杰亲自领队杀入魔女宗。在天阴宗少宗主英杰的身旁，有方银梦以及4大长老，身后则是天阴宗的死士高手，散发出无比恐怖的气息。最弱都是小魔宗境，不愧是上宗，实力底蕴超乎想象。另外，九幽各大势力如天魔药宫、炼魔宗、血影教、天煞盟、暗影阁、日月魔宗等，也一对对罗列一方，至少也是大长老级的人物带队，甚至有些宗主亲至。而焦如银、杨烟等人也身在其中。如此阵仗，在九幽国100年难见。天阴宗少宗主是一个年轻的白衣男子，其修为深不可测。赵婉月，听到没有？还不过来跪拜我家少宗，俯首称奴，才是你唯一的出路。方莹梦冷喝道。他恨极赵婉月，作为上宗使女，那天灰头土脸的回来，对方竟然一点面子都没给他。当然，他更嫉妒赵婉月比他美丽，他很乐意看到赵婉月被凌辱的样子。此时，所有的魔女宗弟子都被逼到了第9峰。第9峰的大殿被守山大阵所笼罩，但这样的守阵抵挡不了天阴宗几击。天阴宗少主带领着众高手，已纷纷降临在9峰大殿前的广场上，可怕的威压令守山阵光都颤动起来。魔女宗众弟子此刻已然绝望，但却没有一个退缩，依旧拼命要死战到底。今日只有战死的赵婉月，但今日纵死也定让尔等付出代价。赵婉月身上的气息在不断攀升，隐隐之间要突破另一个层次。天穹之上，天雷滚滚，竟是天劫将至的征兆。师妹，我来助你。与此同时，第3峰主蓝心怡也出列，修为全开，死战到底，师叔陪你。第2峰主云溪也飞身而出。接着第5峰主柳诗晴、第6峰主林可欣、第7峰主莫彩衣也纷纷出列，甚到连平时极少露面的第1峰主、第4峰主、第8峰主也相继现身，视死如归。我等意愿赴死，舍命一战。其余魔女宗长老和弟子拖着伤残之躯也纷纷起立，战意冲天。如此一幕让诸派动容。魔女宗若不是有地界限制，走不出此地，若不然九幽国第1势力非他莫属。我等宗门一盘散沙，自愧不如。但因如此，魔女宗更该灭。九幽国各门各派此时低语道：好一个赵婉月，好一个魔女宗。既然如此，那这魔女宗就灭了吧。天阴宗少主英杰脸色无比阴沉地开口道：原本他是对魔女宗的女人很感兴趣的，想活捉回去训成女奴供他淫乐，只可惜魔女宗的女人都无法走出这片地界，一旦走出，修为尽失。一个没有修为的女人，就算是训成女奴都没有太大的价值。毕竟有修为的女人训成女奴后，就会被各方高价争抢，买回去可以作为修炼鼎炉。少宗，这第9峰的护山阵有点特殊，普通的攻击难以破开。这时天阴宗的一位阵师走出，开口道：普通攻击破不开，那不普通的攻击呢？震天魔碑，去！英杰掌心出现一枚黝黑色的迷你古碑，此时他轻轻一甩，那迷你古碑竟然冲上天穹，瞬间放大，宛如一根擎天巨柱，压在第9峰大殿的头顶。恐怖的压力让护山大阵摇摇欲坠。本来就受伤的魔女宗弟子和长老更是娇躯震颤，纷纷吐血，脸色苍白，抬头惊恐地看着天穹。巨大的阴影笼罩下来，仿佛末日降临。这是天阴魔宗镇宗至宝之一震天魔碑。天哪，少宗主竟然带来了此物，那今日魔女宗定然难逃被灭宗的命运。九幽国的众势力有人忍不住发出惊呼：震天魔碑，给我震！英杰冷喝一声，抬手压下，随之震天魔碑发出无尽恐怖的魔音，对着第9峰大殿镇压而下。咔嚓，守山大阵破碎的声音传来，阵光便如蛛网一般裂开，随破灭。可怕的冲击力让主持大阵的魔女宗长老和弟子纷纷被击飞，受了重伤。而镇魔天碑落势不减，继续压向大殿。一旦落下，
整个九峰大殿会化作废墟，魔女宗众人更会死伤惨重。摘星手！然而这一刻，赵婉月出手，她气势已经提升到了极致，但来不及引天劫突破。只见她伸出一只玉手，上面凝取无尽魔力，随后对着震天魔碑轻轻一抓一甩，轰！震天魔碑被甩飞，砸落在一座中型的山体上，瞬间将之夷为平地。噗！但赵婉月娇躯一震，一口鲜血喷在面纱上，将之染红。与此同时，陆晨盘坐于魔女宗主峰中心，双手晃动，开启了元婴式魔阵。陆晨现在所在的魔女宗主峰距离第9峰还有一段距离，而且仅凭他自身的实力，去了也帮不上忙。所以哪怕知道赵婉月他们处境无比危险，也没有无脑的冲杀过去。他第一时间是来到魔女宗主峰，调动宗主级元婴之力，同时按照莫里所教的手法开启元婴式魔。这个过程需要些许时间，希望师尊能撑住。陆晨心中暗道，他曾经是剑域之主，知道这个时候更需要冷静。而此时第9峰大殿处，真正的大战还没有开启，只有天鹰宗少宗主英杰出手。英杰这是要立威，先是破掉9峰守护大阵，接着让一众魔女宗弟子重创，顺势战力。本想继续借助镇魔天碑一举镇压9峰，结果赵婉月出手，抬手就将镇魔天碑打飞，立威不成，反被打脸。英杰脸色越发难看，守阵已破，都给我杀，踏平魔女宗，一个不留。英杰大吼一声下令，天魔药宫、炼魔宗、秘宝宗等这些九幽国势力的高手早就摩拳擦掌，此刻听到英杰的号令，便迫不及待地杀向魔女宗众弟子。杨青，我们还是后退一些，我感觉魔女宗还有底牌，而且陆晨和9峰圣女都不在，直觉告诉我要小心有诈。杨嫣也在天魔药宫的人群中，此时他跟在其母焦如银的身后，暗中向焦如银传音道：我也觉得小心为妙，反正这么多人，多我们一个也不多，少我们一个也不少。嫣儿，跟紧我，一有不对，我们立刻远离第9峰。自从上次见到血老鬼和多宝女被赵婉月秒杀后，焦如银变得比从前更加的谨慎。这对母女，你说他们怕死吧，也未必，但他们确实非常的谨慎。老六又稳健，不会无脑冲。但有些人就不同，像秘宝宗宗主此时冲在最前，要和赵婉月拼命，因为他妹妹多宝女死于赵婉月之手，他口中狂叫着要为妹妹报仇。九幽国众势力打头阵，天鹰宗在后面紧紧逼近，永镇山河。英杰再次操控镇魔天碑，震杀向魔女宗弟子。噗噗噗！镇魔天碑下，魔女宗10数名女弟子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被震成了血雾。蝼蚁之躯，不堪一击。英杰通过杀戮后，心情大好，此时得意大笑起来。赵婉月、云溪、蓝心怡等9位峰主，此时首当其冲，拦住九幽国众势力的进攻。他们展现出来的强大实力，竟让九幽国众势力一时之间杀不进大殿中来。废物，全都是废物！银梦，你带4位长老去破开他们的防线。至于赵婉月，尽量留活的，虽然带不出去，但在这里我要狠狠干死他。英杰冷冷地下令道：是，少宗主。方银梦一挥手，带着4位天鹰宗的长老，他们皆是半部魔圣境魔尊之上为圣。天鹰宗作为上宗，底蕴可怕到极点，随便带来的4位长老都是半部魔圣境，修为都在魔女宗赵婉月众峰主之上，但达到魔圣需要度过一次圣灵天劫。这4位长老显然没有真正渡劫，但已将一半魔力化作圣力。当他们全身魔力转为圣级魔力时，就会引来圣灵天劫，若能成功，就彻底踏入圣境。赵婉月，你一切挣扎皆是徒劳，待灭了魔女宗，我们有的是时间，慢慢找出陆晨。只要封住这片天地，他就跑不了。4位长老一起出手，破了他们的防线。方银梦冷冷地说道：交给我们，小小下宗翻不起风浪。4位天鹰宗长老傲然说道。说话间，他们身影一个闪烁，便已出现在赵婉月等9位峰主面前，直接抬手一掌拍出。这4道掌印蕴含魔圣之力，威力绝伦。不好！赵婉月、云溪等9位峰主已感受到了危险，他们极力抵挡，但正如英杰所说，一切都是徒劳。轰！除了赵婉月，其余8位峰主全部被击飞，身受重伤，失去了战力。9位峰主组成的防线彻底崩溃。冲啊！杀进大殿，一个不留！九幽国各大势力的强者冲入大殿，开始大开杀戒，和他们拼了！魔女宗弟子和长老们此时视死如归，拖着伤躯迎敌。拼命！你们现在连拼命的资格都没有！镇魔天碑，给我镇！英杰再次催动镇魔天碑，从天穹之上无限放大，震落而下。这一次没有守阵，赵婉月也被重创，
根本无力再以摘星手打飞镇魔天碑一次。今日我魔女宗真的难逃灭宗命运吗？可惜主峰有我魔女宗无尽底蕴，却终究无法打开。这一刻，就连赵婉月都感到一阵无力感。魔女宗一众弟子看着从天而降的巨大镇魔天碑，也感到了彻底绝望。魔女宗完了，自今日起，九幽国再无魔女宗。九幽国各大势力冷冷地笑道，他们此刻皆是胜券在握，一个个皆是以胜利者的姿态看着这一切。这就是与我天鹰宗为敌的下场。方银梦抱手俯视着下方的魔女宗，冷冷地道：魔女宗灭后，尽全力找出陆晨。此时殷杰神情也认真了几分，显然对于他们来说，灭魔女宗是次要，找到陆晨才是这一次真正的目的。轰！然而就在所有人认为魔女宗难逃灭宗命运时，整座九峰突然震动起来。随之他们看到一尊全身冒着黑气，散发出无尽诅咒之力的巨人奔腾而来，他与山同高，此时高高跃起，竟然单手托举住了正在镇压落下的镇魔天碑。这是什么怪物？看，怪物的头顶上立着一个人。他是陆晨。阵阵惊呼声响起，而当他们看到怪物头顶上立着一个人时，他们都惊呆了。那个人他们最熟悉不过了，九幽国悬赏榜最高的人陆晨，他竟然在这时候现身了。想要灭魔女宗，问过我陆晨吗？与此同时，陆晨的声音响起，传遍魔女宗。陆晨强势登场，所骑怪物，单手托举住了镇魔天碑。这一幕震撼所有人。此刻他自然成为了全场的目光焦点。是陆晨师弟。天哪，他竟然轻描淡写之间就托举柱子镇天魔碑。魔女宗众女此时也是震撼无比。在他们的印象中，陆晨师弟入门最晚，是他们眼中的小弟弟，实力应该和他们相当。可此刻这位魔女宗唯一的男弟子所展现出来的力量超乎想象，凝咒成躯，这是操控诅咒之力的最强手段。陆晨他定是获得了宗主级先祖元婴，入主了主峰，成功启动了元婴式魔阵。看来天不亡我魔女宗。赵婉月和其余8位峰主的眼力超绝，率先看出陆晨的状态。婉月，你收了个好弟子啊，陆晨是我们魔女宗的宝。第二峰主云溪开心地笑道，看起来完全不像个受伤之人。而此时纣屈衡在大殿前阻拦住了方银梦和天鹰宗4位长老的前进之路。至于杀入了大殿中的九幽国各势力高手，陆晨神念一动，18把融合了诅咒和阴阳之力的魔刃飞出，在大殿中穿梭。噗噗噗！杀入大殿中的九幽国各势力高手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削落脑袋。无尽黑色诅咒之力缭绕着他们的身体，转瞬之间净化枯骨。18把魔刃之所以有如此威力，自是因为融入了诅咒之力，以咒力驱之，简直无坚不摧。毕竟这诅咒可是出自鬼仙尊岳苍兰之手，仙凡有别，哪怕这种诅咒之力相对莫离体内的不知被稀释了多少倍，但单从层次上便可碾压凡灵对手。以陆晨现在小魔皇的境界，凭自身实力定然不可能是这些魔尊大能的对手，但现在陆晨借用的是诅咒之力，也就他为阴阳无极体，再加上懂得驱咒手法，方能借助峰上积聚无数的诅咒之力用来战斗。原因是魔阵其实真正的作用是聚集诅咒之力，启动阵法释放出来是最简单的使用办法，进行的是无差别攻击，仅适用于守护宗门。可现在陆晨将自己与元婴是魔阵融为一体，整个主峰的诅咒之力便可为他所用，且如臂使指。他就是陆晨。你们不是说他只是天魔药宫中一个小小的魔翼吗？他现在连我的镇魔天碑都能托举住，无法下来。按你们的意思，本少宗岂不是连你们天魔药宫的一个魔翼都不如？英杰冷视着天魔药宫副宗主王延质问道。陆晨之前确实我天魔药宫最低等的一个魔翼，但这几个月他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少宗，我很怀疑这一切就与绣断剑有关，若能取到绣断剑以及他的脑袋，我们便可打开那一处地方，获得好处更是无法想象。天魔药宫副宗主王延说道。这一次他们天魔药宫就是凭借此秘密才能让上国天鹰宗出手，所以天魔药宫副宗主也将陆晨的变化一切都推到绣断剑和他身上的秘密上去，如此才能让天鹰宗他们更加重视，才会不惜一切代价的出手。那绣断剑真有如此逆天的功效？还有，你确定起手可以开启那处地方？英杰很担心，如此阵仗最后一无所获，那他就要成为天鹰宗的笑话了，他的少宗地位也会因此不稳。毕竟他父亲不止他一个儿子，他的几位兄弟对他这个少宗之位一直虎视眈眈。少宗放心，老夫敢用人头担保，只要获得绣断剑和陆晨的脑袋，那一处地方定可打开。王岩无比坚定地应道。他现在没有退路了，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好，本少宗就信你一次。
但若打不开那处地方，下一个灭的就是你天魔药宫。英杰森然地说道。王岩此刻其实已在心中暗暗后悔，请天鹰上宗出手，简直就是与虎谋皮，完全是将整个天魔药宫的命运都压上。另一边，陆晨让咒躯挡在前面，他则已飞到师尊赵婉月身边。师尊，你没事吧？陆晨担心地问道。此时赵婉月气息虚弱，受了极其严重的伤，包括其余8位封主亦是如此。无妨，还死不了。陆晨，你有把握吗？赵婉月问道。师尊放心，接下来一切交给我。师尊和诸位封主重伤，切莫乱动，且等我将他们扫出魔女宗，我再为各位师叔师祖疗伤。这次在元婴洞窟收获颇丰，倒是通过我的阴阳无极体，祝各位师叔师祖炼化仙祖元婴，不仅能够恢复伤势，实力也能大增。陆晨自信满满地道。随后他便飞跃上咒躯的头顶上。婉月，陆晨说的治疗是什么治疗？不会是像治疗玉素那样治疗吧？云溪脸色微红地道。那这样的话，他会不会让我们9个一起治疗？毕竟陆晨的记录可是几10个一起双修的。蓝心怡看似在娇羞，实则有些兴奋地道。我倒无所谓，就是婉月可是陆晨的师尊哦。嘻嘻，其余封主笑道。赵婉月眼神有些躲闪，他是想过和陆晨双修，但真到这一天，他又有些心慌。而此时，英杰、方银梦、天鹰宗4位长老等高手都飞上高空，与陆晨平视，动手不惜一切代斩下他脑袋。英杰此时一招手，已将镇魔天碑收回，然后化成一把黝黑的长剑，恐怖的杀意从他身上弥漫开来。陆晨冷笑一声，手握绣断剑，神念一动间，庞大的咒躯竟然在快速缩小，最后完全融入陆晨的体内。人咒合一，剑斩阴阳。在咒躯完全融入陆晨体内时，陆晨的修为境界在不断攀升，最终他达到了巅峰魔宗境，全身缭绕着无尽的诅咒之力，尤其是绣断剑上的纹路被点亮，无尽的诅咒之力融入其中，让其拥有莫测的杀伤力。好强盛的诅咒之力！但我等皆有顶级定修珠，陆晨，你的手段与我等无效。方银梦连步一动，率先杀来。陆晨看到方银梦腰间所系的顶级定修珠，心中感叹：这一次天鹰宗明显下了血本。要知道，一颗定修珠价值就无比惊人，现在顶层人物人人一颗，低层之人也人手一颗低等定修珠。天鹰宗花如此大的代价，就是为了得到自己的首级和手中绣断剑。看来自己身上所藏的这个秘密确实很惊人啊，可惜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陆晨心中有些无语，现在他处于保命期，先保住性命，发育起来，将来自会知道的。陆晨手握绣断剑的瞬间，心境已进了空明无尘之境，借咒躯之力，陆晨有了一丝回到前世剑域之主的感觉，而且3条引脉流转，陆晨与绣断剑之间生出一种血肉相连的感觉。看着方银梦杀来，此女是大魔尊境，若在平时，一根手指就可以碾死自己，但现在陆晨觉得自己亦可杀之。陆晨，授手伏诛吧。方银梦手中剑光划破虚空，瞬间之间斩在陆晨的脖子上。陆晨抬起袖剑，轻松格挡。你的剑术不堪一击。陆晨摇头。说话间，绣断剑挥出，血葬人间。出手即杀招，没有防守，只有进攻。陆晨此刻战意已起，剑域之主的剑一旦斩出，便只有攻没有守，不斩敌手，不归鞘。不好，快退！4位天鹰宗长老大叫道。噗！但一切都迟了。方银梦被无数冰雪剑意穿透身体，瞬间葬杀。这些冰雪意蕴含着无比恐怖的诅咒之力，一旦入体，必死无疑。怎可能？我竟会死于一只蝼蚁手中？方银梦临死前发出不甘的声音，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竟会被自己眼中的一只蝼蚁秒杀。随后咒力在他身上爆发，方银梦瞬间化成一具白骨。众人终于见识到了什么叫绝色美人瞬化枯骨。九幽国前来参与灭魔女宗的各势力魔修高手，此时惊恐欲绝。陆晨竟然已强到了这一步，如果天鹰宗败了，我们恐怕都难逃一死。众人惊恐低语。天鹰宗不会败的，有4位天鹰长老和少宗主在，陆晨定然不是对手。天魔药宫副宫主王岩冷喝道。他虽这样说，其实心里也没抵制于魔女宗一方。见此一幕，顿时士气高涨。陆晨师弟太帅了，没想到陆师弟方方面面都这么强。方银梦那小贱人之前叫的有多欢，现在就死的有多惨。魔女宗众女弟子感到狠狠地出了一口气。我觉得陆师弟是在为封主出气，之前方银梦竟敢羞辱封主，陆师弟定是记在了心里，一怒为红颜。陆晨对封主真好脸。此刻放松下来，魔女宗众女甚至还有力气八卦起来。
赵婉月看着飘立在前方，正以一人之力抵挡万敌的陆晨背影，心中也生出一种奇怪的想法：难道陆晨真的是为了他？赵婉月心跳加速，耳根通红。美女师尊，她害羞了。而这时候，天鹰宗4位半步魔圣境的长老已经同时杀出，不同于方、银梦大魔尊境。这4个老家伙可是实打实的半步魔圣，实力非常恐怖。若陆晨是普通熔咒入体，提升修为，那绝对不是他们对手。但陆晨曾是剑域之主，可以完美的掌控这份力量，而且在战斗意识上远远凌驾于4人之上。小子，借来的力量终究是借来的。刚才是我等大意了，竟让你出其不意的杀了使女，但现在你不会再有任何机会，给我去死！4位元婴宗长老手中各自操控着一件法宝，从4个方向同时轰杀向陆晨。好恐怖的攻击，已无限接近于黄级小魔圣一击。云溪的神情再次凝重起来，魔断黄泉。但陆晨没有一丝退缩，更无防守，而是以对攻对，强势出剑。当下状态，陆晨可以将这一招的威力发挥到极致。方圆100米瞬间被一股黄泉死气所笼罩，这股死气中还蕴含着可怕诅咒之力。仅是一瞬间，方圆100米内一切生灵，除去陆晨之外，全部失去生机，化作烟尘。包括4位天鹰宗长老，他们连惨叫都来不及叫，身上的定修珠先爆碎，随之化成人干，再而爆开，化成一片烟尘，湮灭于天地间。怎会这样？4位元婴宗长老竟都不敌，这样的战斗结果显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同时，恐惧开始在他们心底蔓延。去，拦下他，给我争取时间！我要解开震天魔碑的全部封印，释放其完全形态，斩杀陆晨！天鹰宗少宗主英杰大喝道。他带来的都是天鹰宗的死士。此时得令之后，这300天鹰宗死士以自杀式的形式杀向陆晨，为的就是将陆晨缠住，为英杰争取时间。但面对此刻状态下的陆晨，这300天鹰宗死士不堪一击。陆晨直接咒力全开，释放出来，将300天鹰宗死士笼罩。砰砰砰，他们身上的定修珠纷纷爆碎，随后一个个被诅咒之力侵蚀，瞬间化成一具巨人干。陆晨，我的震天魔碑已经完全解封，没想到你竟能将本少宗逼到这一步，现在给我去死！震天魔碑完全形态，九幽震域。天鹰宗少宗主脸色阴沉，这一次他损失太大了，若不能拿下陆晨，那他根本无法向门中交代。只见震天魔碑无限放大，散发无尽着怨气，更有无数的怨魂在上面嘶叫。快退！这一击陆晨扛不住，必死无疑，1000米之内皆成绝域。九幽国各修士立修者惊恐大叫，纷纷后退。轰！震天魔碑落下，陆晨被彻底镇压。陆晨死了吗？所有人以为一切到此落幕，但下一刻，震天魔碑炸开，陆晨浑身浴血的冲出，他身上的玄武内甲和泥人铠甲一片残破，袖断剑上的光芒更是变得无比暗淡。陆晨这都没死，他以袖断剑斩碎了震天魔碑，这袖断剑到底什么来历？所有的人都被吓傻了。但这一刻，陆晨却收起了袖断剑，手中换成一把枪，白虎追魂枪。在天鹰宗少宗主的震天魔碑完全形态镇压下，陆晨有那么一瞬间确实感受到了生死危机。震天魔碑乃是天鹰宗的至宝之一，威力恐怖，只怕连黄级小魔圣都能镇压。陆晨现在已经了解到，魔尊之后就是魔圣境，圣境从高到低分天、地、玄、黄4个等级，即天级魔圣、地级魔圣、玄级魔圣、黄级魔圣，每个等级一分小、大、巅峰3个小境界。此时陆晨借咒躯入体，暂时拥有了黄级小魔圣的战力。刚刚一瞬间，他全力催动袖断剑与震天魔碑硬碰硬，这一击拼的是谁的宝物和战力更强。结果不言而喻，袖断剑更逆天，一剑斩碎了震天魔碑。但天鹰宗少宗主这一击也异常恐怖，幸好陆晨提前激活了玄武内甲和泥人铠甲，双重防御下，陆晨依旧受了伤。袖断剑竟然是比震天魔碑还要高级的宝器，难怪天魔药宫将赏心一提再提，最后连天鹰宗少宗主都坐不住，亲自带队杀了过来。九幽国各大势力的高手远远观望，此时皆是一脸难以置信。噗！而震天魔碑被斩碎，英杰当场受到反噬，一口鲜血喷出，同样受到了重创。他第一时间取出一颗丹药，张口吞下，随之只见他身上气息流转，转瞬之间就已完好，且气息回归到了巅峰状态。圣级归西魔丹，此丹可瞬息之间让人重伤之人恢复，且实力回归到巅峰状态。不愧是上宗少主，底蕴伟10惊人。炼魔宗宗主此时站在一具巅峰魔尊境的尸魁身后，
惊叹的开口。这一具尸傀儡乃是他的本命尸魁，此时生前世的师尊，结果被他暗害，炼制成他的本命尸魁。四周观望者一边震惊于绣断剑的可怕，竟可斩碎震天魔碑，一边也惊叹于天鹰宗少宗主的底蕴。圣级归西魔丹随手可取出，陆晨，你竟敢毁我至宝，今日我定要让死无全尸！天鹰宗少宗主怒吼，他无比心痛。方银梦和4位天鹰宗长老，还有一众天鹰宗死士被陆晨斩杀，他都没有心疼。但震天魔碑乃是宗门至宝，此时被斩爆，他回宗门根本无法交代。但绣断剑能斩碎镇魔天碑，足可说明绣断剑是比镇魔天碑还高级的宝器。只要我夺到绣断剑，斩下陆晨脑袋，回宗就有交代了，而且是有功无过。天鹰宗少宗主心中暗自思索道，他手握魔刀，强势杀向陆晨，趁他病要他命。陆晨虽然斩碎了震天魔碑，但也显然受伤了。陆晨完全不在乎身上之伤，手握白虎追魂枪，心境进入无喜无悲的状态，只有枪意在身上爆发，好强的枪意。陆晨见到惊人，枪术也如此可怕吗？九幽国各大势力的高手此时已经被震撼到了有些麻木。固然陆晨是以咒躯入体，借来了外力，才有如此境界和力量，但剑道和枪术却是个人的修行感悟。陆晨笔直地站在那里，仿佛是一把可以刺破苍穹的长枪，是人枪合一，天人之境。陆晨将来若境界上来，这世间将难有敌手。赵婉月和一众峰主也发出惊叹，谁能想到当初收入门的小小魔翼，今日成了守护魔女宗的存在，以一人之力守全宗。天鹰刀诀，太阴一刀斩。而这时候天鹰宗少宗主率先杀来，一刀出，风云变色，天地之间皆有刀击之音，无数阴魂汇聚，遮天蔽日，阴冷的气息席卷八方。天鹰宗的正宗绝学之一天鹰刀诀，乃是天圣级刀术。少宗主果然强得可怕，陆晨枪术再强也难敌太阴一刀斩。这一刀稳了。九幽国参与围杀魔女宗的众势力高手此时都松了一口气，若是少宗主不敌被杀死，那他们恐怕也难逃陆晨的杀戮。而且就算逃得出去，事后天鹰宗也必会追究，最终结果都不会好到哪里去。只有少宗主击杀陆晨，他们才能无事。陆晨死！少宗主携着恐怖的刀势瞬息杀至，陆晨站在原地一直未动，直到这一瞬间他终于动了。白虎追魂枪一枪刺出，一枪破万道。陆晨在枪意凝聚到极致的时候也终于出手。此枪术正是陆晨从多宝女的储物袋中所获的，讲究的世界天地之势化成枪意，刺破万道。你有苍天万道，秘法万千，我有一枪足够，一枪破万道，灭万法。轰！刀意和枪术碰撞，天地轰鸣，恐怖的毁灭之力炸开，大地塌陷，碎石纷飞，烟尘四起。随后一道身影被刺穿，定在了远方的山体岩壁上。是少宗主，他竟败了，怎么可能？看清那道身影后，阵阵惊呼响起。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败的人竟是少宗主。此时被白虎追枪洞穿胸口，定在岩壁上，悬在半空中。而尘烟之中缓缓走出一道身影，正是陆晨。今日参与围攻魔女宗者一个不留。陆晨浑身是血，看起来伤得极重，随时都会倒下一般，但言语间的气势已震慑所有人。实是一枪挑杀少宗主的画面太具有冲击力了。明明他们人多，明明修为在陆晨之上，可心底就是忍不住涌出深深的恐惧。大家快走，立刻退出魔女宗！少宗败亡，王岩等人皆滞留在魔女宗，已再无机会继续留下来，只有死路一条。没有允许，你们一个都走不了。然而陆晨冰冷的声音传来，他神念一动，魔女宗主峰的封山大路瞬间打开。嗡！大阵之光笼罩魔女宗九峰，冲在最前面的九幽国各势力高手被一层无形的光幕弹回。陆晨，你这是要赶尽杀绝吗？立刻撤掉阵法，否则你与整个九幽国为敌，绝无好下场。天魔药宫副宗主王岩大声说道。噗噗噗！然而换来的却是陆晨无情的屠戮。他以御刃术操控着18把魔刃，上面灌满诅咒之力，大开杀戒。咒躯入体的时间快到了，而且后遗症严重，必须速战速决。陆晨踏出追风步，迅速赶上九幽国众势力高手，然后取出乾坤离火瓶，对着前方一倒。乾坤离火瓶中有2层封印，装着不同等级的异火。在落魔谷时，陆晨境界低，只能倒出第1层的异火，但所展现的杀伤就极其惊人恐怖。现如今陆晨本身就已是小魔皇境，再加咒躯入体，达到了巅峰魔宗境，所以他可以直接打开乾坤离火瓶的第2层封印，将里面的2级异火倾倒而出。
这天魔女帝怎会有如此多宝物？随便送出手的都如此不凡，还有那封印幽银的无字古书，它到底什么来历？陆晨现在与天魔女帝之间可以说有极深的因果，他觉得将来定然会遇到，毕竟他还与天魔女帝的功法之身双修过一场，禅究极深。呼！从乾坤离火瓶中倾倒出的异火，见风就长，席卷向九幽国各势力一众高手。不，这些九幽国众势力高手一沾上2级异火，就立刻被焚成灰烬，形神俱灭，什么都没留下。他们发出绝望的声音，拼命想逃，但2级异火蔓延，瞬间就将前方天地化成一片火海，竟然全是异火。难道这是天魔圣女曾经使用过的乾坤离火瓶？该死，陆晨他是怎么获得的？九幽国众势力高手一阵绝望，相反，魔女宗众女见陆晨大发神威，顿时欢呼起来，甚至众女还纷纷叫好。这些九幽国各势力众高手之前杀了他们很多姐妹，若不是陆晨师弟及时赶到，这些人定会将魔女宗赶尽杀绝，所以他们对这些人没有一丝同情，看到他们在异火下被焚灭成灰，心中甚至感到阵阵快意。陆晨，你太狠了，把我们赶尽杀绝，对你并无好处，你会引起公愤的，你不得好死。天魔药宫副公主王岩此时已被2级异火包围，大声咒骂道。陆晨却都懒得应他，18把缭绕着无尽诅咒之力的魔刃飞出，瞬间将他斩飞，随后2级异火卷来，将他吞没。堂堂天魔药宫副公主，巅峰魔尊境的存在，转瞬间就化为了灰烬。给我挡住！炼魔宗宗主此时将一具巨尸魁祭出，挡在身前，为自己争取时间。穿阵符，他取出一张古符贴在身上，全力催动，然后整个就被一层神秘的光晕所笼罩。陆晨神念一动，18把魔刃合体，化成一把巨刃，斩向炼魔宗主。不好，还差一点，给我挡住！炼魔宗主将一具巨尸傀儡挡在前面，100具、1000具、万具，达到巅峰魔尊境，可以拥有万具尸魁。此时他全部祭出，堆成尸山，想给自己争取些许时间。只是2级异火委实可怕，更是这些尸魁的克星。万具尸魁堆成的尸山，只在顷刻间化作灰烬。巨型魔刃更是急速斩来。不，该死的，马上就好，我绝不能死在这里。本命尸魁，去！炼魔宗主最后本命尸魁祭出，噗！尸魁被一剑碎，再被上面的诅咒之力侵蚀，很快就变成一具没有任何灵能的干尸，一火一掷，转瞬成灰。嗡！但这时炼魔宗主也终于完成古川阵符的催动，瞬化流光穿过了封山大阵，消失在远方。陆晨，害我牺牲本命尸魁，损失万具魁奴，今日之仇本宗主记下了。炼魔宗主成功遁逃，留下狠话。陆晨一笑置之，更没有去追击。对方能破阵逃也算本事，不过炼魔宗主现在一具尸魁都没了。炼魔宗的战力靠的是尸魁，没了尸魁就像就是拔牙老虎，光杆的司令没有任何威胁力。等他完全恢复过来，也不知是何年何月了。那时陆晨也许抬根手指就可以碾死他。陆晨此时继续屠戮九幽各势力高手。陆晨，求求你撤去大阵，饶我们一命吧。我错了，我是真的知错了。在死亡的恐惧面前，这些魔修高手心智终于崩溃，开始哀求陆晨。魔灵世界没有对错，只有强弱。陆晨摇摇头，继续杀戮。今日若不是他及时归来，魔女宗已经被灭了。魔女宗有错吗？没有，弱小才是原罪。很快，这些参与到围攻屠戮魔女宗的九幽国众势力高手全部被屠戮干净，只有炼魔宗主侥幸逃走。陆晨催动乾坤离火瓶，对着漫天2级异火一收，所有的异火都回归到乾坤离火瓶中，然后他飞身到定杀少宗主阴结处，收走其储物袋后，将白虎追魂枪拔出。但在这时，已气息全无的阴结竟突然睁开了眼，然后不顾一切地扑杀向陆晨。陆晨，我和你拼了！阴结大叫着，气势很足，但陆晨一枪刺出，直接将其刺爆成一片血雾。至此，战斗彻底落幕。陆晨飞回到大殿中，脚步踉跄，身上的气息在以惊人的速度下降。陆晨，赵婉月赶紧上来扶住他，其余风主也过来，一脸担心地看着陆晨。我没什么大事，使用咒体的后遗症，在家受了些伤。你叫上那些受伤的师姐，和我一起双修，就能快速恢复。至于师尊，还有各位师叔师祖，待我恢复后再帮你们治疗。陆晨认真地说道。他现在这种状态，最好与同级的双修才能相互促进，如此岂能为师姐疗伤，也能让自己快速恢复。陆晨，有不少药师难救了，你试试能救回吗？这时赵婉月问道。师尊，你让人帮他们洗一洗，然后都送我的住处，我只能试试，尽力而为了。
陆晨也不敢保证，但试试打针治疗的方法，或许还有一丝生机，不是就什么都没有。好，我立刻去安排。就是你也要注意身体，毕竟你也是有伤在身，不要太操劳。赵婉月语气温柔地关心道。师尊放心，我心里有数，3天内我应该就能完全恢复过来。这3天和各位峰主以及长老定要压制住伤势，到时我来为你们一一治疗。师尊赵婉还有其余8位峰主身上所受之伤蕴含天阴元气，极难驱除，相当于根基受损了。只有陆晨的阴阳无极体才能助他们根除。陆晨交代一声后，便回到了圆形小院，然后取出玉髓床，开始为师姐们疗伤。魔女宗交界处，2道身影有些狼狈地冲入小树林。这2人正是焦如银和杨烟母女，她们皆是神色苍白，眼中布满恐惧。可怕，太可怕了！陆晨简直是个魔鬼。幸好我们没有往前凑，发现不对后，我们就立刻退出了第9峰。再漫上一线，我们恐怕就跟傅公主等人一样的下场，被焚成灰烬。杨烟声音颤抖地道：我们竟与如此可怕的人为敌，以前我们就不应该招惹他的。焦如银此刻深深后悔地道：以前对陆晨有多高高在上，如今就有多后悔无奈。母亲，那怎么办？陆晨强大起来，第一个要灭的绝对是我们天魔药宫。杨烟问道。正是天魔药宫的悬赏令才让陆晨陷入现在的境地，所以将来陆晨崛起定然不会放过天魔药宫。今天见识过陆晨的强大与可怕后，杨烟感到了深深的恐惧。还能怎么办？现在与他为敌，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你想想，3个月前他还只是一个小小魔翼，现在已经可以灭天阴少宗的存在了，以一人之力灭掉天阴宗几位半圣以及整个九幽国众势力的联合高手。再这样成长下去，他在九幽国根本没有对手。而且他现在可以操控魔女宗的主峰大阵，只要待在魔女宗内，他几乎是处于无敌状态。我们若想活命，只有寻找合适的时机进行投降。焦如银说道。什么才叫合适时机？杨烟问。陆晨灭了九幽国众势力这么多高手，又斩了天阴少宗，本就树敌众多，再加上他如此快速的崛起，袖断剑斩碎了震天魔碑，众人必会认定这一切与其首级和袖断剑有关，便人人想得到，都想杀他。我们想办法了解其首级和袖断剑的秘密，到时他若来灭天魔药宫，我们第一时间反水，并将秘密告知于他。想必看在我们母女都与他双修过的份上，会手下留情吧。大不了我们母女臣服为奴，一起服侍他就是。焦如银认真地说道。今日陆晨大开杀戒，表现出来的恐怖实力已经打掉了他的傲气，心底只有对陆晨深深的恐惧，同时还有一缕若有若无的复杂情绪。魔域本就崇尚强者，他们曾与陆晨双修过，在他们内心深处其实是有一丝自豪和骄傲的。母亲，你想得美。陆晨身在魔女宗，根本不缺女人，他身怀阴阳无极体，个个都争着和他双修，服侍他。你觉得我们有机会吗？杨烟摇摇头，无奈地道。一二说的在理，但我们也未必一点优势都无。焦如银却没有如杨烟那么的没自信。优势在哪里？魔女宗的圣女峰主，尤其是其师尊赵婉月，可都比我们漂亮多了。杨烟摇摇头，认为母亲是为安慰她才这么说的。论漂亮，我们确实不如魔女宗众女，她们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我们是母女，魔女宗内或许有姐妹花，有师徒花等，但绝没有母女花，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焦如银越说越兴奋，杨烟听后眼中也渐渐开始有了光亮。娘亲说的在理，我们立刻赶回天魔药宫，静候陆晨杀来。杨烟终于提起了情绪，然后这对母女花快速离开此地，返回天魔药宫。魔女宗第9峰圆心小院，陆晨日夜操劳，为一位位师姐打针疗伤，正忙得不可开交。有气了！天哪，凌霜师姐洗干净送进去的时候都已经没气了，我以为没救了，结果被陆师弟一番治疗，竟然就好了。还有李月师妹身体都僵了，最后被陆师弟一番折腾，结果又活了过。陆晨师弟的阴阳无极体当真逆天，就是有些难为他了。各位师姐很多都像李月师妹那样，身体都僵了，跟尸体无异。陆晨师弟不仅救了魔女宗，还救了姐妹们，以后我们就都是陆师弟的人了。想得美，想当陆师弟的人排队都轮不上你呢。魔女宗的气氛因陆晨的存在又变得热闹欢快起来，毕竟宗门保住了，那些药石难救，甚至之前判定必死的师姐长老们现在也都被陆晨救了回来。陆晨其实还好，他连10万年、100万年的验尸都修行过，这些洗干净的师姐们根本不算什么。而且同等级下，阴阳互补，陆晨也快速恢复到了巅峰状态，甚至借此会一举突破到了大魔皇境。如此和众位伤员师姐双修起来，就显得更加的轻松了。3天后，众位受伤的师姐全被陆晨救回治好，这让一些没受伤的师姐都恨不得受伤，
然后得到陆晨师弟的治疗。毕竟他们都能看到众位被治疗过的师姐不仅完好，而且气色更佳，实力也都上了一层楼，这让没受伤或者轻伤的师姐们羡慕不已。陆晨也终于松一口气，暂时给今儿放了个假。此时天色已暗，师姐们都已退去，圆心小院一片安静。这几天师尊和8位峰主都在压制伤势，应该很辛苦。待我调息一番后再去找师尊，为他疗伤。陆晨暗道。李思思、林英等8女也累坏了，她们也早早去休息了。毕竟那些重伤的师姐没法动，这个时候陆晨就需要他们从旁协助了。8女心思玲珑，手法不凡，倒是帮陆晨省了不少力。大魔黄境了，这次咒躯入体后遗症确实很大，但通过双修阴阳互补后实力大增，线下境界可以利用9节阴阳功中另一种形式双修了，正好符合师尊和8位峰主。陆晨熟悉了一下境界后，便飞身向师尊赵婉月的寝宫。师尊，徒儿来了。陆晨推门进入赵婉月的寝宫。陆晨，为师已准备好，开始吧。赵婉月显然知道陆晨要来的，此时她盘坐在修炼台上，没有面纱遮脸，气质若9天落凡的仙女，美得惊人。那就请师尊宽衣。陆晨恭敬的道。月色透过窗台洒落在寝宫中，一片明亮。赵婉月披着朦胧的月色，散发出惊人的美意。只是在她听到陆晨的话时，完美的娇躯微微一颤。要脱衣服啊？陆晨，这几天你日夜操劳，要不要先休息片刻？赵婉月自然不是那种懵懂无知的少女，自然知道脱衣服代表着什么，但真到这个时候，她又有些放不开，一脸的害羞之色。师尊放心，我现在状态非常好，生龙活虎的，无需休息。反倒是师尊有伤在身，做徒弟的怎能安心，必须尽快治疗好，徒儿才能放心。陆晨认真的说道。赵婉月知道避不开了，但她有些担心的地道。陆晨，我知道你的治疗方式应该跟治疗玉素时的一样吧，可为师乃是巅峰魔尊境，而你只是魔皇境，贸然双修，恐怕对你造成伤害。陆晨听到赵婉月的话，才知道师尊会错了意，他赶忙解释道。师尊，你误会了，这次治疗你和治疗玉素师姐是不同的，这次我们只进行精神双修，暂时不需要肉身双修。之所以让师尊脱掉衣服，是因为我需以特殊手法激活师尊身上各处穴位，然后再以我的阴阳之力助师尊疗伤。赵婉月听了陆晨的话后松了一口气道。原来如此，倒是为师误会。也罢，为师这就宽衣。赵婉月依旧有些放不开，但心理上可以接受多了，毕竟还不用肉身双修。赵婉月，其实内心深处你是想的，但你在纠结什么呢？赵婉月心中轻轻闪过一丝遗憾。此时她缓缓脱去了身上的衣服，一具绝美的胴体在月光下熠熠生辉。即使是陆晨看惯了美色，此时都不由得呼吸为之一顿，心跳都加快了些许。这是陆晨和魔女宗众女双修时从未有过的感觉，甚至和银幽、银秋、天魔女帝的功法之深，莫离的100万年验尸，陆晨都是心无波澜，更多的是为了修行，或者是身处低位不得已为之。可此刻面对师尊赵婉月，陆晨竟然有一丝异样的情感波动，是禁忌的快感，还是因为别的？若是禁忌也不至于，毕竟在合欢谷时，陆晨也和柳青羽、柳如烟母女一起修行过。若是感情，我对此早就不抱任何期许。陆晨摇摇头，将这一缕情绪掐灭。新婚之夜，洞房之际被新妻背刺的画面还历历在目，陆晨绝不允许自己犯同样的错误。此刻陆晨在看师尊赵婉月，已经显得一片平静。对了师尊，这一次我在元婴洞窟收获颇丰，获得了一些宗主级先祖元婴，一会在治疗的时候，我便以阴阳之力助你炼化。陆晨此时已经开始上手，手指在赵婉月身上游走，开始以阴阳之力刺激赵婉月身上的穴位。此时二人面对面的盘腿而坐，靠得极近，彼此能感觉到对方的呼吸。宗主级先祖元婴，陆晨，此物太过珍贵，你留着给自己将来炼化晋升宗主之境吧。为师即使没有宗主级先祖元婴，不出多久亦可破境。赵婉月惊叹于陆晨收获的同时，也开口拒绝道。师尊放心，宗主级先祖元婴我并不缺的，而且我目前修为终究还低，整个魔女宗还是得师尊您坐镇。您炼化宗主级先祖元婴后，便可操控主身的元婴式魔阵了，哪怕我不在魔女宗，亦有师尊您在，如此才能确保魔女宗的安全。陆晨缓缓说道。他现在并没有急着将元婴洞窟中莫离是诅咒之源这个秘密告诉赵婉月。赵婉月等整个魔女宗的弟子都修炼了莫离改良过的功法，此法和诅咒同生共存，所以修行起来事半功倍。可一旦离开魔女宗地界，没有咒力支持，他们的功法运转就会出问题。所有修炼了魔女宗功法的女子，一旦离开魔女宗的咒力区域，修为就会流失，将来莫离身体的诅咒之力
总有清除解决的一天，到时魔女宗将再无诅咒之力，魔女宗众女，包括师尊，恐怕都会出现问题。所以下次和莫离双修时，需问他解决之法，最好是从功法的根源上解决。莫离是仙界强者，此事对他应该不是难事。陆晨心中默默想到。另一边，他已经取出一份宗主级的先祖元婴，开始以阴阳之力助他炼化，打入其体内。赵婉月听陆晨这么说，也便没有再拒绝。毕竟陆晨说的也是事实，陆晨现在处于成长期，而且是唯一可以走出魔女宗的人，不可能一直都留在魔女宗内。当然，赵婉月心中也是感到无比吃惊的。他当年进入元婴洞窟，也仅获得一份风主级先祖元婴而已。陆晨竟然如此轻易的就获得了宗主级先祖元婴，而且不止一份。难道这就是阴阳无极体的逆天之处？最终，赵婉月只能将一切归功于陆晨的阴阳无极体。师尊，开始凝神静息，一会在内我们心神交融，进行神交，以此连接交流通道。在外，我会以阴阳之力不断激活你全身穴位，助你炼化这份宗主级先祖元婴。陆晨说道，他的手指在灵活的游走。赵婉月感觉有种异样的感觉，不知是因为阴阳之力的刺激，还是陆晨的手法特殊，但效果却显而易见。阴阳之力入体，他的伤势开始在恢复，但速度有些慢。可当他的神魂与陆晨的神魂连结一起时，他穴位吸收阴阳之力的速度骤然加快。师尊，就是这个时候，全力吸收炼化宗主级先祖元婴。神魂空间中，陆晨开口道。在神魂空间，二人的魂体已经交缠一起，开始了修行。而赵婉月开始意识到错估了一件事，神魂双修竟然比肉身双修还要让人受不了。月色朦胧，寝宫之内明明很安静，但却有一股旖旎意境在飘散开来。陆晨，快点，为师要不行了。神魂空间中，赵婉月惊呼。神魂双修下，此刻赵婉月已经达到了极限，她马上要维持不了神魂双修的状态了，到时就会退出神魂空间。师尊，再忍忍。陆晨加快炼化速度，无尽的阴阳之力将宗主级先祖元婴炼化，然后再通过赵婉月全身各个穴位将之吸。此时这一份宗主级元婴已经被赵婉月炼化吸收了90%，还差最后1成。可是赵婉月已经快要到极限了，神魂双修竟然要远比肉身双修还要让人难以承受。徒儿，快，再快些！赵婉月已经不顾一切地催促道。陆晨此时只能拼命了，必须要在退出神魂双修状态前，让赵婉月完全炼化吸收掉这一份宗主级先祖元婴。轰！终于在最后一刻，赵婉月完成这一份宗主级先祖元婴的炼化，同时一股力量在她体爆开。赵婉月和陆晨皆是感到神魂一震，然后双双退出了神魂双修状态。师尊，坚持住，凝神静息，立刻将所有力量汇聚魔海丹田的金丹处。看到全身失去力气就要瘫倒的赵婉月，陆晨赶紧扶住，同时低声提醒道。美女师尊听到陆晨的话，此时勉强打起精神，运转功法进行最后一步修炼。此时赵婉月不仅伤势全好，而且修为大进。在炼化完这一份宗主元婴后，她要踏入黄级小魔圣境，仅在一念间。但若能压制境界，继续打磨，借着吸收的这一份宗主级先祖元婴，她是有可能一举冲入玄级魔圣境的，可直接跳过黄级魔圣境。赵婉月是有野心的，以前她不敢想，但现在有了这份宗主级先祖元婴，以及陆晨这个阴阳无极体相助，她觉得有机会。如果只是这份宗主级先祖元婴，我最多可以冲击到黄级巅峰魔圣境，但如果在突破当天和陆晨肉身双修，就有机会打破这个桎梏，一举踏入玄级魔圣境。只是我没有想到是神魂双修竟然会如此难以承受，刚刚的表现真是丢脸，现在和陆晨面对面定然无比尴尬，还是装着继续入定修行的样子吧。身为师尊的赵婉月回想起他刚才的表现，他尴尬的想在寝宫的地下抠出一室三厅，所以他还是决定装死，这样就不用面对陆晨了。这方法虽然有些鸵鸟，但至少有用。师尊身上已无大碍，而且修为正精进中，徒儿这就放心了。陆晨此时给赵婉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发现现在赵婉月的状态非常好。师尊，你好好休养，徒儿还要去为几位风主师伯师祖疗伤。陆晨其实知道赵婉月故意装死，应该是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他心中好笑，也不再调侃这位羞耻的美女师尊，飘然离开了寝宫。陆晨出了第9峰，现在如果一个个的跑8峰，那就太费时了，不如我直接前往主峰，然后让8位风主师伯师祖一起过来，然后一并助他们疗伤，炼化风主级先祖元婴。陆晨觉得一个个来太没效率了，完全可以聚集一起，共建神魂空间，一起进行神魂双修。之所以单独给赵婉月开小灶，自然是因为自己本身就在第9峰，且赵婉月是他的师尊，若是赵婉月也和各位师伯师祖一起，那就更放不开了。不过面对各位师伯师祖，
陆晨就没必要那么拘束了，可以完全放开来。陆晨叫上李思思、林英等8位侍女，一起来到主峰，让他们收拾出一个巨大的房间，然后让他们去一一通知8位封主。不多久，8位封主相继赶到：1封主穆雪薇，2封主云溪，3封主蓝心怡，4封主云舒瑶，5封主柳诗，6封主林可欣，7封主莫彩衣，8封主玄音。8位封主个个都是绝色美人，且充满成熟的韵味，根本不是青瑶等9封圣女可比的。这里就是主峰大殿吗？当真雄伟，我还是第一次进入主峰，说来这都多亏了陆晨师侄。云溪和陆晨打交道最多，甚至陆晨双修治疗玉素圣女时，云溪师祖还在门外帮忙护法，所以他和陆晨自然没有什么生疏感。而且云溪的性格也比较活泼开放。各位师伯师祖，深夜叫来有些唐突了，但我知诸位深受天阴之伤，压制得异常痛苦，所以便一起叫来，一次性给诸位师伯师祖治疗。陆晨情真意切地道：陆师只有心了，这天阴之伤确实可怕，他竟侵蚀我等魔脉和魔海丹田，伤到根本难以驱除，也只靠陆师侄的阴阳无极体了。第3封主蓝心怡说道。其余封主此时都有些害羞，他们看到陆晨治疗门中女弟子时，其实他们又何尝不心动，但又拉不下身份，且境界差距摆在那里，他们都只能忍着。那我们也不浪费时间，立刻开始治疗吧。诸位师伯师祖，请宽衣上床。陆晨说道。8位封主齐脸红。陆师侄，你师尊呢？他伤得最重。7封主莫彩衣问道。师尊我已治好，现在就剩下诸位师伯师祖了。陆晨大大方方地道。好，既然连婉月师妹都被师侄给治疗了，我们又有什么放不开的？5封主柳诗韵率先解衣上床，其余封主也不再矜持。接下来的画面太美，乃大道禁忌，不便过多的描述，但8位封主还是像赵婉月一样误会了陆晨。陆师侄，我们境界差距太大，你又只有一个人，会不会让你太伤元气？若是如此，我等还是一个个来，你也会轻松些。7封主莫彩衣担忧地道。诸位师伯师祖误会，这次治疗是神魂双修，而非肉身双修。随后陆晨很有耐心地将情况介绍了一遍。原来如此，8位封主明白过来。随后他开始构建精神世界，9道精神交缠一起，不分彼此。天亮时分，8位封主的表现并不比师尊赵婉月好到哪里去，但8位封主倒是大大方方，没像赵婉月那样装鸵鸟。陆师侄，此道果然玄妙，既然无法肉修，那以后魂修道是可以找师侄了。云溪脸色绯红地道。其封主也纷纷点点头。此时他们个个都是气息饱满，伤势痊愈，修为精进。这一次陆晨只帮他们炼化了封主级先祖元婴，毕竟若是拿出太多的宗主级先祖元婴会吓到他们。另外陆晨留着宗主级先祖元婴，将来亦有用。总之这8位封主踏入黄级魔圣境也是指日可待。我感觉快要压制不住，估计突破就在近日。突破之日，我想和陆师侄进行肉身双修，我借阴阳无极体一举破境，不知陆师侄方便否？云溪问道。云溪毕竟长了1倍，所以他也将会是第一个踏入魔圣境的人。这一次通过与陆晨神魂双修，以阴阳之力炼化一份封主级先祖元婴后，他的境界再也压制不住了。直觉告诉他近日就要突破渡圣灵天劫。他知道阴阳无极体的妙用，若有阴阳无极体相助，他不仅可以提升渡劫的成功率，更能一举冲击更高的境界。师叔，陆晨境界尚低，肉身双修的话会不会？其余封主此时有些担心地道。无妨，我近日应该就能突破，踏入大魔皇境，到时勉强与云溪师祖肉身双修，应该还能做到的。若是能让我魔女宗尽快多一位魔圣境存在，我伤点元气也无妨。陆晨表情认真地道。现在魔女宗还没有魔圣境的存在，陆晨一直有个疑惑，就是魔女宗除了云溪，其余的老祖级人物并没有看到，即使在魔女宗灭宗之际也并未见到。按理说一个宗门底蕴不可能缺少老祖级人物底蕴的，毕竟是传承了漫长岁月的宗派。元婴洞窟中那些长老、封主、宗主级先祖只是占了部分，但绝不是全部。显然魔女宗还隐藏着别的秘密，比如这个魔女宗的主峰就是一处神秘的未知之地，有可能秘密就在这魔女宗的主峰中，只是这段时间他日夜操劳，根本没时间去探索。那就有劳师侄了，若我能成圣，到时可以告诉师侄一个秘密。云溪神秘一笑道。那诸位师伯师祖继续在这里巩固修为，此地主峰魔灵之气更加浓郁，有助于你们修行。陆晨点点头，也不再打扰他们修行，退出了房间。而8位封主也懒得穿衣服，继续盘坐在玉髓床上修炼。他们发现
光着身子在玉髓床上吸收魔灵之气的速度比平时提升了1倍不止。这个发现让他们兴奋不已。陆晨师侄这件玉髓宝床真是个宝啊，不仅适合用来双修，在上面修行也事半功倍。第6峰主林可心惊叹道，其余峰主亦是都点头称是。刚刚真的回味无穷，没想到陆师侄魂修都这么厉害，将来若是肉身修，谁受得了？云溪师说你是最先享受的，到时可得和我们说说心得哦。陆晨不在，8位峰主便一边修炼一边肆无忌惮地骚聊了起来。哦，想知道啊，到时一起来旁观呗，本师叔反正是不介意的。我就是要缠死你们这些妖艳的小贱货，嘻嘻。云溪得意地笑道，但他并不知道，他们所说的话都进入陆晨之耳。陆晨炼化了宗主级先祖元婴，又有莫离胶的手法，已算是魔宗主峰的绝对主人。在主峰这片领域之内，没有什么可以逃得过他的感应，凝神之下，听觉更是可直达10公里。这位云溪师祖还真是挺有趣的，下次肉身修得狠狠地卖力干活，谁让他自作主张让人旁观的，定要稍加惩戒才行。陆晨心中暗道，他现在其实算是魔女宗的新宗主了，入主主峰，又解救宗门于危难间，更是救活了众多女弟子，声望鼎盛，在魔女宗内无人能出其左右。不过陆晨对当魔女宗宗主完全不感兴趣，他打算培养美女师尊，让她当宗主，自己狗在美女师尊身后发育才是王道。我没日没夜的操劳了几天，现在不知外面什么情况了。这次我斩了天鹰宗少宗主，更是以袖断剑斩碎了天鹰宗至保镇天魔碑，天鹰宗定不会善罢甘休，还是得想办法提升实力，无论自身的还是身边之人的，当然自强才是根本。陆晨行走在主峰，心中暗暗想到。此时天色已亮，朝阳照破苍云，洒落在魔女宗主峰上，让这里的景色充满生机，无比壮丽。公子，不好了！外宗传讯，九幽国各大势力集聚，围攻外宗。楚柔发来了求救信息。林英此时正匆匆找来向陆晨汇报道。就在林英声音落下时，突然一道耀眼的光芒冲向魔女宗，最后化成一卷光书，悬停在魔女宗上空。嗡！光书缓缓打开，浮现出一个个光字，像是烙印在虚空之中。同时一道宏大的声音响起，魔女宗恶意反抗，谋害天鹰宗少宗，杀天鹰宗10女和长老，屠戮九幽国众势力魔修，罪不容诛。自此刻起，魔女宗为罪宗，记录在册，人人得而诛之。10日后，天魔上国天鹰宗将亲率大军踏平此宗。声音浩大，传荡天地间，整个九幽中皆可听闻。这是上国的降罪书，魔女宗被列为罪宗，天下诸魔不需任何理由皆可罚之。而且10日之后，天鹰宗会亲至踏平魔女宗。魔女宗完了！九幽国中一道道声音响起，感到无比震惊，但更多的是快意。很多与魔女宗对敌的势力，比如炼魔宗、天魔药宫、秘宝宗、日月魔教、血影教等，已忍不住拍手称快，纷纷叫好。至于魔女宗，陷入一片绝望和恐惧中。他们都很清楚，被上国列为罪宗意味着什么，怎能如此？难道他们要灭我宗门？我们连出手自保都不允许吗？一旦出手，就要被视为恶意反抗，列为罪宗。所以我们只能站在那里，等着他们欺凌屠杀。魔女宗的弟子纷纷怒斥，但更多的陷入了绝望中。被列为罪宗，那将成为整个魔域讨伐的对象。整个魔域有哪个宗门可以做到以一宗之力对抗所有势力的？好一个恶意反抗，好一个罪不容诛！天魔上国、天鹰宗，真以为你们永远可以只手遮天吗？陆晨没有放出什么豪言壮语，但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若有崛起一天，定会踏平天鹰宗，横扫天魔国。此时此刻，陆晨没有丝慌乱，而是在快速地思索着应对之策。魔女宗只能尽力自保，守在主峰内1年半载，应该问题不大。若真到了势不可为时，我只能逃回元婴洞窟最深处，与莫离相伴，待足够强大再出来。陆晨此刻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但他并未退缩。林英，我立刻去外宗，你传我号令，通知9峰弟子，全部都赶往主峰。陆晨交代了林英一句，身影一闪，便已冲向外宗。魔女宗外宗，此时杀喊声四起，一片狼藉，地上躺着一具具尸体。这些弟子皆是魔女宗外宗弟子，他们今日突然受到九幽国各大势力强者的攻击，这些人毫不留情，见人就杀。待楚柔、楚雄等反应过来时，他们已经杀入的外宗大殿来。自陆晨接管外宗后，一切事宜基本都是交给楚雄、楚柔父女。楚柔、楚雄还有幽姬此时站在大殿大门处，整个大殿的守护大阵已经开启，一众外宗弟子正在全力的输送魔灵之力，维持守护大阵的运行。而幽姬
自从落魔谷回来后，就一直和楚柔一起待在天魔宗外宗中。楚雄，你已经看到了，上国降罪书已落魔女宗门，从此你们皆为罪宗之人，人人得而诛之。你们现在立刻撤掉守镇，我们还能留你们全尸，让你们有个体面的死法。炼魔宗的一位首领大声说道。留我们全尸？你们炼魔宗是要把我们炼成尸魁吗？那不如死无全尸呢。幽姬冷笑道。幽姬，你本是我天魔药宫的弟子，现在却与罪宗弟子混在一起，你这叛宗之徒有何资格说话？一会我定会拿下你，带回天药宫，交给刑罚堂，让你生不如死。当然，在此之前，我定要好好玩玩你这个天魔药宫的三美之一。天魔药宫的首领阴冷地笑道。哟，你们还真是欺软怕硬啊，有本事去攻打内宗啊。不敢啊，怕陆晨将你们一锅端吗？我可是听说你们宗门派去的人都被陆晨杀光光了，还有你说我叛宗，我只不过一时败于杨烟之手，竟然就要将我送出给那些恶心的老鬼当顶炉，看到我们贩卖天魔令便想杀人夺宝，这样的宗门我不叛，还要留着把他当宝啊。幽姬火力全开，先骂爽了再说，反正都豁出去了，现在天王老子来了，他也不怕。你哼，魔女宗已被列为罪宗，无需我们出手，自会有天阴宗会率领大军踏平此地，陆晨他又能嚣张多久？10天后就是他身孕之时，他现在自身难保，如何能保你们？天魔药宫的首领差点被幽姬对得说不出话来。而这一次他们确实如幽姬所言，他们不敢攻打内宗找陆晨算账，只能找外宗发泄出气。横竖者是死，小柔一会死后记得捏碎毁魔丹，死也不给他们留全尸。幽姬对楚柔道。幽姬姐，我晓得的，小柔不怕死，就是以后不能受公子了。楚柔叹息道。柔儿，一会跌挡前面，你们想办法寻找机会突围，然后往内宗方向跑。楚雄此时内心其实很害怕，但想想女儿，他就不能怂，死也要护住女儿。爹，我已经向陆晨公子发出求救信息，他定然会赶来救我们的，我们只要能撑到公子来就安全了。楚柔说道。哼，陆晨又岂会在意你们这些外宗蝼蚁的死活？别指望了，还是乖乖受死吧。血影教的首领走出，我来破阵。密宝宗首领率领其弟子门下弟子，人手数件宝物，此时对着大殿守阵轰去。轰轰轰，一件件法宝同时撞击在大殿守阵上，咔嚓，守阵一阵摇晃，最终不知破碎开来。维持阵法的外宗弟子一个个被震飞，倒地不起。呵呵，区外宗不堪一击。密宝宗首领不屑的冷笑。而血影教的首领率先杀出，台步之间便已出现在楚柔、幽姬面前。小小蝼蚁，死！他举起手，一道巨大的血色手印凝成，便要拍击落向楚柔和幽姬他们。噗！然而下一瞬间，他的脑袋不翼而飞，刚刚凝聚成型的血色手印也转眼消散。只见一把魔刃飘在二女面前，刀刃指着九幽国各宗门强者。小小蝼蚁，确实不堪一击。与此同时，一道冷漠的声音响起。只见一道身影踏风而至，飘落大殿前，正是陆晨。他来了。一瞬之间，全场死寂。刚刚那位血影教首领可是巅峰魔宗境啊，结果被隔空秒杀了。陆晨竟然真的已变得如此可怕，传闻没有骗人，这绝对是个魔鬼。逃，快逃！刚刚还高高在上一脸嚣张的密宝宗、天魔药宫、炼魔宗首领等人此刻无比恐惧，大吼一声，转身就要逃。砰！然而他们还没冲出多远，就被一股无形力量弹回。原来陆晨来时顺手就布下阵旗，封禁了此地，他没打算放任何一个人离开，封死了。这密宝宗、天魔药宫、炼魔宗等这些势力的魔修都傻眼了，一个个彻底绝望。而恰恰相反的是，楚柔、幽姬等人一阵欢呼。公子你来了，柔儿得救了。柔儿以为以后再也不能服侍您了。楚柔喜极而泣道。陆晨，这些畜生招呼都不打一声，见人就杀，给我弄死他们。幽姬则气愤地叫道。好，我这就去弄死他们。陆晨点点头，转身向九幽国众势力魔修走去。他明明只是大魔黄境，但散发出的威压竟连巅峰魔宗都瑟瑟发抖。陆晨，你别乱来，你们魔女宗现在已经被列为罪宗，再恶意杀了我们，罪名就会更大。这天地虽大，只怕再无你们魔女宗容身之地。你现在逃命或许还来得及。天魔药宫的首领叫道。噗！但他话音刚落，一把魔刃已从他的脖子划过，硕大的脑袋便滚落下来。咻咻咻！与此同时，另外的17把魔刃也同时飞出，在人群中穿梭，不断的削落一颗颗脑袋。
陆晨手握白魂追魂枪，踏出追风步，枪出如龙，一枪动杀。身后万魂幡浮现，吞噬其魂。这场杀戮仅仅持续了不到百息，便已结束。陆晨发现自己杀戮起来越发的得心应手了，想在魔域立脚，当需以杀正道，以杀止杀，杀出赫赫凶名，杀出个乾坤太平，杀到天上地下再无敌手。如若不然，就只有被人一言定为最宗，任人践踏。陆晨若有所感，内心越发冷酷起来。从天鹰宗一言不合就来灭魔女宗，以及以恶意反抗来定罪魔女宗，陆晨已然看清了魔域世界的本质，所以他现在能杀就杀，向来懒得废话。陆晨，你现在强得可怕。幽姬现在也是大魔皇境，可是同等境界，他连给陆晨提鞋都不配。不强就得死，人人皆想要我陆晨之命，皆想灭我魔女宗。我若不拼命变强，变得足够强，死的就是我，灭的就是魔女宗。这外宗之地不能待了，你们随我回内宗主峰，我现在可以开辟出一处不受诅咒影响的区域，你们暂时待在那里。陆晨前来的时候，早就想到了安置楚柔和幽姬他们的办法。现在这情况，外宗已然不可能存在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魔女宗被定为最宗，外宗定是首当其冲被针对。只是楚柔、幽姬、楚雄他们都没有修行过魔女宗功法，正常情况下是无法久居主峰的，哪怕有定修珠，也不能超过1个时辰。如若不然，咒力入体，药石难医。但陆晨现在身为主峰之主，有莫离传授的手法，再加阴阳之力，他可以将一处小院与外面隔绝，然后他再以阴阳无极体熔炼掉小院空间中的诅咒之力。如此，楚柔、幽姬他们便可在里面常住了。陆晨让楚柔、幽姬、楚雄都带上顶级定修珠，然后带着他们向魔女宗主峰飞去。陆晨，出了魔女宗还想回去？你可知这是我们故意布局引你上钩的？然而就在此时，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只见虚空颤动，一道恐怖的身影降临。这是一个白发老者，修为至少达到小魔尊境。不好，我们中计了。幽姬脸色大变，都怪我，不应该向公子您求救。楚柔一脸懊悔愧疚之色，此事早在我算计之中。你们先走，回到主峰内。陆晨却异常平静地道，空间已锁，他们走不了。何况你身在宗外，借不到魔女主峰之力，在我等眼中不过蝼蚁耳。又一道声音响，这次出现的是一个中年美妇，她冷笑着走来。陆晨却丝毫不慌，一招手，白魂追魂枪出现，一枪破万道。陆晨对着封锁的虚空一枪刺出，恐怖的破道枪意直冲苍穹。此枪意可破万道，自然亦可破苍穹。咔嚓，禁制光幕破开，出现一个缺口。就是这个时候，你们先走。陆晨一人贴上一张遁空符，下一刻全部消失在原地。好强的枪术，好可怕的枪意，但你们依旧一个都走不了，追上去杀光他们。中年美妇道。下一刻，一道身影从地下破土而出，向楚柔、幽姬遁逃的方向追去，速度惊人，只怕不出百息就能追上他们。咻咻咻！但下一刻，这一道身影被凭空出现的18把魔刃斩中，倒飞而回。我既然知道陷阱还敢来，你觉得是我傻，还是因为我本身就想反杀你们呢？陆晨身影一闪，已拦在了通往主峰方向，断去他们追击楚柔、幽姬等人的可能性，同时一言道破对方的算计。整个魔女宗各位峰主又受伤，都在疗伤休养中，9位圣女还在元婴洞窟中没出来，其余人修为较弱，更是无法走出魔女宗地界。所以能走出魔女宗地界的，并有能力救外宗的，唯有陆晨一人。更何况陆晨是外宗之主，陆晨早就有猜疑，认为有人想通过这种方式引他现身。这些人认为只要陆晨离开魔女宗地界，杀他就会易如反掌，但误判对手是一个致命的错误。陆晨此时瞬间披上了泥人铠甲和玄武内甲，口含一节万年魔灵参，右手握白虎追魂枪，左手出现一只瓶，正是乾坤离火瓶。给我滚出来！陆晨大喝一声，乾坤离火瓶倾倒而出，呼，一道道一级异火涌出，剑锋急涨，蔓延向前。如今陆晨不是咒躯入体的状态，只是大魔皇境，所以只能解开乾坤离瓶的一层封印，道出一级异火。只见异火所过处，虚空颤抖，大地化作一片焦土。不，这是一级异火，竟可烧穿我的防御，灼伤我的皮肤。啊，我的衣服！阵阵惊呼声、咒骂声响起，同时一道道身影显化，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但他们唯一相同点就是修为强大，没有弱于巅峰魔宗境的。刚刚看起来空旷一片野地上，竟然藏了这么多的高手。若非陆晨以异火焚之，他们都不会现身，隐在暗处，随时准备给陆晨致命一击。
影杀宗，原来如此。陆晨冷笑一声，这一次伏击他的主力竟是九幽国的影杀宗。影杀宗以暗杀著称，是九幽国第一杀手组织，他们擅长隐匿，进行偷袭和暗杀。这些杀手的境界不算太高，但暗杀手段恐怖，经常能以低境暗杀高境修士。这一次影杀宗为杀陆晨，几乎倾巢而出，10位小魔尊，上百位巅峰魔宗，如此阵仗，莫说暗杀，明杀陆晨都绰绰有余。听说你的首级和手中的绣断剑是无价之宝，今日这些都是我影杀宗了。对了，我乃影杀宗副宗主13姨。中年美妇笑道，神情言语之间充满了绝对的自信。噗噗噗，只是回应中年美妇的却是一名巅峰魔宗被陆晨洞穿，而且他们动了隐匿之术，想躲避陆晨的击杀。然而在陆晨面前，他们一切隐匿秘术全部失效，哪怕他们全身隐没入虚空中，陆晨随便一枪刺出就能将之挑杀。其魂冲出也被万魂幡顷刻炼化。陆晨，休要猖狂！我听闻你是阴阳无极体，13姨我拿下你后，定要好好享用，尝尝各中滋味，然后再斩你手。影杀宗副宗主13姨冷着脸杀出，其余小魔尊境也一并杀向陆晨。一时之间，陆晨被一众小魔尊境的可怕攻击所包围淹没。然而陆晨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任凭这些攻击轰杀过来，他则收起了白魂追魂枪，改成了绣断剑，强势杀出。他没有防守，只有进攻。陆晨，你疯了吗？以攻对攻，你会瞬间成灰。13姨叫道。血葬人间，魔断黄泉。但陆晨根本无视众人攻击，杀招连出。他的剑只有攻杀之道，从无防守之理，剑道威力也因此而无坚不摧。空旷原野上，原本是一场影杀宗针对陆晨部下的杀局，但由于错估了陆晨的实力，此刻竟以攻守易势。陆晨连续2式杀招，先是冰封了方圆100米，葬杀一切，再有黄泉死气弥漫，卷灭任何生机。影杀宗直接就有5名小魔尊境当场陨落，巅峰魔宗更是损失过半。但影杀宗众人可怕攻击也一并轰落在陆晨的身上。疯子！13姨急速后退，脸色极度难看。如果陆晨就这样轰没了，那他这场行动只能算是以失败告终，因为就目前来看，陆晨首级的价值远在绣断剑之上。因为他暗中了解到，天鹰宗少宗就是因为知晓了这个秘密，才会从天魔上国跑到九幽国来攻打魔女宗。只是谁也料想不到，最后结果竟是天鹰少宗折戟沉沙，魔女宗以此战打出了威名。陆晨之名更是开始从九幽国传向天魔上国。毕竟即使在天魔上国，天鹰少宗也是高高在上的存在，身份尊贵无比，极少人敢对其不敬，更不要说杀之了。可现在他竟被一个默默无闻的下国小魔医给杀了，众人谁不感到无震惊，难以置信，对陆晨此人充满兴趣。而天鹰宗也需要陆晨的脑袋来洗涮这一次的奇耻大辱，所以13姨才布下杀局，想拿下陆晨的脑袋和绣断剑，然后以此从天鹰宗捞取好处。只可惜他这如意算盘打错了，可惜此击之下，陆晨没有防守，定然瞬间成灰。13姨有些肉疼地道。然而下一刻，他的瞳孔骤然收缩，他竟然看到陆晨强势的从众攻击中冲杀出来，身上布满伤口，铠甲都出现了破损。可陆晨完全不在意，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战意和杀意直冲云霄。不好，快退！13姨再没有了之前高高在上的气质，被惊恐所取代，因为此刻他竟感到了生死危机。可陆晨太快了，究极大成的追风步踏出，几乎瞬息之间便已冲杀到他们面前。杀！陆晨已经杀疯了，完全是以命搏命的打法。正常情况下，伤敌1000，自损800，可陆晨敢这样做，自是有他的底气。玄武内甲和泥人铠甲都极其玄妙，是最强的防御宝物，都会随着陆晨的伤势恢复而自动修补。尤其是泥人铠甲，竟然还可以吸收被陆晨斩杀之敌的血气，然后进化得更强。正是如此，陆晨才敢这般出手。再不济，他口还含着一节万年魔灵参，受再重的伤也能瞬间完好。该死的，陆晨明明已经离开了魔女宗地界，现在只是一名大魔皇境，为何还这么强？不能退了，再退只会死得更快。和他拼了！余下的影杀宗杀手此时大吼道，他们也是常年游走在死亡边缘的人物，亦有一股狠劲，此时在生死之间，一个个爆发出恐怖的战意。轰轰！陆晨和这些影杀宗的高手极限死战，就看谁更狠，谁更耐草。以命搏命，比的不仅是勇气，还得比谁的命更硬。噗噗噗！一名名影杀宗高手倒下，陆晨全身是伤，摇摇欲坠，可他就是没倒下，仿佛是一尊不死战神。
本被激发了凶性的影杀宗一众高手，此刻也终于生出一股寒意。他们见过狠的人，但没见过对敌狠，对自己也狠到这一步的人。更恐怖的是，他们用尽一切手段，可就是杀不死陆晨魔鬼。陆晨绝对是个魔鬼，杀不死，为什么会杀不死？看着身边的同伴一个个倒下，愚者早已胆寒。最终，陆晨四周皆是尸体，再无一人站着，而陆晨自己需以白虎追魂枪撑地，才勉强能站着。他身上无一处完好，拟人铠甲和玄武内甲已残破不堪。陆晨，你竟恐怖至此！但现在你应该已无力再战了，我13姨将成为压垮你的最后一根稻草。然而，影杀宗副宗主13姨竟然从虚空中显化出来。刚刚他明明也在那群人中，并被陆晨一枪刺爆了胸口，可现在他竟然完好无损，根本不像受过伤的样子。你是否很奇怪？刚刚你那一枪明明刺爆了我现在还活着，那是因为我修的是魅影分身术。刚刚那道不过是我一道魅影分身，说来你真是够狠心的，连我如此完美的修，你都舍得一枪刺爆。不过你这样的男人元阳充沛，我若能将你吸干炼化，定然可以达到魅影分身术的千幻之境。13姨扭动着丰腰肥臀，一步一步向陆晨走来，同时有粉绝的迷雾从满地尸体的战场上涌出。陆晨吸入粉色迷雾，神魂一阵恍惚，此为魅情烟雾，足可以让这种状态下的你完全被情欲所驱使。正好13姨，我想好好尝尝你这具阴阳无极体的味道。13姨一卷衣袖，就将陆晨卷带走，进入到一处有一口水潭的隐秘山洞中。他一挥手，一张玉床就出现在洞中。而陆晨此时双眼血红，仿佛真的完全被欲望所驱使了一般，如同一头发情的野兽，喘着粗气，死死地盯着13姨。看什么看，滚去洗干净再上床。13姨一脚将陆晨踢入水潭中，很快就将身上的血污洗去。咦，你身上伤口竟这么快消失不见，难道这就是阴阳无极体的妙用之一？13姨看着陆晨完美强壮的肉身，有些惊叹地开口道：过来，为本宫宽衣。13姨此时如同一尊高高在上的女王，对着陆晨下令道。其实她这样做更多还是一种试探，她想确认陆晨是否真的被魅情烟雾夺了心智，完全为她所控。陆晨走过去，如同野兽一般撕开了13姨的衣服，但却没有做出一丝伤害对方的举动。身中魅情烟，性情如兽，却对主人言听计从，不敢伤之分毫。看来陆晨彻底沦为了我的男奴。既然如此，这次定要玩够了，再斩其手。13姨媚然娇笑道。隐秘古洞中，13姨此时心中喜悦。她空旷多年，一直独居，一切都是靠自己。但并不是说她不想要男人，而是因为看不上。或者直白一点的说，那些男人并没有能带给她快乐，在她看来皆是中看不中用的货色。最后还是要靠自己想办法。她修的是魅影分身术，她的解决办法就是幻化出另一个自己，但这个是男版的自己。如此不仅解决自己的问题，还能用来练习对魅影分身的掌控，实是一举两得，两全其美。他的魅影分身术之所以能操控得如此完美，靠的就是平常卖力操练。此时他已看过陆晨这具阴阳无极体，确实感到满意，觉得比自己以魅影分身术幻化出来的还要完美，就是不知道用起来如何。13姨此时很享受这种感觉。大山之中，隐秘古洞，还有一个任他享用的完美男奴。不错，美妙，阴阳无极体真棒啊，不仅用起来满意，还能快速提升修为，难怪魔女宗宁愿和天阴宗开战，也不愿将你交出。是我用过后也舍不得。13姨惊叹不已。我魅影分身术亦是双修之法，到时炼化掉陆晨的元阳能量，将他吸干，再斩其手。13姨此时能感觉到自己的修为在以无比惊人速度在提升，隐隐就要突破，踏入巅峰魔尊境。他本身就是大魔尊境，正面对抗他也是有足够的实力击败陆晨的。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还让影杀宗死了这么多人，完全就是因为13姨想活捉陆晨。此时13姨肆意玩弄着陆晨。差不多了，陆晨可以停下了。13姨此时下令道。随着修行进行，他渐渐发现自己算漏了一件事，那就是陆晨的元阳之力竟然稳固无比。折腾了半天，他竟然吸收不到一缕，反而他自己累得够呛，快要不行的。元阴之力开始泄露。当他意识过来时，便下令陆晨停下。然而这个时候的陆晨不仅没有停下，反而加快修行速度，并且猛然爆发出恐怖的力量，将他压制。陆晨，你没有被我所迷，你是装的。13姨尖叫。你说呢？你想炼化我的元阳，我便将计就计，反过来炼化你的元阴精华，助我疗伤，并一举破境。陆晨淡淡的说道，眼神也越发冷酷。停下，快停下。陆晨，我错了，我不要你的元阳了。
13姨慌了，开始哀求起来。她被陆晨压制着，不间歇的折腾，一身修为根本发挥不出来。你不是知错了，你只是怕了。陆晨冷酷地开口。陆晨，你就是个魔鬼。不，在一声尖叫中，13姨终于守不住她的元婴之力，爆发出来后被陆晨顷刻炼化。陆晨，我已经失去了元婴灵力，你可否饶我一命？反正我已经对你没有威胁了，放过我吧。13姨此时虚弱无力地道。噗！但他声音刚落，陆晨以一掌将他拍死，再以袖断剑噬其血气，万魂翻炼其魂魄，最后再以一火将之焚灭成灰。做完这些后，陆晨盘腿而坐，心无波澜地开始冲击巅峰魔皇境。对于13姨，陆晨一开始本打算吞掉口中含的一节万年魔灵参，恢复巅峰状态与之一战，若是不敌，再遁逃也不迟。可得知13姨要通过双修来炼化自己的元阳时，陆晨就改变了主意，将计就计，装作被媚情烟所迷，然后对13姨语言听计从，让她误认为自己已经沦为男奴。如此，他就可以反过来炼化对方的元婴精华，不仅能疗伤，更能一举冲击巅峰魔皇境。元婴精华不同于先祖元婴，那需要火女在最高点时爆发出来的，功效惊人。陆晨往时和魔女宗众师姐修行时也有，但不能像炼化13姨这样，这是单方面的完全索取，会危及对方的性命。13姨是来杀自己的。陆晨吸起来，没有一丁点的心理负担。巅峰大魔皇境成了，几乎是水到渠成一般。陆晨借13姨这位大魔尊的元婴精华成功破境，这种方式破境确实够快，而且稳固无比，但非迫不得已，尽量少用。陆晨心中暗道。他将13姨的储物袋收起，在13姨的储物袋中还有刚刚那些引杀宗强者的储物袋。13姨来时就已用魅影分身术幻化出的分身清理了战场，陆晨也就省了再去清理战场，而是直接返回魔女宗。这魅影分身术确实不错，倒是我也修行相应的功法，至少用来清理战场和迷惑敌人都非常有用。陆晨轻轻自语。很快，陆晨英回到了魔女宗。此时魔女宗其余9峰已经行动起来，都往主峰汇聚而来。宗门大危机下，舍弃9峰，守在主峰内是最稳妥的做法。你们随我来。陆晨回到魔女宗后，先见了楚柔和幽姬他们没有修行魔女宗的功法，陆晨需要优先安排好。陆晨将他们带到一处小院，你们摘下定修珠试试，看是否还会受影响。楚柔、幽姬照做。真的没事，太神奇了。幽姬和楚柔惊喜地道。有效就好，你们就暂住这里。陆晨安排好他们后，便立刻前往主峰主殿，因为刚刚师尊赵婉传讯给他，9位圣女从元婴洞窟出来了，但9女都陷入沉睡状态，无法唤醒。师尊赵婉月的意思是让陆晨试一试。陆晨回到寝宫中，看到赵婉月等9位峰主都在，一脸焦急担忧之色的围在玉髓床边上。巨大的玉髓床上，青瑶、玉素等9位圣女整齐地躺在床上，正陷入沉睡中。陆晨，你来了。赵婉月等人看到陆晨，眼中满是期许。他们可都是将9位圣女当成自己亲生女儿一样的。师尊，你帮他们宽衣，我先检查一下他们的情况，然后我再尽力一试。陆晨吩咐道。陆晨即使要通过双修来救9位圣女，也不会无脑的冲，而是要先了解他们身体的状况，如此才能针对性治疗。陆晨和9位圣女都是知根知底的关系，众峰主也是知晓的。赵婉月等峰主亲自出手为自己峰主的圣女宽衣，而陆晨在一旁看着，这让他们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当然也有一丝尴尬。陆晨，为师，我刚刚已检查过他们的身体，生命体征都很健康，而且修为竟然都踏入了魔宗境，可是他们的精神意识我们却感应不到。为了掩饰这丝尴尬的情绪，赵婉月只能主动的开口道。很快9位圣女被包得精光，并排的躺在玉髓床上，意识不在。我且看看。陆晨走过去检查了9圣女的身体，他检查得很仔细认真，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这里多一根白毛，是人为种进去的，也许这就是9位师姐沉睡的根源。陆晨指着9位圣女平时和陆晨修行的地方道。那一根白毛很隐秘，隐在重黑色的毛发中，确实难以发现。咦，还真是，而且他们都有一根。这是什么毛？怎会有一丝骚味？像狐狸的骚味。云溪也将他们检查了个遍，发现还真是如此。还是陆师侄心血。3峰主蓝心怡惊叹道。狐狸？元婴洞窟内有狐狸吗？7峰主墨彩依皱着秀眉道。难道是他？赵婉月似想到了什么，其余峰主神情一动，意似有所触动。师妹，你不会说是白前辈吧？可是他不是被前代宗主封印在主峰旁的镇妖台下吗？根本出不来啊！一峰主穆雪薇轻声说道。有没有出来，前去一观便知。
四风主云舒瑶脾气比较火爆，直接往外冲。九位师的神识体确实不在体内，那根白毛应该与他们的神识有关，不能拔，一旦拔掉，九位师姐极有可能会魂飞魄散。所以我们确实该去看看。我觉得对方没杀死九位师姐，恐怕就是为了引我们去见他。陆晨认真的分析道。陆师直分析在理，走，立刻去看看这老妖精想干什么。五风主柳诗，六风主林可欣，八风主玄音等也相继飞出，而他们心中都惊叹于陆晨的推理，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一个年轻人所能拥有的成熟与智慧。九位风主和陆晨一行人很快就来到了主峰旁的一处山谷中。山谷荒凉，应该是很长时间都没人来过了。在山谷中心有一座古老祭台，上面有一根刻画神秘符的石柱，四周都有黝黑的镇妖链固定着。呵呵，多少年了，终于有人踏入这处废弃的小山谷，而且还真带来了一句阴阳无极体，妙呀！刚入山谷，就有一道妖媚的声音响起，在山谷中回荡，分不清是从哪里传出，似地下，亦似在天上。您是白前辈吧？赵婉月恭敬地行了一礼道。陆晨站在赵婉月旁边，没有说话。赶来的路上，赵婉月已经和他说过白前辈是谁了，这是一只修行了千年的狐妖，魔域妖灵极少，像狐这种千年基妖更是罕见。据说他是因为这里咒力血脉发生了变异，然后就一直在魔女宗内修炼，直至修出人形时，竟然作乱魔女宗，然后就被前宗主和众位前锋主一起出手，将之封印在镇妖台下。此狐擅长蛊惑人心以及操控神魂，这也是赵婉月会第一时间想到他的原因。赵婉月等人之所以认识白狐，是因为前任宗主并没有完全封印他，他的神魂依旧可以凝影出来，但不能再对任何人造成伤害，所以他也时常会凝影出来，在魔女宗九峰飘荡。赵婉月这一代人小时候都见过，因为白狐还会逗他们玩。只是最近100年，白狐的魂影再没有出现过，赵婉月等也不甚在意。直至今天发现九圣女沉睡与他有关，他们才想起来，并来到这一处阵风之地。小婉月，没想到100年不见，你竟已经是巅峰魔尊境，而且压制着境界，随时破境入圣。若再有你身旁这位阴阳无极体相助，那完全有机会直接跳过黄级魔圣境，达到玄级魔圣境。咦，还有你们竟然也隐隐要入圣，尤其是云溪，你竟然马上就要突破，而且根基还这么扎实。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一切恐怕都是阴阳无极体的功劳吧？这阴阳无极体就是妙啊！那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陆晨锁定了其位置，就是从石柱下的镇妖台下传来。前辈，九位圣女沉睡，应该与您有关，他们的魂石是否在您这里？有什么要求？前辈提便是，我们若能做到，绝不推辞。但还请前辈收了神通，让九位小辈先醒来。如若不然，魂石离体太久，对身体亦会有损害。赵婉月不卑不亢地说道。放心，9个小辈我也喜欢得紧，自不会真的去伤害他们，甚至我还送了他们一场机缘造化。不过你们也应该已经看出，我的目标是他阴阳无极体。这100年我为宁隐现身，是因为镇妖台在吸收诅咒之力后自行补全了封印，即使你们那前宗主亲至，也未必能再解开。唯一办法就是让阴阳无极体进入我的魂石空间，与我双修一场，助我神魂破境，便可由内至外的破开封印。到时我自会放他们的魂石回去。小白的声音响起，前辈，这个我们不能替陆晨做主，或者说陆晨其实已经算是我们魔女宗现任宗主。赵婉月应道。啧，看来在元婴洞窟中，你已知悉一切，甚至还见到了那位。陆晨，我引你来此，和我双修，自然不会让你白付出。现在魔女宗正陷于一场大危机中吧，如果能将我解困出来，我可以答应帮你出手3次。小白说道。陆晨知道小白的修为是天级小魔圣境，如果再突破就是天级大魔圣了。他若答应出手3次，那至少可以震慑任何天级魔圣境级之下的修者，这个条件确实不错。赵婉月和其余8位峰主听到小白的条件，皆是动容。天级魔圣出手3次，足可保魔女宗一段时间无恙。不过他们都没有开口，一切交给陆晨定夺。即便是陆晨也有所异动，但他并没有立刻答应，条件还是可以再谈谈的。白前辈，我若助你冲破封印出来，怎么保证不会报复魔女宗？陆晨淡淡的开口道。要是助狐妖双修破封，自然要确保他不会对自己对魔女宗不利，这是谈判的基础。年纪虽小，但行事稳重，难怪小婉月他们这么放心让你来做决定。现在魔女宗都是些小辈，我没有必要跟一些小辈计较，何况当时将我封印，其实是因为我修炼出了问题。说实话，若不是苏婉离出手将我封印在镇妖台下，我定会因为功法走火入魔而爆体，反而他将我封印后避免了爆体的下场，并因此在镇妖台下功法大成，所以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
狐妖毫无隐瞒地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有的谈。我就将你3次出手的条件改一改，就是地魔圣境下，我们无需你出手；但是若有对方有地魔圣境以及之上的强者，你需出手，护我魔女宗，时限为3年。你若答应，我现在就进去和你神魂双修。”陆晨也认真的开口，说出了自己条件。你就这么自信？要知道，你们魔女宗现在可是连一个魔圣都没有。若对方有黄级和玄级魔圣降临，你确定不需要我出手？狐妖有些惊讶地道。狐妖是了解魔女宗目前的境况的，他不知陆晨何来的自信，地级魔圣下不需要他出手的，这就是我们的事了。现在就问白前辈答不答应了？陆晨依旧平静地应道：好，就凭你这份气度，我便应了。吾以圣魂起道士，若有违此约，到劫灭之。狐妖竟然也是极其的爽快，甚至还怕陆晨不放心，直接发下道士。就连赵婉月等人都动容。世间意义生灵皆在道劫下，若为道劫，天诛地灭。所以很少人会轻易的发下道士，一旦发下，便不可为之。白前辈爽快，那陆晨来也。师尊，各位师伯师祖，请为我护法。陆晨与狐妖神魂双修，自然需要神魂离体。陆晨，安心去吧，为师在此，无人能伤你。赵婉月说道。他的确有这样的底气，炼化了一份宗主级先祖元婴。赵婉月若不压制境界，可只引来圣灵天劫，到时无论是什么敌人前来，都要畏惧3分，不敢靠近。还有你师祖在，放心吧。云溪也笑道。云溪近日就会突破，踏入黄级小魔圣境，有这等人物守护肉身，陆晨确实放心。你们就不用在此了，回主峰去主持大局，莫让敌人趁虚而入。云溪则对其余7位峰主道。穆雪薇、蓝心怡、云舒瑶等7位峰点点头，没有逗留，都回到主峰去坐镇。此时陆晨盘腿坐下，随之神魂冲出，进入镇妖台。嗡，他神魂一震，然后穿一层无形的光幕，进入到一片梦幻般的空间中。这是一座美轮美奂的宫殿，天穹是粉色的，一条金色光路伸到陆晨脚下。陆小公子，请进。妖媚的声音响起，陆晨没有犹豫，踏上光路。下一刻，他便已出现在宫殿中。此乃我的魂剑，陆小公子觉得如何？妖媚的声音笑问道。此时陆晨才终于见到了千年狐妖的真容，有些惊艳。但陆晨连上古三每天魔女帝、九湖魅狐幽莹、银秋都见过，并双修过了，甚至还有鬼仙尊月苍兰、仙魔国公主莫离，这些都比狐妖要美。就连前世的新婚妻子冷若月，其美也在狐妖之上。但此狐女的神魂体异常特别，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很容易让人着迷沉沦。好在陆晨心智异常强大坚定，未受其所惑。此女一身透明纱衣，内里空无。她从宝座上下来，缓缓走到陆晨面前。魂力造界，妙法无边，这是天圣的手段吧？陆晨一副惊叹的样子。咦，你小小一个魔皇，竟也知道天圣妙法？千年狐女有些意外。略有耳闻。陆晨应道。事实上，他曾是剑域之主，境界超绝，天级灵圣和天级魔圣的手段相差不大，皆可魂力造界，构建出自己神魂世界。陆小公子，在我魂界10天，外面也不过是10个时辰，所以我们双修有的是时间。千年狐女身后的狐尾摇摆着，笑道：那就开始吧。陆晨却一副公事分办的态度。千年狐女并不在意，一挥手，一张精美至极的云床出现在大厅中，那就请公子宽衣上床，我来服侍您。千年狐女妖媚一笑，陆晨也没有客气，任她折腾。然后很快陆晨发现千年狐女虽然表现得热情主动，但明显是个生瓜蛋子，理论一套套，能力一般般。陆晨时再看不过眼，直接翻身从其背后助他修行。一根狐尾有一根狐尾的妙处，幽莹有9根，那是另一种趣味。陆晨心中对比一番，然后全力以赴地助千年狐妖修行起来。我叫白玉，请公子怜惜。千年狐妖白玉颤声道。白玉的魂剑内修行足足进行了3天，而外面也过去了3个时辰。快了，马上就能突破了。一旦突破，我便可破风而出。陆小公子，助我！白玉叫道。陆晨也知道对方到了突破的关键时刻，于是更加卖力的相助。神魂交融，阴阳魂力慢慢融入白玉这位千狐妖的魂体内，正在助他蜕变，冲击天级大魔圣境。啊，好庞大的阴阳魂力，我的神魂要被填满了。陆晨，我感觉已到极限，马上便可打破壁垒。白玉疯狂尖叫起来，他的神魂已经进入到了一种妖不疯狂不成圣的状态中。我来了。陆晨道。他将最后凝聚的一波阴阳魂力送入白玉体内，白玉也同时爆发，瞬间冲破境界壁垒，
正式开始蜕变成为天级大魔圣境。陆晨的神魂体瘫软在一旁，他现在连一根手指都不想动了。这次助白玉破境，真的将他阴阳魂力压榨干了，一滴都不剩。不过想让天圣当打手，这点代价是必须付出的。嗡，白玉构建的魂界在震颤，他的魂体正在发生惊人的变化。境界越到后面，突破难度越大，比如达到了天级魔圣境，一个小境界都几乎犹如天堑。前世陆晨身为剑域之主，修为早就突破灵圣境，成为凡域至高存在之一的灵帝。其实像幽莹、银秋他们巅峰状态下必然都是魔帝级别，当然魔帝级别也分强弱，但幽莹若是回归巅峰，只怕整个魔域都难有对手，毕竟当初是可以和天魔女帝争锋的存在。至于莫离，那就是另一个层次的存在。千年狐妖白玉在这三女面前自是不值一提，但对陆晨来说却是目前最实用的打手，因为他至少可以现身出手。像幽莹和莫离，甚至还有银秋，他还需要不断投喂，白玉则可以立刻上岗。此时白玉的魂体变得更加强大，大天圣的气息充斥着魂界。他缓缓睁开了眼，身上的气息还在不断攀升。多谢陆小公子成全，你且先退出我的魂界，我要破封了。至于九峰圣女，他们的魂石其实就被禁锢在那根白毛中，我神念一动，封印就会消失，他们的魂石便会回归。白玉声音中有难以压抑的激动，他被封印在这里数百年了，想到马上就可以自由，再加上突破到大天圣境，白玉激动也是正常的。但最仍不忘告诉陆晨9位圣女的情况。陆晨疲惫的点点头，下一刻陆晨的魂石就回到了肉身上。陆晨，你醒了，你没事吧？赵婉月看到陆晨醒来，满脸疲惫样，不由得关心地问道。云溪虽然没说话，但也是一脸的关心之色。师尊，师祖，我没事，休息休息就好。9位圣女师姐已经没事，白玉前辈已经解开禁制，神魂已经归体，现在应该已经醒过来了。陆晨道，都没事了，那就好。赵婉月松了一口气。白前辈他成功了吗？云溪这时问道。他已是大天圣，马上就破封出来。陆晨话语刚落，山谷震动，那镇妖台和锁妖柱同时受到一股由内至外的恐怖力量冲击。很快镇妖台出现了裂痕，锁妖也在摇晃不止，随时倒下一般。轰！最终镇妖台炸开，锁妖柱破碎，同一股恐怖的大妖气息弥漫山谷。一只纯白色的狐狸冲了出来，随后幻化成白玉的样子，飘落在陆晨、赵婉月、云溪面前。白前辈，赵婉月、云溪都恭敬行礼。面前站着的可是一位大天圣，即使身为封主的他们也不敢造次。白玉的美目却没有看赵婉月和云溪，而是打量着陆晨。陆晨小公子不愧是阴阳无极体，身上的气息真好闻。一直以来我都挺讨厌人类男人的气息，但陆小公子身上的气息让我欢喜，很期待有一天我们能进行一场肉身双修。白玉满脸期待地道。但一边的赵婉月吓了一跳道，白前辈，陆晨日夜操劳，需要多休息。白玉不满地瞪了一眼道，我和虚拟来提醒，这是一株万年魔阳草，拿回去熬给陆晨喝。说话间，白玉将一株表面仿佛流转一层金色火焰的药草丢给白玉。万年魔阳草，前辈，这也太贵重了吧。赵婉月和云溪都吓了一跳，只要能让陆小公子快速恢复元气，这都不算什么。而且我的血脉天赋就是寻找灵草灵药，万年灵药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白玉傲然说道。白前辈是大天圣境，我若要与你肉身双修，至少要达到魔尊境。陆晨并没有拒绝，只是表明在自己没达到魔尊境前是不会和他肉身双修的，那是自然的。接下来我就在山谷内稳固修为，放心吧，整个魔女宗都在我神魂感知下，若有圣级生灵降临，我都会第一时间感应到。还有，这是我的传讯符，陆小公子你若有需要，只需神识传音入符即可，我会瞬间出现你身边。白玉将一枚玉符交给陆晨道。陆晨接近，随后便和赵婉月、云溪离开了山谷。阴阳无极体果然玄妙，神魂双修已让我破一境，若将来能和陆晨肉身双修，那定然可以踏入巅峰天圣境，甚至有望冲击妖帝境。白玉看着陆晨消失的背影，一脸惊叹与期盼。陆晨，回去后为师立刻给你熬万年魔阳草，助你快速恢复元阳，而且此草还可以提升修为。赵婉月此时心情大好地道，现在魔女宗有了白玉前辈这位大天圣坐镇，可以暂免灭宗危机。除非魔帝亲临，但至高无上的魔帝应该不会对一个下等国的门派出手吧。妙极，如果陆晨能借助万年元阳草一举突破，达到小魔宗境，到时与我肉身双修应该再无压力。云溪笑道，确实，若我能达到魔宗境，与师祖肉身双修不仅无害，
还能得到好处？陆晨点点头，觉得这几天可以试着借万年魔阳草的药力冲击一下魔宗境了。陆公子，救命啊！合欢宗被灭了，宗主和小姐双双重伤，我们正被猎魔宗和血影教的人追杀。然而就在此时，陆晨看到一件飞行法器向魔女宗飞来，这是一艘飞行玉舟，上面站着一个女子，正是柳欢欢。而窄小的飞行玉舟内躺着两人，是合欢宗主柳青羽和柳如烟这对母女。二人重伤昏迷，生命气机如风中烛火，随时都会熄灭。柳欢欢身上也是燃血，此时在拼命地推动飞行玉舟冲向魔女宗。身后一群猎魔宗和血影教的高手正在追击。师尊，师祖，你们断后，一个不留，我去救人。陆晨眼神冰冷，神色阴沉。他看到柳青羽和柳如烟的状况，大概能猜到原因。上次围杀魔女宗，合欢谷得到天鹰宗诏令而拒绝参战，现在恐怕因此受到了报复。陆晨能想到赵婉月和云溪自然也能，这里交给为师，他们来了一个都别想走。陆晨，你安心给他们疗伤。赵婉月说罢便已杀了出去。跟我回主峰。陆晨则给柳青羽、柳如烟、柳欢欢都带上定修珠，然后冲向主峰。柳青羽和柳如烟的情况极其糟糕，必须立刻救治。合欢宗其余人呢？陆晨虽然大概猜到了结果，但依旧问了一下柳欢欢。以猎魔宗和血影教为首，各派势力联合攻打合欢谷，宗主和小姐拼死战斗，直至重伤力竭晕死。我动用遁空符带走他们，并用飞行玉舟向这里逃来。至于其余弟子，只怕都已被这些畜生凌辱致死，要么成为猎魔宗的尸魁，要么成为血影教的血祭品。柳欢欢神色黯然地道。陆晨自然知道这些人为何攻打合欢宗了，他们奈何不了魔女宗，只能拿合欢宗来发泄，根源还是在于自己。我记下了，合欢宗这个仇我来报。陆晨神色冰冷地道，带着柳欢欢他们飞入主峰的隔离小院，幽姬和楚柔已得到传讯，何况他们在落魔谷中建立下了深厚的感情，此时早在隔离小院中候着。陆晨，玉髓床我们搬来了。幽姬说道。在他看来，柳如烟这种情况只有靠陆晨的阴阳无极体来治疗才有一丝生机，先把他们送到床上去。陆晨道。公子要立刻开始双修吗？我们马上准备。楚柔已做好邪类的准备。不急，现在他们经不起折腾，我要先以药物稳住其生机，再双修不迟。陆晨表现得异常冷静，他取出一节万年魔灵参，炼化成药液，一人一半的送入柳青羽和柳如烟母女二人口中。万年魔灵参果然逆天，很快就发挥了惊人的作用，开始壮大稳固他们的生机。但这一次，柳青羽和柳如烟这对母女连神魂都受创，想要恢复醒来，单靠万年魔灵参是不够的。接下来还是免不了要进行双修治疗。楚柔、幽姬、柳欢欢，你们去准备一个浴池，将这些药炼化成药液倒入池中，到时我需要你们从旁协助，然后在浴池中为他们疗伤。现在还需要时间来稳固他们的生机，我先去看看外面战况如何，1个时辰后我再回来。看到柳青羽和柳如烟这对母女花性命已无碍，他决定去看看赵婉月和那些追杀柳青羽的人对峙的怎样了。对于这些人，他要亲手杀之。轰！陆晨刚靠近，就感觉到恐怖的战斗气息在弥漫。追杀者中竟然有人能与赵婉月和云溪战得不相上下。猎魔老祖、血祭老祖，连你们这些老家伙都出山了，但来我魔女宗撒野，那就找错了地。云溪怒喝道：嘿嘿，你们二人都未踏入魔圣境，最后必败，把2位封主美人炼成尸魁，定是一件妙事。血祭老祖和猎魔老祖邪邪笑道，他们身上散发着恐怖的气息，皆已达到了黄级小魔圣境。此时猎魔老祖下令，这2人交给我们了，你们想办法潜入魔女宗，将柳青、柳如烟、柳欢欢3人都斩尽杀绝。天鹰宗的死命令，要让上次未接受诏令的合欢宗真正的王宗灭种，以立上宗天威。哼，若非素女宫上面有人保，素女宫也难逃王宫灭种的命运。血祭老祖冷笑道。是。以猎魔宗大长老和血影教副教主为首的一众高手大声应道，随后向魔女宗主峰冲去。他们这次的目标不是攻打魔女宗，而是要想办法杀死重伤的柳青羽和柳如烟，以及修为弱小的柳欢欢。他们来自各门各派，手段颇多，只要靠近主峰，在有效的范围内，通过施法便可隔空杀死柳青羽、柳如烟、柳欢欢3女。陆晨赶来时，恰好听到他们的对话，方明白这一切竟是出自天鹰宗的命令，为了立威，让一个宗门陪葬天鹰宗。陆晨握紧了拳头，心中暗暗发誓，将来若踏上绝巅，定将天鹰宗斩尽杀绝。今日先收点利息。陆晨身披早已修复好的玄武内甲和泥人铠甲，手持白虎追魂枪，缓缓走出，
拦在这些人的面前。陆晨，你竟敢远离主峰，出现在这里拦我等去路！哈哈，机会啊！各势力的强者看到陆晨，先是一惊，随后一个个狂喜起来。陆晨，你知道你现在的首级和绣断剑有多值钱吗？比一个顶级宗门还值钱。我们都听说过你的战绩，在魔女宗9峰上，我们确实奈何不了你，但这里是魔女宗边界，杀你如碾蚂蚁。诸位，布下天罗地网，绝不能让他再逃了。炼魔宗大长老和血影教副教主大声笑道，一副吃定了陆晨的样子。这2人皆是巅峰大魔尊境，你们定要拿下陆晨，这可是惊天大功，说不定我们炼魔宗和血影教能一举成为天鹰宗的附属，到时整个九幽国还不是我们2宗说了算。炼魔老祖和血影老祖狂喜大叫道。此刻这些人都在畅想着美好的未来，幻想着拿陆晨的首级和绣断剑向天鹰宗邀功。咻咻咻！只是他们声音刚落，18把魔刃凭空飞出，斩碎了一众人系在身上的定修珠。不，定修珠一碎，恐怖的诅咒之力将他们笼罩。这些男修发出绝望的声音，转瞬之间化作干尸。小心，护住定修珠！这些魔修者反应过来，纷纷护住定修珠。一枪破万道，陆晨却在这时候枪出如龙，刺向四周。噗噗噗！20多名大魔宗和巅峰魔宗境高手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洞穿了咽喉，变成一具具冰冷的尸体。怎可能？陆晨离开了9峰，身处边界，为何还这么强？炼魔宗和血影教的修者脸色大变，可陆晨可不管他们是什么反应，他现在只想大开杀戒。合欢宗可以说无妄之灾，这些上宗太霸道，太高高在上了，想灭哪一个下宗就灭哪一个，完全是一句话的事。陆晨心中无比憋屈，唯杀戮敌人，方可让他念头稍稍通达。凝咒成炼定，陆晨此时动用莫离胶的手法，操控此地的诅咒之力，化成黑色的诅咒之链，缠住他们的双腿，将他们定住。血葬人间，魔断黄泉，杀杀杀！陆晨手中的白虎追魂枪换成了绣断剑，此时疯狂地挥出杀招。噗噗噗！魔尊境下几乎在瞬间被抽干生机，当场葬杀，随后被诅咒之链一扯，纷纷爆碎，化成片片血雾。陆晨自从看到天鹰宗降下的罪旨时，心中就一直憋着一股气。什么叫恶意反抗？说白了还是以强凌弱，谁的拳头硬谁就有理那一套。弱小是原罪。在灵域时，他身为高高在上的剑域之主，感受没那么深刻。重生后于微末中崛起，在夹缝中求生，一直徘徊于生死边缘。为了变强，为了生存，陆晨甚至将前世身为灵域剑域之主的固有价值观统统打碎，强行重塑魔道价值观。如若不然，他在魔域重生恐怕都活不过一天，当天就领了盒饭。这一路走来，他拼命的双修，拼命的让自己变强，拼命的壮大自己的底牌和势力，可依旧改变不了，仅仅能让自己苟活。当陆晨听到合欢宗因他而王宗灭种时，他憋着的这口终于彻底爆发出来。好恐怖的杀意，好强的杀戮手段，此子留不得。炼魔老祖一边与赵婉月战斗，一边怒吼道：他是强行爆发，很快就会重伤力竭，你们定要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拿下他。血影老祖也怒吼下令道：这里毕竟还是魔女宗地界，他们虽然皆是黄级小魔圣，但是面对赵婉月和云溪这2位巅峰魔尊并没有什么优势，拖住2女也变得异常的吃力。赵婉月和云溪此时也很为陆晨的状态担心，不过2人更多的是选择相信陆晨。在魔女宗经历过种种之后，他们已渐渐形成一种固有的认知，你可以永远相信陆晨。砰砰砰！陆晨连续杀戮，斩杀了魔尊境下所有魔修后，也同样受到一众魔尊境强者的攻击。他身上的玄武内甲和泥人铠甲为他承受了绝大部分伤害，最终残破至隐没体内。而陆晨浑身是伤，无一处完好，魔力也近乎枯竭。陆晨无谓挣扎罢了，一切到此为止。炼魔宗大长老冷笑道：一起出手，送他最后一程。杀！血影教副教主也大声下令，带领所有魔尊再次杀出。然而这一刻，陆晨脸上露出一丝冰冷的笑意，他口含一大截万年魔灵参，瞬间吞下。刹那之间，庞大的生命和魔灵之能涌入体内，流转全身经脉，最后汇聚于魔海丹田金丹处。大道金丹，吞纳万灵，引脉现世，熔咒于剑。陆晨手握绣断剑，共鸣3根引脉，双脚根扎大地，无数诅咒从主峰的地底下涌来，涌入他的体内，通过3根引脉炼同化成为自身可以驱动的力量后，融于绣断剑中。我虽不在9峰，但只要身在魔女宗地界，那此地便是我陆晨的主场。陆晨手中的绣断剑横扫而出，炼魔宗大长老
和血影教副教主等一众魔尊境强者的攻击全部被扫灭，且诅咒之力所化的剑意依旧没有消散，反而在吸收这片天地间的咒力，变得更加的强盛。不好，此子竟妖孽之私，快退！炼魔宗大长老和血影教副宗主惊恐大叫。噗噗噗！然而袖断剑上展出的一道道蕴含着无尽诅咒之力幽暗剑芒，射穿了一名冥魔尊的身体，仅是刹那之间，他们就化成了干尸，脸上还凝固着恐惧的表情，倒在地上。魔鬼，陆晨就是个魔鬼。炼魔宗大长老和血影教副宗主看着身边已空无一人，只余下他们二人，内心早被恐惧所支配。地上无数的诅咒之链在游走蔓延，全部向二人缠去。不，老祖救我！炼魔宗大长老和血影教副宗主发出绝望的叫喊，他们被无数的诅咒之链缠住，固定在地上，根本无法动弹，只能站在那里等死。陆晨握着袖断剑，全身缭绕着黑色的诅咒之力，一步步向炼魔宗大长老和血影教副宗主走去。老祖救我！老祖！二人拼命的叫喊。陆晨小儿，你敢！炼魔老祖和血影老祖气急败坏，怒吼起来，但他们无论如何都冲不过赵婉月和云溪这两道防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陆晨举起了袖断剑，犹如死神审判一般，斩下了炼魔宗大长老和血影教副宗主两人的脑袋。我现在没有什么不敢的，现在斩你们大长老和副宗主，下次灭你血影教和炼魔宗。陆晨淡淡的开口。通过这一场杀戮，他这口气算是稍稍出了一些，也终于平静了下来，提着袖断剑向炼魔老祖和血影老祖走去，同时驱动无数的诅咒黑链涌向他们，缠上他们的身体。师尊，师祖，我助你们一臂之力。此时陆晨的杀意已经内敛，但落在炼魔老祖和血影老祖的眼中却显得更加可怕。此地不宜久战，退！炼魔老祖和血影老祖同时震碎了身上的诅咒黑链，他们毕竟是黄级小魔圣的存在，在这边界之地，诅咒之链还奈何不了他们，但如果诅咒之链源源不断，他们也同样会受到影响。一旦让赵婉月和云溪找到机会，就有可能会彻底将他们留下。炼魔老祖和血影老祖同时动用遁术，瞬息间退出了魔女宗地界。赵婉月、云溪、陆晨他们都没有追击，就目前来说，两位黄级小魔圣若一心要逃，他们是留不下的，何况出了魔女宗地界对他们有害而无利。陆晨，今日之仇老夫记下了，10日之期一到，天鹰宗大军降临，你们魔女宗终将南王宗灭种的命运。炼魔老祖和血影老祖灰溜溜的逃走了，还不忘放言威胁。我们回吧，陆晨说道。赵婉月和云溪神情有些凝重的点点头。陆晨，我决定3日后突破。云溪道。为师也决定在1个月内突破。赵婉月也道。他们显然都想尽力多提升一些实力。好，既然师尊师祖已决定，到时我定会全力以赴。陆晨现在已是巅峰大黄境，勉强可以和他们进行肉身双修。当然，如果近日能冲击魔宗境，那就更加稳妥。总之，与美女师尊的肉身双修已提上了日程，但现在陆晨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双修救柳青雨和柳如烟。陆晨迅速赶回主峰的隔离小院，楚柔、幽姬、柳欢欢早就一切准备妥当，陆晨直接来到了浴池处。只见雾气氤氲中，两具绝美动体若隐若现，时间差不多了，开始吧。陆晨说道。浴池中有楚柔、幽姬他们加入的药液，现在整个池水都充满了药香。柳青雨和柳如烟受的伤比较特殊，不仅仅是肉身伤，更多的是精神受损。他们催动了玉女经和玉女经的秘术，短暂提升战力。二人竭尽全力拼死一战，但终究没能改变什么。合欢宗依旧难逃被灭宗的命运。陆晨以万年魔灵参治好了他们的肉身伤，但他们毕竟受伤过久过重，没有及时进行治疗，伤及了根基，需要其余药物来调养，如此再通过神魂双修，治疗效果才会更好。这一次柳青雨和柳如烟主要是神魂受创，陆晨便以阴阳之魂与他们进行神魂双修，同时让楚柔、幽姬、柳欢欢以特殊手法刺激他们身上的穴位，促进药性的吸收炼化。如此内外结合，不仅可以完全治好柳青雨和柳如烟，还能让他们神魂得到蜕变和新生，醒来后会变得更强。幽姬、楚柔、柳欢欢此时也都进入到了浴池中，他们皆是知根知底的关系，坦然面对也不会有一丝尴尬。按照陆晨所教的手法，三女手指快速地在母女二人身上游走点动，帮他们刺激全身穴位。陆晨则快速地构建神魂空间，开始以阴阳之魂与柳青雨、柳如烟母女二人的神魂进行共鸣。阴阳神魂的优势在这个时候显化出来，几乎没花什么时间就共鸣到了柳青雨和柳如烟的神魂。母女二人进到陆晨的神魂空间，还有些一脸迷茫，而且魂体极其的虚弱。
陆晨，这是……我不是死了吗？看着这对母女一脸迷茫的样子，陆晨只能赶紧解释他们重伤晕迷后发生的事。合欢宗没了，终究无力改变这一切。柳青雨和柳如烟听到陆晨的话后，一脸黯然。这一切虽与我们无关，但却因我而起。将来我定会带你们横扫九幽各派，踏平天鹰宗。现在你们需要好好疗伤恢复，不断变强，将来才有机会报仇。陆晨没有说太多安慰的话，只是给了他们一个未来。我们其实都已算是死过一次的人，没有什么想不开的。陆公子说的对，只有活着才有报仇的机会。柳青雨说道。陆公子，我们双修吧。柳如烟主动走过来。陆晨点点头。神魂空间内，陆晨以阴阳魂体卖力的给母女二人治疗。如果焦如银和杨嫣这对母女在此，恐怕会瞬间觉得自己优势全无了。陆晨构建的神魂空间，一天相当于外面4个时辰，神魂双修足足进了3天，外面也仅过去12个时辰，即是1天。而外面的楚柔、幽姬、柳欢欢3女早就累趴在旁，毕竟刺激穴位的手法还需要魔灵之力带动，3女现在都耗尽魔灵之力，一脸疲惫虚弱。陆晨从神魂空间中退出来后，柳青雨和柳如烟已经完全恢复，但进行最后一步的蜕变还需要一些时间，此刻他们还处在入定修行状态中。你们3个辛苦了，这药池中还有不少药性，我助你们吸收掉。陆晨对3女道。楚柔、幽姬、柳欢欢自然知道陆晨所谓的相助指的是什么了，他们脸上皆是一喜。随后他们都主动过来，一番折腾后，3女也同样进入修行状态中，只待醒来后，他们的境界便可做出新的突破。陆晨也凝神静修了一会，感觉自己修为隐隐有所精进，果然双修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但要在这几天内突破入魔宗境，单靠双修恐怕还不行，或许可以通过丹药。陆晨此时心中一动，想罢，陆晨穿好衣服，出了隔离小院，回到主殿。林英、思思，你们将这些储物袋的东西清点整理好，整理好后将里面的丹药都给我。陆晨叫来林英、李思思等8女，然后将一堆储物袋丢出来，直接就堆成一座小山。好，好多。公子，这8女都被眼前堆成小山般的储物袋震惊到了，都是斩敌所获的，我随手收走，还没时间清点，你们尽快清点出来。陆晨交代道。这些储物袋有不少是魔尊身上的，好东西定然少不，或许能像上次一样，从血老鬼和多宝女身上逃出些好东西。我们再叫些姐妹过来，以最快的速度清理出来，还有上次公子灭杀众来犯者的战利品也清点好了，公子随时可以前往宝库检收。李思思反应过来后说道。有上次清点好的。好，我这就去宝库。陆晨现在也不想等，还有不到10日，天鹰宗大军就会降临，在此期间他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提升实力。陆晨很快就来到了宝库，现在魔女宗人人都认得他这位唯一男弟子。守卫宝库的众女对陆晨没有任何的阻挡，一路绿灯的来到了宝库中。宝库中宝物琳琅满目，分宝器区、丹药区、功法区、材料区、异宝区以及未知物品区。陆晨一路走过，宝器区和异宝区没什么发现，至少没看到有适合自己的。功法区有很多，但说实话还不如他修基础法，基础法才是一切至高的根基，那些不上下的功法根本入不了陆晨之眼。咦，御刃术，最后反而让陆晨获得御刃术另外惨篇，与当下的锁息结合，便可让御刃术有质的提升。看来18把魔刃要重新打磨了。陆晨又把目光投向了材料区，轻松就找到了所有所需的材料，打算突破魔宗境后再进行炼制。这时陆晨来到未知物品区，看到都是一些残破古物，奇形怪状的，什么都有，基本都是完全失去了灵性的，确实没有什么价值了。咦，此物竟与我阴阳体有所感应。陆晨很清楚，能与他阴阳无极体亲身共鸣的都不会是凡品。此时他一招手，隔空将此物取到手，他的目光落在上面，发现这是一根没有浮毛的玉质陈柄，粗如硬币，光滑无垢，散发着异样的光泽，仿佛是因为常年摩擦所致。陆晨观察着陈柄，觉得形状有些奇怪，不过他也没有多想，注意力更多是落在自己的阴阳无极体能与之产生感应上。表面有一层神秘的力量倒运，且属于元阴之力，内蕴神华。这原本应该只是一根普通的陈柄，但因为某位女大能人物用过，因此产生的蜕变，因此变得不凡，就是不知能否催动上面的力量。陆晨握住玉质陈柄，运转阴阳之力，试着催动。嗡，竟然毫无悬念的催动了，而且陆晨的阴阳神魂竟然与玉质陈柄心生了感应，随之一些奇怪的画面现涌入陆晨的脑海。当接受到了那些画面时，陆晨终于明白了这根玉质陈柄真正的妙用，且为何上面有元阴之力流转。
这根陈饼竟是上古某位女大能专用的排除空虚寂寞之物，常年使用也难怪会沾上元阴之力，而且神秘液体也会不断融入玉制陈饼中，久而久之就改变了此物的特质。毕竟上古女大能已相当于无限接近仙的存在，此玉制陈饼几近蜕变成一件仙器，虽然没有经过打造，但陆晨以阴阳之力催动，里面的力量至少可以爆发出3击，任何一击都拥有击杀小天圣的威力。没想到竟有如此收获，陆晨心中大喜，由此陈饼就多了一张底牌，即使面对天级小魔圣也无惧。除玉制陈饼，其余的好像没有能与我阴阳血脉心生感应的。陆晨离开了异宝区，来到了最后的丹药区，好多丹药，而且确实有不少是用来提升境界的，冲霄丹、破垒丹、通脉丹，这些是用来提升境界，品阶虽低，但我的魔海丹田可以吞噬一切属性的力量，利用这一点，可将所有用来破境的丹药药性聚在一起来助我破境。陆晨心中暗道，高阶的破境丹都是无上至宝，即使是在天魔上国都是极其罕见难寻，但低阶的破境丹就多了，这些都只适用于魔宗境下，想要用来突破魔宗境基本不可能。但陆晨拥有一个可吞噬一切属性力量的魔海丹田就不一样了。陆晨收取了丹药，快速回到主殿的修行密室，然后开始一把一把的将冲霄丹、破垒丹、通脉丹等这些丹药像糖豆一样往嘴里塞。他想试试通过磕丹药能不能冲击入魔宗境，若能入魔宗境，到时和云溪师组双修时便不算是小牛拉大车，而是阴阳互补，他也能获得惊人好处。轰轰轰，随着一把一把丹药入口，陆晨感觉到一股股能量在体内炸开，随后被魔海丹田所吸收，大到金丹颤动，便能将所有不同属性的药性炼化，化作阴阳之力，有效。很快陆晨就感觉到境界壁垒有所松动，继续，陆晨加大药量，一把不行就2把，他完全不担心伤到根基本源，因为只需双修，这些伤都能修复。重要的是先将境界提升上去。陆晨现在有些疯狂，毕竟天鹰宗大军不到10天就要降临，时间紧迫，所以只要能提升实力，他已不在乎有什么后遗症，先求存才能谈以后。轰，当最后一把丹药入口时，陆晨的境界壁垒终于被强行冲破，陆晨如愿突破，达了小魔宗境。魔海丹田中的大道金丹大一圈，金光璀璨，无尽符文在流转。小魔宗境，当下境界可以修炼无名剑诀第2招了。陆晨之前感悟无名剑诀第1招魔断黄泉时，他对第2招就已经有所领悟了，只是境界低，这一招无法发动。但现在达到小魔宗境，这一招可以动用了。此招名为魔石剑骸，袖断剑凝聚万千魔影，钻入敌人体内，从内部爆裂，可单杀，亦可群攻。若是敌人众多，且实力远弱于我，便可群杀，一道魔影便可屠戮一人。若对手强大，那万魔归一，只入一体，将之斩杀。陆晨心中演练起来，直至大成方停止。修为方面已经差不多了，就看后面和云溪师组肉身双修能提升多少了。现在重新祭炼升级18把魔刃，如此配合更加完整的御刃术，威力将不可想象。陆晨取出准备好的材料，开始着手升级18把魔刃。1天后，18把升级完毕的全新魔刃飘在陆晨身前4周浮沉。好锋利的魔刃，小魔尊敬，一念可杀。陆晨现在自信满满，他在修炼密室总共闭关了3天，加上之前与柳青羽、柳如烟神魂双修花1天，仅仅过去4天，陆晨实力就有了质的提升。陆晨走出修炼室，刚好看到一道圣光冲天而起，这是天道圣光，是要突破天级魔圣境的异象征兆。那位置正是云溪师祖闭关的小山峰，云溪师祖要突破了。陆晨瞬间明悟过来，此时赵婉月等峰主已经现身，陆晨立刻去云溪师祖那里，他突破遇到了点问题，需要你相助。赵婉月神情有些担忧。陆晨点点头，踏出追风步，急速飞向云溪师祖闭关处，这里布满禁制，10里内无人能靠近。是师侄来了吗？快进来！云溪师祖的声音传来，同时为陆晨打开了禁制。陆晨很快就来到了云溪师祖所在处。看到云溪师祖的样子，陆晨微微一愣，因为此时的云溪师祖正泡在冰水里，身上早就不着片缕，脸色绯红，但他确实在突破，身上的气息正在向魔圣境转化。师祖这是？陆晨现在还不清楚云溪的情况。我修的是天域魔功，此功法威力奇大，但是突破的时候魔劫最重，而且每次突破魔劫都不一样。刚刚我触动了玉之劫，师祖我现在体内像是着了火一样，只能用冰水降温，要不然可能会被焚成灰烬。陆师侄，快来和肉身双修，助我降服这玉之劫。
云溪颤声说道：“师祖忍忍，我来了。”陆晨也看出了云溪师祖的状态不妙，明明身在极寒冰水中，身上却依旧一片绯红，整池冰水也在不断的升温。云溪师祖渡圣灵天劫，乃是魔女宗的大事，以赵完月为首的8位峰主分守八方，将云溪师祖闭关渡劫之地列为禁区，任何人都不得靠近。云溪师叔的圣灵天劫似乎有些不一样，极为可怕。天域宫本就极为霸道，逆天而行，云溪师叔定然要被圣灵天劫重点照顾。正常情况下，估计只有30%不到的成功率。但现在有陆晨师侄的阴阳无极体相助，在肉身双修中渡劫，以阴阳之力抵抗，成功率至少能达70%以上吧。现在我们只能静等结果了。赵婉月他们相互传音交流一下，然后便开始一边守护一边静静的等待。此时主峰的天穹之上，恐怖的劫云正在凝聚，雷声滚滚，电闪雷鸣，宛如末日天劫将至。而云溪的闭关之地冰冷的水池中，2具火热的身体正在修行。陆晨和云溪的肉身修行进行得异常猛烈，尤其是云溪受玉之劫的影响，现在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陆师侄，好热啊，我要被烧死了！快点，再快点，将阴阳之力渡送过来，让师祖我清凉清凉。云溪师祖身上的魔圣气息越发的浓郁，但玉之劫的心魔也越发强大，掌控着他的身体。陆晨此刻被疯狂的折腾着，幸好我刚刚踏入了小魔宗境，要不然根本无法承受，现在就要败退下来，根本帮不到云溪师祖。没想到云溪师祖的玉之劫竟如此强烈，消除玉之劫的唯一办法就是要让云溪师祖尽情的释放自我。陆晨此时只有默默承受，他一边运转9节阴阳功，一边感受着身体的变化以及云溪师祖的状况。突破小魔宗境后，再与云溪师祖双修，果然好处惊人。之前我通过嗑丹药强行提升境界留下的隐患都被消除了，而且气息还在快速变强中，说不定这一次借与云溪师祖的双修，我的境界还能更进一步，达到大魔宗境。另外，云溪师祖身上的魔圣气息越发的浓郁了，马上就要迎来圣灵天劫，到时我恐怕要和他一起渡劫。陆晨心中暗道，他此时不断将阴阳之气渡给云溪师祖，云溪师祖的玉之劫也终于到达顶峰，迎来了恐怖的圣灵天劫。轰轰轰，一道道黑色的闪电落下，轰向水池中的2人。阴阳漩涡，陆晨此时与云溪乃是处于肉身双修的状态，相互之间是可以借用对方的力量的。此时陆晨借来云溪的魔圣之力，凝出阴阳漩涡。云溪由于被玉之劫所操控，此时他只有凭本能的拼命发泄，折腾着陆晨，所以前期对抗圣灵天劫完全只能靠保持着清醒的陆晨了。好在云溪对陆晨是绝对信任，一开始就对自己的力量完全开放，以双修点为桥梁，任由陆晨来调动。这些恐怖的圣灵闪电落下，本来都是轰杀向陆晨和云溪的，但现在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全部涌向阴阳漩涡中，瞬间被阴阳漩涡所吞没。第一轮圣灵天劫就此扛下。此时天穹上天威浩荡，更加可怕的第2轮圣灵天劫在凝聚。咔嚓，最终这一轮雷霆将陆晨凝出的阴阳漩涡全部轰灭。而这时云溪的玉之劫开始消退，意识开始渐渐回归。陆师侄再替我扛一轮，接下来就交给我。云溪师祖说道。师祖放心，卸除玉之劫，这一轮有我。陆晨淡然说道，给人一种安心的力量。阴阳割昏晓，明暗分2界。陆晨动用9节阴阳功中的秘术，此术也需要达到魔尊境界方可动用。此时陆晨能从云溪身上借力，暂时可以催动。此时他以阴阳之力凝成一阴一阳世界，阴为暗，阳为明。陆晨和云溪处于冥界中，继续肉身双修着，而无尽圣灵闪电全部被暗界所吸收。啊！最终云溪师祖尖叫一声，他的玉之劫彻底消除，随着元阴之力一并涌出，最终被陆晨顷刻炼化。陆晨师侄，接下来就交给你吧。云溪此时状态巅峰，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前所未有的强大。好，陆晨点点头，开始全力炼化云溪师祖的元阴力量精华，化作阴阳之力，隐隐之间竟有种要突破踏入大魔宗的感觉。轰轰轰！这时最恐怖的圣灵雷劫开始落下，云溪强势出手，天域宫运转，天，我所欲也！圣灵雷劫灭！云溪爆发，一道光柱从他身上冲出，直上云霄，冲向圣灵天劫汇聚处。轰！下一刻，圣灵天劫炸开，随之烟消云散，天劫退去，一道巨大的圣光从天而降，落在陆晨和云溪的身上，彻底将2人包裹起来。他们同时接受圣光洗礼，但主要的目标还是云溪，毕竟他才是真正的渡劫之人，陆晨只是顺带的。随着圣光洗礼，陆晨看到云溪师祖身上的气息在不断攀升，最终定格在黄级大魔圣境。而陆晨也得到了圣光洗礼，他也打破了壁垒，
达到大魔宗境。没想到以阴阳双修之道共御圣灵天劫，竟然还有如此惊人好处。如果每一位封主圣灵天劫，我都和他们进行一场肉身双修，然在一起共抗圣灵天劫，那么成功渡劫后就能获得一场圣光洗礼，想想都让人激动。陆晨心中很满足，这次虽然被云溪折腾得很惨，但好处也是真的惊人。陆晨从云溪师祖身上退出来时差点摔倒。师侄，你没事吧？云溪师祖关心地问道。无妨，师祖还是安心稳固修为吧，师侄先退了。已经完成了肉身双修，陆晨没有必要再留在这里打扰云溪了。刚渡完圣灵天劫这段时间很关键，云溪有诸多感悟，至少还需数天才能圆满出关。徒儿，这是为师给你熬好的万年魔阳草药汤，趁热喝了，补补身子。刚现身，赵婉月就飞身过来，手中捧着一碗药汤。这万年魔阳草药汤本来陆晨打算冲击小魔宗境用的，没想到根本用不到，他只靠嗑丹药就达到了小魔宗境，然后再借与云溪师祖肉身双修达到大魔宗境，但境界并不稳固。正好，我需稳固大魔宗境。陆晨想都不想，一口喝完。但下一刻他就后药了，因为师尊赵婉月竟然将一株万年魔阳草都放了进去，这药性比普通催情药强烈千百倍都不止。这下子众位圣女和师姐恐怕又要遭殃了。陆晨有些无奈地想到，万年魔阳草固然有巩固修为、恢复元阳的惊人作用，但其药性中也同样蕴含着可怕催情效果呀。为师怎会忘了万年魔阳草还有这等副作用，一下子把药量加得过大了。赵婉月看到陆晨的身体反应，顿时反应过来。此时他有些自责，本意是关怀陆晨的，结果现在有点变成了好心办坏事。师妹，你看陆晨师侄难受的，这火是你点起的，还是你自己去灭吧？嘻嘻。云溪渡劫成功，其余封主也都一副心情愉快的样子，他们飞身过来，不放过调侃美女师尊的机会。可是师妹现在还没到突破的时候，可不能进行肉身双修哦。三封主蓝心一道说道。又不是只有肉身修行才能解决，还有其他很多方式呢。七封主莫彩衣意味深长地道。彩衣师妹，你似乎懂很多啊，要不你去教教婉月，顺便帮师侄降温。五封主柳诗韵道。好了，你们莫再说风凉话了，陆晨现在忍得很难受，我们先带他回主殿，正好9位圣女已经恢复，且都已达到了巅峰魔宗境，体内还有一些元婴之力没有彻底炼化，陆晨可以帮帮他们。一封主穆雪薇比较稳重，此时走出说道。只是陆晨现在这状态，9位封主圣女受得住吗？四封主云舒瑶有些担心地道。那便将宗中巅峰魔宗境的长老都请来吧。八封主玄阴道。上次双修，众长老都已望眼欲穿了，借此机会若能与陆晨双修一场，恐怕有不少长老能如愿踏入小魔尊境，如此我们魔女宗的整体实力又能更上一层楼。六封主林可欣开心地道。随后各位封主立刻行动起来，而赵婉月则将陆晨带回到玉髓床上，看着陆晨难受的样子，赵婉月心中自责。师尊不必自责，总体上来说，这一切对我来说是有惊人好处的，只是需要些许的操劳而已。大战在即，既能稳固弟子的修为，也能助各位师姐长老实力更上一楼，何乐而不为？陆晨此时靠强大的精神力压制，确实忍得很辛苦，说话的声音都变得有些嘶哑了。他们还未到，陆晨，为师帮你缓解一下吧。看到陆晨难受的样子，赵婉月于心不忍，心有自责，于是他真开始用别的方式为陆晨缓解万年魔阳草的药性。师尊，可以了，他们要来了。正在为陆晨缓解魔阳草药性的赵婉月听到陆晨的话，赶紧起身快速整齐戎装。而下一刻房门打开，青瑶、玉素等9位圣女终于来到。师尊，陆晨还好吗？青瑶问道。他看到师尊脸色有些绯红，表情有一丝奇怪，身上还有一丝奇异的味道。没什么大碍，但忍得痛苦，你们快些帮他消解药性。赵婉月说道。随后他逃一般的离开了房间。而接下来陆晨看到9位圣女后，便放开药性，彻底爆发。半天后，9位圣女都晕死了。长老替上，一次7位。三封主蓝心怡指挥道。7位容颜美丽的魔女宗长老早就急不可耐地冲进去，她们皆是巅峰魔宗境，卡在这个境界很久了，但今日对他们来说却是一个突破的契机。破了，突破了！不到4个时辰，魔女宗7位巅峰魔宗的美丽长老相继冲出，一脸狂喜，立刻寻地方闭关巩固。一封主穆雪薇交代道。于是接下来魔女宗长老团迎来了史上最大的一次突破潮，但凡处在巅峰魔宗境的，最后都能如愿突破入小魔尊境，有些就算没有当场突破的，回去闭关几日亦能突破，其余的则都踏入到了巅峰魔宗境。青瑶、
玉素等9位圣女因为是被重点照顾的对象，她们醒来后都踏入了小魔尊境，成为了魔女宗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小魔尊。而2天后，陆晨也终于将万年魔阳草的药性炼化完，他也达到了巅峰魔宗境，而且境界无比稳固，没有一点虚浮。这是万年魔阳草的作用，也是和众位圣女、长老无休止修行的结果。要知道，除了9位圣女，魔女宗众位长老基本都是第一次和陆晨修行，效果奇佳，陆晨获得的好处自然也惊人。差不多了，陆晨在林英、李思思众女的服侍下沐浴穿衣后走出了房间。巅峰魔宗境的陆晨气质完全不同，已具备了魔域顶尖强者的威势。而10天之期已到，此时整个魔女宗的气氛都极其的凝重，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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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魔女宗主峰4周的虚空突然裂开，是4杆幽黑色的巨大幡旗，此时将4方苍穹划出一个裂缝。随之4队人马从4道虚空裂缝中走出，瞬间对魔女宗形成了合围之势。天穹慢慢恢复原样，4道无比恐怖的身影各立一方，他们人手一杆黑色幡旗，脚下是全副武装的魔修大军。他们最弱的魔兵都是小魔宗境，百夫长为巅峰魔宗，千夫长为小魔尊，万夫长巅峰魔尊，至于分立4方的4位大统领则是黄级小魔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美妇坐在琉璃台上，如同一尊高高在上的女王，俯视着陆晨和他身后8位封主。这个美妇深不可测，绝对比那4位黄级小魔圣大统领恐怖100倍不止。你就是陆晨，杀我侄儿英杰之人？美妇声音冷漠，居高临下的问道。英杰是我杀的，犯我魔女宗者，死不足惜。陆晨冷硬的回应道。呵呵，好大的口气！你们魔女宗已经被列为罪宗，今日是最后期限，便由本宫来踏平，顺便为我那废物侄儿报仇。但听说你是阴阳无极体，杀你前，本宫会好好的享用你一番，看你能否助我破境。若能，我就让你死得舒服些；若不能，那本宫会慢慢折磨你，让生不如死。美妇性感修长的双腿叠在一起，声音随意地道。她是天鹰少宗英杰的姑姑，也即是天鹰宗现任宗主殷天煞的妹妹殷罗刹。这次灭魔女宗总负责人正是殷罗刹。九幽国各方势力也早就来了，飘立4周，远远观望。这一次天鹰宗要亲自出手，不需要任何九幽国势力参与。炼魔宗、血影教、天魔药宫、秘宝宗、日月魔教等都只能沦为看客。此刻看到天鹰宗大军降临，他们所受的震撼难以想象。这就是上宗的底蕴吗？太可怕了！这样的魔修军团足可灭我炼魔宗10次不止。魔女宗竟然还敢恶意反抗，当真是自不量力。九幽国众势力人都纷纷议论嘲笑他们，皆认为今天魔女宗难逃被灭宗的命运，一介罪宗死不足惜。炼魔宗前宗主感到一阵快意，上一次他是唯一一个侥幸逃出来之人，但所有尸魁被陆晨所灭，净化乌有。回去后，他这个炼魔宗宗主便已当不下去了，被取而代之，变成了炼魔宗前宗主。人群中，焦如银和杨嫣这对母女也身在其中。没想到天鹰宗阵仗这么大，殷罗刹就算在天魔上国都是有名的中青代强者，以心狠手辣、杀人如麻著称。这次由他亲自带队，魔女宗危险了，陆晨不知道还能不能活下。杨嫣低声说道：魔女宗会不会被灭我不知道，但陆晨没走，留在了魔女宗，我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他绝对有保命手段。而且你注意到没有，陆晨巅峰魔宗境了。焦如银回应道。什么？陆晨他巅峰魔宗境了。杨嫣已经被吓傻在场，他知道母亲有一种神奇的血脉天赋，无论对方隐藏的多好，都能第一时间感应出对方的真实修为境界。对于母亲焦如银的话，杨嫣是深信不疑的，但正是如此，他才感到更加的震撼。如果我没有记错，10多天前母亲说过陆晨的真实修为境界还只是小魔皇境，才10多天过去，陆晨竟然已经巅峰魔宗境了。如果他再动用熔咒入体的手段，在魔女宗主峰这片区域，恐怕已拥有对战皇级魔圣的实力。杨嫣快速地分析起来，心中震撼越是难以想象。所以一会若是天鹰宗有令让九幽国众势力冲锋，我们最好找机会第一时间退走。焦如银暗中说道。此时这对母女是传音交流，外人自然不可能听到，即使听到，他们也只会不屑一顾，尽情的嘲笑。魔女宗主峰，陆晨早已开启了守山大阵，主峰的乃是元婴式魔阵，由魔女宗众弟子一起催动，守护之力无比强大，即使魔圣也难以破开。师尊，我们以守为主，除了我和诸位峰主，都不要踏出主峰半步。陆晨说道。赵婉月点点头，他也很清楚，魔女宗其余弟子只要走出主峰，只有死路一条，
反而在封主内全力催动元婴式魔阵，还能将敌人阻挡在外。当然，一旦阵破，便是魔女宗灭门之时。呵呵，你们守得住吗？阴罗刹美丽的脸上露出冷冷的笑意。破阵，踏平魔女宗。阴罗刹挥挥手，一声令下，四方天阴宗大军在4位大统领的带领下同时出手，从4个方向轰杀向魔女宗主峰。元婴式魔阵起，陆晨神念一动，主峰的元婴式魔阵启动。嗡，诅咒凝成光幕，笼罩整座主峰。陆晨此刻已披上泥人铠甲和玄武内甲，手握绣断剑，并凝咒成躯，站在咒躯的头顶上，与阴罗刹同高，平视着对方道：我在峰内，可立于不败之地。我若不死，魔女宗便不会灭。陆晨声音落下，四方的攻击已落在主峰上，但诅咒之力爆发，瞬间将这些攻击消融，根本无法撼动主峰分毫。真正对主峰产生威胁并可踏入主峰的，只有达巅峰魔尊境之上。天阴宗现在虽有千军万马，但破不了阵，就发挥不出应有作用，奈何不了魔女宗。倒想不到，你们魔女宗主峰还有如此高阶玄妙的守护大阵。既然如此，那我便亲自出手，先灭了你，再破阵。阴罗刹终于从琉璃宝座上站了起来，一步迈出，便已出现在主峰之内。还有4位黄级小魔圣的大统领，以及一众巅峰魔尊境也同时冲入主峰。这4人交给我。就在这时，云溪的声音响起，他从闭关之地走出，玉手上出现天域图，缓缓展开，一个神秘的异世界显化。都给我过来！云溪从闭关之地出来，强势到没边。他直接将4位黄级小魔圣的大统领收入天域图中，要与他们在图中世界进行大战。其余巅峰魔尊交给我们。赵婉月带领着其余7位封主，还有一众太长老冲向天阴宗的一众万夫长，而余下的魔女宗弟子在9峰圣女的带领下，立于9个方位，全力催动元婴式魔阵，抵挡住天阴宗大军。至于陆晨，独自面对阴罗刹，倒没想到你们魔女宗竟还有如此底蕴，堪比上国的一些宗门了。但敢与我天阴宗为敌，无论什么门派都得灰飞烟灭。阴罗刹稍显惊讶后，便抬起玉掌，一掌拍向陆晨。这一瞬间，陆晨毫不犹豫，咒躯入体，将自己的状态提升到最强。上一次小魔皇境时，陆晨通过咒躯入体达到巅峰魔宗境，现在陆晨本身就已经是巅峰魔宗境，咒术入体直接将陆晨的境界提升到了大魔尊境，速度、力量、感应等等都全方位的提升。陆晨身形一闪，原来所立的一座小山峰被阴罗刹一掌拍灭，足见其攻击的威力。诅咒之链定。陆晨却没有和阴罗刹硬碰硬，而是充分利用主峰上诅咒之力的优势，将无尽诅咒之力凝成咒链，将阴罗刹缠住。破！阴罗刹身上力量爆发，瞬间震灭这些诅咒之链。可很快他就发现一件令他极其难受的事，那些诅咒之链竟然再次凝聚缠来，像是无穷无尽一般。陆晨也不与他正面相斗，只是拖住他，他暂时得以脱身，随后出现在一众正与赵婉月激烈战斗的巅峰魔尊面前。你们退！陆晨传音道。赵婉月等众峰主、太长长老非常有默契的第一时间退下。魔石剑骸。陆晨则手握绣断剑，横斩而出，无数魔影从绣断剑中冲出，钻入这些巅峰魔尊境的体内。砰砰砰！随后魔影人他们体内爆开，瞬间将他们重创。上！这时候赵婉月众人接力陆晨冲上，面对全部被重创的天阴宗巅峰魔尊高手展开屠戮。而此时阴罗刹挣脱了诅咒之链，带着尖啸之音杀向陆晨。阴罗刹很强，非常的强，可在魔女宗主峰内，他却处处受制，根本奈何不了陆晨。这元婴式魔阵乃是出自莫离这位仙道强者之手，结合自身释放的诅咒之力，在主峰可以发挥出极为惊人的力量，即便是地级魔圣都会受制，何况只是玄级大魔圣境的阴罗刹。陆晨心中暗道，他没有选择和阴罗刹正面交手。阴罗刹乃是玄级大魔圣，自己虽然可以牵制他，但还杀不了。既然如此，还不如去斩杀天阴宗其余之人。陆晨，你有本事就与本宫正面一战。阴罗刹此时感到无比憋屈，来时心情有多美丽，现在就有多糟糕。莫急，待我杀光你手下，再与你一战。陆晨淡淡回应道。此时他手握白虎追魂枪，一枪掷出。噗！一名本就重伤的巅峰魔尊没有任何反应，就被一枪穿心，钉死在地面上。血葬人间，魔断黄泉。陆晨攻击依旧未止，以绣断剑连出2道杀招。不一会，进入主峰的天阴宗巅峰魔尊境高手全部被斩杀。这一切说来话来，但整个过程不到百息。所有的观望者早就惊呆了，尤其是9幽国众势力强者，
他们原本都认为魔女宗面对天鹰宗大军将不堪一击，定会被踏平，王族灭宗就在顷刻间。可现在竟是这样的结果。轰！这10天玉图震动，云溪和天鹰宗4位黄级小魔圣同时飞出，天鹰宗4位黄级小魔圣皆被重创，脸色惊恐无比。助云溪师祖留下这4人，陆晨率先冲向天鹰宗4位黄级小魔圣，而且无数的诅咒之链涌向这重伤的4人。赵婉月等8位封主也同时出手轰杀过去。不，殷小姐，救我！天鹰宗4位黄级小魔圣惊恐大叫，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不是来自陆晨，也不是来自赵婉月他们，而是来自手握天玉图的云溪。他乃是黄级大魔圣境，比这4人皆高出一个小境界，完全拥有斩杀他们的能力。可恶，要杀他们，有问过我阴罗刹没有？你们都给本宫去死！阴罗刹此时彻底暴走，瞬息之间冲了过来，要反杀赵婉月等人，阻止他们攻击天鹰宗4位黄级小魔圣。我拖住他。陆晨转身迎向阴罗刹，为云溪争取时间。纣王去！陆晨冷喝一声，操控着诅咒之力凝成一张张诅咒之网，层层叠叠地照向阴罗刹。另一边，云溪手中的天玉图绽放出无比耀眼的光芒，我欲界万道，天图破玄黄。云溪娇喝一声，天玉图最强威力彻底被催动，绽放出4道恐怖的幽光，射向天鹰宗4位黄级小魔圣。不好，这竟是传说中从仙界坠落的法宝天玉图。灵图闪耀破穹苍，天域之光覆八荒，曾经震撼一个时代的至宝，竟在魔女宗的一位封主手中。阴罗刹娇脸变色，此时他破开了陆晨布下的层层诅咒之网，可是已经迟了。天鹰宗4位黄级小魔圣大统领被4道幽光洞穿，很快就变成了4具干尸。杀进魔女宗主峰的，现在就只剩下阴罗刹这位唯一的天鹰宗主帅了。此女太强，陆晨根本杀不了她，除非请千年狐妖白玉出手。但阴罗刹并未达到地级魔圣境。至于仙宝陈饼，陆晨打算用来斩小天圣的，可不想浪费在阴罗刹身上。他们主力已被清除，可以展开反攻了。云溪师祖、师尊、各位封主，所有达到巅峰魔尊境的都随我杀出去。陆晨一声令下，率先冲出主峰。而阴罗刹此时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股可怕的力量推送出了主峰。这一瞬间，他终于明白，从一开始这就是陆晨布的一个局。陆晨故意示敌以弱，将他们放进来，然后在主峰内将他的手下一一杀死，最后剩他一个。陆晨在主峰内杀不了他，就又将他强行送了出来。也就是说法，这主峰是进是出，完全是由陆晨说了算。杀！云溪、赵婉月他们强势杀出。云溪展开天玉图，无数天鹰宗弟子被收入图中，顷刻炼化。赵婉月虽然一直压制境界，没有正式破境，踏入魔圣，但他的战力丝毫不比黄级小魔圣弱。他的本命法器是一根节鞭，尾部是一根蓝色的坚刃，轻轻一甩，坚刃便可轻易划破虚空，将对手送入其中，永恒放逐。其余封主、长老也手段分出，大开杀戒。天鹰宗没有了4位黄级小魔圣和一众巅峰魔尊这些主力，根本抵挡不了势如破竹的陆晨等人。魔刃、幻影千重，陆晨神念一动，18把升级过的魔刃飞出，补全过的御刃术更加完整，威力也更加可怕，隔空收割着大魔尊境的天鹰宗弟子。乾坤离火开，陆晨还不忘打开乾坤离火瓶，将2级异火倾倒而出。不，救命！天鹰宗弟子发出绝望的声音，但只要沾上2级异火，顷刻之间就被焚灭成灰。此刻天鹰宗被陆晨他们冲击的阵势大乱，完全没了出场时的强势。阴罗刹被送出来，他已经冷静了下来。今日这一战已彻底败了，无力挽回，因为对方即使不敌，也可轻松退回主峰，自己完全奈何不了。要灭魔女宗，必须要先灭掉陆晨，破掉其守护大阵。想清楚这一点后，阴罗刹目光死死地盯上了陆晨。正在对天鹰宗大军大开杀戒的陆晨，忽然感到一阵背脊生寒。不好，退！这瞬间，陆晨感知到了危机，第一时间便要退回主峰。嗡！但一片幽光落下，将他锁在这一片空间笼罩。紧接着，他就消失在了原地。在出现时，他已出现在一片陌生之地，前方还站着阴罗刹，神识已将他锁定。空间挪移术，陆晨已然明白了过来，倒有点见识。此乃我在古一之地所获的残法，一旦催动，可将我锁定的生灵挪移走。陆晨，这里不再是魔女宗主峰，你还拿什么来牵制我？阴罗刹美丽的脸上有些苍白，显然这种空间挪移术对他来说也是非常巨大的消耗。但他现在却不再憋屈，因为没了魔女宗主峰力量的加成，陆晨在他眼中如一只蝼蚁无益，杀之，抬之即可。
陆晨此刻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境界在不断消退，很快就回到了巅峰魔宗境。不仅如此，骤躯入体的后遗症开始显化出来。此时又被旋极大魔圣境的阴罗刹锁定，他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凶险。陆晨，现在你来牵制本宫啊？怎么不来了？阴罗刹很记仇，此时还不忘嘲讽陆晨。他一步一步地走来，陆晨却不敢有一丝异动，因为他知道现在只要自己稍有一丝异动，阴罗刹绝对会第一时间出手。现状态下的他面对旋极大魔圣境的阴罗刹，确实如一只蚂蚁无益。陆晨已悄然将一切防御开启，口中含的万年魔灵参随时吞下。当然，如果如此都没法活命，陆晨就只能动用最强底牌了。放心，你是阴阳无极体，我不会这么轻易弄死你，而是要慢慢玩你，毕竟还要借你之躯来破境。想必将你吸干后，我定能达到巅峰旋极魔圣境。阴罗刹此时心情大好地道。至于天阴宗大军现在如何，他并不关心，只要拿下陆晨，他一人便可灭掉魔女宗。殷小姐，我不过是为自保罢了，你们天阴宗未免太过咄咄逼人了。陆晨并未有一丝慌乱，只是平静地应道：我天阴宗乃天魔上国4大势力之一，咄咄逼人又如何？给你们定罪便定罪，好好给我受着便是。蝼蚁一样的存在，竟然还敢反抗？呵呵。说到最后，阴罗刹还不忘发出不屑的冷笑。殷小姐莫要太得意，在我面前，将来也许你也有变成蝼蚁的一天。莫忘了一句古言，风水轮流转。陆晨冷冷地道，并随时准备遁逃。哼，我天阴宗强盛无比，我大哥更是处于鼎盛之秋，风水流转只会更强。何况你的绣断剑和首级乃是打开那一处地方的钥匙和通行证，只要拿下你，成就我天阴宗的永恒霸业便指日可待。阴罗刹心情大好地道，但随之他话锋突然一转道：你现在想逃是吧？既然如此，我就先把你废了。说话间，他抬起一根手指，对着陆晨隔空一点，一指按天术。此术一出，天地灵气聚于指间，凝成可怕的压力，即使是一名巅峰魔尊都会被压在地上，动弹不得。陆晨不过是小小的一名巅峰魔宗，更不可能动弹得了。这一指按出，阴罗刹都不敢用尽全力，生怕这一指按下，直接就把陆晨碾成肉泥，那他就没有机会享用这具阴阳无极体了。但这一指按下，陆晨并没有阴罗刹想象那般被无形之力按压在地，而是还站着。怎么回事？我的一指按天术威力变小了。阴罗刹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阴罗刹的攻击怎会这么弱？陆晨也有些懵，他已经做好了被碾压在地上的准备，结果发现自己不仅没被按压在地，竟然还能移动。可此刻他虽然还能感受到一股无形的阻力，但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强大。难道与这片环境有关？陆晨脑子飞快地转动，同时运转功法，吸收天地魔灵之气。结果发现不仅吸收不到一丝的魔灵之力，魔海丹田还传来一阵刺痛。果然这片天地灵气稀薄近乎于无，而且还蕴含着一种可以毁坏魔海丹田的力量。阴罗刹那一招需要借天地之灵力才能爆发出强大的威力，但因为这片天地灵气缺少，他那一招的威力大打折扣，只能发挥出其1%不到的威力。越高阶的魔技受到的响应越大。此时陆晨心中已渐渐明朗起来，甚至已经知道自己身处何地了。这里定然就是九幽国第一境地灵境之地。天地无灵，诸法失效，唯有体修方可存活。陆晨在无字古书空间中的那些魔域资料不是白看的，他反应过来后，立刻收起了准备要祭出的仙宝陈饼，毫不犹豫向灵境之地更深处冲去。这个时候阴罗刹显然也反应了过来，知道了这里是灵境之地。该死的陆晨，你想借灵境之地逃走？做梦！即使是无灵之地，我也是一位大玄圣，不借天地之力亦能灭你。阴罗刹怒声叫道。他说的倒是事实，大玄圣的魔丹早已蜕变，内蕴的能量无比恐怖，即使在灵境之地也能撑很久。而且他只需以己身之力催动魔功，依旧能发挥出极强的威力。可阴罗刹低估了陆晨的速度，在灵境之地中，陆晨的速度竟然根本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究极大成的追风步，可恶！阴罗刹看着陆晨消失在远方的身影，他有些抓狂了。近灵之地，基础功法反而更有优势，因为不需要借天地灵力，需要消耗自身的力量更少。比如追风步几乎是零灵气消耗，但前提是要做到如陆晨这般的究极大成境。阴罗刹快速的追向陆晨，他是大玄圣，哪怕在灵境之地，面对陆晨还是有着巨大优势的，只要追上便可杀之。接下来一段时间，阴罗刹追，陆晨逃，不断深入灵境之地。期间有一次，陆晨被阴罗刹追杀，眼看就要被杀死，这时候幽灵觉醒，将陆晨拉入了无字古书空间。
然后与陆晨双修一场，帮陆晨恢复状态后再送他出来。毕竟再不出来，无字古书落入对方手中就麻烦了。所以陆晨必须要在英罗刹反应过来前从无字古书中出来。好在外界刹那，古书空间已过数日。陆晨，没想到你身上还有如此之宝，等我杀掉你，这一切就都是我的。英罗刹那一击本来就可以取陆晨性命的，结果陆晨凭空消失，让他这一击落空。他看到一本无字古书掉落在地，但还未等他拾取，陆晨又已经重新出现，卷起古书快速遁逃。整个过程仅在刹那间，而再次出现的陆晨已完全恢复状态，这让英罗刹震惊无比。反之，英罗刹也感觉到了不妙，他开始变得虚弱起来。这段时间消耗自己太多的力量了，再这样下去，恐怕会活活耗死在这临近之地。临近之地，进来容易，出去难。英罗刹心中已感到了一丝不安，但他并不愿就此放弃。先不说陆晨这具阴阳无极体是他突破的契机，这样的出去，他恐怕会成为所有人的笑话。外边没有他在，征伐魔女宗的天鹰宗大军必然已经溃败。他身为此战主，率须负全责，唯有拿到陆晨的脑袋和绣断剑，再去灭掉魔女宗，方可向天鹰宗有所交代。如若不然，不仅天鹰宗声望受损，他自己也要受到严重的惩罚。这里已经是临近之地深处，空气中已经感受不到一丝灵力，陆晨支撑不了多久，也更不可能逃离得了。在临近之地，他不可能有我支撑的久，我不能急。看着陆晨逃离的身影，英罗刹却没有继续追。陆晨完全恢复状态下，他追不上。在速度方面，他根本没有太大优势。魔圣的飞行功法靠的是操控天地能量，或是凝灵于双腿，但这方天地无灵，这些功法自然就失效了。当然，他也可以像陆晨一样动用基础步法，可他没有达到究极大成境，根本追不上陆晨。先恢复状态，再慢慢追踪。这临近之地，他跑不了多远。英罗刹取出魔灵石，开始恢复状态。在这里，无法从天地间吸取灵力，只能通过吸收魔灵石来恢复魔灵之力。吼！就在英罗刹在吸取魔灵石恢复魔灵之力时，突然间大地震动，一头全身披着黑色石皮一样的巨兽怒吼着向他冲来。怎么回事？我怎会无缘无故受到此地无灵魔兽的袭击？英罗刹脸色大变，此时他只能起身进行战斗。这里的无灵魔兽身上皆无灵力，但肉身异常强大，可以和古时传说中的体修者相媲美。只是他们只靠蛮力，攻击手段单一，并不像体修者那样会各种强大的战绩。但这些无灵魔兽肉身异常强大，普通手段极难杀死，或者说普通攻击连对方身上的皮甲都破不开，如何能伤害到对方？眼前这头无灵魔兽异常强大，血气澎湃，防御可怕。英罗刹在这里诸多手段失效，只能动用一些低等的魔灵术法攻击，且如此状态下根本无法对这头无灵魔兽造成致命伤害，反而彻底激怒了他。此时更加的疯狂的攻击英罗刹。陆晨，定然是你搞的鬼，快给我滚出来！英罗刹此时似想到了什么，怒然喝道。这一路走来，他也遇到不少无灵魔兽，但只要不去招惹，这些无灵魔兽一般都不会主动攻击。眼前这头无灵魔兽显然是被人故意激怒，然后祸水东引过来。殷小姐果然聪慧，这头无灵魔兽非我能敌，只能交给殷小姐解决了。告辞。陆晨并没有现身，只是暗中传音。而英罗刹发现自己竟然没有感应到陆晨的具体位置。要知道，他拥有的是大玄圣境的精神感应，刚刚他只是感应到周围有人隐匿，可无法感应到其具体位置。这小子身上定是有隐身秘宝。该死，他曾经不过是天魔药宫的一个魔役，怎会有如此多的惊世宝物？英罗刹脸色无比难看，恨不得将陆晨碎尸万段，但现在他被这头强大的无灵魔兽缠住，一时半刻脱不了身。暗处，陆晨催动隐脉和阴肾珠，将身上的气息彻底隐藏，然后快速离去。陆晨发现在近邻之地，他的隐脉并不受影响，还有绣断剑和阴肾珠依旧可以动用。陆晨试着以隐脉和阴肾珠共同作用下，前行到一些无灵魔兽的领地，摘取金身草。金身草是最珍贵的淬体魔药，在外面早已绝迹，只有在临近之地这样的环境中才会生长。陆晨成功摘到了一株4品金身草，但也惊动了这头守护金身草的无灵魔兽。他将计就计，将之引到英罗刹这里来，然后每隐身，快速离开。陆晨寻了一处隐秘山洞，确认安全后，他取出4品金身草。4品金身草是用来淬炼4品体修者体质的，体修者共分9品，9品之上便是圣躯，相当于魔圣级别。不知我可否以此淬体，让我的肉身变得更强？陆晨心中暗道，他倒没有想过要走体修之路。体修路段，这是整个炎黄界众所周知之事，不仅没有金身草这样的淬体之药，更无相应的体修功法，很多都只有修炼到9品体修者的功法，连圣躯之道都没有。
不过陆晨现在身在临近之地，肉身强悍1分就多1分的优势，这是金身诀，只有前4层功法。试试看。陆晨在储物袋中一番寻找，终于无数的功法中发现一本体修功法，它不是由玉简记录，而是以不知名兽皮记录。兽皮破损，非常残旧，显然存在了不知多少岁月，且无人关注。陆晨开始翻历阅起来。灵肉龟一矢为基，气走百骸铸金滴，骨似玄铁筋如缆，血涌岩合脉若渠，内炼脏腑藏真意，外凝皮膜化宝躯。翻阅之后，陆晨开始修炼起来，同时一口将4品金身草吞下。轰！下一刻，恐怖的能量在全身各个穴位炸开，陆晨被炸得血水飞溅，看起来无比凄惨。陆晨却没有因此慌乱，咬着牙，忍着无尽的痛苦，稳住心神，继续运转金身诀。很快，陆晨感觉到他身体的细胞开始活跃起来，疯狂吞噬着金身草的能量，然后这些细胞开始强化陆晨的体质。这样的痛苦状态足足进行3个时辰，陆晨才终于停下。此他身上结满血痂，看起来很是恐怖。陆晨轻轻震颤了一下身体，上面的血痂纷纷掉落，露出无比强壮的肉身。3品肉身境，竟然真的可以！陆晨一脸惊喜。在临近之地，近身之下，他面对英罗刹保命的机会将会大增。如果达到6品肉身境，近身之下，和英罗刹或许还可以一战。陆晨信心大增，决定在临近之地继续收集金身草，淬炼肉身。陆晨，终于让我找到了，这次看你往哪逃！然而就在这时，英罗刹竟然追踪到了这里。此女盯着陆晨完美强壮的身体，语气虽说得很，但心底却不由自主地娇颤了一下。大，真大，好大啊！英罗刹盯着陆晨的阴阳之气流转处，他的心尖儿仿佛被狠狠地撞了一下。不过他并没有忘记正事，第一时间就出封住了这处山洞，将陆晨的退路堵死。陆晨看到英罗刹，虽感意外，但丝毫不慌，因为英罗刹的状态并不是很好，显然与无灵魔兽战斗吃了不少苦头，此时身上魔灵之力所剩无多，若不及时补充，处境将会变得很危险。但身为玄级大魔圣境，英罗刹是不会那么容易被杀死的。可这种情况，对方想杀自己也没那么容易。找到又如何？你这种状态杀不了我。其实我们没必要打生打死，想着怎么离开才是真的。你应该知道临近之地有进无出，如果在我们的魔灵石消耗完前还没想到离开的办法，那就都只能葬身于此。就算你杀了我，夺得我的手机和绣断剑，也未必有机会带出去。陆晨不慌不忙地地道，他现在已经找到修炼肉身的办法，反倒是不急着离开，可以长期在此存活，但英罗刹就不行了。待在这里越久，对他越不利哼。现在你说什么都没用，先拿下你再说。英罗刹杀来，他现在高阶的术法用不了，所有攻击都要靠自己提供力量。天缠手，英罗刹伸手一抓，无数魔灵细线飞出，缠住陆晨。陆晨被魔灵细线缠住，不退反进，借势扑向英罗刹。砰！陆晨已紧紧抱住英罗刹，在地上滚动。滚开！英罗刹要把陆晨震飞，但陆晨死死抱住他，被震得吐血，也没有一丝要松手的意思。而且陆晨近身后也动用金身诀中提到的战技，手脚并用，攻击英罗刹身体各个部分。这部分都是人体要穴，可以将对方凝聚的灵力打散，让他根本无法成功聚力，即使能聚力，也是威力有限，无法对陆晨造成致命的伤害。于是二人紧紧相抱，相互缠斗着，一时之间难分难解。该死的，陆晨你的肉身怎会如此强悍有力？一番缠斗，英罗刹不仅消耗掉大量的魔灵之力，还根本无法拿下陆晨。我说过了，在这临近之地，我们都杀不了彼此，与其在此缠斗浪费力气，还不如暂时合作，想离开这里的办法。陆晨喘着气道，他同样也消耗巨大。二人这般缠斗，看似香艳，实则稍有不慎就会被对方重创。你休想，我现在只想杀了你！英罗刹嘶哑着声音道。砰砰砰！可在此时，大地震动，一头巨大的无灵魔兽在撞击静止，正欲冲进来，而且此时还不断有无灵魔兽赶来，把陆晨和英罗刹围堵在山洞中。是我们打斗声惊动到了他们，而且你是不是拿了他们什么东西？陆晨脸色微凝道。我被他们一路追杀，我气不过，不就是伸手摘了他守护的一点果实吗？我以为已经摆脱他们了，没想到还在紧追不放。英罗刹此时也有些慌，此时他的魔灵之力已经消耗得七七八八，再对上这些无灵魔兽，恐怕要难逃一死。这种情况就算满状态我都杀不出去，所以我们相斗还有意义吗？陆晨率先放开了英罗刹，英罗刹也没有继续对陆晨发动攻击，因为他现在这种状态，面对这么多无灵魔兽也难逃死。
继续和陆晨相斗确实没有任何意义了。如果我现在能满状态，我有信心杀出去。英罗刹说道。但他也知道，在这临近之地，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恢复到完好状态。就算通过炼化魔灵石或者丹药，至少也要1天的时间才能完全恢复。而无灵魔兽群只怕不出半个时辰就能破开这里的禁制，冲杀进来。英罗刹此刻也感到有些绝望、无助。我倒有办法能让你在短时间内恢复状态，但我怎么保证到时你恢复状态后会不会第一时间将我杀掉？陆晨淡淡地道。当真？听到陆晨的话，英罗刹眼神一亮。陆晨神色认真的点点头。若你能让我短时间恢复状态，那我们可以暂时合作一场。我以道心起誓，合作期间绝不会伤害你分毫。若违此事，天诛地灭。时间紧迫，英罗刹为了让陆晨放心，第一时间就发下了道心誓言。修者的道心誓言还是有保证的，而且修为越高，违背誓言的代价越大。陆言道，你应该知道我是阴阳无极体，和我双修半个时辰，足可完全恢复状态。半个时辰只能让英罗刹恢复状态，想要提升修为，那至少双修1个时辰以上。那就开始吧。英罗刹咬咬牙，装作有些不情愿的样子。其实他内心惊颤，毕竟他见识过陆晨的资本。由于时间紧迫，陆晨也不废话，以最快的速度和英罗刹进入修行状态。你是首次？陆晨有些意外。很奇怪吗？若非你是阴阳无极体，我对你也毫兴趣，自己解决不挺好的吗？英罗刹理所当然地道。呵呵，口上说没兴趣，口下却很诚实。陆晨冷冷嘲笑。陆晨，你无耻！英罗刹不满地叫道。但很快他的声音就变了。但本宫喜欢你的无耻。快，再快点，将你的阴阳之力渡给本宫，让本宫快点恢复。英罗刹很快就被陆晨所征服，至少这个时候他是服的。而且英罗刹感觉到自己的魔灵之力在以一种无比惊人的速度在恢复。这就是阴阳无极体的妙用吗？实在是太逆天了。英罗刹心中惊叹不已。这一刻他甚至生出不舍的杀陆晨之心，想将他秘密关在自己的后院中，如此他便可以每天都用来修炼。而且陆晨此刻也没有任何保留，卖力的助英罗刹恢复。毕竟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陆晨现在也是为自救，他也不管英罗刹首次是否受得了，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爆发，将凝聚的这一波庞大阴阳之力注入英罗刹的体内。而让陆晨意外的是，英罗刹竟然也有元阴之力回馈，让他不仅瞬间恢复到巅峰状态，还隐隐之间有突破巅峰魔宗境之势。我满了，魔灵之力溢出来了。陆晨，你的阴阳无极体竟如此逆天，不消半个时辰，我便已完全恢复了。英罗刹回过神后，震惊地道。轰！于此，无灵魔兽也终于撞破禁制，冲了进来。此时陆晨和英罗刹还亲密无间，可这一切不过是表象。现在看似柔情蜜意，一旦离开山洞，二人定是生死相向。看到无灵魔兽冲破封禁，正杀过来，陆晨第一时间抽身从英罗刹身上离开。英罗刹突然间感觉少了什么，空空落落的，这种感觉太美妙了，真有些舍不得。英罗刹那心中还在回味，但看着一头头无灵魔兽冲杀过来，他也瞬间清醒过来，恢复英罗刹平日里该有的冷酷无情。陆晨留不得，刚刚差点就被他征服，破了我的道心。英罗刹神色冰冷起来。往日里他人如其名，如同一尊索命罗刹，杀人无数。今日他却差点被陆晨双修服了。吼！无灵魔兽怒吼着，瞬间杀至。英罗刹来不及穿衣，就光着身子开始与无灵魔兽大战起来。完好状态下战斗，妙不可言。自进来这临近之地，英罗刹就没达到过完好状态。此时他意气风发，一掌拍出，以自身之力催动功法。砰！一头无灵魔兽被他一掌拍飞出去，最终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看着外皮无损，但内里血肉已经被震碎。陆晨看着光着身子战斗的英罗刹，心底发寒。刚才我用力过猛了，一不小心给他恢复的有点多啊，当时应该轻点，或者爆发少一点阴阳之力给他。陆晨心中有些许的懊恼。看什么看？没见过光着身子战斗的女人吗？英罗刹一边杀戮无灵魔兽，一边冷冷地道。这些无灵魔兽源源不断，会越杀越多，若继续拖下去，恐怕到时再没有机会杀出去。陆晨依旧盯着英罗刹，淡淡的说道。哼，用不着你提醒。英罗刹此时不在乎浪费自身的魔灵之力了，先保命要紧。陆晨跟在英罗刹的身后，但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此时他能很好的欣赏英罗刹战斗时扭动雪白浑圆的肥臀。英罗刹自然能感受到来自背后陆晨的目光，心底不由得生出一丝异样的感觉。可他却装着毫不在意的样子，玉掌连连拍，一头头无灵魔兽被拍死。这是化天掌。
一掌拍出，表面无损，内里却已被震碎。陆晨暗自庆幸，刚刚近身与英罗莎搏杀时，他以战技攻击英罗刹的穴位，让他无法聚力，无法拍出化天掌。如若不然，刚刚挨上一掌，陆晨觉得自己的下场和这些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无灵魔兽没有任何区别。大玄圣还是很可怕。砰砰砰！英罗莎此时生猛异常，连连出手，将无灵魔兽拍飞出去，生生杀出一条路。陆晨紧跟其后，尽可能的保留实力。他炼化掉英罗刹的元婴之力后，不仅完全恢复状态，实力还有所精进，但陆晨并没有表现出来，而是佯装成刚刚被掏空，一滴都不剩的样子，为的就是迷惑英罗刹。英罗刹并不知道阴阳无极和九节阴阳功的妙用，以常人的眼光来看，陆晨现在这副很虚的样子才是正常表现。此时无灵魔兽越聚越多，陆晨已经意识到英罗刹摘取的东西恐怕不简单，如若不然，不可能引发无灵魔兽如此大规模的暴动。给我破！英罗刹此时神色也凝重了几分，此刻在我保留，全力爆发，一举杀穿了无灵魔兽的包围。陆晨也跟着急速冲出山洞后，视野瞬间开阔起来。陆晨，杀出后，我们合作就到此为止，誓言已结，现在给我死！英罗刹却在这时候突然对陆晨发难。遁空符，陆晨早就贴在身上的遁空符发动，以阴阳之力催动，可以瞬间挪移近1000米。虽然效果与在外边时大打折扣，但却及时避开了英罗刹的攻击。该死的，他原来并不是盯着我的屁股看，陆晨真正的目的是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只要我稍有对他不利，便立刻远离。狡猾的小子！英罗刹这一刻才回过味来，原来陆晨当时盯着他看，他还为自己的魅力爆棚而沾沾自喜，结果是他自己完完全全会错了意。但你逃不掉，今日你必死！英罗刹现在状态满满，非常自信。而此时英罗刹已无被陆晨双修他时的柔情蜜意，只有杀伐冷酷。踏踏踏！但在这时，整个大地都在颤动，一道恐怖的踏步声传来，还有一股可怕惊人的气息席卷这片空间。所有的无灵魔兽感应到这股气息，都身体颤，露出了畏惧的表情。无灵魔兽王！陆晨和英罗莎几乎第一时间意识过来。吼！这是一头比眼前这些无灵魔兽巨大10倍的无灵魔兽王。他一出现后，就死死盯着英罗莎，急速冲杀过来。英小姐，后会无期！陆晨远远地向英罗刹抱拳行了一礼，随后急速离去。英罗刹脸色铁青，他很想追去，但无灵魔兽王死却拦住了他的去路。畜生，我不过摘你几颗果子，至于这样没完没了吗？失去了击杀陆晨的好机会，英罗莎此刻愤怒异常。他现在被这头无灵魔兽王缠住，一时半会是不可能脱身的了。于是他就将所有的气都发泄在这头无灵魔兽王身上。而陆晨此时在摆脱一群无灵魔兽后，因圣珠和隐脉发动，快速的隐没气息，远离了战场。英罗莎到底摘了什么果，连无灵魔兽王都招来了？现在无灵魔兽王所在的山谷必定空虚，或许可以前进去一观。陆晨快速的赶往无灵魔兽王栖息地，趁着英罗刹拖住无灵魔兽王，他决定将无灵魔兽王的家底掏个底朝天。很快，陆晨就来到无灵魔兽王栖息的山谷，这里还有一些无灵魔兽守在山谷入口，但都不敢踏入山谷半步。陆晨悄然前行进去，一路竟然异常顺利，就进入到了山谷中。这是金参果。当看到山谷中心处一株长满金灿灿果实的果树时，陆晨彻底被惊到。他终于明白为何无灵魔兽王会如此的愤怒了。金参果，这是比金参草要高阶的淬体魔药。金参草最多只能将肉身境界推到5品境，再想往上就需要寻找更高阶的淬体药。而金参果若有足够多的量，可以将肉身境界推到9品境。陆晨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这山谷中并无守卫，但是那只像小奶狼一样的小家伙，应该不至于是扮猪吃老虎吧？陆晨观察了整个山谷，发现空无一兽，只有金参果树下躺着一只全身奶白色的小白狼，体型跟一只小狐狸差不多。它肚子鼓鼓地躺在那里，睡着了。陆晨确定小白狼是真的睡着了，而且是睡得很香那种，闭着眼打着小呼噜。它看起来不像是那无灵兽王的幼崽，更像是来偷吃金参果的。陆晨心中暗道，如果是这样，此地应该暂时没有什么危险。陆晨悄然靠近，在确定没有任何危险后，立刻开摘。小白狼睡得香香的，似乎还在做着好梦，嘴里发出几道开心的叫声，期间还伸了个懒腰，翻了个身继续睡。陆晨以最快的速度收摘金参果。同样一株金参果树上，上面的金参果年份品阶都不一样。一般金参果越大，金光越璀璨，品阶和年份就越足。最好的几颗定然都进了这只小白狼的肚子，它倒是会吃。陆晨心道，
这株金参果树不知存在了多少年，才能结出这么多年份不同的金参果。而那头无灵兽王至少达到了8品肉身境，他守着一棵金参果树，将来踏入9品肉身境也只是时间问题。这临近之地，将来不知还有没有机会再进来，所以一次性收完。可惜这金参果树离开这里，恐怕就无法成活。陆晨很快就将整株金参果树上的金参果都收走，获得了足足上千颗。英罗刹只是顺走了几颗，就被无灵兽王带领群兽没命的追杀。要是知道现在整颗的金参果都被陆晨偷走了，只怕会活活气死。但在这时，一只巨鸟在山谷上空盘旋，随之发出愤怒的厉叫声。下一刻，一头头无灵魔兽向山谷汇聚而来。不好，被发现了！陆晨毫不犹豫便向山谷外冲出去。此时他瞥见还在睡得死死的小白狼。罢了，就你一次。陆晨顺手抄起小白狼，快速离开山谷。由于守卫空虚，无灵魔兽并不多，陆晨很快就摆脱了。与此同时，英罗刹还在和无灵兽王大战中，他显得极其狼狈。这无灵兽王太硬了，命更是硬得像石头一样，根本打不死。华天掌对其余的无灵魔兽有效，却无法对无灵魔兽王造成致命之伤。我刚刚恢复巅峰状态一会，就马上又要被打回原形。该死的，那我岂不是被陆晨白嫖了？英罗刹此时有些抓狂，而且继续和无灵魔兽王斗下去，他的情况只会更加的糟糕。可他现在根本脱不了身，这无灵魔兽王像是狗皮膏药一样粘着，甩也甩不掉。不就是摘你几颗果吗？我还给你便是。实在受不了，英罗刹就想把那几颗金参果还给他。但这时无灵魔兽王像收到了什么讯息一样，竟突然放弃了攻击英罗刹，怒吼一声，带着所有的无灵魔兽狂奔离去，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英罗刹光着身子，孤零零地站在荒野上，一脸懵逼。寒风让下身一阵幽凉，他才惊醒过来。英罗刹赶紧穿上衣裙，不让野风再和他吹牛逼。整个临近之地只有我和陆晨，难道无灵兽王离去和陆晨有关？难道是陆晨趁火打劫？他见我拖住了无灵兽王，然后掏了他的家底。可恶啊，又被陆晨利用了。英罗刹满脸黑线，先是被白嫖，又被利用。英罗刹几欲抓狂。陆晨，你等着，我定将你头部以下碎尸万段。英罗刹快速的离开，他决定这一次完全恢复之后再出来寻找陆晨。他相信接下陆晨定会被无灵魔兽不断追杀，等到陆晨快要不行时再杀出，一举将之拿下。陆晨将小白狼往肩膀上一搭，小白狼竟然稳稳地趴在上面睡觉，完全没有要醒来的意思。而且他的鼻翼动了动，似闻到他极其喜欢的气味，小脑袋在陆晨脖子上跟蹭了一蹭，继续香香的一脸满足的睡觉。这小家伙不会母的吧？陆晨无语地道。不过他没有过多的心思管小白狼，而是隐匿气息前行，要寻找一处闭关之地。但接下来他很快就发现，这临近之地根本无他安身之地，所有的无灵魔兽在找他，一旦发现就会发出警报，那头无灵魔兽王就会带着一群无灵魔兽杀过来。陆晨只能东躲西藏，若不是有阴圣珠和隐脉，他根本无法在临近之地存活。吱吱吱，这天一直沉睡的小白狼竟然醒了，他对陆晨没有一丝陌生感，一醒来就轻易地伸出粉嫩的小舌头舔着陆晨的脖子，让陆晨感到痒痒的，赶忙阻止。小家伙，这一觉你可睡得真久啊！你倒是舒服，我可被追杀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现在我们能隐匿活动的点越来越小，不知该往何处去了。陆晨无奈地摸了摸小白狼的小脑袋，自言自语地道。他自然也不指望小白狼能听懂了。吱吱吱，然而小白狼此时竟然从陆晨肩膀上飞出，回头滋滋吱地对着陆晨叫。你意思是让我跟你走？陆晨问道。吱吱吱，小白狼点点头。陆晨此时已无处可去，便也没有犹豫，跟上小白狼。小白狼走着走着，竟然穿过一层无形的光幕，来到了临近之地隐藏的世界中。这是陆晨之前从未有来过的地方。他从资料上倒是知道临近之地有引界，但要进入就需触发相应的条件。但这只小白狼却轻轻松松带他进入到了引界之中。引界是一处无灵的废墟，一点生机都无，仿佛是一处寂灭的空间。但小白狼带着陆晨穿行在废墟中，不多久进入到一座山洞中，洞中景象让陆晨惊呆了。如果说外面是一处寂灭、荒凉、没有一丝生机的废墟，那洞中就是一处生勃勃的新天地。可让陆晨惊呆并不是这些，而是山洞中有一具女巨人的完美洞体。她背靠在石壁上，像是睡着了一样。女巨人其实长得很美，只是太过巨大，在陆晨眼中也实在无法看出有什么美感。比如说胸口，那就是2座真实的山峰。吱吱吱，小白狼叫了起来。这时他爪子抓着一枚玉简，丢给陆晨。陆晨接过，发现这是一枚信息玉简，神念一动，
便可接收到里面记载的信息。原来是传说中的巨魔族。眼前这个曾是巨魔族的一名女大能，巨魔族曾称霸一个时代，最后落幕，仅有的领地也化成临近之地，只能通过引界逃避追杀。这是一位重伤逃入引界的巨魔族大能，最终还是难逃陨落命运。巨魔族炼体之道曾震烁万古，即使陨落，其体亦可万古不灭，细胞中依旧充满活性，除了没有意识，和活体并无多大区别。眼前这位是最后一具完整的巨魔大能尸体，巨魔遗藏就在其体内。当阅读到最后一句信息时，陆晨神情微微一震。临近之地的终极机缘极有可能就在眼前，即是巨魔遗藏。陆晨没想到这小白狼如此不凡，将自己带到这里来。吱吱吱，小白狼让陆晨跟上，然后向前跑去。陆晨看到他冲入那一片巨大黑色森林，直接找到幽谷入口，然后钻了进去。这时候陆晨想到自己闯落魔谷时的黑森林，据说那是上古一位女大能某个神秘部位所化。陆晨一直是保持着怀疑的态度，如今亲眼所见，陆晨终于信了，跟进去看看。陆晨也不再犹豫，冲向幽谷入口。巨魔族的身体太大了，女巨魔大能身上随便一个洞口都能自成一片天地。陆晨靠近时才发现，那黑森林其实就是一株株黑色的奇异植物。这具女巨魔大能，其身体就可以演化成一个世界了。幽谷入口远看不大，靠近才发现很大很大。一进去，发现里面竟是一处洞天福地。小白狼出现一口灵潭中，舒服地游动着，时不时还不忘喝上一口。哦，连自己的洗澡水都喝。陆晨无语，觉得小白狼还小，灵智应该还未彻底开化。不对，这地方竟然是有灵之地，与外面截然不同。陆晨愣了一下，才想到这才是关键的问题。小白狼自己在快乐玩耍，还对着陆晨吱滋滋地叫，让陆晨下来和他一起耍。陆晨没有理他，而是四处走动，观察这片地方。那是来到洞天福地最中心，陆晨看到一名赤裸的绝世美人盘坐玉台上。他大吃一惊，便想退走，但很快发现对方意识沉寂，对于他的出现并未有任何反应。看到此女容貌，陆晨就想到了外面那女巨魔大能身体，眼前这赤裸绝世美人绝对是那女巨魔的缩小版。果然变成正常大小后，看起来就容易接受多了。这不会是巨魔族女大能的魔音吧？不对，体修者不可结音，这应该是巨魔族女大能的真身，外面的是一退之身。陆晨想起信息预简中的介绍，知道巨魔族修行到最后一步便可退掉外躯，凝出真我之躯，但历代巨魔族从未有人踏出过那一步。眼前这位巨魔女大能竟然做到了，但似乎出了点问题。小公子，我一直在等你，终于让我等到了。我叫纳兰青，巨魔族公主。就在此时，一道声音竟然在这片空间中响起。从遇到幽莹、银秋、天魔女地功法之身、莫离、千年狐妖白玉这些后，陆晨似乎对于这些渐渐开始接受了。遇到这些女人，他甚至认为绝不仅仅是巧合这么的简单。也许这一切从自己被冷若雪杀死那一刻，命运转轮就开始转动了。眼前自己所遇之人，绝对是与自己都有着极深因果纠缠，但以他现在的修为境界，只是天地间的一只蝼蚁而已，根本不可能窥探到哪怕一丝的真相。公主将在下引至此地，不知有何吩咐？陆晨问道。他现在已经确定自己遇到那只小白狼绝不是巧遇这么简单，冥冥之中似早有安排。或许有一个无上至高的存在窥探到了一切命运的轨迹，等着他到来。小白狼叫银月，乃是一只体灵双修的魔兽。我的一缕意识在10年前觉醒，恰好这只小白狼幼崽不知为何会掉进这处引剑。当时他本来快要死了，于是我便将我封印的一缕意识融入这小家伙体内。我封存的这一缕意识乃是我妹妹银月的，所以我也便给她起名银月。她一切如出生，将来或许还能幻化人形。银月可自由进出此地，我让她若是闻到有阴极无极体气味的男人，便要想办法带进来。所以我终于等到了你，只有和你双修，才能补全我的这一具本我真身的缺陷，才能让我觉醒。我若醒来，这巨魔遗藏我便可打开，到时任你挑选。巨魔族公主纳兰青快速地将一切过往道来，对陆晨并无隐瞒。是双修一次，还是？陆晨对此已是熟门熟路，直接提到关键点。一次是不够的，不如这样，你将我带走，以后每年和我双修一次就行。我想100年之内，我定能补全这具本我真身。纳兰青说道。你有出去的办法？陆晨问。你让银月带路，可以出这临近之地。纳兰青道。好，那我便放心了。现在我们双修吧，我先带你去灵潭洗洗。陆晨走去，将纳兰的本我之躯抱起，飞向灵潭。辛苦小公子了，我的意识还不足以驱动这具本我之躯，有劳公子多动了。纳兰青说道。对于陆晨带他去清洗，他并没有排斥，
毕竟他待在这里已不知有多少年了，有些地方早就不干净不香了，洗洗也挺好。吱吱吱，看到陆晨抱着纳兰青的本我之身飞来，小白狼银月开心地叫了起来。陆晨飞入灵潭中，小家伙，你要不要帮你姐一起洗？陆晨笑道。吱吱吱，银月认真地点头。接下来陆晨仔细地给纳兰青清洗全身，任何一个角落都不放过。小白狼银月没有手，就伸出舌头在纳兰青身上到处舔，用舌头帮纳兰青清洗。这么清洗下来，陆晨发现纳兰青的本我之身竟然有了变化，变得很润，非常的润。小公子，洗干净了吗？可不可以快点？纳兰青的声音响起，他似乎忍得有些痛苦。公主，再忍忍，马上就洗好。陆晨道。他所谓的洗，自然是要洗那种看不到的深渊之地，需要进入到其中。如此，纳兰的本我之身竟然出现了微微的震颤。滋滋，小白狼银月此时伸着粉嫩的小舌头，忙得不亦乐乎。他看到纳兰青的本我之身有变化，就舔得更加起劲，显然是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陆晨也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便直接在灵潭内和纳兰青的本我之身修炼了起来。一天操劳后，二人修炼完毕。小公子，这是生命水晶棺，将本我之身安置其中，便可收入储物袋中，随身携带。接下来1年，我需要在生命水晶棺内通过沉睡来炼化你注入的阴阳能量精华，以此来修复身上的缺陷。至于银月，以后就跟着你的，他一旦离开此地的压制，成长很快的，而且有诸多天赋能力，定能帮到你的。交代完这些后，纳兰青的本我之身就彻底的沉寂。陆晨将他安置在生命水晶棺中，然后收入储物袋中。外面无灵魔兽王定然还在找我，那英罗刹也在暗中窥视，随时想杀我。既然如此，就先在这里好好修炼。陆晨取出金身果，开始淬炼肉身。小白狼则在洞天福地中快乐的玩耍，无忧无虑。如此时间一天天的过去。7天后，陆晨将金身果全部炼化吸收，终于将金身诀修炼到第3层，肉身提升到了8品境。阴阳无极体境如此玄妙，对于体修之道没有一丝排斥。只是我肉身就像一个无底洞一般，每一颗细胞能够吸收的能量多到没法想象。如此多的金身果，别人只怕可以冲击圣躯之境了，但我仅达到了8品肉身境。不过现在遇到那头无灵兽王，我一拳便可轰杀。在灵境之地，面对英罗刹也完全不足为惧了。既然如此，可以出去了。陆晨心中暗暗思索道。在洞天福地中，巨魔遗藏还无法打开，所以能让陆晨用来提升的东西不多。他若在这里苦修，其实也能提升修为，而且速度还不算慢，但和双修带来的提升完全没有可比性。在这里苦修100年，恐怕都不如他在外面双修半年。陆晨是不会在这里浪费时间的。银月，我们走吧。陆晨带上银月离开了洞天福地，然后从隐界中出来，回到无灵禁地。7天的时间，无灵禁区没有什么变化，但陆晨的实力已不可同日而语，8品肉身境足可再次横行。吼！由于陆晨没有在隐藏气息，刚出来没多久就被无灵魔兽发现了。他们一边向同类发出信号，一边向陆晨冲杀过来。噗！陆晨一拳轰出，一头无灵魔兽就爆灭成一片血雾。噗噗噗！继续出拳，10多头无数魔兽全被轰杀。银月，你说离开此地的传送阵就在那头无灵魔兽王所在的山谷。好，我们现在就杀过去。陆晨说道。他看着旁边还有一头趴在地上瑟瑟发抖的无灵魔兽，直接骑上去，让他载着前往无灵魔兽王所在的山谷处。这头无灵魔兽哪敢有一丝的反抗，乖乖听话。他能感受到陆晨比他们的王还要更可怕。无灵禁地中，英罗刹这2日也在寻找陆晨。这段时间他彻底恢复，而且有所奇遇，在这无灵禁地实力大增。现在再遇上无灵魔兽王，他也有信心将之斩杀。忽然英罗刹感到大地震动，远处传来轰鸣声。发生了什么？无灵魔兽王所在的山谷似乎正在爆发大战。过去一关，英罗刹快速地飞身过去，很快他就被眼前的画面惊住。一路上他看到满地的无灵魔兽越靠近山谷越多。陆晨，他竟这么强了。英罗刹进入到山谷时，脸色不由得一变。他看到那头强大的无灵魔兽王竟然被陆晨一拳轰杀，身体4分5裂，散落了一地。这一幕太具有视觉震撼了。英罗刹此刻也不知道该进还是该退。原本他是自信满满的，但面对现在的陆晨，他心里一点底都没。英罗刹，你既然来了，就别走了。陆晨淡淡地道。陆晨，你难道还想杀我不成？既然被发现了，英罗刹也不打算退了，冷冷地看着陆晨道。是你一直想杀，我只不过是为了活命罢了。
陆晨将无灵魔兽王的合兽收起，此物是绝佳的炼药材料，而陆晨他却并没要对阴罗刹出手的意思。在这临近之地，哪怕他达到8品肉身境，也不可杀得了本身就是玄级大魔圣境的阴罗刹。当然，陆晨有底牌玉质陈饼，可以催发3击，击杀天级小魔圣，但陆晨可不想这样的底牌浪费在一个玄级大魔圣身上。既然杀不了，那就没有必要白费气力。反而陆晨现在需要阴罗刹相助，才能离开这临近之地。因为他刚刚查看过了离开临近之地的传送阵，竟然需要玄级魔圣的魔灵之力才能启动。你不杀我，又不让我走，又是何意？阴罗刹也知道，在临近地，他根本发挥不出玄级大魔圣的力量，也不可能杀得了现在的陆晨，所以他也暂时收起了杀心。你想不想离开临近之地？若继续困下去，你即使身为玄级大魔圣，只怕不出1年也会灵力枯竭而死。陆晨说道。你有办法离开？阴罗刹大喜问道。那是离开的传送大阵，需要玄级大魔圣的力量才能启动。陆晨指着金身树下的那祭坛道。阴罗刹立刻飞身过去，动用自身魔灵之力，便想激活传送阵，结果失败了。在临近之地，你的境界力量都下降了，唯有通过双修，才能令你的力量恢复到真正的巅峰状态，才能启动离开传送阵。陆晨显然早就料到这些，所以刚才他根本没有阻止阴罗刹。那就双修吧。阴罗刹面无表情的应道。反正已经被陆晨白嫖过了，再多一次又何妨？现在阴罗刹只想先离开这临近之地，这鬼地方他真的连一刻都不想待了。只要离开这临近之地，要杀陆晨有的是办法。阴罗刹心中这般想到。他这次以大挪移术将陆晨转移出魔女宗，然后再杀之，结果竟然挪移到了临近之地。在此地杀陆晨比在魔女宗还要难，只能说他的运气有些背。罚道是吧？陆晨道。陆晨，你自己都答应被白嫖了，陆晨竟然还想得寸进尺。并非我不信你，一切只是为了保险起见，这样大家才能放开双修，而不是相互提防。陆晨认真的说道。好，我发，但公平起见，你也要发。阴罗刹已见识过陆晨这小子的奸诈手段，他再也不敢大意。当然。陆晨点点头，立刻起誓。我陆晨以道心起誓，与阴罗刹双修期间互不伤害，更不可对他起一丝杀心，若有违约，天诛地灭。见陆晨如此爽快，阴罗刹也只能跟着发下道誓。二人明明是生死相的敌对关系，但为了离开这里，不得已要进行最亲密的举动。起初阴罗刹还一副不情愿嫌弃的样子，可随着修行进行，他的身体就变得很诚实起来。该死的，这就是阴阳无极体吗？明明我对陆晨恨之入骨，现在却对他生不出一丝杀心，太可怕了。下次有机会绝不能和他多废话，见到就要直接痛下杀手。可是真的好。阴罗刹心尖交颤，他被陆晨修得太狠，意识都有些飘了。开始时阴罗刹嘴巴很硬，他一声不吭，可随着修行进行，他便已身不由己，全身瘫软如一团烂泥。这种情况下是根本没有能力亮杀陆晨。看来还是以前的我不行，要不然冷若雪怎么还有心思在那个时刻杀我？陆晨此刻心中却想到了前世新婚夜与新婚妻子冷若雪的那一次。现在回想起来，若是那时觉醒阴阳无极体和冷若雪洞房的时候，他是没有力气和心思杀自己的。要杀自己，至少也应该在事后进入清明的贤者时间时才能动手。在这个时候我还能反思？看来我的魔性越来越重了，一般的女修已难以满足我。陆晨和阴罗刹是为了离开临近之地才强行在一起修行，二人在修行过程中自然不会有什么交流，陆晨便各种思绪飘散起来。殷小姐，可以了。就阴罗刹意识迷糊之时，陆晨突然退了出来。阴罗刹感觉仿佛缺失了什么，有些不舍，心中空落落的。但随之想到陆晨是自己必杀的敌人时，才彻底清醒过来。这个时候他的力量确实完全恢复到了巅峰状态。阴阳无极竟如此玄妙，如果不是他的脑袋和袖断剑蕴藏有更惊人的秘密，恐怕我还真舍不得杀他。拿下陆晨，圈养后院，天天双修，岂不更妙？阴罗刹披上衣裙，随后冷着脸开始双手晃动，激活金身树下的传送阵。陆晨站在一边，小白狼乖巧地趴在他的肩膀上。嗡！传送阵被彻底激活，阴罗刹率先踏入其中。不过他并没有动什么手脚，毕竟陆晨困在这里或者死在这里对他并无好处。天阴宗看上的是他的脑袋和袖断剑，只要离开无灵禁地，天阴宗有的是办法杀他。陆晨，下次见面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踏上传送阵那一刻，阴罗刹恢复了他往日里的冷酷与无情。陆晨没有应他，
看着阴罗纱消失，也带着小白狼踏入船送阵。嗡！下一刻，陆晨消失在了山谷中。10天前，天鹰宗大军在魔女宗大败而归的消息几乎传遍整个魔域。魔女宗、九幽国、陆晨、云溪、赵婉月等这些往日里名不见传的存在，都成了人人知晓的热词。要知道，九幽只是一个下国，身处其中的魔女宗因平日里的低调，更是名不见传。可经此一役，众人皆知魔女宗，尤其是陆晨之名响彻八方。从天魔药宫的一个小魔役，到名动魔域的魔女宗化世人，并击败天鹰宗2次进攻，令天鹰宗颜面扫地，所用时间仅仅数月，创造了一个奇迹，打造了一个传奇。虽说陆晨被阴罗刹挪移走，消失了10多天，但阴罗刹也没有出现，所以众人并不认为陆晨死了。如果陆晨死了，阴罗刹应该早就现身，并昭告天下才是。所以陆晨虽然消失了10多天，但魔域中却处处都有他的传说。天魔上国诸多势力开始关注他，甚至都开始暗中了解陆晨的首级和绣断剑的秘密。魔女宗主峰、赵婉月等众女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期间，赵婉月和云溪等峰主甚至去求了千年狐妖白玉，因为现在只有他能走出魔女宗地界，到外面寻找陆晨。但是千年狐妖白玉却只是掐指一算，便继续闭关修炼去了，只留下一句话：10日后，陆晨归。此言出，赵婉月等人安心了不少，但一天见不到陆晨，他们就担心一天。这10天，天鹰宗自然无比震怒。期间，有天级小魔圣境的天鹰宗老祖撕裂虚空杀来，本以为天圣出手，可弹指瞬间灭掉魔女宗，结果一只巨手从魔女宗伸出，生生将这位天鹰宗老祖捏爆，画面震惊了四方。不过，达到天圣境都是拥有再生之力的存在，极难磨灭和被彻底杀死，所以这位天鹰宗老祖气血凝取成形，再生之后便拖着伤残之躯狼狈逃回天鹰宗。此战之后，人人皆知魔女宗内藏着一位大天圣，有一位大天圣坐镇，即使是天鹰宗也不再敢轻易出手。这天又是一个月圆之夜，迷人月色笼罩魔女宗主峰，如同披上一层层淡淡的透明的白纱。赵婉月请宫中，我赵婉月以血祭天，定要保陆晨平安归来，以无之命格，向天祈福，佑他安好。赵婉月对着窗台外的明月，燃烧自身精血，在为陆晨祈福。此时他身着一件薄薄的纱衣，俏丽窗口，美得惊人。师尊，这是在为徒儿祖祈福吗？但在这时，一张熟悉的脸映入美女师尊的眼帘。月色如梦，光华之下，陆晨远远就看到了沉浸在祈福中的赵婉月。美女师尊一袭洁白纱衣，秀发自然披散开来，肤若凝脂，鲜颜绝色，在月色中美得惊人。陆晨凝神倾听，一字不漏地将美女师尊的话听入耳中。此时此刻，陆晨冷硬的内心竟有些许的感动。重生来到魔域数月，陆晨的境况变好，完全是从遇到美女师尊赵婉月开始。若无赵婉月收他为徒，让他加入魔女宗，并悉心关照，陆晨绝对活不到现在，只怕当日就被杨烟带回天魔药宫，然后起手被斩，袖剑被夺。可以说，遇到赵婉月是他在魔域的命运转折点。在灵域，他身堂堂的剑域之主被新婚之妻冷若雪所杀，只怕没几个人会伤心，大多只会拍手称快。他从小是孤儿，本就缺少母爱，现在赵婉月给他一种亦师亦母的感觉。赵婉月这段时间确实非常捏心陆晨，天天为他燃烧精血，向天祈福。此刻看到陆晨的他微微一愣，有些不敢置信，以为眼花了。难怪我在灵境之地运气这么好，原来是因为师尊天天给徒儿祈福呀。这段时间徒儿害师尊担心了。陆晨从窗口跳了进来，赵婉月这时才惊觉这一切是真的，并非幻想。陆晨，你真的回来了？你没有受伤吧？美女师尊完全不顾自己穿着清凉，直接上手给陆晨检查身体。师尊，我好得很呢。陆晨笑道。没事就好，我立刻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云溪师祖他们。赵婉月便要去传讯，陆晨赶紧拉住他道：都大半夜了，师尊何必惊扰到他们，明日告知便可。徒儿现在只想好好躺下来休息休息。赵婉月道：倒是师尊有欠考虑了，陆晨你这段时间定是凶险辛苦，你到床上躺着，为师给你弄些吃食，有劳师尊了。一会徒儿给师尊说说灵境之地的经历。陆晨毫不客气脱掉鞋子和外衣，躺到师尊的床上。好香。陆晨深吸一口气，接着他感觉自己好像压到了什么，拿出来闻了一闻，才发现是美女师尊的肚兜。赵婉月看到这一幕，脸色一阵羞红，但美女师尊那种喜欢装鸵鸟的人，就当作看不见，给陆晨弄了一些魔灵果和魔灵石过来。陆晨，你说你进了灵境之地，那地方为师听说过，境绝灵力，异常凶险。赵婉月说道。
我被阴罗刹大挪移走，恰巧进了临近之地，才有机会逃过一劫。换做别的地方，恐怕只有死路一条。陆晨一边吃食，一边将自己被阴罗刹大挪移走后的经历一一道来，甚至为了活命和离开临近之地，与阴罗刹双修的事也没有任何隐瞒。还提到巨魔族，当得知道陆晨1年要和巨魔族公主纳兰青进行一次双修时，他一阵心疼，觉得自己这个徒儿太难了，到哪都要操劳。这阴阳无极体被所有女修所窥视，就连那些意识不灭的验尸都不放过陆晨。最后还说到小白狼银月，此时小白狼也在开心地吃着灵果。他刚刚得以从临近之地出来，这里对他来说完全就是一个陌生的新世界，他对这一切都充满了好奇。说着说着，陆晨的声音不知不觉就没了。赵婉月这才发现陆晨已经睡着了。赵婉月轻手轻脚地给陆晨盖上被子，又将自己遗落在床上的肚兜收走。真是个小坏蛋，不过这阵子他真的不容易呢。哼，为师这次原谅你了。赵婉月此时难得露一丝小女儿姿态，她是真的心疼陆晨，自来到了魔女宗后，日夜操劳，恐怕都没睡过几个安稳的觉。难得有一个安稳觉，赵婉自然不会去惊扰。此时小白狼银月也吃得饱饱的，趴在陆晨身上，肚皮朝天，美美的睡着。这也是一个贪睡的小家伙里。赵婉月看着这一人一兽，内心竟感到从未有过的平静与满足。曾经的她根本没有想过太遥远的未来，因为魔女宗弟子的一生无非就是困在魔女宗，最后在元婴洞窟中作画。想要看看外面的风景，终究只是一种奢望。元心，如果你还在，遇到陆晨或许就不会如此的执着了，因为陆晨是切切实实可以让你看到未来的人，不像那个男人只会欺骗。赵婉月心中想到。随着陆晨变得强大，赵婉月渐渐看到了魔女宗走出这片诅咒之地的希望。何况将来陆晨足够强大，他们完全可以跟在陆晨身边，行走天下，看遍世间风景。赵婉月在寝宫守了一夜，天一亮，他就将这个消息传给云溪等8位封主，随后9位圣女及众弟子都知道陆晨回来了，一个个都松了一口气。云溪等8位封主，还有青瑶、玉素等9位圣女也都一大早就过来。现在他们都在主峰，相距离近多了，无需多久就能来到主殿。这时陆晨已经醒来，穿戴整齐地出现在主殿，看到一张张熟悉和喜悦的脸，眼中满是对自己的关怀，陆晨心中有一丝丝暖流。陆晨师侄，你终于回来了，这10天你不在，魔女宗完全像是没了主心骨。云溪师主道。是啊，各位师姐哥哥都茶饭不思的。青瑶圣女也笑道。陆晨师侄一回来，我们的心就定了。一众美女长老也开心地道。他们可没忘记陆晨操劳的那段时间，没日没夜的和他们双修，将他们美女长老团的实力都提升了一个层次。等师侄休息好，我们还期盼和陆师侄开启下一轮双修呢。魔女宗顿时之间充满欢快的气氛。陆晨和魔女宗众女见面一番闲聊，令诸女安心后，都各自退去了。这时云溪道：陆师侄，之前本师祖和你说过，待和你肉身双修后，告诉你一个秘密，之前来不及，现在觉得应该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了。如果你的阴阳无极体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魔女宗定会实力大增，甚至成为魔域第一宗，也不无可能。云溪这时竟然对陆晨道出了一个惊天秘密。陆晨听后直接被惊呆在场。陆晨是真的被云溪师祖的话惊到了。成为魔域第一宗是什么概念？天阴宗、阴阳魔宗等号称天魔上国4大势力，但在整个魔域来说远没有达到第一宗，因为往上还有地宗，天圣之上为地，那些拥有魔地底蕴的势力，一宗便是一上国。若想成为魔域第一宗，那便要拥有凌驾于一切地宗之上的实力和底蕴。而云溪师祖却说魔女宗也有这样的底蕴。如果说莫离出山，那肯定没问题，但云溪说的秘密绝对不是这个。因为有关仙魔国公主莫离的秘密，整个魔女宗只有她知道，或许千年狐妖白玉也有些许了解。那云溪师姐说的秘密是什么？此刻陆晨充满了好奇。云溪师祖，这个秘密只有你知道，还是其余封主，或者说我师尊也知道？陆晨平静下来问道。这个秘密整个魔女宗目前就只有我知道，因为只有踏入魔圣境，这个秘密才会在我们的记忆中解封出来，所以我之前才会跟你说，待于你肉身双修踏入魔圣境后才能告诉你。云溪道出事情的缘由。既然如此，那我便洗耳恭听。陆晨说道。到我住处，这个秘密本师祖只告诉你一人，你师尊赵婉月还有其余封主若想知道，那就只有等他们自己踏入魔圣境了。这也是魔女宗历代的一个规矩吧，没达魔圣境是没有资格知道这个秘密的。当然陆晨你是个例外，因为你是阴阳无极体，反而必须知道这个秘密。云溪师祖说道。赵婉月点点头道。你云溪师祖说的没错，陆晨你去吧，或许你真的是那个预言中
可以改变我们魔女宗命运的人。其余峰主也都点头。于是陆晨就跟着云溪师祖来到了他的住处。陆师侄，师祖，我的玉之结似乎还未完全消解完，不如你帮帮师祖。放心，师祖不会像是上次那样被玉之结所控的，这一次师祖会很温柔的，顺便也会将这个秘密慢慢道来。云溪师祖说道。倒也无妨。陆晨点点头。他现在是巅峰魔宗境，和云溪这样的皇级大魔圣肉身双修，只会有利而无害。陆晨在赵婉月那里休息一晚后，精气神已经恢复到巅峰状态，此时正是最精猛时。随着敌人越来越强大，他必须要保持着勇猛精进，抓住一切可以提升修为和实力的机会，尽快的冲击魔尊境。现在他的首级和绣断剑只怕已成为整个魔域顶级势力争夺的对象，将来绝不止天鹰宗。虽不知自己的首级和绣断剑有什么秘密，但能令天鹰宗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都想获得，明眼人都能看出不简单。陆晨为了自保，必须变得更强。陆晨和云溪师祖进行过了神魂和肉身双修，已是熟门熟路、知根知底的关系，所以他们很快就进入到了修行状态中。一切步入正轨后，云溪才缓缓开口道：陆师侄，你也应该看到了，各大宗门都有老祖级人物，唯独我们魔女宗没有，最高辈分的也就我这个不到200岁龄的师叔祖了。你肯定会感到疑惑，我们魔女宗的师祖级人物都去哪了？我今要告诉你的秘密就是，我们魔女宗也有老祖，而且很多很多，很强很强，他们就在主峰下风灵地宫中。云溪此言一出，陆晨的动作都顿了一下，弄得云溪都差点无法承受。陆师侄，你别激动，让师祖我缓缓。云溪大惊失色地说道。有时修行师侄太生猛了，也会让师祖受不了，那他们为什么不出来？陆晨平静下来，问出了问题的关键点。我们魔女宗的功法有一个缺陷，修行到地圣境后就会咒力入魂，受此影响会让他们陷入神志不清的状态的，这个时候意识混乱，就会不分敌我，见人就杀。所以历代达到地圣境的老祖为防止意识混乱后屠戮同门，于是都会在意识还清醒前自封于主峰地底下。然而他们虽然进入了自封状态，但却依旧能自我修行，修为依旧在不断变得强大。早代的老祖恐怕已有人踏入了魔地境，其余的恐怕最弱的也是巅峰地圣境。而历代老祖自封前都只留下过一句话，为阴阳无极体，方可入宫唤醒他们。云溪这次一口气将这个秘密说完，陆晨听到已经惊到停了下来。不过此时云溪残留的玉之结已经完全消解，他退了出来，并帮陆晨穿戴整齐。接下来要不要去主峰地宫，陆师侄你自己决定，若已决定好，我带你去。云溪说道。他并没有强迫陆晨，让陆晨自己选择，毕竟就连云溪也不知道地宫那里有没有危险。魔女宗众位老祖都无比的强大恐怖，很难说没有已经觉醒失去自我意识的，一旦有这样的存在，进去绝对就是送死。而且这些魔女宗老祖之所以留下这一句话，定是看上了阴阳无极体，需要和其双修才能消解神魂中的咒力。云溪知道以陆晨的聪慧根本不需他提醒，这些情况必然比他还清楚。师祖，我们去吧，我会先看看情况，具体要怎样做视情况而定。陆晨也没有考虑多久，就已有决定。魔女宗是他的立身之地，绝不能被灭，他需要掌控更强的力量，唯有如此才能保住魔女宗。目前天鹰宗派出的力量不过是他们底蕴的冰山一角，若天鹰宗在数位大天圣降临，单靠千年孤妖白玉一人根本抵挡不住，甚至是巅峰天圣亲至，那魔女宗将难逃灭宗的命运。不就是和意识混乱的老祖们双修吗？他和啥没有双修过？百万年验尸、狐妖、功法分身、鬼仙尊意识体，只要能变强，干啥都行，干天干地干空气都没什么大不了。魔女宗的主峰其实很大，小山峰林立。云溪师祖带着陆晨来到了一处无人区的小峰林中，在其中一座山峰中找到了一处隐秘的山洞，上面布置有迷幻阵法，若非知情人基本不可能找得到。山洞有一个地道直通地底，很快陆晨和云溪就来到了主峰地底下。一口石门紧紧关闭，上面刻画着无数古老的封禁符文，需要特殊手法再加阴阳无极的精血方可启动打开。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为阴阳无极体准备的。非阴阳无极体就算知道解禁手法也无法打开，毕竟最后一步非阴阳无极体精血不可。陆晨，我一会以手法解封，你最后凝一滴精血点上，便可打开封印之门。云溪说道。师祖，开始吧。陆晨点点头。云溪双手唤动，以古老的解禁手法开始解除上面的封禁。就是这个时候，半炷香后，云溪叫道。陆晨凝出一滴精血，按在封禁石门上。嗡，一阵光芒涌现，石门上的封禁符文彻底被点亮。
随后封禁石门竟然变得透明起来。走！云溪拉着陆晨穿过透明的封禁石门，穿过之后，石门再次变得凝实起来。陆晨开始打量着地宫内一切，地宫无比巨大，却空无一物。就在此时，一张巨大阵图在地宫铺开，但只有前面1/5阵图被点亮。被点亮的阵图上浮现出一间间虚构的房间，然后上面浮现一个个名字和信息。苏婉离，500岁，魔女宗第500代宗主，修为巅峰地圣境。陆晨率先看到了排在最前的一个名字，这个名字陆晨有些熟悉，正是魔女宗最后一代宗主，将千年狐妖白玉封印在镇妖台下之人。没想到他并没有死，而是自封在此地了。至于其余没有达到地圣境的，作化后才会进入元婴洞窟。达到地圣境的魔女宗先祖则都自封于此。第一个竟是师尊，在他后面的是师祖，还有七师叔祖。云溪也是吃惊的开口道：嗡！这时一缕光芒从阵中浮现，融入陆晨眉心，随之一股信息浮现在陆晨脑海。原来如此，这是风灵锁天阵，历代老祖自封后就会进入阵中，自锁于大阵幻化的异空间中。阵图上每一个房间代表着一个异空间，里面封印着一位老祖。阵图越深处，老祖越古老强大。要解封深处阵图，需要将前面的老祖一一唤醒，并助他们恢复神识，离开后深处的阵图才会被点亮。我们要进去，只需点触其房间上的名字信息，便可将我们送入其所在的空间中。陆晨将了解到信息告诉了云溪。这不就是一场攻略游戏吗？云溪看着阵图上显示的200多个巅峰地圣老祖信息，开口道：差不多吧。陆晨点点头道：那就先从我师尊苏婉离开始。嘻嘻，我对陆师职工略我家师尊充满期待。要知道，我家这位师尊以前可是以冰山美人著称的。云溪爱玩闹的活泼性格此时体现出来了。都活了近200岁，有时却还像个贪玩的少女一样。那还等什么？进去吧。陆晨有些无语，不知道云溪师祖是什么恶趣味，这么喜欢看自己攻略他的师尊。云溪和陆晨同时伸指点在苏婉离的房间上。嗡！下一刻，阵图上虚构房间绽放出一阵耀眼的光芒，将陆晨和云溪笼罩。紧接着，二人同时消失在原地，在出现时已经一片异空间中，四周是洁白的静止，中间是一张巨大的云床，一个高冷绝美宛如冰山一样的美人盘坐中间。真的是师尊，但他身上散发的怎会是大天圣境气息？云溪惊呼道。外面的信息应该只是苏婉离老祖进来时的修为境界，他再次封印，自主修行，这些年境界已达到了大天圣。陆晨此时也感到莫名震撼，这说明苏婉离的修行天赋太逆天了。毕竟自主修行的速度一般都是很缓慢的，但他能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达到了大天圣境，足可说明其血脉天赋的可怕。毕竟并不是待在这里越久修为就越高的，很多千年未必能破一小境，甚至达到一定境界后就会停滞不前。苏婉离显然不存在这种情况，陆晨能看到此时他的身体自动吞吐天地间的魔灵之力，修为在不断提升中。我师尊号称魔女宗建宗以来天赋可排进前5的存在，乃是先天魔灵体，天生与灵亲和，即使不主动修炼，修为也会在日积月累中自动提升。若能攻略师尊，助他醒来，我们魔女宗定然实力大增。云溪说道。道理我懂，但对方是巅峰地圣，我还有信心攻略，可现在老祖都已是大天圣了，我没把握。陆晨实话实说，和苏婉离双修绝对是小牛拉大车，最后自己恐怕会被活活累死。陆师侄不会忘了我吧？这次师祖助你，绝对可以助你拿下我师尊苏婉离。云溪说道。听到云溪师祖的话，陆晨眼神一亮。师祖倒是提醒了我完全可以一边和苏婉离老祖修行，快要无法承受时，便回到云溪师祖你这里，和你阴阳互补，完全恢复后再去苏婉离老祖那里，如此往复来回，倒也不是不可以。陆晨说道。此法甚妙。云溪赞叹一声，可他声音刚落，苏婉离的身体突然颤动起来，同时恐怖的杀戮气息在弥漫。不好，苏婉离要醒了。他是咒力入魂状态，神志不清，脑中只有疯狂杀意，绝不能让他醒来，一旦醒来，我们会被瞬间秒掉。陆晨，立刻上他，用你的阴阳无极体压制他体内的诅咒。云溪第一时间冲过去，帮自己的师尊脱掉衣服。陆晨也知情况危急，容不得他多想，也立刻冲上去。我来帮你。云溪此时先预指苏婉离身上的穴位上游走，陆晨则快速进入和苏婉离修行的状态，以阴阳之力压制对方体内的诅咒之力。先压制身体的诅咒，然后再入魂。果然，随着陆晨的动作，苏婉离渐渐安静了下来，本是冰山般身体开始有了变化。有戏！陆晨，加大力度！云溪师祖叫道。